悬崖绝壁，云雾弥漫，身穿墨衣，皮肤略显黝黑的少年正在急速地下坠中。呼呼，空气增加的压力不断涌入七窍，苏大明的心跳越来越快，甚至呼吸都有些困难。耳膜传来的撕裂疼痛瞬间惊醒了苏大明，缓缓睁开了眼睛，可只是一眼，差点就让苏大明吓得魂飞天外。不是吧，我送个外卖容易吗？路上被人撞飞也就算了，我都昏了一阵，还没落地。苏大明是一个穷学生，只能靠着课余时间送外卖才能买得起华丽精美的游戏皮肤。他跑外卖的商圈，经常有一个肤白貌美的美女点外卖，每当这个美女点外卖时，众多骑手便开始拼手速抢订单，谁都想抢下美女的订单，幻想着在送餐后能跟美女来一场暧昧的邂逅。苏大明今天运气不错，率先抢下了美女的订单。在众多骑手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牛逼哄哄地骑着小电驴扬长而去，却不曾想半路上被一辆闯红灯的 G63 给撞飞。被撞飞的一刹那，苏大明就失去了意识，直至现在身体急速下坠中，完全看不清周边的景象。他的心跳仿佛停止，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一股汹涌且不属于自己的记忆传入到苏大明的脑海中。我穿越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是意外穿越了。穿越的对象是一个修仙世界的修炼废柴。说来也巧，这个修炼废柴竟然也叫苏大明。大胆，什么档次敢跟我叫一个名字？以后就叫你苏小明。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苏小明的过往种种就像是幻灯片一样在苏大明的脑海中闪过。苏小明所在的修仙宗门是紫阳郡5大宗门之一的紫阳宗。12岁时，紫阳宗长老陆晨风下山云游，正好撞见苏小明的爹娘被一伙匪贼所杀。陆晨风只是随手一挥便解决了那伙匪贼，但苏小明爹娘的死，陆晨风也是无能为力。看着这个悲伤万分的可怜孩子，陆晨风内心一软，便收下苏小明为弟子，将其带回了紫阳宗。凡人能够结得仙缘，理应是一场天大的机遇。然苏小明修炼资质极为平庸，甚至不能算是平庸，而是杂乱不堪、最为垃圾的伪灵根。在修仙界，最为重要的便是灵根。苏小明进入宗门后，足足3年的时间都没有修炼成炼气期。炼气期是修仙者的门槛，只有引天地灵气入体，成为炼气期，才能算是真正的修士。许多天资过人的少年，甚至10天半个月就能进入炼气期，可苏小明却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有达到。好在师父陆晨风并没有因此嫌弃苏小明，反而对他关爱有加。只是苏小明的师娘却一直因为苏小明的修炼资质看苏小明不顺眼，还曾多次劝说陆晨风将其逐出宗门，却都被陆晨风严词拒绝。大约在半年前，苏小明的师父陆晨风莫名失踪，半年都没有消息。紫阳宗的人便觉得陆晨风10有8九是死在了外面。陆晨风一失踪，他们这一脉在紫阳宗的地位急速下降，甚至有长老建议要取缔陆晨风这一脉，将陆晨风的弟子们全都打散，放入其余长老的门下。师娘为了这一脉不被取缔，数日前把苏小明的小师姐许配给了宗门里一个长老的弟子，并且苏小明还发现师娘甚至还有要将自己逐出师门的意思。万念俱灰的苏小明便来到宗门的后山悬崖之巅，纵身跳了下去。苏大明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现在正处于跳崖的状态中。我干，老子的外卖订单还没有完成啊！崖底，身穿浅青色亵衣的池婉盘腿坐于一汪清泉中，清澈的泉水刚刚淹没她的肚脐。这是一个美到令人窒息的女子，肌肤胜雪，晶莹剔透，小小的浅青色亵衣难以将她的高耸酥胸给全部裹住。细长的弯月眉下是一双深邃明亮的丹凤眼，秀鼻小巧而高挺，小嘴鲜红饱满，充满了魅惑。满头青丝散落在雪白光滑的背部，直至那盈盈一握的纤细腰肢。迟婉而清冷的面容，很是专注地看着面前一团光晕。只见他双手放于身前，手中磅礴的天地灵气迸发，似乎正在从面前的光晕中源源不断地吸取力量。光晕中竟然还有着一只迷你版的蛟龙，这迷你版的蛟龙只是一道虚影，它在光晕中不停地挣扎。就在这时，那蛟龙竟然口吐人言，惊呼道：咦，来者何人？迟婉而清冷的容颜没有丝毫变化。女娃子，老夫修炼1000年方才结的内丹，你放我一马，我可认你为主。闭眼银娇不甘心地劝说。迟婉仍不为所动，现在的他已经是结丹后期的实力，只要炼化这闭眼银娇的内丹，便有了冲击元婴期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闭眼银娇的眼中充满了急躁与恐惧。修炼1000年，如今就要被眼前这可恶的修士给当作肥料炼化不成？就在闭眼银娇焦急万分之时，上空突然传来一道少年的惊呼大喊：
好像是在喊什么外卖订单。一瞬间，池婉柳眉微蹙，几乎是下意识的，他便抬头向上方看去。这是人的本能反应，甚至忘记了用自己的神识查探上方的状况。可只是刹那间，池婉便面色一变，不好，这闭眼银蛟的实力甚至要强于池婉。他能够毁掉闭眼银蛟的肉身，也是机缘巧合，所以他在炼化闭眼银蛟时，也是提起了100%的专注，生怕因为自己的走神，从而让闭眼银蛟有可乘之机。但他千防万防，也没能防住苏大明。苏大明在上方跳崖，是池婉跟闭眼银蛟都没有想到的。修炼了1000年的闭眼银蛟还是比较老辣，他直接便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几乎是在池婉面色一变的同时，闭眼银蛟的口中突然吐出一股红色的雾气，直喷池婉的面门。等到池婉反应过来时，口鼻已经吸入了这股红色雾气。他只觉得头脑一阵眩晕，连忙收起双手，运转体内灵气，想要将体内的毒气给逼出来。闭眼银蛟吐出的什么东西，他可是一清二楚。这是他的绝技，一旦被人吸入体内，虽说不会死，但却能让人的性欲爆发到顶点，尤其是对女人效果更加显著，不然也不会被称作为银蛟。嘎嘎嘎，老夫终于脱困了。没有了池婉的束缚，闭眼银蛟的虚影顿时不断的扩大，最终化身为庞然大物。他的口中还含着一颗珠子，正是闭眼银蛟的内丹。咦，就在这时，闭眼银蛟发现了正在急速下坠的苏大明。只见他只是轻吐了一口气，原本应该掉落下来的苏大明便直接停顿在池婉上方的半空中。苏大明这时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被定在了半空中，头朝地，脚朝上。睁开眼的同时，苏大明顿时看到了下方的美景，他脑袋一阵发懵，小子，既然是你意外救了老夫一命，老夫向来恩怨分明，这便送你一场天大的机缘。此女是1000年难遇的阴阳双生天灵根，你便在这好好享用吧，嘎嘎嘎。日后修炼有成，莫要忘记了老夫的恩情。苏大明闻言一惊，谁在说话？就在这时，苏大明的身子再次下坠，直接砸在了池婉的身上。美，实在是太美了。苏大明发誓，他此生从未见过如此绝美的女人。难道这就是修仙界的仙女？头顶上方再次传来狂笑声。嘎嘎嘎，小子，你艳福不浅，等你吸了他的天灵根后，他是不敢把你怎么样的。苏大明猛然惊醒，这里还另有其人。转头向上方看去，顿时吓得差点惊叫出声。上方的庞然大物赫然有着跟龙相似的身躯，全身漆黑发亮的鳞片，很是刺眼。什么怪物？好在闭眼银蛟没有多做停留，直接飞向远处的天际，眨眼间便消失不见。心悸之余，苏大明转过头来，砰！一股难以抗拒的无形力量从身下爆发，直接将苏大明击飞，重重地摔在了清泉的边缘。只见他一只手爬着清泉的岸边，龇牙咧嘴的痛嚎，背部磕在了清泉的岸边。此刻他半个身子坐躺在清澈的泉水中，还没等苏大明嚎叫几声，突然看到不远处的池婉手中汇聚一道碧青色的光晕。这团光晕的汇聚让苏大明本能地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仙子，这实在是误会，你听我解释。苏大明想后退，却发现后背的疼痛使他难以从清泉中爬起来。就在这时，一道酥麻到骨髓的娇吟声突然传入苏大明的耳中。怎么回事？苏大明连忙向池婉看去，可这一眼顿时让他惊得张大了嘴巴。池婉媚眼如丝，眼中的清明已经消失不见。此刻他一脸的媚意，随手扯去了单薄的浅青色衣裙。咕哝一声，苏大明猛地咽了口水。就在这时，池婉向着苏大明走了过来。苏大明见状，心仿佛要跳到了嗓子眼。他突然想起刚刚那闭眼银蛟的话，那怪物看上去就很是厉害，竟然是从这个女人手中逃出去的。面前这女子究竟有多么恐怖？看她的样子，明显是中招了。这要是事后清醒了过来，她会不会把我给宰了？想到这里，苏大明便浑身一个哆嗦。然而还没等苏大明多想，池婉已经扑了过来。苏大明想起身，却发现后背火辣辣的痛，动弹不得。喂，你非要这样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咱可说好了，这是你主动。苏大明倒吸一口凉气。与此同时，清澈的泉水中瞬间冒出一抹嫣红。就在这时，他突然发觉女子体内有着什么东西窜入了自己的体内。一瞬间，自己腹部一阵热流涌入，好像是有什么力量一样，并且整个身子闪出耀眼的光芒。他好似觉得自己得到了质的升华。什么东西？苏大明眼神中闪过不解，他突然想到了刚刚那怪物的话。他说此女是阴阳双生天灵根，这是什么体质？从苏小明的记忆中，苏大明得知天灵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灵根，
拥有天灵根的修士，修炼的速度要比寻常修士好上百倍、1000倍。但阴阳双生天灵根是什么？苏大明在苏小明的记忆中并没有搜索到。炼气一层，苏大明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腹部的那股热流竟然是天地灵气，并且他只是心念一动，就能看到自己的腹部那里有着一道气旋。这道气旋呈圆形，刚好围满了一整圈。这是炼气一层，并且还是炼气一层的大圆满，距离炼气2层也仅有1步之遥。苏大明瞬间有些惊喜，苏小明修炼3年都没到炼气一层，自己只是跟着仙女就突破了。还没等苏大明多想，他突然嗷的一声叫了出来，此刻的身体就像是被成千上亿的蚂蚁撕咬一般，疼痛无比。很快额头上便布满了细汗。与此同时，苏大明的身上不断渗透出黑色的液体，还夹杂着一股恶臭。苏大明咬牙硬挺，他疼得想要蜷缩起身子，却难以做到。这种撕心裂肺的痛约莫持续了1刻钟，便消失不见。苏大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却震惊地发现此刻身体似乎充满了力量。只见他美眸微闭，柳眉紧蹙，竟直接瘫软在了苏大明的怀中。苏大明身上的黑色恶臭瞬间沾染到池婉儿雪白的身上，软玉在怀，让他顿时心猿意马。不知过了多久，或许是1个小时，又或许是几个小时，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苏大明在清澈的泉水中一边清洗着身上的污垢，一边哼唱着。池婉儿静静地躺在岸边，美眸紧闭，细长的柳眉微微蹙着，动人心魄的美让苏大明久久难以移开目光。刚刚那怪物庞大的身躯快要占据了整个山涧，此女能将那怪物抓来，那实力有多么恐怖，苏大明只是想想就觉得头皮发麻。只是看到对方白皙的身躯上满是黑色的污垢，还散发着阵阵恶臭，苏大明便是一阵皱眉。沉吟片刻，他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来到了池婉儿的身边，准备给池婉儿清洗身子。可他的手还没碰到池婉儿，对方突然睁开了双眼。池婉儿神色冰冷，美眸散发着锐利的神色。苏大明觉得池婉儿的眼神有些可怕。你醒了。我话还没有说出口，苏大明便感觉胸口传来一道猛烈的碰撞，整个人直接就飞了出去。砰！苏大明重重地撞在崖壁上，口中瞬间吐出一大口鲜血，随后掉落在地。噗！刚掉下来，苏大明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此刻只觉得五脏六腑一阵翻滚，身上的剧烈疼痛让他难以站起身来，艰难地转头看向池婉儿，却发现对方身上的黑色污垢已经消失，还穿上了一身浅青色的衣裙，修长的身躯在浅青色衣裙的包裹下显得更加出尘。明明是你自己主动扑。苏大明指着池婉儿，鲜血已经染红了他的满口白牙。然而话还没有说完，对方又是冲着苏大明接连挥手，一瞬间苏大明整个人就像是皮球一样在山涧中摔来摔去。只是池婉儿一直掌握着一种度，能把苏大明折磨个半死，却不会要了他的命。砰！最后一道响声传来，苏大明就像是个死狗一样摔在地上。只见他艰难地坐起身子，靠在崖壁上，惊恐地看着面前这青衣女子。池婉儿的美眸扫视着苏大明，只是越看他眼中的愤怒与厌恶便越是浓郁。你吸走了我的天灵根。冰冷如霜的一句话，几乎是咬着后槽牙说出来的。只是听了他的话，苏大明却是眉头一皱。天灵根被我吸走，他可是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拥有天灵根的存在是多么的恐怖。整个紫阳郡没几个人拥有天灵根。池婉儿再次微微抬手，苏大明发现自己竟然不受控制地飞向池婉儿。苏大明面色惊惧，只是一抬手就能招来一个大活人，这是怎样的大神通？纤细的葱葱玉指爆发出磅礴浩瀚的灵气，向自己涌来。不好！对方好似要将自己的骨头生生从血肉中剥离一般，这撕裂全身到骨髓的疼痛让苏大明嚎叫不已。天灵根不能直接从体内剥离，池婉儿早就知道，只是不甘心地尝试一下。他是阴阳双生天灵根，阳属性的天灵根跑到了苏大明的身上，自己体内就只剩下阴属性天灵根。阴为辅，阳为主。池婉儿收回灵力，苏大明直接从半空掉了下来，他的头上满是冷汗，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苏大明此刻明白了不少，刚刚跟他交合时莫名其妙吸走了他的天灵根，就连自己突破至炼气一层大圆满，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天灵根的缘故。苏大明此刻惨兮兮的样子，浑身都是伤势。池婉儿冰冷的眸子却一直盯着坐在地上的苏大明，只是他越看内心便越是愤怒。刚刚虽说失去了意识，但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在脑海中不断浮现。池婉儿若想杀苏大明，甚至不用动手，只是吹口气，苏大明便直接灰飞烟灭。只是师尊当年的话却一直回荡在池婉儿的耳边：婉儿，
你是千年难遇的阴阳双生天灵根，你要加以苦修，日后的成就绝对不可估量。但你切记，一定不能失身，否则那阳属性的天灵根便会跑到对方体内。一旦这样，你们两个人的命运便就此绑在了一块儿。他若身死，你即便不死，也会遭受到极为严重的反噬。事已至此，再是懊悔也没有任何作用。迟婉沉吟片刻，抬手间浩瀚的灵气便向苏大明冲去。又来！苏大明任凭对方浩瀚的灵气冲进自己的体内。咦？就在苏大明做好被折磨的心理准备时，他突然诧异地发现，迟婉的灵力进入体内后，他竟然畅快地差点呻吟出来。他是在给我疗伤。苏大明面露惊喜，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刚刚还暴揍自己的仙子，此刻竟然心疼自己了。毕竟一日夫700日恩嘛。没过多久，苏大明便觉得全身的伤势已经痊愈，心情刹那大好。只见他面色轻松地看向迟婉说道：仙子怎么称呼？迟婉默不作声。只见他再次抬手，苏大明顿时惊叫一声，整个人又被击飞了出去。啊！苏大明的惨叫声回荡在整片山涧中。在迟婉的操控下，他就像是个皮球一样飞来飞去。几个来回下来，当他再次落在迟婉身前时，又是满身的伤势。就在这时，浩瀚且柔顺的灵气再次进入苏大明的体内。很快，苏大明全身的伤势又痊愈了。玩我呢？苏大明顿时明白了，原来是对方因为担心自己会死，所以才会给自己疗伤。疗伤后再接着折磨自己。念及至此，苏大明直接冲着迟婉怒道：士可杀不可辱，要杀便杀，何必用这种手段？迟婉闻言，嘴角微掀道：是吗？你一个跳崖的懦夫，能说出这番话，属实让人惊讶。显然他已经看出，苏大明之所以会从上面掉下来，分明就是他跳崖寻死。原本就对苏大明没什么好印象，对这个懦夫更加嗤之以鼻。接着又对苏大明一顿暴揍，暴揍之后再为苏大明疗伤，痊愈后再次暴揍，如此往复。当苏大明最后一次被疗伤后，双眼无神地坐在那里，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打也打不过，说道理吧，对方也不听，随你便吧，老子躺平了。让他诧异的是，随着次数增多，也就没那么疼了。难道是被打出免疫力了？迟婉没有继续出手。你叫什么名字？是紫阳宗弟子。苏大明不敢隐瞒。仙子，我是紫阳宗的弟子啊。我叫苏大明，你呢？迟婉并没有回答苏大明。误会，这都是误会，我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轻生。迟婉面无表情，随手一挥，一道灵力便钻入苏大明的体内，消失不见。我还会回来找你的。他要走了，待我找到收回天灵根的办法，便回来找你。话音落下，苏大明欣喜的表情顿时僵住了。他没再多说什么，绝美的身姿直接凌空飞行，眨眼间便消失在山涧中。刚刚飞离山涧，迟婉便是面色一红，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滴落在浅青色衣裙上面，尤为鲜亮。迟婉在一个山头停下，盘膝坐下，双目紧闭，双手自由地搭在腿上。这优美的身姿成为山顶唯一的风景线。原本炼化闭眼银胶的内丹便有可能迈入元婴期，如今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从结丹后期巅峰掉到了结丹初期。这一切都是他害的。迟婉喃喃间，眸子里浮现出深深的惆怅。阳属性天灵根的玻璃对迟婉的影响很大，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反噬。绝美的容颜微微抬起，深邃的目光看向远方，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若是其他4大宗派得知我跌落至结丹初期，紫阳宗恐怕危矣。紫阳宗能在修仙界屹立万年不倒，全仰仗强大的紫阳宫。随着紫阳宫的覆灭，紫阳宗的没落，真就无法挽回了吗？迟婉呆呆地看向远方，美眸中充满了无奈与迷茫。苏大明眼睁睁看着那一袭浅青色身影凌空飞起，眨眼间便消失不见，顿时满脸的羡慕与憧憬。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一样，在天空中肆意的飞翔？此刻唯一值得高兴的，便是自己已经拥有了天灵根。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怎么上去？苏大明抬头看着高高的崖壁，一股无力感油然而生。这片山涧还是有地方能够绕出去的，只是距离要远一些。算了，从那边绕过去吧。苏大明叹息一声，便向前走去。然而就在这时，一道破空声突然从天际传来。循声望去，一个身穿杏色束腰长裙的女子正在天上御剑飞行。杏衣女子同样看到了苏大明，只见她直接掉头，竟冲着自己飞了过来。杏衣女子还没靠近，苏大明就看到了她那妖娆的丰腴娇躯。这里可真是仙娥满天飞啊！不等苏大明多想，杏衣女子已经来到了苏大明的身前。她刚刚落地，脚下的飞剑便直接消失不见。
这种神迹让苏大明看的是瞠目结舌。女子27、8岁的模样，正是一个女人最为风情妩媚的时刻。尤其是此女的精致五官，生得很是妩媚动人，皮肤白皙，一双桃花眼仿佛能将男人的魂儿给勾走。丰腴的身材，曲线诱人，简直就是一个狐妹子。如果说先前那青衣女子高贵如九天玄女，那么眼前这妩媚动人的女子，便是滚滚红尘中那娇艳欲滴的红玫瑰，充满风情的女人味。女子娇艳红唇微起，突然轻声喝道：“苏大明，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还有你身上的衣服是被谁弄成这样的？”姓衣女子的轻喝让苏大明愣了一下，她竟然认识自己。想到这里，苏大明仔细地看了一眼女子，猛然一愣：“师娘。”他从袁宿主记忆得知，眼前这娇媚诱人的女子竟然是师娘柳月如。我问你话呢？苏大明连忙道：“师娘，我没有跟人打斗，身上的衣服是刚刚在那边山坡上不小心摔下来弄的。”听了苏大明的话，柳月如倒没有什么疑心。在他的印象里，苏大明本就是个木讷的孩子，向来不敢跟他说谎，并且以苏大明的实力，3年都没有进入炼气期，恐怕也不敢跟什么人打斗。3年了，就算是个没有修炼的凡人，也不至于如此。我看你还是离开紫阳宗吧。苏大明闻言，顿时面色有些无辜地说道：“师娘不要啊，人非圣贤，孰能无情？咱们都在一起3年的时间了，难道师娘对大明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柳月如愣了愣，深深看了一眼苏大明，沉吟片刻，还是微微摇头：“3年了都没有进入炼气期，大明，你真的不适合留在修仙宗门。”苏大明没有告诉柳月如，他现在已经是炼气期了。然而以柳月如的实力，只需神识一扫就能看出。但在柳月如的眼里，苏大明一直都是个修炼废柴，哪里会想着查探他的修为？柳月如这时没有去管苏大明，而是有些疑惑地扫视着这片山涧。奇怪，我怎么感觉有一股恐怖的残余气息？柳月如疑惑地四处打量，内心暗道：这里的残余气息竟然让我有种心悸的感觉，就像是面对宗门里的师叔一般。莫非是结丹大修士留下来的？想到这里，柳月如的面色顿时一变。宗门后山的悬崖下方出现了结丹修士的踪迹，这可非同小可。转头看向苏大明，顿时内心一凛，这里的残留气息难道跟大明有关？这念头刚刚升起，就被柳月如给摒弃了。他可不认为苏大明会跟结丹期的修士有什么联系。就在这时，苏大明跑到柳月如的身边，陪着笑脸说道：“师娘，你是不是特意出来寻弟子的？”柳月如的眼角余光瞥了苏大明一眼，淡声说道：“你好大的面子，还想让我特意出来寻你？”面对柳月如的嘲讽，苏大明却是嘿嘿一笑道：“师娘你误会了，弟子只是觉得平日里师娘对我们这么好，肯定是看我不见了，特意出来寻弟子来了。”柳月如的桃花眼看着苏大明，沉默不语。他今日找苏大明，就是要将苏大明给逐出紫阳宗。但听到刚刚苏大明的话后，柳月如不禁生出恻隐之心。他内心暗叹，以大明的资质留在修仙宗门里，对他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倒不如逐出紫阳宗，回到凡人世界，快活地度过一生。袁宿主到死都不知道，师娘柳月如之所以要把他逐出宗门，其实是为了他好。当然，苏大明现在也难以听到柳月如的心声。师娘，看到柳月如在发呆，苏大明试探性地喊了一句：“柳月如回过神来，看到苏大明清澈的眼神，内心一软，叹息道：“天色不早了，先回去吧，日后再说。”听到柳月如没再说要将自己逐出宗门，苏大明暗自松了一口气。但苏大明抬头看了一眼高耸入云的山顶，面色有些为难：“师娘，我上不去啊。”柳月如没有多言，只见光芒一转，一柄飞剑便出现在柳月如的脚下。“上来！”啊！苏大明看着柳月如脚下的飞剑，顿时一愣。这么窄的飞剑，师娘让他上去，我恐高啊！但他担心会被师娘看出什么来，便强忍着心中惧意，跳上了柳月如的飞剑。待苏大明站稳后，柳月如两指并拢，指向脚下飞剑，口中轻诈：“起！”柳月如的话音刚落，脚下飞剑便直接凌空飞起。苏大明大惊，下意识伸出双臂，紧紧抱住柳月如的柳蛇腰，整个人贴在柳月如的后背，双眼紧闭，不敢去看云雾缭绕的景象。柳月如猛地被苏大明给抱住，内心顿时升起一丝异样的感觉。但转念一想，苏大明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便没有太过在意。很快，飞剑彻底平稳，苏大明内心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此刻又有些心猿意马。苏大明有些尴尬，但此时此刻他也不敢松开，他真的害怕，只要一松开柳月如，自己就会掉下去。柳月如突然头也不回地娇喝道：“大明，你腰间藏了什么东西？赶紧拿出来！”
他有所不知的是，苏大明融入了池碗的阳属性天灵根，身体已然发生了变异。苏大明听到柳月如的话后，顿时一脸懵：什么？师娘竟然让我拿出来，这可怎么行？苏大明内心暗想的同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柳月如。莫非大明今天来这里是捡到了什么宝物，又不想告诉我？想到这里，柳月如强忍着逐渐加重的鼻息，轻声道：大明，你是不是在这里捡到了什么宝物？这才不敢跟师娘说。没事的，拿出来吧。你放心，师娘什么宝物没见过，我是不会霸占的。柳月如以为苏大明担心自己霸占他捡来的宝物，这才轻柔的出声安慰道。苏大明强装镇定的说道：师娘你误会了，我可没有捡到什么宝物，弟子若是捡到宝物了，肯定会第一时间交给师娘。柳月如听到苏大明这样说，顿时有些不悦。大明，你若是再不告诉师娘，师娘可要自己动手查看了啊。苏大明大急，自己哪里有什么宝物？师娘，弟子真的没有骗你，我确实没有捡到什么宝物。柳月如鼻息暗哼一声，既然你不想拿，那师娘便亲自动手了。一瞬间，苏大明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啊！柳月如一声娇呼，倘若到了这一刻，他还没有明白那是什么，那可真就说不通了。沉默了许久，双方皆是有些尴尬。本以为苏大明藏了什么宝物，却没有想到，大明回到月华峰后，你可要好好修炼。尴尬许久的柳月如连忙找了个话题。自从你师父失踪后，宗门里的其余长老便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名义上是说，为了你们这些没有师父的年轻弟子考虑，将咱们这一脉打散，众多弟子归于他们的名下。其实他们就是觊觎咱们月华峰浓郁的灵气，都想霸占月华峰罢了。宗主也知道他们的意图，一直没有答应他们。但眼看你师父迟迟没有归来，宗主也改变了主意，答应了那些长老，将咱们这一脉给取缔。不过宗门里那么多长老都在盯着咱们的月华峰，宗主也不好分配，于是便定下，谁的弟子若能在1年后的宗门大比中拿下第1名，那么月华峰便归哪位长老所有。师娘说这些话，并不是指望你们能拿下这第1名。月华峰是整个紫阳宗里，除了诸位师叔师祖的闭关之地外，灵气最为浓郁的一脉。你们可以在这1年里刻苦修炼，1年之后，呵呵，月华峰可就不属于我们了。柳月如的语气苦涩不已。苏大明从元素主记忆中得知，月华峰正是他们这一脉居住的山峰。紫阳宗很大，类似于月华峰这样的山峰还有许多，但要数灵气最为浓郁的，还是月华峰。当然，宗主以及那些结丹师祖闭关的地方不在其中，紫阳宗的大人物都在紫阳宗最深处。他算是听明白了，师父陆晨风一失踪，宗门里的长老便开始觊觎灵气充裕的月华峰。这可怎么办？万一月华峰被别的长老给占去，自己又要成为别的长老弟子，那体内的天灵根会不会被人给发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整个紫阳郡拥有天灵根的弟子也没有几个。紫阳郡很大，其中有着数百个城池，皆被5大宗门所占据。5大宗门的弟子包括紫阳郡属不尽的小门小派，再加上无数的散修，这么庞大的修士群体，拥有天灵根的却没有几个。由此可见，天灵根是多么罕见。他的天灵根不是天生的，而是从青衣女子体内获得，这让苏大明有些怀疑，别人有没有什么手段掠夺自己的天灵根。不管如何，苏大明觉得都要谨慎一些，万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哪怕是师娘柳月如也不行。眼下的困境便是要想办法保住月华峰，但保住月华峰要在1年后的宗门大比中拿下第1。1年的时间，这可太紧迫了。即便自己拥有天灵根，真的能在1年的时间里成为紫阳宗年轻弟子第1吗？苏大明没有多少信心，但就目前面临的困境，他也只能暗下决心，定要尽力而为。师娘放心，回去后我一定刻苦修炼，绝不辜负师娘的期望。苏大明的垃圾资质，柳月如是没有什么好期望的，但听到苏大明的保证，还是觉得有些欣慰。只见柳月如柔声安慰道：大明，你不要过于担心自己的修炼资质，想我月华峰的祖师月华仙子当年的修炼资质甚至还不如你的伪灵根，但他老人家天纵奇才，硬是凭借着自己的毅力修炼大成，威震整个紫阳郡。柳月如这话本是激励苏大明，但却听得苏大明一阵目瞪口呆。这名叫月华仙子的祖师也太生猛了吧。两人没有再多说什么，因为此刻已经回到了月华峰。飞剑被柳月如收起，他带着苏大明落在了月华峰的入口处。一股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让苏大明很是向往。刚刚收起飞剑，柳月如便冲着苏大明说道：大明，你先回去，师娘还有些事情要出去办一下。师娘，我知道了，你去忙吧。柳月如记起飞剑，向紫阳宗深处飞去，环视四周，打量周边景象。月华峰位于紫阳宗中部边缘，紫阳宗很大，其内群峰交错，
皆以深入云海的铁索链桥相连。苏大明站在月华峰的入口处，在他的后方便是一根长长的铁索链桥，深入云海之中。云海弥漫，难以看清铁索链桥尽头的景象。苏大明不用看也知道，这铁索链桥定然是通向紫阳宗里的奇鱼山峰。目光看向月华峰内部，只见一个书写着月华峰3个大字的巨大石碑伫立在此，字体苍劲有力，古朴气息扑面而来，显然已经经历了不知多少岁月。穿过入口向内部看去，这里并没有什么华丽辉煌的殿宇，其中一草一木都极为贴合自然，即便这样，却让苏大明有一种宛如仙境的感觉。鸟语花香，云雾缭绕，隐约能够看到其中一座座较为简朴的小木屋。苏大明看着月华峰的景象，喃喃道：“这大概就是仙境了吧。”没有再多想，从入口处向月华峰走了进去。走在青岩石板的道路上，刚进去没多久，苏大明便看到一座座小木屋，而他的住处便是其中一个。至于师娘柳月如居住的地方，则是在月华峰的最深处，那里的灵气浓郁程度远非这里可比。苏大明路过苏小明的小木屋，现在的这小木屋是属于他苏大明的，苏小明已经安息了。他没有驻足，而是继续向前走。太阳已经落山，到了晚饭时间，苏大明此刻也已经是饥肠辘辘。先前跟青衣女子在山涧中耗费了那么多的体力，又一天没有吃饭，只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响。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月华峰的弟子平常都是准时准点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像他们这种炼气期弟子还没有办法辟谷，但也比没有修为的普通人强，饿个3-5天不成问题。约莫走了10几分钟，于一间较大的竹屋前停了下来。这间竹屋独立于此，整体由竹子搭建而成，简朴中透露着典雅，置身其中让人会有一种内心宁静的感觉。苏大明目测这间竹屋估算着容纳上百人不成问题。明月轩门头正中央挂着明月轩3个大字，这里便是月华峰弟子吃饭的地方。据说这明月轩也是当年月华峰的祖师月华仙子用饭的地方，不知过去了多少年，一直保留至今。简单的竹屋透露着超凡脱俗的气质，那明月轩3个字更是月华仙子亲笔题下，字迹如行云流水，灵动又不失端庄，每一个字都仿佛在跳动，在倾诉着女子的柔情与智慧。苏大明观摩明月轩这3个字，一时间竟是看得痴了。他仿佛看到了一位白衣雀雀的脱尘仙子，曼妙的身躯正在云海中翩翩起舞。只见他仍然保持着踏上一层台阶的动作，眼神已经有些飘忽。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一位女子的轻诈：“苏大明，你不要命了？连师父师娘都不敢注视祖师留下来的字，你难道不知道吗？”苏大明猛然惊醒，冷汗布满全身，转头向后方看去，只见一个身穿墨衣的年轻女子，约莫20出头，此刻正眉头微皱地看着他。看了片刻，苏大明才想起，这女子是他的一个师姐，名叫孟玉婷，面容白皙，称不上美人，但也有3分姿色。孟玉婷在月华峰众多弟子中，算是修为比较高深的弟子，最少能名列前10。看到苏大明呆愣的模样，孟玉婷摇了摇头，便直接向明月轩走去。只是苏大明看着他的背影，隐隐间听到孟玉婷的轻声嘀咕：“真是个呆瓜，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要收这样一个弟子。”苏大明微微一怔，对方的身影已然进入明月轩，无奈地耸了耸肩。苏大明并没有在意孟玉婷的话，这苏小明本就是个老实木讷之人，并且天资愚笨，也不善言辞。月华峰的众多弟子没几个跟他相熟，被众多师兄师姐看成呆瓜，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他没再多想，抬腿走进明月轩。明月轩内部很是简朴，一张张独立的小木桌放在其中，中间隔得很开。此时已经有20-30人在里面吃饭，男女皆有。月华峰的弟子并没有全都前来，有些人到了修炼关头，几天不吃饭也实属正常。左边是打饭的地方，苏大明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众多弟子的注意，很多人只是抬头扫了一眼，便继续低下头去吃饭。就在这时，一道银铃般的少女声音突然传来：“大明，你这一天都跑哪里去了？”苏大明循声望去，只见打饭的那里此刻站着3个女人，其中一个正是刚刚那个师姐孟玉婷，说话的则是另外2个少女其中一个。苏大明看清后得知，这个冲着自己说话的少女是苏小明暗恋的小师姐林希月，16、17岁的年纪，五官精致，弯弯的月牙，眉笑起来很好看，灵动的大眼睛加上2个浅浅的小酒窝，很是迷人。苏大明暗自点头，不错，放在学校里最起码算是校花级别的，给她6分吧。如果是那青衣女子或者师娘柳月如，苏大明肯定是想都不想就给10分。林希月的面容有些好奇地询问道：“大明，你在说些什么？什么学校校花？6分又是什么意思？”苏大明看了一眼林希月，一本正经地说道：“哦，
我喜欢给貌美的女人打分，小师姐生的貌美动人，所以我给你打6分。林希月听到苏大明夸赞她貌美动人，理所当然的甜甜一笑。凭借她的姿色，就算在整个紫阳宗，那也能排得上号，试问谁又不知呢？可听到苏大明只是给她6分，林希月的笑容顿时僵住。林希月忍住没有发飙，但她身边那个少女却娇喝道：苏大明，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希月的美貌在整个紫阳宗都能名列前茅，你有什么资格给她打分啊？林希月的面容这才有些缓和。苏大明闻言顿时看向林希月身旁的女子，这女子苏大明知道，她平时跟林希月关系不错，年龄也相仿，名叫杜梅，只是容貌就不怎么乐观了。相貌普通，脸上有些雀斑，上身更是平平无奇，看得苏大明一阵摇头。杜梅看到苏大明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番，还微微摇了摇头，顿时有一种羞辱的感觉。可还没等他发飙，只见苏大明冲着他淡声说道：你1分。噗明月轩里的众多弟子全都笑喷了出来，有些正在吃菜的人更是将口中菜叶子喷得满地都是。只见杜梅满脸通红的指着苏大明，手都气得有些哆嗦。你苏大明直接无视，准备打饭。就在这时，林希月拉着杜梅的手安慰道：算了，小师弟好不容易一次性说那么多话也不容易，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咱们先过去坐着吧，小师弟既然来了，我俩就不用站在这里打饭了。说着，林希月便拉着杜梅的手向空闲的小木桌走去。杜梅瞪了苏大明一眼，冷哼一声，没有多说什么，便跟林希月来到空闲的小木桌旁坐下。可苏大明听了林希月的话，却是有些懵逼。什么叫我来了，你俩就不用打饭了？说的好像老子会给你们打饭一样。这并不是无中生有，以前苏小明暗恋林希月，每天吃饭的时候都会先帮林希月跟杜梅的饭打好，给他们老老实实的端过去，而后再给自己打饭。苏大明的内心暗自想到，苏小明可真不懂事，像个沸羊羊似的，喜羊羊累了还要给他推一下。师娘柳月如那么成熟妩媚你不舔，去舔林希月这小丫头片子，舔林希月她能给你什么？她又不会真的给你舔。唉，真是年少不知阿姨好，错把少女当个宝。苏大明这时回头看了一眼，林希月就像是个傲娇的小公主似的，坐在那里等饭吃。一旁的杜梅更是嘲弄的眼神看着苏大明，那意思就像是在说，拽什么拽，还不是要老老实实的给我打饭。苏大明内心冷笑，等我给你们打饭吃，等去吧。孟玉婷已经打好饭离去，此刻这里只有苏大明一人，外加一个负责打饭的妇人。这妇人30-40岁的模样，名叫许九娘，面相和蔼，让人看了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一直都没能进入炼气期，便只能在紫阳宗当个杂役。咦，大明，你还没回答我呢，今天一天你都去哪里了？林希月坐在后面闲着无聊问道。苏大明有些不耐烦的随口说道：哦，我修炼去了。他并没有说谎，今天确实是在修炼，不过是跟那青衣女子的双修。噗，林希月好似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似的，扑哧一笑。就你还修炼？一旁的杜梅也是讥笑连连。与此同时，另外一道刺耳的声音传了出来：就你这废物还修炼，3年都没有进入炼气期，我月华峰有你这样的弟子，真是丢脸。此言一出，明月轩里不少弟子都笑出了声。打好饭坐在那里的孟玉婷虽说没有讥笑苏大明，却也是暗自摇头。苏大明循声望去，却看到说话的正是坐在林希月2个后面的一个少年。这少年苏大明知道，名叫王胜，15-16岁的年纪，1年前被陆晨风收为弟子。王胜本应该叫苏小明师兄的，但他前不久进入到了炼气1层，便总是逼迫苏小明叫他师兄。怎么说你还不服气？王胜看到苏大明的目光，顿时冷哼道。苏大明嘴角微掀，没有搭理他。这回他还等着打饭吃，再不吃东西的话，恐怕就要饿死了。看到苏大明忍气吞声，王胜面容很是得意。明月轩的其他人也是接连摇头。苏大明没有在意，等他吃饱饭，非狠狠抽王胜那家伙的逼脸，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序。许九娘却是冲着苏大明笑着安慰道：大明不要灰心，只要你认真修炼，我相信你早晚会进入炼气期的。还没等苏大明开口，王胜嗤笑道：对，让这傻大明认真修炼，最后跟你这个老废物一样，只能留在这里当个杂役。让苏大明诧异的是，许九娘的心态出奇的好，被王胜这般侮辱，竟然还是一副和蔼的笑容。不过想来也是，许九娘在这里只是一个杂役，自然不敢得罪王胜这样的弟子。但王胜的话音落下，刚刚坐下准备吃饭的孟玉婷却是眉头一拧。只见孟玉婷冲着远处的王胜隔空随手一扇，啪的一道耳光声顿时传了出来，紧接着便是王胜的一道哀嚎。苏大明诧异的看了过去，
只见王胜的脸上竟然多出了一个巴掌印。只见孟玉婷神色冰冷地呵斥道：徐九娘已经在我月华峰待了30年，即便一直都难以踏入仙道，那也算是我等的长辈，你怎敢对她口出不逊？快点跟徐九娘道歉！王胜此刻顾不得脸上的疼痛，神色慌张的连忙冲着徐九娘道歉：徐九娘，我错了。说完又看向孟玉婷道：孟师姐，我错了。孟玉婷这才作罢，收回目光接着吃饭。徐九娘却是连连摆手，脸上带着难为情的笑容道：不碍事，不碍事的。苏大明则是眼神戏谑地看着王胜红肿的脸颊，得意的神情丝毫不加掩饰。王胜狠狠瞪了一眼苏大明，再次坐下吃饭。哼，只是一边红肿可不行，凡事都要对称。苏大明暗自想着，转回身子。徐九娘冲着苏大明和蔼一笑，轻声询问道：大明看看今天吃点什么？你不是喜欢吃黄瓜吗？我今天特意给你留了一根。平日里徐九娘就像是一个老好人，对待谁的态度都十分谦卑，只是她的声音却是让苏大明微微有些诧异。别看徐九娘上了岁数，她的声音却婉转动听，听上去就跟师娘柳月如差不多。苏大明没有过多关注徐九娘，而是扫了一眼饭食，可只是一眼就让他眉头微皱，全是各种各样的青菜素食，看不到一丁点的肉末。哎，既来之则安之，有时间了还是自己打点野味吃。苏大明如是想着，随口冲着徐九娘说道：我要这几个青菜就可以了。话音落下，徐九娘便开始笑呵呵地给苏大明打菜。就在这时，林希月的声音突然从后面传了出来：大明，我今天不想吃青菜了，我想吃黄瓜。苏大明闻言，肚子里觉得好笑，我管你想吃什么，真把我当成苏小明了。只见苏大明头也不回地说道：黄瓜今儿个没有了，不过大黑雕我这里倒有一根，你吃不吃？林希月听到苏大明的话，有些诧异地说道：大黑雕那是什么？难道又来新菜了不成？那你拿过来尝尝看吧。苏大明闻言顿时满脑子黑线。就在这时，旁边的杜梅在林希月耳边嘀咕了几句，一瞬间林希月的面色羞红到了耳根。只见她雪白如玉的手指着苏大明初具规模的酥胸起伏不定。苏大明，你都是从哪学的污言秽语？你要是再敢这样，以后我就不让你给我打饭了。哼！苏大明这时已经打好了饭菜，向这边小木桌走来。只见他随口冲着林希月说道：那我可真要感谢小师姐给我打饭的机会，这还差不多。林希月的面容稍缓：你这碗先给杜梅吧。此言一出，苏大明顿时用一种看傻子似的目光看了一眼林希月两人，旋即找了个空闲的小木桌坐下，开始大快朵颐。直到苏大明开始吃起来，林希月跟杜梅方才反应过来。林希月冲着苏大明娇喝道：大明，你怎么不给我们两个打饭？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打饭？听到苏大明的询问，林希月一时竟有些语塞。可是一直都是你在给我打饭啊。苏大明大口吃着青菜，旋即冲着林希月说道：是吗？那可真是打扰了。你放心，以后不会了。听到苏大明这轻飘飘的一句话，林希月顿时觉得自己的心猛然一揪，就好像是突然失去了什么似的。他怔怔地看着苏大明，这个整天对他唯命是从的小师弟，今天却是这般的陌生。苏大明没管他，正在埋头大口吃饭，吃得还挺香。明月轩里的弟子们皆是诧异地看着苏大明，奇怪，苏大明一直都爱慕林希月，今天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嗨，还不是因为林希月即将跟玄虎峰的孟子成师兄结为道侣，因爱生恨了呗。原来是这样。听到众人的议论声，杜梅顿时出言讥讽道：孟师兄天纵奇才，岂是苏大明可比？林希月有些得意地看向苏大明，故作大声地说道：孟师兄人可好了，不但相貌英俊，就连修炼天赋在整个紫阳宗也能排得上号，不像某些人。说话的同时，林希月紧紧注视着苏大明，想看看对方是什么反应。然而苏大明吃得很香，仿佛没听见他说话一样。林希月气得小脚一跺，内心暗自想到：哼，知道我不可能喜欢你，现在又想欲擒故纵来吸引我的注意力，做梦！苏大明就像是饿急眼了似的，很快就吃光了手里的2个馒头。只见他身子后仰，揉了揉饱饱的肚子，旁若无人地打了个饱嗝。王胜突然怒指苏大明，喝道：苏大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小师姐？你没看到小师姐都生气了吗？我命令你给小师姐跪下道歉。王胜说完的同时，还小心翼翼地看了孟玉婷一眼，生怕这个师姐再次发飙。好在孟玉婷只是眉头微微蹙了一下，并没有多管闲事。紫阳宗弟子间多有摩擦，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大明闻言，将目光看向上蹿下跳的王胜，刚刚没有搭理他，是因为自己肚子太饿，现在既然吃饱了，那可真要好好跟他掰扯掰扯。
只见苏大明眉头一挑，满脸不耐烦地冲着王胜说道：“小师姐自己都没有多说什么，你还管上闲事了？谁没穿裤子把你给露出来了？”此言一出，顿时引来哄堂大笑，就连面色平静的孟玉婷也是扑哧一笑。众人看到平日里向来端庄的师姐孟玉婷都没忍住，皆是诧异地看着孟玉婷。孟玉婷及时打住，清了清嗓子，故作严肃地冲着苏大明说道：“苏大明，你怎么能跟同门师兄弟说这等粗鄙之语呢？”苏大明看到孟玉婷都发话了，不敢怠慢。孟师姐教训的是，师弟知道错了。闻言，孟玉婷点了点头，没再多言。王胜却是眼巴巴地看着孟玉婷道：“孟师姐，苏大明口出污言秽语，你应该教训教训他才是啊。”此言一出，孟玉婷冰冷的目光顿时扫向王胜：“你再叫我做事？”王胜面色一变，连忙说道：“师弟不敢。”孟玉婷冷哼一声道：“你不先出言侮辱苏大明，人家又怎么会搭理你？师姐教训的是。”王胜面对孟玉婷，可是不敢嚣张。待孟玉婷收回目光后，王胜愤恨地看到苏大明正满脸戏谑笑意地看着自己。一瞬间，王胜怒火中烧，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苏大明。只见他突然指着苏大明怒喝道：“苏大明，我要向你挑战，你敢跟我比斗吗？”许多修仙宗门都有规矩，弟子间是可以名正言顺挑战的，如此一来也能激励弟子之间刻苦修炼。苏大明此刻被王胜怒视着，只见他眼神故作慌乱地说道：“你没病吧？跟你比斗又没有什么好处，我懒得理你。”“哼，你就是不敢。”王胜看到苏大明眼中的慌乱，顿时冷笑。已经打完饭回来的林希月却是冲着王胜说道：“王师弟，你已经是炼气一层，苏大明还没有进入炼气期，怎么跟你比？”王胜一听，顿时急道：“小师姐，他都那样对你，你怎么还在为他说话？”林希月微微一愣，他刚刚听到王胜跟苏大明挑战，没由来的一阵担忧，便下意识的出言：“一定是担心他被打坏了，以后就不能使唤他了。”林希月暗自想着。就在这时，孟玉婷也是眉头一皱道：“王胜，你就算是挑战，最起码也要找进入炼气期的弟子挑战吧？苏大明都不是炼气期，怎么跟你比斗？”王胜暗道：“我就是看他没有进入炼气期，这才要找他挑战的。他都入宗3年了，我一个刚刚入宗1年的新弟子，找他挑战有什么不合适的？”王胜强词夺理道：“苏大明，你就说你敢不敢吧，莫要在女人后面当缩头乌龟。”王胜的矛头直指苏大明，明月轩的众人也是将目光看向苏大明。其实王胜也不过是刚刚进入炼气期，并没有什么打斗的经验，但对付一个不是炼气期的人，他还是很有把握的。并且刚刚苏大明眼中的慌乱也是给足了王胜底气。王胜之所以针对苏大明，完全是因为小师姐林希月。在月华峰，苏大明一直都是林希月的小跟班，林希月让苏大明往东，苏大明绝对会忘记西边怎么走。就比如说每天吃饭，苏大明都会帮林希月打好，然后端过来。王胜看得很不爽，他也想舔林希月，便跟苏大明争当林希月的小跟班。可惜的是，林希月用苏大明用得很顺手，不想换人，王胜这才没能得逞。整天看着苏大明围绕在自己爱慕的小师姐身边，长此以往，便让王胜对苏大明嫉恨不已。今天他就是要在林希月的面前好好教训一下苏大明，好让林希月知道谁才最有资格做他的舔狗。只要小师姐愿意，我王胜保证比这苏大明会舔。紫阳宗里有规矩，一旦两人都接受了挑战，被揍了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王胜就是要借挑战之机好好收拾一下苏大明。就在这时，苏大明冲着王胜嗤笑一声，故作镇定地说道：“跟你比斗，就算是我击败了你，那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没意思。”苏大明的话音落下，还没等王胜说些什么，众人便是一阵唏嘘。苏大明就是不敢，这才说什么没意思。修炼天赋差不如别人很正常，但还嘴硬说大话，就真的有些令人失望了。真是笑话，他3年都没有进入炼气期，还妄想打败王胜这个炼气一层。众人很是看不起苏大明，纷纷认为苏大明不应该给自己的差劲找借口。孟玉婷的美眸里也是有些失望。小师弟，天资拙劣不可怕，后天勤奋修炼便可。承认自己比别人不足，并不丢人，丢人的是明知自己不是对手，却偏要自大的犟嘴。小师姐林希月也是冲着苏大明说道：“大明，你3年都没能进入炼气一层，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的资质不如王胜，我们也知道。就算你直接拒绝挑战，我们也没人会说你。但你为什么还要说大话呢？”相对于孟玉婷跟林希月的话，杜梅更是毫不客气地说道：“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原本就是废物，还不敢认清现实，更是废物至极。”王胜看到众人都在说教苏大明，顿时哈哈一笑：“苏大明，
你可真就挺滑稽的。也罢，既然你想要些好处，那你说说看好了，你想要什么？苏大明刚刚的话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在给自己不敢接受挑战才找的借口。王胜此言一出，直接就把苏大明的后路给堵死，让他无话可说。果然，王胜的话音刚落，苏大明的眼神中便闪过一丝慌乱。看到这样的苏大明，先前总是帮苏大明说话的孟玉婷也是连连摇头。哎，小师弟资质不行也就算了，心性更是如此不堪，当真是无可救药。孟玉婷内心暗道，他实在想不明白，师傅陆晨风为什么会收这样一个弟子，并且还一直对其疼爱有加。难道真如外界传言，小师弟是师傅在外的私生子不成？这个念头刚刚升起，孟玉婷就连忙暗骂道：呸，我怎么可以这么去想师傅？林希月柳眉微皱地看着苏大明，娇声道：小师弟，先前你一直那么老实，今天大变性不说，还学会嘴硬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你若是再这样的话，我以后可就不让你做我的小跟班了。对于众人的出言，苏大明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此刻被众人看着，神色更是略显慌张，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地冲着王胜说道：我听说前些日子宗门奖励了你一枚聚气丹，对，就是这个聚气丹，你若想挑战我，便拿这个聚气丹做赌注。苏大明越说底气越足，最后更是露出得意的神情来。前些日子王胜冒险完成了宗门里的一项任务，被宗门奖励了一枚聚气丹。此事众人皆知，苏大明也是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听到苏大明的话后，众人皆是面色一变，就连王胜也是眉头紧皱。聚气丹，这可是能让炼气期修士直接突破一个小境界的珍贵丹药啊！苏大明竟然打起了王胜聚气丹的主意。不，肯定是苏大明认为王胜不可能将这么珍贵的丹药用作赌注，这才会说这些话的。以前怎么没发现老实木讷的苏大明竟然这么聪明？孟玉婷听着其余人的议论，嘴角一撇道：聪明不用在正途，却只用在歪魔邪道上，有什么可称道的？此言一出，众多弟子皆是连连称是。王胜此刻皱眉看向苏大明，内心暗道：他知道我不可能把这么珍贵的丹药用作赌注，这才会这样说。哼，我怎会遂了你的意？聚气丹确实是很珍贵的丹药，除了需要许多贵重的药材之外，成丹率也是很低，除非是特别厉害的炼丹大师来炼制。但即便是炼丹大师，也不可能有100%的成丹率。不过，要说聚气丹最为珍贵的地方，还是要说它的作用。凡人修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踏入炼气期。似王胜这般有些资质的，还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方才进入炼气期。然而进入到炼气期后，又面临着10个小境界，便是炼气1层到炼气10层，这每一个小境界的提升都是无比的艰难，只有靠着长年累月吸收灵气方能突破。许多资质普通的弟子甚至数年时间都不能突破，苏大明便是这其中一员。但若是炼气期的修士服下聚气丹的话，便可直接突破一个小境界。似这等具有奇效的丹药，怎能不珍贵？王胜的这枚聚气丹还是在他进入炼气期后完成了宗门里的一项任务，历经9死1生方才获得。由于自己进入炼气1层还没有稳固，便想着等境界稳固了再服用这枚聚气丹。此刻明知苏大明是在套路自己，也自信苏大明绝不是自己的对手，但他的面色还是有些犹豫。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这聚气丹实在是太珍贵了。就在王胜面色挣扎犹豫之时，苏大明顿时冲着王胜嘲笑道：怎么，莫非你不敢？若你不敢也没事，只需要跟我说一句，大明师兄，我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是你的对手便可。刚刚王胜问苏大明敢不敢的时候有多么嚣张，现在的苏大明就有多么的嚣张，甚至比起王胜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看上去就像是苏大明故意在激王胜似的。王胜的面色阴沉，刚刚明明是自己占据上风，现在却被苏大明给反将了一军。就在这时，林希月突然冲着王胜说道：王胜师弟，算了吧，聚气丹得来不易，不好拿来用作赌注的。说完这句话后，林希月狠狠瞪了苏大明一眼，似乎对他的不争气很是不满。他之所以跟王胜这样说，完全就是不想看到苏大明被王胜暴揍。所有人都知道苏大明3年没有进入炼气期，不可能是王胜的对手。至于为什么不希望看到苏大明被王胜暴揍，林希月自己也说不清原因，最后只能归结于看在苏大明一直都是自己小跟班的份上，林希月如是想着。可林希月哪里知道，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瞬间犹如火上浇油。小师姐竟然会觉得我不是苏大明那废物的对手。王胜暗恨想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林希月的话语中，王胜解读出了这层含义。只见他咬牙冲着苏大明道：好，这个挑战我王胜接了。此言一出，众人诧异的同时，
又将目光再次看向了苏大明。王胜师弟不明智啊，竟然将这么贵重的丹药拿出来当做赌注，这有什么不明智的？就苏大明那废物能是王胜的对手？哈哈，苏大明也没有想到王胜会应战吧？看他这下怎么收场。苏大明可没有去管周遭众人的议论，几乎是在王胜话音落下的同时，他脸上的欣喜就已经溢于言表。此时的苏大明已经懒得伪装了，大家都听到了，这可是他亲口所说要拿具契丹做赌注的啊！大明烦请诸位师兄师姐给我做个见证。苏大明说完之后，便连忙冲着王胜说道：既然这样，那就赶紧出来吧。此时苏大明神色欣喜，看向王胜的眼神就像是在看到嘴的肥肉一样。对于苏大明的反常，让众人很是不解。刚刚还觉得苏大明会为难的众人，此刻更是摸不着头脑。王胜也是觉得苏大明的反应很是反常，但他没有多想。刚刚林希月的话可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急需向林希月证明自己才是真男人。不过王胜还是冲着苏大明皱眉道：我都拿出了聚气丹，那你的赌注又是什么？你该不会是想空手套白狼吧？苏大明闻言微微一怔，旋即冲着王胜轻笑道：我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既然你开口了，那就这样吧，只要我输了，那便任凭你处置，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总可以了吧？苏大明说完这些话，便殷切地看着王胜。先前他的伪装目的就是为了骗取王胜的聚气丹，眼看就要成功，苏大明此刻已经懒得伪装了。然而这时却有人讥讽道：苏大明可真不要脸，他这算是什么赌注？苏大明的这个条件对于别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但对于王胜来说却有着很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便可以要求他以后远离小师姐。想到这里，王胜就像是生怕苏大明会反悔一样。既然如此，那便出来一战。说着，王胜便直接走出明月轩，来到了明月轩外面的空地上。苏大明比王胜更积极，已经提前走了出来。孟玉婷等人见状也全都走了出来。若说先前苏大明的话是他不敢应战的嘴硬，但此刻苏大明的反常却让所有人都很是不解。看他的样子似乎已经势在必得了，他们都想看看究竟是什么给了苏大明这样的自信。很快众人便不约而同地围了一个圈子，苏大明跟王胜两人便在圈子里相对站。王胜此时负手而立，眼角余光看到小师姐林希月正在紧紧注视着这边，顿时摆出一副自认为风度翩翩的样子。苏大明，我也不欺负你，念在你还不是练气期的情况下，我让你先出手。王胜的姿态被苏大明尽收眼底，内心顿时暗骂：这小子可真会装逼，他如果是我学校的学生，铁定整天被打的他妈都不认识。想着的同时，苏大明却是皱眉道：等等。王胜见状内心有些紧张道：怎么，莫非你要反悔？他此刻已经完全不去想自己会不会输了，他所想的是苏大明可不要临时反悔。那么他既不能光明正大的暴揍苏大明，也不能让苏大明远离小师姐林希月了。真是笑话，既然定下了赌注，你不先把赌注拿出来看看，让大伙验验货？听到苏大明的话，王胜微微一怔，便嘴角微掀的从怀中取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白色小瓷瓶。他还以为苏大明要反悔呢，这给他吓的，让你饱饱眼福也好，你这个土包子。说着，王胜便直接将白色小瓷瓶给打开。一瞬间，一股丹香弥漫而出，其中夹杂着浓郁的灵气气息，让所有人都是精神一振。可仅是片刻，王胜便一脸慎重地合上盖子，生怕丹药的药效会流失似的。即便这样，也是让所有人的眼神都死死地盯着王胜手中的小丹瓶，眼神中的渴望没有丝毫的掩饰。包括孟玉婷等人也是如此，就连苏大明此刻也是露出渴望的神色，其中还夹杂着一丝欣喜。察觉到众人渴望的眼神，王胜连忙将聚气丹收起。这下可以开始了吧？此言一出，苏大明想都不想就点了点头，可紧接着他又摇了摇头。王胜眉头再次一皱：你又怎么了？此时此刻，不仅是王胜有些不耐烦了，其余人也是一脸不耐地看着苏大明。然而让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苏大明突然看向一脸鄙夷的杜梅，嘿嘿一笑道：一分表，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是王胜的对手吗？你叫我什么？杜梅满脸的怒气瞪着苏大明，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恐怕苏大明此时已经死了千百回。苏大明的这个一分表瞬间让他想起了刚刚不好的回忆，只见他鄙夷地冲着苏大明说道：是又如何？就你这废物也妄想是王胜的对手？苏大明闻言顿时内心暗骂，这个一分表可真会舔王胜，不知王胜拿出大黑雕，他会不会真的上去舔？没想太多，只见苏大明直接冲着杜梅轻笑道：既然这样，那么你敢不敢跟我也打个赌？你放心，我对你的什么东西没有任何的兴趣。
我只要你自己扇自己100个耳巴子即可，并且边扇边跟我道歉，你敢接受吗？刚刚杜梅连续出言辱骂自己的事情，苏大明可是记得一清二楚。一直以来，苏大明都是对林希月跟杜梅唯唯诺诺。杜梅因为沾了林希月的光，平日里也能使唤苏大明。只是今日，苏大明破天荒的跟变个人似的，出言羞辱自己不说，连饭都不给他们打了。杜梅正想找机会给苏大明点颜色看看，没想到苏大明竟然会主动送上门来。他几乎想都没想，便冷笑道：好，这个赌注我接了，但你要是输了，便跪在这里，也要抽自己100个嘴巴子。你敢吗？苏大明嘴角一撇道：有何不敢？敢请诸位师兄师姐做个见证，师弟在这里先谢过了。看到苏大明信心十足的样子，众人再次哗然。他看上去好像很有信心击败王胜。不，我看他是在拖时间，想等师娘出现，结束这场闹剧。哼，师娘可从来都不喜欢苏大明，甚至还想把他逐出宗门，怎么可能会偏袒他？林希月这时小声呵斥杜梅：杜梅，你明知道他不是王胜的对手，怎么还跟他定下这样的赌注？杜梅却是皱眉看向林希月，不解地说道：希月，你不是一直喜欢的都是玄虎峰的孟师兄吗？莫非你是在替苏大明担心？杜梅就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诧异地看着林希月。林希月面容一滞：我只是担心他被打坏，以后不能给我们打饭了。希月，你没看他今天的样子，还指望他日后能像之前一样？听了杜梅的话，林希月露出复杂的神情来，咬了咬嘴唇，没有多说什么。孟玉婷这时诧异地看着场中的苏大明，刚刚在他看来，苏大明分明是在说大话，可苏大明这一系列的反常举动，却又让他觉得有些诡异。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孟玉婷试探性地用神识扫视了一下苏大明，可仅是瞬间，孟玉婷便是面色一变。他炼气1层大圆满，难怪。想到这里，孟玉婷顿时摇头一笑，心道这小师弟实在是太腹黑了，我又错看他了。小师弟心思缜密，是在打王胜聚气丹的主意。孟玉婷此刻对苏大明有些无语，他这才明白，刚刚苏大明那样完全都是装出来的。与此同时，孟玉婷内心也是极为震惊。前些日子师娘检查修为时，他明明就不是炼气期，就算突然进入了炼气期，怎么可能就直接大圆满了？甚至距离炼气2层也仅有一步之遥。难怪师父一直对他不放弃，这小师弟恐怕不是表象看上去那么简单。孟玉婷微微摇了摇头，发现越来越看不透苏大明了。就在这时，王胜突然冲着苏大明怒喝道：苏大明，今天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就算你厉害。苏大明又找杜梅定下赌约，分明就是不把他王胜放在眼里，这可是赤裸裸的羞辱，他怎能愿意？轰！炼气1层的气息突然在王胜身上爆发，只见他冲着苏大明猛地一挥，汹涌的灵力便向苏大明冲了过去。王胜竟然直接动手了，苏大明完了。苏大明见状暗自冷笑，随手脱掉自己的一只鞋，便向王胜冲了过去。这一幕让场中众人皆是诧异不已，这家伙脑袋坏了，该不会想用自己的鞋来抵挡吧？可就在这时，一股比王胜要强悍数倍的气息突然从苏大明的体内爆发。轰！炼气1层大圆满。只见王胜的灵力攻来时，直接就被苏大明更为雄厚的灵力给抵消得无影无踪。然而苏大明的速度不减，转眼间就冲到了微微发怔的王胜面前。怎么可能？你竟然是炼气1层大圆满！王胜指着苏大明，怒不可遏地吼道。话音刚落，一个有些异味的鞋底子便猛然抽到了王胜的脸上。啪的一声脆响，伴随着王胜的一声惨叫，鲜血直接从他口鼻中喷出。然而苏大明却没有罢休，抄起自己手中的鞋底，左右开弓，狠狠抽王胜的逼脸。炼气1层大圆满，怎么可能？前些日子师娘检查修为时，他明明还没有进入炼气期。所有人都震惊了，除了刚刚已经知道的孟玉婷。此时已经没有人敢再嘲笑苏大明，同时很多人也升起了原来自己才是小丑的感觉。杜梅面色煞白，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不可能，这不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王胜完全没有任何条件能击败苏大明。炼气1层的大圆满，灵力可比炼气1层初期强悍了数倍不止。一旁的林希月也是震惊地张大了小嘴。即便苏大明此刻的修为仍然没有他高，但苏大明这种修炼速度实在是骇人听闻，短短数日直接突破至炼气1层大圆满。如果被他们知道苏大明只是用了1天的时间，恐怕更加会让他们吐血。哪怕是紫阳宗最为妖孽的天才，也不可能境界提升得这么快。啪啪啪！王胜被苏大明手中的鞋底子抽得有些发懵，两边的脸颊更是高高的肿起。只见王胜连连后退，
但苏大明却是紧追不舍，边抽打王胜，苏大明口中还碎碎念个不停：“我叫你装逼，叫你装逼。”苏大明此刻有些畅快，自从今天穿越过来后，一直都是被强者拿捏，如那青衣女子以及娇媚动人的师娘柳月如，自己在他们两个面前只能唯唯诺诺，但这个只有炼气一层初期的王胜也敢跟自己嚣张，这就让苏大明有些想不通了。啪啪，苏大明的抽打还在继续，王胜的口鼻中已经不知道喷出多少血。啊！突然，王胜一声怒吼，只见他的掌中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团火焰，轰！炙热的温度传来，苏大明面色一变间猛然后退。火球术，王胜师弟可是真灵根，他所用出的火球术必然比苏大明这个伪灵根用出来的火球术威力更大。如此看来，他们之间的胜负还真难料了。只见王胜手里的火球越来越大，他体内的灵力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那火球之中。退出数十步的苏大明顿时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火球术是修士中最为基础的攻击秘术，每一个修士都会使用，但强弱却各自不一。火球术的强弱完全是跟自己体内的灵根息息相关，灵根越厉害，火球术便越是强悍。苏大明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灵根也是有着多层等级划分的，分别是伪灵根、真灵根、黄灵根、玄灵根、地灵根、天灵根。至于一些强大的变异灵根却很是少见，但也有比之天灵根更加恐怖的变异灵根，就比如池碗的阴阳双生天灵根。真灵根凝聚的火球术果然威力很大。苏大明只是伪灵根，即便他是炼气一层大圆满，恐怕也不是王胜的对手啊，胜负难料了。场中众人神色各异，林希月有些担忧的同时，杜梅却是连连冷笑。孟玉婷也是皱眉看着场中，她很想看看苏大明该怎么应对。轰！随着王胜源源不断的注入灵力，手中的火球已经比人的脑袋还要大，炙热的气息弥漫在场中，许多没有进入炼气期的弟子更是被烤得连连后退。苏大明听着场中众人的议论声，嘴角微掀，口中喃喃道：“真灵根。”只见他内心暗自嗤笑道：“老子可是天灵根，你一个真灵根在天灵根面前就是个渣渣。”苏大明内心暗爽，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伪灵根，却不知道现在的他已经是天灵根，甚至还是最为刚猛的阳属性天灵根。暗爽的同时，苏大明又是暗自感谢老婆的无私奉献。苏大明，你给我去死！王胜被苏大明抽打得几乎疯狂，只见他狰狞地笑着，牙齿全都被鲜血染红，看上去有些瘆人。轰！一股虚弱的感觉传出，王胜没敢再继续注入灵力，直接将手中比脑袋还大的火球向苏大明抛去。轰！一瞬间，王胜的火球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向苏大明冲去。苏大明面色如常，心中意念一动，一簇充满妖异的蓝色火焰突然凝聚在掌中。轰！比王胜火球术炙热100倍的温度猛然传遍四周，让众人齐齐眼神一缩，那是什么？怎么看上去比王胜的火球术还要恐怖？不可能，这种颜色的火球术我从未见过，这绝对不是伪灵根能用出来的。但苏大明入宗时分明清楚地检测过，他就是伪灵根啊！轰！苏大明不断注入灵力到蓝色的火球中，很快手中的火球就变得比人还大，这种威势远非王胜的火球术可比。不可能！王胜面色煞白，这绝对不可能。苏大明冷笑，直接将手中的火球术抛出。苏大明的修为本就比王胜高深太多，并且他体内的天灵根也绝非王胜的真灵根可比。几乎是在2个火球接触的瞬间，王胜的火球便悄无声息地被苏大明的蓝色火球给吞没。只是苏大明的蓝色火球并没有停止下来，仍然快速向王胜冲去。王胜被吓得脸色惨白，他有一种感觉，真若被这蓝色火球给砸中，他恐怕会死。孟玉婷突然面色一变地喝道：“小师弟，快收回来！你难道想杀了他不成？”场中众人皆是变了面色，然而苏大明也是满头大汗，他只是想惩戒一下王胜，哪里会想杀他？从来没有杀过人不说，并且残杀同宗弟子，可是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的。但这是他第一次用出火球术，怎么可能做到收放自如？坏了，完大了，这王胜也太他妈弱鸡了吧！苏大明没想到，这简单的比试竟然会搞出人命，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令人来不及反应。苏大明的蓝色火球已然冲到了王胜的身前，轰！炙热的温度烤得王胜有一种窒息感。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王胜会被苏大明的火球给吞没时，突然一股恐怖的气息笼罩于此，即将砸中王胜的蓝色火球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诡异的一幕让场中众人皆是瞠目结舌。怎么回事？莫非王胜师弟还有秘术不成？
秘术这么珍贵的东西，比聚气丹珍贵100倍1000倍，他一个炼气期弟子，怎么可能会有？刚刚面临死亡威胁的王胜，直接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上已经布满了冷汗。就在这时，一道用灵力夹杂着的空灵声音突然从月华峰深处传来：“小师弟，你可知，你这火球术一旦砸中王胜，他必然是灰飞烟灭的下场。你一向老实木讷，怎么会这般心狠手辣？”苏大明闻言，面色猛然一变地向月华峰深处看去，可除了漫天的云雾以及诸多小木屋的轮廓之外，他看不到任何人的身影。这月华峰上，除了师娘之外，竟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苏大明内心骇然，未见其人便能轻易化解掉自己的火球术，这种厉害的手段让苏大明极为向往。然而就在这时，场中众人却是惊呼：“三师姐，是三师姐！”没想到苏大明跟王胜的打斗竟然惊动了三师姐。紧接着，场中众人包括孟玉婷在内，皆是恭敬地向月华峰深处行礼。苏大明这才明白，原来出手的强者竟然是三师姐。只见他连忙恭敬地向深处说道：“三师姐息怒，师弟，我只是第一次用火球术，实在不知威力为什么会这么大，多谢三师姐及时出手，否则一旦酿下大祸，师弟难辞其咎。”听到苏大明的话后，三师姐平静的声音再次传出：“小师弟，你这变异的火球术，我也从未见过，只是日后在与同门师兄弟切磋时，定要掌握好尺度，否则一旦酿下大祸，别说是我，即便是师娘也保不住你。”苏大明闻言，再次冲着月华峰深处行了一礼，道：“师弟谨记三师姐教诲。”紧接着，三师姐的声音便没再传来，显然对苏大明谦卑的态度很是满意。然而这时的苏大明面色却是无比的凝重。三师姐都这么厉害，那么月华峰里排第一、第二的弟子该有多么恐怖？可即便是这样，师娘对1年以后的宗门大比都完全没有任何信心，那这紫阳宗其余的年轻弟子又会是何等的强悍？这样的话，我想要在1年后的宗门大比中保下月华峰，岂不是痴人说梦？深深的压力在苏大明的内心中凝聚。其实对于月华峰能不能保住，苏大明完全没有在意，只是月华峰这一脉一旦被取缔，他可能就会随机归入紫阳宗其中一位长老门下。若是碰到实力强悍的长老，发现自己体内的天灵根，那可就惨了。苏大明从青衣女子那里得知，竟然还有取出天灵根的办法。他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取出体内天灵根的办法，因此苏大明是无比的小心谨慎。可直接逃出紫阳宗也是有些不妥。修仙界里最容不下的便是叛逃的弟子，这可怎么办？苏大明内心暗自着急，但此刻的他却是知道，现在着急也没用，唯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才是。不管了，能追一点是一点。想到这里，苏大明冰冷的目光直接看向瘫软在地的王胜。他之所以觊觎王胜的聚气丹，是因为他实在太需要这枚聚气丹了。眼下只有1年的时间，他要尽快提升实力。现在已经是炼气1层大圆满，相信凭借体内的天灵根，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至炼气2层。如果再得到这枚聚气丹，那么便直接能进入到炼气3层。这等神速的修为提升，怎能不让苏大明欣喜？王胜，你输了，赶紧把聚气丹给我交出来！苏大明冲着王胜冷喝道。他没有先让杜梅兑现承诺，眼下只有先把聚气丹搞到手才是最重要的。面色惨白的王胜听到苏大明的喝声，顿时面色一变，可紧接着王胜便冲着苏大明阴狠地喝道：“你做梦！这聚气丹可是我拼着性命换来的，安能给你？”聚气丹珍贵无比，此时的王胜哪里还会去管什么面子？面子都是靠强大实力赚来的，只要自己实力强大，日后谁敢不给自己面子？说着的同时，王胜直接从怀中拿出聚气丹，打开丹瓶，便要将聚气丹给直接吞下。苏大明顿时勃然大怒：“你敢！这若是被王胜给吞了，那他可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然而苏大明此刻距离王胜有些距离，想阻止却发现根本来不及。丹要被吞服之后，就算杀了王胜，那也是无济于事。何况都是同门师兄弟，怎么可能杀了王胜呢？苏大明心急如焚，只能全速向王胜冲去。场中众人见状也是唏嘘不已，这王胜也太卑鄙了，竟然食言。那可是聚气丹啊，珍贵无比，能让人直接突破1层的修为，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修仙界实力为尊，面子什么的算个屁啊！只要王胜能将聚气丹炼化，进入炼气2层，即便苏大明的火球术再是诡异，他也不是王胜的对手。林希月看到王胜的举动，有些气愤地说道：“王胜，你是输不起吗？真是小人一个。”听到林希月的话以及他美眸中的鄙夷，王胜的眼底闪过一抹阴郁之色。林希月旁边的杜梅却是恨铁不成钢地说道：“希月，那废物今天这样对你，你怎么老是帮他说话？难道你竟然喜欢那废物？”
胡说！林希月面色一红。苏大明全速冲向王胜，但距离太过遥远，就连苏大明自个也绝望了。王胜看着满脸着急的苏大明，狞笑着打开丹药瓶，一瞬间，浓郁的药香以及灵气再次弥漫四周。只见王胜举着丹药瓶，眼神中透露着戏谑的神色，做事要将丹药吞服。哈哈，苏大明，想要吗？苏大明距离王胜越来越近，20步，10步，5步。王胜看到苏大明已经冲到身前，不敢大意。只见他冲着苏大明阴阳怪气地说道：“可爱的聚气丹就要被我吞掉了呢！”他举起手中的聚气丹，就要将其一口吞掉。就在王胜仰头即将要一口吞掉聚气丹时，他手中的白色小瓷瓶突然凌空飞起。怎么回事？场中所有人都是一脸的茫然。所有人抬头看去，却看到那装着聚气丹的白色小瓷瓶，此刻竟然被御剑归来的柳月如给拿在了手里。师娘，弟子拜见师娘。抢走王胜聚气丹的人正是他们的师娘柳月如。所有人连忙行礼，不敢有丝毫的不敬。柳月如来到场中，桃花眼看了一眼苏大明，旋即移开目光。没想到苏大明跟王胜的争斗，先是惊动了3师姐不说，现在就连师娘都来了。师娘向来不喜苏大明，此刻出手肯定是担心王胜的聚气丹被苏大明给抢了去。所有人都是有些同情的扫了一眼苏大明，就连林希月跟孟玉婷也是如此。他们都知道柳月如向来不喜苏大明，甚至在师傅陆晨风失踪后，柳月如还想将苏大明给逐出宗门。唉，这苏大明怕是要空欢喜一场了。本以为耍些小聪明就能骗取王胜的聚气丹，真是笑话！怎么能这样说呢？技不如人就应该愿赌服输，苏大明没偷没抢，怎么成笑话了？听到众多弟子的低声议论，柳月如神色一凝，清了清嗓子。一瞬间，场中寂静无比，再没人敢多说什么。柳月如将目光看向王胜，王胜见状，顿时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冲着柳月如恭敬地说道：“弟子多谢师娘。”柳月如面色有些不悦，眼神锐利地看着王胜：“谢我做什么？”王胜就像是没看到柳月如脸上的不悦似的，满脸欣喜地说道：“如果不是师娘及时出手，弟子的聚气丹还真有可能被苏大明给抢走，所以弟子非常感激师娘。”听到王胜这话，柳月如瞬间变了脸色。只见他一脸严厉地冲着王胜喝道：“王胜，平日里师父跟师娘是怎么教导你的？既然技不如人，日后就要吸取教训，勤加修炼，愿赌服输，而不是恬不知耻的耍赖。”柳月如的严厉训斥再次让场中寂静无比。王胜被吓得猛然一个哆嗦，一脸茫然地看着柳月如。他看了看柳月如严厉的面容，又看了看他身边的苏大明，他怎么觉得柳月如之所以出手是来帮苏大明的？不对啊，师娘一直都不喜欢苏大明，怎么可能会帮苏大明？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王胜心绪百转，此刻已然是满脸的疑问。场中众人也是诧异地看着柳月如，纷纷觉得不解。苏大明听到柳月如的话后，看了看一脸懵逼的王胜，内心顿时笑开了花。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就在这时，柳月如再次冲着王胜冷喝道：“什么啊？自己实力不如大明，还想反悔是吗？这聚气丹是大明的了，你自个去小黑屋面壁3天。”柳月如说着，便将聚气丹随手扔给了苏大明。苏大明如获至宝，饶是他怎么故作镇定，此刻也是笑咧了嘴，慎重地将聚气丹揣入怀中，这才冲着柳月如拜谢道：“弟子多谢师娘。”刚刚还一脸严厉的柳月如顿时冲着苏大明莞尔一笑，这一幕看得场中众人诧异不已。师娘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对苏大明这么好？这句话是场中所有人的疑问。王胜看到自己的聚气丹被苏大明揣入了怀中，顿时心如死灰。他恨不敢恨师娘，但他恨透了苏大明，更恨透了自己。如果刚刚师娘还没有来到，自己就把聚气丹给吞了，哪里还有这么多事？可自己偏要挑逗一下苏大明，结果非但聚气丹没了，自个也要去小黑屋面壁3天。师娘，平日里没有弟子敢质疑柳月如的决定，但此刻王胜的内心在滴血，仍是极为不甘。柳月如收起冲着苏大明的笑脸，又是一脸冰冷地看着王胜。王胜全身一个哆嗦，再也不敢多说什么。弟子遵命。看到王胜没再多言，柳月如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正当众人以为这次的闹剧就要到此结束的时候，柳月如的目光就看向了人群中的杜梅。察觉到师娘柳月如的目光，杜梅的内心猛然咯噔了一下。杜梅，该怎么做？还需要师娘教你吗？柳月如面无表情地看着杜梅，平淡地说道。此言一出，杜梅虽是一脸难看，但也不敢忤逆，连忙恭敬地冲着柳月如说道：“师娘说的是，弟子愿赌服输，
甘愿受罚。说着的同时，杜梅便在众多弟子的注视下，左右开弓，自个打自己嘴巴子。只见杜梅打得啪啪作响，没几下，她的脸颊就已经红肿了起来。师娘柳月如的注视下，杜梅不敢有丝毫的放水。林希月看到身旁的杜梅，美眸中有些心疼。苏大明看到杜梅正在抽自己，内心暗爽。只是这时，柳月如的目光又看了过来。苏大明内心一凛，冲着柳月如嘿嘿一笑：“师娘，我……”柳月如娇媚的笑声传出：“好你个大明，什么时候突破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还已经是炼气1层大圆满，距离炼气2层也只有1步之遥。我看你的修炼资质胜过王胜10倍不止。”苏大明被柳月如的桃花眼盯着，内心有些忐忑地说道：“弟子还要多谢师娘的栽培。”柳月如一脸媚笑地盯着苏大明，内心却是诧异不已。他清楚地记得前些日子检查众弟子修为时，这苏大明分明就没有进入炼气期，这才几天的时间就到了炼气1层大圆满，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今日在后山崖底，这小子肯定是有了什么奇遇。柳月如内心暗自想着，好似想到了什么，柳月如突然冲着苏大明开口说道：“大明啊，师娘以前真是小看你了，以你的修炼资质，可不能浪费。”苏大明听到师娘柳月如的话，不明所以地问道：“师娘，这是什么意思？”闻言，柳月如美眸一亮地说道：“如今你师父不在了，师娘一个人住的实在孤独，从今天起，你就搬到师娘那里，跟师娘同住可好？”柳月如的话让场中众多弟子震惊不已。只见场中所有人皆是一脸羡慕地看着苏大明，即便苏大明是炼气1层大圆满，可他毕竟是伪灵根，不至于让师娘这么器重他吧？师娘居住在月华峰深处，那里的灵气浓郁程度可是我们这里的数10倍都不止，就连大师兄、二师兄以及三师姐，他们这些修炼资质绝佳的弟子都没有这种待遇。此时此刻，所有月华峰弟子皆是不解错愕，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平日里最不受师娘柳月如待见的苏大明，今日竟然会被师娘这么器重。孟玉婷等人心惊的同时，看向苏大明的眼神中掩饰不住的羡慕。杜梅这个时候已经抽打完自己100个耳光，此刻他满脸红肿，一脸怨毒地看向苏大明。自己今日所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苏大明，这个平日里看似老实木讷的废物，竟然一直都是装的。杜梅恨恨地想着。可就在这时，他的眼角余光突然看到林希月，震惊之余竟然还有些开心，这让杜梅很是不爽地冲着林希月说道：“希月，你是在为这个废物开心吗？你是不是疯了？”杜梅看向林希月的眼神充满了不解。林希月听到杜梅的声音，却是没有什么意外的冲着杜梅说道：“我当然开心啊，杜梅，你想啊，苏大明住进月华峰深处，以他对我的喜欢，还能不想着让我也住进去？”林希月满脸自信地说着，还拉起杜梅的手道：“到时我就跟他说，想让我去也可以，但必须要把你也带上，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去的。”听到林希月是在为自己着想，杜梅有些感动，但她还是忍不住皱眉说道：“就苏大明今天对待我们的态度，你以为他真的还喜欢你吗？要说在之前，如果有人说苏大明不喜欢林希月，那他杜梅第一个不相信。可看苏大明今日的所作所为，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杜梅隐隐觉得现在的苏大明其实对林希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听到杜梅的询问，林希月不以为然地说道：“哼，这3年来他整天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就像是个跟屁虫似的，怎么可能会突然不喜欢我？他肯定是得知师娘把我许配给了玄虎峰的孟师兄，悲痛之下才想着欲擒故纵，故意改变对我的态度来吸引我的注意力。只要我冷落他几天，他肯定会乖乖的主动来找我的。”林希月的话让杜梅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只见杜梅眼神一亮，冲着林希月咬牙说道：“苏大明今日实在是太可恶了，竟然敢这么对我！希月，咱俩关系最好，你可不能不帮我出口恶气啊！”林希月看着可怜巴巴的杜梅，握起杜梅的手道：“杜梅，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呢？你说吧，让我怎么帮你？”闻言，杜梅恶毒地看了苏大明一眼，旋即恨恨地说道：“到时苏大明来找你，你可不能轻易地答应他前往月华峰深处，先晾他几天，最好把孟师兄叫来，在他面前卿卿我我一番，气死他。”此言一出，林希月顿时脸色有些羞红，但他却没有拒绝，反而微微点了点头道：“好。”得到林希月的肯定，杜梅这才有些得意地看向苏大明：“哼，看我不玩死你！”林希月跟杜梅两人的窃窃私语并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王胜此刻是满脸悲愤地看着苏大明，凭什么？凭什么向来都是废物的苏大明，今日却成为了所有人瞩目的对象？反而是拥有真灵根的他，平日里还颇受师娘器重，可今日却因苏大明被师娘重重的责罚。王胜想破脑袋也想不懂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众人心绪百转间，却只是转瞬之间。苏大明这时硬着头皮说道：“师娘，我觉得现在住的地方挺好的，我还是不去打扰你老人家了吧。”说完这些的时候，苏大明看到柳月如的表情已然凝固，但他没有办法，只能冲着柳月如讪讪一笑。苏大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拒绝却让场中众多弟子瞬间抓狂。到师娘那里居住，能每日吸收浓郁的灵气不说，甚至还能时常得到师娘的教导。苏大明究竟懂不懂这意味着什么？恐怕假以时日，成为月华峰第一弟子也说不定。他竟然拒绝，这小子太能装了，若不是师娘还在这里，我真想上去狠狠地揍他。场中所有弟子哗然的同时，柳月如也是没有想到苏大明竟然敢拒绝他。只见柳月如突然冷着脸，冲着苏大明淡声说道：“苏大明，师娘看上去难道很老吗？”听到柳月如这话，苏大明顿时一愣。感情柳月如生气的不是自己拒绝他，而是因为自己叫他老人家。想到这里，苏大明连忙冲着柳月如摆手道：“不，师娘看上去就像是28姑娘一样水灵，绝对不老，是弟子口误，还望师娘勿要见怪。”柳月如闻言顿时扑哧一笑。虽说苏大明说他像28姑娘有些夸张，也知道是苏大明的恭维，但他没由来的还是很开心。看到柳月如笑了，苏大明松了一口气，只要不让他跟柳月如相距那么近，一切都好说。可就在这时，柳月如再次收起了笑脸，一本正经地冲着苏大明喝道：“不行，我说让你搬过去，你就必须要搬过去，听清楚了吗？”苏大明知道自己若是再拒绝，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他小心翼翼地冲着柳月如说道：“师娘，现在天色不早，能不能先让我回去收拾一下，明日再搬过去，你看如何？”话音落下，柳月如顿时露出沉吟之色。就在苏大明内心忐忑之时，柳月如微微颔首道：“正好我也要给你腾出住的地方来，既然这样，那你明天再搬过来吧。”语落，他随手打出一道灵力，迅速进入苏大明体内。苏大明大惊，没有感到什么不妥，但他还是有些诧异的想到，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苦思片刻，苏大明仍然没有想起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柳月如突然饱含深意的笑道：“大明，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师娘只好在你体内种下我的灵力印记，好时刻得知你的位置。”听到这话，苏大明顿时脸色一黑，他这才明白柳月如刚刚的举动完全就是在自个身上装了一个 GPS 定位系统啊。苏大明假装激动地说道：“弟子多谢师娘。”柳月如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冲着众多弟子摆手道：“天色不早了，都散了吧。”听了柳月如的话，众多弟子全都恭敬地跟柳月如告退，而后各自离去。只是所有人离去之时，都忍不住看了苏大明一眼，眼中的震惊无以复加。苏大明见状，也连忙冲着柳月如恭敬地告退。柳月如笑着没有多说什么，冲着苏大明挥了挥手，旋即转身向月华峰深处而去。苏大明转过身去，向月华峰外围的小木屋而去。君子怀璧其罪，身体里有青衣女子的天灵根，让苏大明始终觉得有些不安，以至于一路上走得很快，不想跟任何人接触。很快，他来到一座小木屋前，嘎吱一声推门走了进去，而后再将木门关闭，左右打量着这间简陋的小木屋。空间很小，只有一张木床以及一张桌子，木床上面的被褥很是整洁，看来苏小明平日里也不是一个懒惰之人。苏大明的目光看向屋内唯一的桌子，顿时眼神一凝。只见桌子上放着一本稍显古朴的书籍，上面赫然写着灵心史3个大字，古籍很大也很厚，想必其中记载了很多东西。苏大明略感好奇之下，便将其拿在手中开始翻看，只是这一看便让苏大明沉迷其中，忘乎时间流逝。古籍的线条流畅，字体古朴，每一个笔画都透露出独特的韵味和美感。让苏大明痴迷的不是古籍中的字体，而是古籍中的内容。看了片刻后，苏大明得知这本古籍其中记载了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史料，更多的则是具体介绍这个世界。时光荏苒，一直看到深夜，苏大明方才揉了揉微酸的双眼，将手中古籍给合了起来。只是苏大明的眼界此刻已豁然开朗。苏大明从古籍中得知，他所在的这片大地是类似于蓝星一样的修仙星球，名为灵星。倘若书上所写是真的话，那这灵星恐怕要比我之前所在的蓝星大上成千上万倍都不止。苏大明的眼神中露出骇然之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该会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星球。苏大明没有过多思索这个问题，而是坐在床上喃喃道：灵星分为4海5洲，而我所在的这片大陆名为紫阳东洲。他从古籍中得知，灵星共有5块大陆，现如今苏大明所在的地方便是属于紫阳东洲。
紫阳东洲很大，寻常修士任其一生都难以飞出紫阳东洲。只是苏大明此刻眼神中却满是疑惑不解。紫阳宗、紫阳郡、紫阳东洲，难道说这几者之间莫非还有着什么关联不成？苏大明隐约觉得自己所在的这个紫阳宗似乎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沦落至此，至今已经成为紫阳郡5大宗派中最弱的存在。对于这些问题，苏大明充其量只是有些好奇罢了。他又不是苏小明，刚来到紫阳宗，对这里完全没有什么归属感。师娘柳月如让自己搬过去，肯定是对自己有所图谋。不管是什么图谋，以自己现如今的实力，都没有任何办法招架。未经之计，只能尽可能的快速提升实力。只有实力强大了，才不会任人鱼肉。想到这里，苏大明小心翼翼地从怀中取出那枚聚气丹，看到它完好无损地放在白色小瓷瓶里，苏大明安心了不少。随后又慎重地将其揣入怀中。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是要随身携带，哪怕是在睡觉的时候也不能拿出来。苏大明坐在床上伸了个懒腰，感觉有些疲倦，一股困意袭来。苏大明揉了揉眼睛，喃喃道：好好睡一觉再修炼吧，现在距离炼气2层仅有1步之遥，等炼气2层的境界稳固后，再服用聚气丹，直接就能进入炼气3层。啧啧，真不错。苏大明的心情很是美滋滋。可就在他话音落下之时，一道略显嘶哑的苍老声音突然传入自己的耳中。啧，确实不错。苏大明猛然间神色一凝，一股危险的感觉在内心升起。恐怖的神识将苏大明整个人笼罩其中，使得他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谁？苏大明面色骇然的四处张望，但却没有在小木屋里看到任何身影。就在这时，又是一阵阴恻恻的嘶哑笑声传来，顿时吓得苏大明面色一白。只见苏大明攥紧拳头，眼神来回飘忽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口中喃喃道：难道这里还有鬼不成？苏大明的面色更加惨白了。他可是最怕鬼的，因为信所以怕。还没穿越过来的时候，没有路灯的夜路，他可是从来都不敢走。堂堂修士还怕鬼，传言不虚，果然是个废物。苍老的嘶哑声音这次没有显得很是空灵，而是从小木屋的门外传来。苏大明微微皱眉，目光死死盯着自己的小木门。嘎吱，小木门被人从外面推开，苏大明便看到一位素衣老者从外面走了进来。老者面容苍老，但头发并没有完全发白，只有双鬓微白，眼神很是锐利，仿佛一眼就能将苏大明的一切给看穿。鼻子坚挺，嘴唇微薄，让人看了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素衣老者刚刚进来，便随手将小木门给再次关上。此时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苏大明。刚刚还以为有鬼的苏大明，此刻看到活人也是镇定了下来。话虽如此，但他还是有些谨慎。他从素衣老者的身上感受到跟师娘柳月如一般强大的气息。苏大明当即便知，这绝对是一个不弱于师娘的厉害人物。前辈，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苏大明在苏小明的记忆中并没有搜寻到这素衣老者的信息，当下便知此人应该跟苏小明没有什么交集。尽管他刚刚出言调侃自己，但苏大明面对这等强者也不敢直接骂过去，只是毕恭毕敬地询问着。素衣老者咧嘴笑道：不，老夫没有走错，找的就是你。他的笑容看起来很是和善，但苏大明总觉着这老头笑得有点阴险。苏大明有些疑惑地指着自己道：找我？我与前辈素未相识，前辈找我有何贵干？素衣老者不答反问道：你就是陆晨风最疼爱的那个废物弟子苏大明？听到这话，苏大明内心顿时咯噔一下，原本还有些侥幸的心理，想着老者是不是找错了人，现在看来此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就在苏大明想着怎么蒙混过关之时，素衣老者啧称奇地说道：传言你是个3年都没能进入炼气期的废物。传言果然不可信，年仅15就已经距离炼气2层还有1步之遥，在整个紫阳宗勉强算是中等水平吧。素衣老者摸着胡须自顾自地分析着。苏大明却是故作茫然地说道：前辈，你真的走错了，我不是苏大明，苏大明在我隔壁。虽然不知道素衣老者来找自己所谓何事，但苏大明总觉得此人没安什么好心。素衣老者听到苏大明的话，顿时微微一怔，可紧接着他那苍老的手上却突然出现了一张画卷。苏大明眼神一凝，他甚至没有看清这画卷是怎么凭空出现在素衣老者手中的。只见他随手将画卷打开，而画卷上的画像正是苏大明。苏大明张大了嘴巴，此刻已经是无话可说。这老头为了找自己，竟然准备的这么齐全。素衣老者看了看画像，又看了看苏大明的表情，顿时笑了，随手一挥，手中的画卷即刻化作飞灰。好小子，传言你不仅是个废物，还是个老实木讷之人。
没想到这么机灵，看来传言果然不可靠。你小子装的可真像，若不是老夫今日有备而来，没准还真被你给唬住了。苏一老者笑里藏刀，眼神中的锐利让苏大明暗自吞咽口水。苏大明自知瞒不过去，只能干巴巴地说道：前辈是谁？为何对我这般了解？苏一老者嗤的一声，陆晨风养了3年的废物弟子，别说紫阳宗的人都知道，就算是整个紫阳郡里的5大宗派，又有何人不知呢？苏大明有些震惊，没想到苏小明3年来几乎没怎么出过山门，但因为陆晨风的原因，竟然这么出名，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紧接着，苏大明顿时反应过来道：原来前辈是紫阳宗的人，弟子拜见师叔。苏大明想着跟素衣老者打好关系，最起码看在这一声师叔的份上，不要对自己下黑手才好。只是苏大明不知道素衣老者来找自己究竟有什么目的。素衣老者眼神一凝，双眼微眯地看向苏大明道：果然是个机灵的小子，反应竟然这么快。也罢，就算让你知道老夫是紫阳宗的，也没有什么关系。素衣老者的眼中已经有杀机隐隐浮现。苏大明见状顿时大惊：来人啊，快来人啊，师娘救我！苏大明想的是自己大声呼救，最好能惊动月华峰里的人，引师娘来救自己。师娘既然对自己有所图谋，肯定不希望看到别人对自己下黑手。先前苏大明一直没有喊，就是担心素衣老者会直接对自己出手。但此刻看到素衣老者眼中的杀机，苏大明再也顾不上了。来人啊，快来人救救我，有人要杀我！本以为素衣老者会制止自己，却没想到自己接连大喊几声，他都没有任何动作。苏大明的眼神中顿时闪过欣喜之色。可就在这时，苏大明突然看到素衣老者冲着自己诡异地笑了笑。苏大明暗皱眉头，不明白素衣老者为什么不制止自己大喊，反而还冲着自己笑。素衣老者死死盯着苏大明，嘴一咧道：喊啊，你怎么不喊了？再大点力！苏大明清晰地看到素衣老者眼中的戏谑，此刻看向自己的目光犹如猫看待老鼠一般，他没再继续大喊，看到对方胸有成竹的样子，就知道无论自己怎么喊，恐怕都无济于事。苏大明深呼吸口气，冲着素衣老者恭敬地说道：前辈既然有恃无恐，就肯定有什么我所不知道的通天手段。前辈大人有大量，不知找我这么一个小弟子究竟有何贵干？苏大明学着古人的样子，毕恭毕敬地跟素衣老者连连拱手。现如今对于苏大明来说，只能跟素衣老者来软的。素衣老者见状，冲着苏大明连连点头道：不错，果然很机灵，跟传言中的老实木讷没有半点关系。不错不错，柳月如那个贱人虽然修为不俗，但在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恐怕还不能察觉老夫部下的禁制。只是可惜，若不是你已经拜陆尘风那个伪君子为师，说不准老夫还真想收你为弟子。苏大明听到这话，眼神顿时一亮道：多谢前辈夸奖，不过前辈若是有意，可跟师娘说说，弟子愿意拜在前辈门下。此时的苏大明哪里还管什么气节不气节的，他刚刚分明在素衣老者的眼中看到了杀意，并且这素衣老者肯定是图谋已久，竟然提前在自己住的地方布下了禁制。此时此刻还是保命要紧。素衣老者闻言却是嗤笑道：柳月如那个贱人向来都跟老夫对着干，岂会愿意让你入我门下？听到素衣老者这话，苏大明顿时心如死灰，把师娘柳月如骂作贱人，又把师父陆尘风骂作伪君子，这人肯定是跟师父师娘有着莫大的仇恨。苏大明欲哭无泪：你跟他们有仇，找我做什么？老夫也懒得跟你废话，走吧，跟老夫走一趟。说着，素衣老者便冲着苏大明虚空一抓。苏大明刚想挣扎，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动弹，甚至就连他想张口说话都难以做到。只见苏大明被素衣老者单手抓着，就像是提小鸡似的走出了苏大明的小木屋。刚刚走出苏大明的小木屋，素衣老者便直接祭出飞剑，凌空飞起。苏大明毫无招架之力的被素衣老者提着，高空中凛冽的寒风几乎让他难以睁开眼睛，只是觉得距离月华峰越来越远，甚至还向紫阳宗外面飞去。皓月当空，虚弱的月光照耀着下方深不见底的深渊，让苏大明的身子都在颤抖不止。苏大明不但怕鬼，还有恐高症。白天被柳月如带着的时候还好，他可以紧紧抱着柳月如，但这时候被素衣老者拎着，苏大明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倘若素衣老者一松手，他必将摔得粉身碎骨。苏大明内心暗自叫苦不已，没想到自己刚刚过来就招惹了这么多厉害的人物，青衣女子、师娘柳月如，还有这素衣老者。他们中任何一个想弄死自己，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尤其是那青衣女子更为恐怖。苏大明隐隐觉得他只是看自己一眼就能让自己灰飞烟灭。素衣老者单手提着苏大明，飞得不快不慢，顺着紫阳宗向西而去。紫阳宗很大，
其内群峰交错，素衣老者飞了好一会，方才从紫阳宗的西边飞出。只是刚刚飞出紫阳宗没多久，素衣老者便带着苏大明猛然向下方冲去。苏大明只感觉头脑晕眩的七荤八素，忍不住想吐，完全看不清周遭景象，只是朦胧间发觉无边无际的紫色光芒映入自己的眼帘。很快，素衣老者便带着苏大明落在了一处山谷的上方。苏大明刚刚落地，便再也忍不住的哇哇吐了起来，胃内翻涌不止。他只是觉得下午吃的东西差不多都要吐了出来，真是个废物。素衣老者看着脚下深不见底的山谷，眼中满是疯狂之色。好半晌，苏大明方才恢复过来，可当他抬起头来的一刹那，顿时双眼大睁，面容布满了震惊之色。苏大明此刻跟素衣老者就站在一处悬崖边上，悬崖的下方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山谷，浓郁到不可言喻的紫色光芒充斥着整个山谷。现在已经是深夜，然而山谷中的紫色光芒却是将周遭照耀的如同白昼。苏大明震惊地抬头看去，只见无边无际的天空都被那璀璨的紫色光芒照耀出一道紫色光芒。从下方向上看去，天空好像被人撕开了一道口子，口子中充满了紫色光芒，而下方充满紫色光芒的山谷犹如是被人生生从平地劈开似的。紫阳宗西边外围地带竟然有着这样一个诡异的山谷。素衣老者低沉嘶哑的声音传入苏大明的耳中：小子，这里是什么地方？应该不用老夫跟你介绍了吧？苏大明闻言，嘴角哆嗦个不止。在他们二人的身前，有着一块尽显古朴的石碑。这充满岁月气息的石碑，让人感受到一种神秘而古朴的气息，仿佛与天地间的神灵相通。上面3个大字让苏大明瞳孔放缩：忘忧谷。竟然是忘忧谷，这死老贼带我来这里做什么？苏大明此刻面色煞白，生怕素衣老者会将自己给直接丢进这让所有人闻之丧胆的忘忧谷。忘忧谷，别说是在紫阳郡，就算是整个紫阳东州，那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起初的忘忧谷并没有那么出名，据说紫阳宗的祖师便是在这忘忧谷中得道，遂在这山谷旁创立了紫阳宗，忘忧谷也就成了紫阳宗的圣地。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忘忧谷中突然绽放出直通天际的璀璨紫色光芒，那冲破云霄的紫色光芒宛如将苍穹撕开一道口子。这等骇人听闻的异象在当时惊动了整个紫阳东州，所有人几乎都认为这是有通天彻地的异宝降世于这忘忧谷中。忘忧谷中的异象吸引来了紫阳东州无数的大能修士、盖世强者。当时的紫阳宗已然没落，在整个紫阳东州没有丝毫的话语权。紫阳宗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紫阳东州的强大修士陆续进入自家祖师当年的道场。更加可悲的是，那些来自紫阳东州各地的强者强闯紫阳宗圣地就算了，还不允许紫阳宗里的人进入其中。紫阳宗全体上下悲愤万千，但却没有任何的办法。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修仙界，没有强大的实力，只能任人鱼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没过几天时间，各种噩耗突然传来。紫阳东州各大势力派出潜入忘忧谷的人，不管修为多么强大，命牌直接破碎。命牌的破碎意味着修士生命的终结，没有一个人能从忘忧谷中活着走出来。许多站在紫阳东州之巅的绝世强者偏不信这个邪，纷纷进入忘忧谷中查探，但无一例外，全都死在了其中。这惊世骇俗的一幕让整个紫阳东州极为震动，忘忧谷便在这个时候成为了紫阳东州的一大禁地。不管修为多么强大的修士，亦或者飞禽走兽，一旦进入忘忧谷，没有人能活着走出来。甚至到了夜晚，这忘忧谷内更是阴风怒号，其中还夹杂着令人头皮发麻的鬼怪嘶鸣声。于是流出了传言，称有仙人葬身于此，这才形成了这种异象。也有人对此质疑，因为整个四海五州已经有万年没有出现过仙人，怎么可能会有仙人葬身于此呢？更有人说，这是紫阳宗衰败的不祥之兆。紫阳宗里的人也是心惊胆战个不止，任凭谁家宗门旁出现这样一个可怕的境地，恐怕谁也不能安心。紫阳东州各大势力争相来此，但却一次性丧生了那么多的强者。有绝世大能恼羞成怒之下，便想要将怒火发泄给紫阳宗。这忘忧谷可是紫阳宗祖师的道场，因此紫阳东州各大势力纷纷认为是紫阳宗害死了他们的各大强者。其中就有一位绝世大能，此人修为恐怖，纵观整个紫阳东州也是鲜有敌手。他一怒之下便一掌凌空劈向紫阳宗，恐怖的灵力凝聚而成的巨大手掌犹如泰山压顶般向紫阳宗落下。整个紫阳宗上到师叔师祖，下到普通弟子，皆是动弹不得。他们面色绝望地仰头看着那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落下，宛如世界末日。眼看整个紫阳宗就要在这巨大的手掌下化为齑粉。然而就在这时，忘忧谷内悄无声息地射出一道紫色光束，
那紫色光束快到所有人都无法反应，一个呼吸未到便穿过那巨大手掌，并且将其震碎。震碎巨大手掌的同时，径直射向那位绝世大能，让紫阳东州的人永世难忘的一幕赫然出现。那原本处于紫阳东州之巅的绝世大能，中州强者不出，鲜有敌手的绝世大能，面对这小小的紫色光束，竟然没有丝毫招架之力，直接被那紫色光束给生生抹杀。整个紫阳东州震动不已，前来此地的各大势力皆是恭敬地冲着忘忧谷连连行礼。行礼后各自离去，此后没有人敢再踏足此地。正因如此，早已没落的紫阳宗又苟延残喘了数千年之久。数千年来，有不少强大的势力都曾打压过紫阳宗，然而却因为忘忧谷，没有人敢有真正灭掉紫阳宗的想法。忘忧谷中射出的那道紫色光束解救了紫阳宗，还生生抹杀一位大能。紫阳宗全体都认为这是祖师显灵，全宗上下对忘忧谷更加敬重。每逢大事，紫阳宗所有人必先前来这里祭拜忘忧谷，但紫阳宗的人也不敢贸然进入忘忧谷，生怕惊扰了祖师。不过数千年来，也有紫阳宗弟子想要冒险进入忘忧谷寻得机遇。有人认为忘忧谷里肯定存在一位大恐怖般的人物，此人这般维护紫阳宗，说不准还是紫阳宗的开派祖师爷呢。然而紫阳宗的人进入其中也是有去无回，便有人猜测忘忧谷中的大恐怖并不是紫阳宗的祖师爷，而是借了紫阳宗祖师的道场作为栖身之所，看到紫阳宗即将被灭，随手帮忙而已。从那之后，忘忧谷便成为了紫阳东州的一大禁区，不管是紫阳宗的人，亦或者紫阳东州的其余势力，没有任何人敢进入忘忧谷。关于忘忧谷的事情，紫阳宗会在每个弟子进入宗门时都会告诉他们，好让弟子们明白紫阳宗也是有着辉煌历史的。苏大明也是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这些事情，此刻他不明白这素衣老者为什么带自己来这个地方。素衣老者负手而立，眼神疯狂地盯着下方满是紫气的忘忧谷，只见他嘴角微抽地喃喃道：我如果能够获得这谷中机缘，得祖师青睐。素衣老者微微仰头闭目，简直不敢想象，倘若真是如此，该有多么美好。他修为已经停滞多年未尽，如果再不想些办法，便只有在紫阳宗里默默等死。修士虽然寿元很长，但他却是明白，这样下去无异于温水煮青蛙，早晚有一天自己的寿元也会耗尽。唯有拼上一拼，倘若能获得谷中机缘，一举突破，那么他的寿元将会倍增。数千年来，紫阳宗里跟素衣老者有同样想法的数之不尽，然而却没有人能完好无损地从忘忧谷中走出。素衣老者早就对忘忧谷有想法了，但他没有贸然进入，而是长年累月躲在一旁观察忘忧谷的动静，希望能探索到忘忧谷中的秘密。这一暗中观察就是整整数年的时间。即便过了这么长时间，素衣老者仍然没有轻举妄动，这份隐忍还真是难得。可直到半年前，素衣老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天大的秘密后，便有了将苏大明劫掠至此的想法。素衣老者半年前就有了想法，但他还是隐忍了半年的时间，才对苏大明动手。一者是苏大明的师傅陆晨风失踪，没有人知道陆晨风是死是活；二者陆晨风虽然不在，但月华峰还有修为不俗的柳月如。素衣老者没有什么把握，在不惊动柳月如的情况下，从月华峰上掳走苏大明。于是在这半年的时间里，素衣老者一边秘密观察月华峰的动向，一边悄悄潜入，在苏大明住的地方暗中布下禁制。直到今日，素衣老者方才动手，直接就将苏大明给抓到了这里。苏大明看到身前负手而立的素衣老者，对方久久没有说话，让他有些心底发毛。师叔，带我来这里，不知所为何事？苏大明在素衣老者身后小心翼翼地询问着。先前苏大明曾称呼过一次此人师叔，见他没有拒绝，苏大明就断定按照宗内的辈分，这样称呼素衣老者应该没什么过错。素衣老者闻言，转头冲着苏大明咧嘴一笑道：苏大明，你小子很机灵，多的话老夫也就不说了。说到这里，素衣老者神色突然严肃地说道：这忘忧谷是什么地方，你也肯定知道。今日老夫带你来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你若能如实回答，老夫便不会为难你，但你若是对我有所隐瞒，嘿嘿。素衣老者没有说下去，但嗓音中的阴笑明显充满了威胁。苏大明见状，连忙对素衣老者表态道：弟子谨记，师叔但问无妨，只要是弟子知道的，一定会知无不尽，尽无不言。苏大明的态度让素衣老者很是满意。不错，你不但很机灵，并且还很识趣，老夫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呵呵呵。素衣老者还真是个笑面虎，动不动就喜欢冲着苏大明阴笑。我来问你，传言你是你师父陆晨风在外面的私生子，此事是真是假？素衣老者此刻死死盯着苏大明的一举一动。苏大明一听这话，顿时睁大了眼睛，内心暗道：
你他妈才是陆晨风的私生子，你全家都是。其实素衣老者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所有人都知道陆晨风收了一个废物弟子，但陆晨风却对其疼爱有加，没有丝毫的嫌弃。有人猜测苏大明很有可能是陆晨风在外面的私生子，陆晨风对于这种质疑从来没有解释过，只是一笑了之。但苏大明却清楚地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陆晨风之所以对苏小明这样，完全是因为他的怜悯之心，仅此而已。苏大明恭敬地对素衣老者说道：师叔误会了，3年前弟子的父母被匪贼所害，师父怜悯弟子，这才收下弟子为徒。听到苏大明这样说，素衣老者哦了一声道：听你这样说，还真挺像那伪君子的为人。苏大明老老实实地站在素衣老者身前，不明白自己那便宜师傅陆晨风到了他这里怎么就成伪君子了。就在这时，素衣老者盯着苏大明，突然话锋一转道：你师傅陆晨风去了哪里？他发现了这忘忧谷什么秘密？说。素衣老者的面容突然显得很是疯狂，此刻死死盯着苏大明，模样有些瘆人。苏大明不自觉地后退，有些迷茫地说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师傅去了哪里？还有师叔说师傅掌握了忘忧谷的秘密，这怎么可能？素衣老者看到苏大明后退，随手一挥就将苏大明给招来。只见他单手提着苏大明的领子，沉声嘶吼道：你不知道，老夫可是亲眼看到你师父陆晨风从忘忧谷内出来之后，便直接去了你那里。从你那里出来后，陆晨风便直接离开了紫阳宗，自此消失不见。你竟然说你不知道？此时此刻，素衣老者双眼通红，面色充满了疯狂，尤其是被忘忧谷中的紫色光芒照耀下，更加显得诡异。这数年来，素衣老者一有时间便会前来这忘忧谷悄悄探查，可直到半年前，素衣老者骇然地发现，月华峰的陆晨风竟然从忘忧谷中飞出。这一惊人的发现让素衣老者久久无法回过神来。忘忧谷是什么地方？数千年来，从未有人能从忘忧谷中活着走出来。现如今，陆晨风竟然能从里面安然无恙地出来，这难道不是说明陆晨风掌握了忘忧谷里的秘密？素衣老者很想知道这忘忧谷中究竟有什么秘密，于是便悄悄地跟踪陆晨风。为了这个秘密不被别人发现，素衣老者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可当他看到陆晨风从苏大明那里离去后，便直接离开了紫阳宗时，并且至此消失不见，素衣老者就猜测陆晨风肯定跟他这个废物弟子交代了什么。正因如此，一直没有找到陆晨风的他便将目光盯向了苏大明。苏大明闻言，眼神中的骇然无以复加。什么？我师父他竟然进去过忘忧谷？苏大明经过素衣老者的提醒，从苏小明的记忆中想起陆晨风消失的前一天晚上确实去找过苏小明。不过陆晨风见苏小明并没有说什么特别重要的话，而是类似于长辈要出门远行，反复嘱托晚辈要照顾好自己之类的话。当时的苏小明木讷，没有听出陆晨风语气中近乎于遗言般的悲伤话语，只是连连冲着陆晨风称是。素衣老者看到苏大明这种神情，眉头都拧到了一起，整张脸显得很是狰狞。只见他直接揪着苏大明的衣领，将其从地上给拎了起来。一瞬间，苏大明只觉得脖颈被衣领子勒得喘不过气来。嗨，师叔息怒啊，我真的不知道师父去了哪里。素衣老者冷哼一声道：好啊，你这小子竟然还在跟老夫装。似乎失去了忍耐性，素衣老者拎着苏大明转身向悬崖边走去。当他走到悬崖边时，直接就将苏大明给悬空在忘忧谷的上方。呼呼，忘忧谷内阴风嚎啸，满是紫色光芒的谷中看不到山谷究竟有多高。苏大明只是往下望了一眼，耳边传来下方谷中的阴风凄厉，便只觉头皮发麻。他不但恐高，还怕鬼，可这忘忧谷竟然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这若是把他从这里扔下去，还不如直接杀了他算了。然而素衣老者却是狞笑着说道：你若是再不说实话，老夫可就松手了。苏大明两只手抓着素衣老者的胳膊挣扎，他想用火球术，却发现全身灵力被禁锢。嗨，师叔，冷静啊，快说，老夫的耐心很有限。可嗨，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啊？好，既然你这么嘴硬，那就下去跟祖师爷说去吧。话音落下，素衣老者抓着苏大明衣领的手竟然直接松开。苏大明吓得面无血色，只见他死死抓住素衣老者的胳膊，说：我说。下面那深不见底的山谷充斥着诡异的紫色光芒，同时还夹杂着阵阵阴风以及凄厉的嘶吼声。这要是掉下去，即便不被摔死，恐怕也会被活活吓死。素衣老者嘴一咧，随手一拽就把苏大明给扔在了脚边。可嗨，苏大明坐在地上，捂着脖子剧烈的咳嗽，与此同时也在迅速平复刚刚惊慌的内心。快说！素衣老者死死盯着苏大明，
面色满是疯狂与激动。苏大明看到他这种神情，心道今天若是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恐怕是难以活命了。想到这里，苏大明便冲着素衣老者说道：我若是说了，你如果还杀我怎么办？素衣老者眼神凌厉地看着苏大明：你没有跟老夫谈条件的资格。苏大明闻言顿时满脸怒气的道：那你就杀了我吧，我死了你也休想再知道忘忧谷的秘密。素衣老者听到这话，眼神猛然一缩，可只是瞬间，他便再次提起苏大明，扬在忘忧谷的上空。既然这样，老夫也不想知道这个秘密了。说着，素衣老者便作势要将苏大明给扔下去。苏大明全身一个机灵，连忙出声喊道：说，我说，这次我真的说。原本他还打算借机要挟一下素衣老者，但发现对方根本不吃自己这一套。素衣老者此刻听到苏大明的话，顿时阴笑一声，随手将苏大明给甩了回来。苏大明看到素衣老者的面色，内心咯噔一声，果然姜还是老的辣，真是一个老狐狸。就在这时，素衣老者凌厉的眼神看向苏大明，咬牙说道：小子，不要一次次挑战老夫的耐心。说着的同时，手中已经隐隐有灵力隐现。苏大明看着素衣老者手中恐怖的灵力波动，咽了口水，试探性的说道：我说，但还请师叔能留我一命。苏大明内心叫苦不已，以前看小说，别人穿越后都是一路牛逼闪闪的开挂装逼，自己呢，刚刚穿越过来，便数次面临死亡的威胁。看来美好的故事只能存在于小说里面。素衣老者闻言，微微闭起双目，深呼吸口气，一字一句的说道：你的废话实在是太多了。话音落下的同时，素衣老者直接抬手，手中的灵力猛然冲向了地上的苏大明。苏大明骇然之余想要逃离，却发现自个根本就无法动弹。轰！磅礴的灵力侵入苏大明的体内，他只觉得全身都犹如锯齿在撕咬骨髓一般，疼痛无比。啊！苏大明凄惨的嚎叫起来，面容扭曲的很是狰狞。只是一瞬间，豆大的汗珠便在苏大明的额头上密布，他整个人都在地上疯狂的打滚。看得出来，苏大明此刻正在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素衣老者没有下杀手，但他的这种折磨人的手段却是让苏大明想死的心都有。苏大明的惨叫声还在继续，素衣老者阴沉的笑声也随之传来。约莫几分钟后，素衣老者方才收手。一瞬间，苏大明的身子全都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苏大明面色涨红，低下头的双眼也是通红，隐隐有怒意闪过。他这刚刚穿越过来，就反复被人给折腾。那青衣女子倒还好，折腾过自己之后还会给自己疗伤，但这素衣老者摆明了是往死里整自己。老狗，我若不死，早晚必将你抽筋拔骨。苏大明暗自想着。就在这时，素衣老者阴森的笑声又传入苏大明的耳中：小子，继续说些废话，老夫好久没有对人动过手了。你放心，只要你愿意，今日必让你好好痛快痛快，嘿嘿。这时候的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想必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忘忧谷这么可怕的地方，平日里也没什么人敢靠近，老夫有的是时间陪你玩。苏大明很是虚弱的冲着素衣老者摆了摆手：别，我说，师傅临走前确实跟我说了忘忧谷的秘密。素衣老者闻言连忙抬手又将苏大明给抓了过来：什么秘密？快说。苏大明就像是个小鸡仔一样被素衣老者提在手里，他满脸疲倦的看着素衣老者，只是眼底深处有着深深的恨意。师傅说了，想要安然无恙的进入忘忧谷，必须要携带一样至宝。其实苏大明清楚的知道，陆晨风消失之前并没有跟苏小明说什么关于忘忧谷的事情，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保密。什么至宝？素衣老者此刻的呼吸明显急促了起来，抓着苏大明的手很是用力。苏大明疼得龇牙咧嘴，但还是强忍疼痛的说道：那件至宝师傅交给了师娘柳月如，我也没有见过。苏大明想的是，这样说起来合情合理，对方也更容易相信。只要素衣老者去找师娘，那他就安全了。对于师娘的安危，苏大明倒是没有过多在意，他跟这个师娘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并且苏大明相信柳月如也绝对不是什么软脚虾。如果素衣老者有能够对付柳月如的实力，何必要偷偷摸摸把自己掳走？素衣老者听了苏大明的话，眉头顿时一皱，露出若有所思的模样。片刻后，方才阴沉着脸询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苏大明连忙点头道：千真万确啊，师叔。你想啊，师父虽然疼爱我，但他知道如此重宝交给我必然会害了我，但若是交给师娘的话，师娘毕竟也是紫阳宗的长老，有自保的能力。此言一出，素衣老者顿时点头道：不错，你说的很有道理。苏大明看到素衣老者相信了自己的话，顿时大喜：师叔，我已经告诉你了，快放我下来吧。可嗨嗨！
素衣老者闻言，再次冲着苏大明嘴一咧道：“好，师叔这就放你下来。”只是他的笑容要多阴森就有多么阴森。苏大明看到素衣老者的神情，顿时面色大变。不好！素衣老者此刻提着苏大明，将他给扬在忘忧谷的上方。他只要松手，苏大明就会掉入忘忧谷中。苏大明看着素衣老者阴沉的笑容，内心咯噔一声道：“师叔，你这是什么意思？”素衣老者狞笑着说道：“什么意思？莫非你还天真的以为老夫会放了你不成？”此言一出，苏大明顿时冲着素衣老者怒吼道：“老狗，你果然不守信用！你卸磨杀驴，你不得好死！”苏大明早就知道，此人既然是紫阳宗的人，恐怕就不会留自己活口。但面对死亡的威胁，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侥幸心理。真到了这一刻，苏大明的内心更是难以接受。素衣老者嘴一撇道：“你说老夫不守信用，我起来问你，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不杀你的？”听到这话，苏大明眉头微蹙，他却没有说过不杀自己的话。苏大明此刻粗重的喘息着：“你应该是紫阳宗的长老吧？不错，你小子倒挺聪明。”素衣老者懒得跟苏大明隐瞒身份了，既然是紫阳宗的长老，那就更不能杀我了。长老残杀弟子，你会遭天谴的。听到这话，素衣老者又是咧嘴笑道：“你放心，老夫不会亲手杀你的，嘿嘿。”这素衣老者仿佛很喜欢咧嘴笑。苏大明闻言却是眼神一亮道：“多谢师叔不杀之恩，师叔你放心，今日之事我打死也不跟任何人说。”苏大明此刻仿佛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可就在这时，素衣老者竟然直接松开了抓着苏大明的手。啊！苏大明惊恐万分，想去抓素衣老者的胳膊，却发现自己根本就动弹不得。让他松口气的是，素衣老者松手后，自己并没有直接掉下去，而是悬空在忘忧谷上方。多谢师叔不杀之恩，苏大明虚惊一场地说道。素衣老者看着苏大明，再次阴森的咧嘴一笑，只是他的眼神中却是闪过一丝狠厉之色。苏大明看到他的神色，顿时暗道不好。就在这时，素衣老者直接抬手冲着苏大明的腹部隔空随手一按，轰！素衣老者按下的一瞬间，苏大明就感觉到一股凌厉的气息被对方打入自己的腹部。与此同时，剧烈的疼痛从腹部传出，苏大明更是大口大口的喷血。你对我做了什么？苏大明强忍腹部的疼痛，大口喷血的瞪着素衣老者。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此刻全身的灵力都在迅速向外泄出。没过多久，苏大明便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气竟然全都泄了出去。素衣老者阴笑着道：“没什么，就是废了你的丹田而已，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你放心，老夫是绝对不会残杀弟子的，嘿嘿嘿。”此言一出，苏大明的面色瞬间煞白，刚刚不好的念头顿时成为了现实。什么？老狗，你竟然废了我的丹田！苏大明愤怒到了极点，面色扭曲，狰狞无比。在修仙界，若是被废了丹田，那可真就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废人。即便素衣老者放了自己，他也是废人一个，终身无法修炼。倘若是这样的话，紫阳宗肯定不会养着一个丹田被废的废人。没有修为的普通人，到了外面，能够存活的几率几乎为零。一瞬间，苏大明万念俱灰，此刻生无可恋地看着素衣老者。他真的很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此时此刻，苏大明只感觉一阵困意袭来。睡吧，一觉醒来，自己又回到了曾经的学校。一觉醒来，自己又回到了课余时间送外卖的路上。刚刚穿越过来，还意外获得了天灵根，本以为开挂之路即将启程，可仅是一天，丹田就被人废掉。这一刻的苏大明几乎想死的心都有了。他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梦醒了，自己就会再次回到地球，回到那曾经充满自己欢声笑语的地方。那里虽然没有虚无缥缈的修仙，但却能让人快快乐乐地度过一生。在这里，到处都充满了死亡的危机。如今的他，更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修炼的废人，这该怎么活下去？苏大明生无可恋，眼中没有了什么仇恨，就像是失去了光芒一样，缓缓闭上了眼睛。哼！素衣老者嘴角微掀，阴笑了一声，看到苏大明这个样子，也懒得再跟他说什么废话。只见素衣老者随手一挥，便收起了束缚住苏大明周身的灵力。就在素衣老者收起灵力的刹那间，苏大明的身子便犹如秋风落叶般向下方的忘忧谷坠去。忘忧谷绽放着直冲云霄的紫色光芒，犹如一张天地间的血盆大口，将苏大明渺小的身躯给一口吞噬。就这样结束了吗？这种坠落的感觉，苏大明已经是第二次体验到，只是这一次恐怕没有什么青衣女子在谷底等待着自己了。苏大明刚刚穿越过来坠崖，便因为下方的青衣女子以及那怪物才没有死掉，非但没死，还获得了一个天大的机缘。然而这一次，
苏大明心如死灰，哪怕没有摔死，丹田被废的他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更何况这恐怖的忘忧谷，从来都没有人能从里面活着走出来。也好，便到这里就结束吧。苏大明双眼紧闭，双手随意的张开，身子向下方径直坠落。素衣老者随手将苏大明给丢进忘忧谷后，便直接离开此地。阴沉的眼神闪烁不定，口中喃喃道：“柳月如，这个女人是个麻烦，想要从她手中抢夺那至宝，哎，除非我能再次突破，此事还需从长计议。”素衣老者盘算着，那柳月如并不好对付，但他也不会放弃。忘忧谷秘密的诱惑，可是让他心痒难耐。很快，素衣老者便御剑飞入了紫阳宗内部。紫阳宗深处，这里山水相依，景色优美，宛如仙境一般，置身于其中，让人心旷神怡。尤其是那浓郁的灵气，几乎到了浓稠的地步。都说月华峰灵气浓郁，但跟这里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完全没法比。身穿浅青色衣裙的池婉，此刻正盘膝坐于一处小山丘的上方，绝美到令人窒息的容颜，美眸紧闭，满头青丝宛如星空中的银河，一直垂落于纤细的腰间。在她的身后，还有着一道气势磅礴的瀑布正在飞流不止。突然，池婉睁开了双眼，目光看向忘忧谷的方向，顿时黛眉微蹙。忘忧谷连我都不敢进去，他怎么敢去？坏了，他如有不测，我也难以幸免。喃喃出声的同时，池婉娇美的身姿直接凌空飞行，焦急地向忘忧谷的方向冲了过去。池婉先前在后山崖底打入苏大明体内的那道灵力，目的就是为了时刻监视苏大明的动向，因为他要想办法从苏大明的体内拿回自己的阳属性天灵根。虽说他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办法从苏大明的体内取出原本属于自己的天灵根，但他还是想试试，只是因为体内阳属性天灵根的玻璃对自己的损伤实在是太大了。池婉发现苏大明身在忘忧谷时，天色已经大亮。这不是说池婉实力不济，而是他一整夜的时间都在疗伤，因此没有注意到，倘若池婉没有负伤的话，苏大明刚被素衣老者掳到忘忧谷时，他就能感应到。发现苏大明竟然在忘忧谷，池婉心急如焚地向忘忧谷冲去，丝毫没有掩饰自身气息。紫阳宗里上道长老、下道弟子只是察觉到一股恐怖的气息从紫阳宗深处突然冲出，随后消失不见。仅是片刻间，池婉便落在了忘忧谷边的石碑旁。刚来到这里，池婉的柳叶眉便微微一皱道：“还有另一人的气息，难道他是被人给扔下去的？”池婉察觉到此地的气息残留并不止苏大明一个人，另一人的气息远远强大苏大明太多。念及至此，池婉的美眸中闪过冰冷的杀意。那人跟苏大明有什么仇恨，他不管，只是现在苏大明的命跟自己紧紧相连，那人害了苏大明，就相当于间接害了自己。阴阳双生天灵根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天灵根，通常是诞生于女子体内。一旦有女子体内有这种天灵根，那么终身都不能跟男人交合。只要交合，体内的阳属性天灵根便会自动进入男子的体内，成为男子的天灵根，并且这两个人的命运也会就此联系在一起。一旦一方殒命，另一方即便修为强大，没有被牵连身亡，也会遭到极为严重的反噬。这种反噬究竟有多么严重，池婉也不太清楚。此时，池婉绝美的身影便站在忘忧谷上方的边上，美眸注视着满是紫气的忘忧谷。现在天色已经大亮，但充斥整个山谷的紫色仍然极为强盛。只是从忘忧谷这里向上看去，那冲破云霄的紫气甚至盖过了烈日的余晖。池婉的目光看向谷底，除了无边无尽的紫气，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就连他的神识都无法穿透山谷中浓郁的紫气。但他可以明确地感应到，苏大明已经跌落至忘忧谷底。池婉的面色很是阴沉。昨日我已经反复给他淬炼过肉体，从这里跌落谷底，不至于让他会摔死。只是忘忧谷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哪怕是我贸然进去，也会有去无回。他一个炼气一层的人跌落谷底，怕是不可能生还了。原来昨日池婉反复折腾苏大明，竟然是在帮苏大明淬炼肉体。池婉暴揍苏大明，等到苏大明快要不行时，又给他疗伤，伤势痊愈，再次暴揍。如此循环往复，并不是折腾苏大明，而是在给苏大明淬炼肉身。池婉这样做也并不是因为身子被苏大明意外夺了，便对苏大明心生爱意。苏大明昨日就是自己跳崖，池婉也是担心苏大明会再次跳崖，所以才会帮助苏大明淬炼肉身。池婉轻抬号手，长舒一口气道：“50年前，天机阁的一位长老说我日后会有一大劫，莫非这劫印在了此人身上不成？”池婉此刻神情很是复杂，昨日因为体内阳属性天灵根的玻璃就已经让他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倘若苏大明再一死，那种严重的反噬，恐怕就算是他也无法承受。此时此刻，池婉甚至想过，
要不要跳下去把苏大明给捞上来？可这里是什么地方？这可是让紫阳东州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禁区。数千年前，那些站在紫阳东州之巅的盖世强者，进入其中都是有去无回。难道他下去就能将苏大明给带上来吗？池婉抬头望天，眼中满是迷茫之色。月华峰，杜梅一大早便敲响了林希月的房门。砰砰砰，谁啊？我，杜梅。嘎吱，林希月打开了房门，看到门外的杜梅，疑惑地询问道：“怎么了？”杜梅看着林希月，焦急地说道：“苏大明今天就要搬到师娘那里了，咱们不跟过去看看师娘给他分配到哪里？等师娘安排好离去后，让苏大明把那里让给咱们住，让他住在我们这里就行了。”林希月跟杜梅住的地方距离苏大明很近，都在月华峰外围区域。杜梅说让苏大明住在这里时，还显得便宜了苏大明似的。林希月闻言，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道：“好，他巴不得把师娘分给他的地方让给我居住呢。”说着便拉着杜梅向苏大明住的那里走去。杜梅边走边说道：“就是今天希月你亲自去找他，还不把他给高兴的屁颠屁颠的。”听了杜梅这话，林希月扑哧一笑：“哼，如果他今天表现好一点，我就原谅他昨天的事情。希月，你昨天说的不错，苏大明他昨日肯定是为了故意引起你的注意，爱之深恨之切，他现在是对你又爱又恨。哥哥。”林希月掩嘴笑个不停。说笑间，林希月便跟杜梅走到了苏大明的门外。咚咚咚，苏大明，快点开门！杜梅在苏大明的门外就像是个泼妇似的，又是连连敲门，又是大声喊着。周围不少的弟子看到这一幕，纷纷诧异不已。先前苏大明一直黏着林希月，他总是爱答不理的，今天怎么还主动来找苏大明了？谁知道呢？林希月没有管周围的议论声，看到苏大明长时间没有说话，也是冲着屋内喊着。可任凭他们两个怎么喊，屋里也没有什么回声。林希月跟杜梅对视了一眼后，杜梅直接就推开了苏大明的小木门。刚刚推开小木门，两人便直接傻了眼。苏大明人呢？杜梅面色一变道：“他是不是已经去师娘那里了？走，咱们赶紧过去看看。”林希月点了点头，跟杜梅一同向月华峰深处走去。月华峰的最深处，这里有着一处阁楼，柳月如便是住在这里。当林希月跟杜梅刚刚来到之时，柳月如恰巧从阁楼中走出，看到他们两个，柳月如面无表情地询问道：“林希月，杜梅，你们两个来这里做什么？”林希月看到师娘严肃的神情，顿时有些支支吾吾地说道：“师娘，我们就是来看看小师弟搬到了哪里，想过来看看他。”柳月如闻言便冲着林希月二人随口说道：“哦，我这就准备过去把苏大明给带过来。”说到这里，柳月如的美眸突然扫向林希月跟杜梅道：“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们莫要前来此地，听明白了吗？”听到柳月如的话，林希月跟杜梅不敢怠慢，连忙称是。但紧接着，杜梅有些犹豫地冲着柳月如询问道：“师娘，那苏大明难道还没有搬过来不成？”林希月好奇的眸子也是看向柳月如。柳月如听到杜梅的话，顿时微微一怔，旋即冲着他们询问道：“怎么？苏大明跟你们说他已经过来了？”林希月连忙摇头道：“那倒没有，只是刚刚我们过去找他，发现他不在，便以为苏大明已经来师娘这里了。”什么？柳月如闻言顿时愣住，旋即闭上眼睛，微微感应了一下。可只是瞬间，柳月如便睁开了眼睛，柳眉紧蹙的喃喃道：“这死小子怎么跑那里去了？”柳月如昨天在苏大明的体内打入了一道灵力，目的就是为了时刻追踪苏大明的位置。刚刚听到林希月跟杜梅的话，便连忙感应自己那道灵力。可只是这样一感应，就让柳月如内心咯噔一下。她察觉到苏大明竟然在忘忧谷。师娘，小师弟他去了哪里？林希月看到柳月如的面色很是难看，小心翼翼地询问道。柳月如冲着他们两个喝道：“你们不用管，赶紧回去，这里不是你们待的地方。”话音未落，柳月如便有些焦急地记起飞剑，御剑飞行，向着月华峰外而去。林希月跟杜梅一脸茫然地留在原地，却也只能按照师娘的命令转身离开这里。柳月如用了最快的速度向紫阳宗外面冲去，只是当路过苏大明住处上空的时候，柳月如停顿了片刻。只见他向苏大明的小木屋扫了一眼后，顿时面如寒霜。有人在苏大明这里布下了禁制。柳月如随手一挥，笼罩在苏大明小木屋的禁制便直接消失不见。他的眼眸深处却满是杀意，竟然有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将自己的弟子给掳走，此事一定是紫阳宗的某位长老干的。算了，日后再说。柳月如没有停留，全速向忘忧谷而去。只是他的内心却满是不解，紫阳宗的长老为什么要对苏大明动手？忘忧谷就在紫阳宗的西边外围，与紫阳宗紧紧相连。柳月如很快
就来到了忘忧谷的上方。下方的池婉早就感应到有人前来，此刻他的眸子正盯着半空中的柳月如。柳月如此刻还没有察觉到这里有人，只是当他降落下来的时候，赫然发现忘忧谷石碑旁站着一道浅青色的美丽身影。这娇美的身姿美得动人心魄。当柳月如看清身影的容颜时，顿时面色一惊：“师叔，您怎么会在这里？”柳月如来到池婉的身前，冲着池婉恭敬地说道：“据他所知，宗里的几位师叔都是常年在紫阳宗深处闭关，多年不会出来，只是今日竟然会被自己给碰到。”池婉面无表情地扫了柳月如一眼，不答反问道：“柳月如，你来这里做什么？”柳月如听到池婉的询问，连忙恭敬地回道：“启禀师叔，我有一个弟子，不成想竟落入这忘忧谷中。”此言一出，池婉顿时内心一动道：“你那弟子叫什么名字？”池婉的话音刚落，柳月如那一双桃花眼便充满了疑惑。他万万没有想到，高高在上的池婉竟然会询问一个练气期小弟子，但他还是不敢怠慢，连忙说道：“他叫苏大明。”话音刚落，池婉凌厉的眸子顿时盯向柳月如。一瞬间，柳月如内心一凛，不明所以地看着池婉。良久后，池婉方才喃喃道：“原来他是你的弟子。”此言一出，柳月如满脸震惊地说道：“师叔，你知道苏大明？”柳月如的眼神中满是狐疑之色。池婉顿时微微一怔，矢口否认道：“不，我是察觉到有人进入忘忧谷，这才出来看看。”听到这话，柳月如方才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自己那小小弟子苏大明竟然能让宗里最厉害的师叔所知道呢。只是他所不知道的是，池婉非但知道苏大明，还跟苏大明有过较为亲密的接触。倘若这事传了出去，必将会在这紫阳郡中引起轩然大波。池婉此刻已经知道苏大明原来就是柳月如的弟子。他转过头去，眸子有些无神地看向忘忧谷，淡声说道：“回去吧，他上不来了。”柳月如心里早有准备，但听到这话，面色还是有些不甘。可是池婉猛然转过头来，死死盯着柳月如道：“我说的话，莫非你听不懂？”柳月如被池婉这样盯着，一股寒意从心底悄然升起。明白，师叔，弟子这就告退。说着，柳月如便直接离开此地，回到紫阳宗内。池婉看向柳月如离去的方向，沉吟片刻后，冲着紫阳宗轻声说道：“宗内所有人听着，没有我的允许，不要前来忘忧谷。”池婉的声音不大，但紫阳宗所有人却是听得一清二楚。一瞬间，紫阳宗里的各位长老以及宗主皆是面色一变地看向这边，旋即齐声说道：“谨遵师叔之命。”紫阳宗里成千上万的弟子也是连忙恭敬地行礼，谨遵师祖之命。所有人都不明白，一直在紫阳宗深处的一位师祖为什么会在今日出来，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玄虎峰上的素衣老者此刻却是眉头紧皱，内心暗道：怎么回事？难道跟苏大明有关？想到这里，他便连连摇头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时间悄然而逝，池婉在这里一等便是等了3天的时间。盘膝坐在悬崖边上的池婉美眸突然睁开，但看他面色一白，一口鲜血突然从小嘴中喷出。他还没有死，只是生命气息越来越虚弱了。3天的时间里，池婉便一直守在这里，期待有奇迹发生。随着苏大明的生命气息越来越虚弱，池婉没有想到对自己的影响竟然这么大。这3天的时间，他已经接连受到影响而吐血。若是在我强盛时期，苏大明死了也不会影响到我的性命，只是先前天灵根的剥裂使我受到重创，他若身死，我命不久矣。池婉面色惨白地盯着满是紫气的忘忧谷，喃喃说着。此时此刻，他看向忘忧谷的目光满是犹豫与挣扎。3天的时间里，他曾多次想过亲自下去带苏大明上来，只是这令人闻风丧胆的禁区一直让他很是犹豫。犹豫片刻后，池婉的美眸中突然闪过坚定之色。罢了，与其这样等下去，也是难免一死，倒不如下去看看这忘忧谷究竟有什么秘密。池婉深知这样等下去自己必死无疑，倒不如拼上一拼，下去看看。察觉到苏大明生命气息越来越虚弱，池婉儿便知仅凭苏大明完全不可能逃离忘忧谷。真是这样的话，自己也早晚必死。若是下去的话，兴许还能有一线生机。池婉儿向来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子，一旦决定便不会再有犹豫。只见她直接凌空而起，一头冲向忘忧谷中那深不见底的紫气之中。轰！茫茫无尽的紫气随着池婉的进入，顿时被她冲出一道漩涡。可池婉刚刚进入其中，便是面色猛然一变。她察觉到无尽的重力犹如巨山压顶似的，让她喘不过气来。更可怕的是，她的身子刚刚进入那浓郁的紫气中，便急速下坠。这紫气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压制我体内大半的实力。此时此刻，池瓦尔在这能见度很低的紫气中，身子急速的下坠，在这里面，就连基本的凌空飞行都无法施展。池瓦尔此刻觉得，就算是他想要回去，恐怕也难以再次飞上去。谷底，苏大明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模样看上去有些惨兮兮的。苏大明的周身充满了浓郁的紫气，能见度不超过2-3米，抬头望去便是无边无际的紫气，犹如在深海中一般。苏大明的眉头紧蹙，不知在这里躺了多久，双眼这才缓缓地睁开。这是我已经死了吗？目光所及之下，满是紫色光芒。苏大明有些虚弱的过了好半晌，方才有了些许精神。当他彻底睁开眼睛，恢复意识之后，这才清楚地察觉到自己竟然还没有死，只是腹部以及全身上下的疼痛让他有些难以动弹。微微动上一下，全身上下便会传来剧烈的疼痛。怎么回事？我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竟然没有被摔死。苏大明艰难地坐起身子，背靠在坚硬的崖壁上，四处望去，全部都是浓郁的紫气，只能看清方圆2-3米的距离。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沉睡了多久，但腹中传来的饥饿感让他知道，想来已经睡了几天的时间。山谷低处并不安静，阴风阵阵，其中还时不时夹杂着凄厉的嘶鸣声，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苏大明此刻仿佛觉得自己犹如置身于地狱一般。随着意识越来越清醒，苏大明的身子越发的颤抖。苏大明怕鬼，可这里不但阴风阵阵，更有许多不知是什么玩意的凄厉叫声。他再次坐直了身子，警惕地看着四周，突然察觉到自己踢到了什么东西，目光连忙望了过去，可只是一眼，苏大明便是头皮一麻。刚刚他没有仔细去看地上，此刻却清晰地看到周身能见度之下，到处都有阴森白骨，有人的，也有分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苏大明刚刚挪动身子也碰到不少，他还以为是谷底的石头，没想到竟然是这些东西。他大口喘息着，哪边传来动静，目光便连忙转向哪边，面色煞白间，眼神警惕地盯着四周。此时此刻，苏大明只是觉得自己呼吸困难，大口大口的喘息，心仿佛要跳到了嗓子眼。对于一个怕鬼的人来说，身处此地要经受多么恐怖的心理折磨，常人难以忍受。这就好比一个怕鬼的人在深夜独自被锁在殡仪馆的大楼里，除了满楼的尸体，便只有他一个活人。甚至这忘忧谷底比满是尸体的殡仪馆还要可怕太多。嘶嘶，惊悚的凄厉声音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苏大明甚至觉得声音竟然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可他不管怎么看，由于紫气过于浓郁，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他只能看清周围2-3米，2-3米之外便是茫茫无尽的紫气。突然，一道凄厉刺耳的惊悚笑声从左前方传来，这道凄厉声音极为刺耳。苏大明听闻后，心跳几乎都要停止，满脸冷汗的看去，却看不到任何东西。这一刻，苏大明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内心的崩溃，眼神慌乱的看向四周充满阴森白骨的地上，他突然看到一根小黑棍，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苏大明连忙捡起小黑棍，死死护在胸前，眼神警惕的来回张望，生怕这浓郁的紫气中会突然窜出什么东西来。呼，粗重的呼吸，苏大明自己听得一清二楚。周围的凄厉叫声，凛冽刺骨的阴风时不时吹过，让苏大明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苏大明崩溃的想要大叫，可嘴巴张大了许久都不能喊叫出声，他失声了。突然，左前方浓郁的紫气猛然向里疯狂的卷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冲了过来一样。苏大明连忙转头看去，双手紧紧握着手中的棍子，指甲都深深地刺进了肉里。就在这时，尖锐的凄厉声音猛然传出，苏大明瞳孔大睁，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左前方，面色煞白，嘴唇颤抖不止。只见一道仿佛幽灵般飘荡的狰狞阴魂正在向自己冲来，他看上去只是一道虚影，半边身子下方拖着长长好似肠子似的东西，犹如恶鬼般的脸庞狰狞可怖，此刻正张着血盆大口向苏大明冲来。苏大明心提到了嗓子眼，看着面前这恐怖的阴魂，连忙将棍子横在身前。那阴魂漆黑空洞，且散发着幽幽绿光的眼睛死死盯着苏大明。突然，只见他冲着苏大明凄厉一吼，便直接冲了过来。苏大明本能的用棍子挡住，那仿佛幽灵般的阴魂此刻竟然有些实质化，一把抓在了棍子上，砰的一声脆响，苏大明手中的棍子竟然直接破碎。破碎的同时，阴魂的2只爪子已经抓在了苏大明的肩头。苏大明疼得满头大汗，那2个黑漆漆的爪子深深嵌入自己的双肩，鲜血直接喷洒而出。他此刻张着恐怖的血盆大口，长长的獠牙很是锋利。苏大明闻到阴魂口中的尸臭味，顿时觉得胃里一阵翻滚，很是恶心。阴魂抓住苏大明后，便一口向苏大明的脑袋咬去，仿佛要将苏大明的脑袋活生生咬下一半。苏大明动弹不得，心如死灰。难道死了？
还要让这恶心的鬼东西给生生吃了吗？苏大明绝望地仰头，眼神中满是惊恐。苏大明此刻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丹田被废，全身灵力泄出，使他面对这恶心的东西没有任何招架之力。苏大明甚至觉得，即便自己此刻修为还在，也不一定能够对付面前这只狰狞的阴魂。就在上方的阴魂黑影将彻底笼罩苏大明的目光时，他突然看到自己的上方仿佛出现了一道浅青色的身影。身影虽然朦胧，但那娇美动人的身姿让苏大明大脑都暂时的短路。浅青色身影手持一柄长剑，正在向这边冲来。曾几何时，我一度陷入绝望的低谷，而你悄无声息的出现，却直接将我从无尽漩涡中拉出。你就像是这无尽黑暗中的一道曙光，照亮了我绝望与无助的眼眸，更像是茫茫荒漠中那一抹绿洲，湿润了我干涸已久的窗口。你义无反顾地来到这深不见底的魔窟，只为带我离开这无尽的深渊。苏大明呆住了，他怔怔地看着那一道浅青色的身影。青衣女子轻轻挥动手中长剑，搅动无尽紫气，瞬间让那狰狞的阴魂直接消散。做完这些，池婉看到苏大明还活着，内心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几步便走到了苏大明的身前。他黛眉微蹙的面容有些焦急。走，我带你离开这里。池婉的声音有些急促，也有些轻柔。他不知道这诡异的禁区还会发生什么变故，可他这简单的一句话却让苏大明的内心剧烈震动，仿佛有什么东西欲要从内心中破壁而出。苏大明的双眼在这一刻瞬间湿润了。苏大明万万没有想到，清冷的青衣女子会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这里寻他。这个在身体上已经属于自己的女子，以对方那恐怖的修为，绝对跟自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她还是来了。这一刻，苏大明没有去想池婉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他也没有去想池婉前来救自己是出于什么目的。苏大明只知道，她将是自己这一生需要用命去呵护的女人。就在这时，左右两边又传来两道刺耳的凄厉声。随着两道狰狞的阴魂冲来，池婉转过身去，舞动手中长剑。这两只阴魂明显比刚刚那只要更加厉害，即便强大的池婉也是耗费了一番功夫，方才将他们给灭杀。两只阴魂消散后，池婉便急忙转过头来，低声冲着苏大明喝道：走啊！还在发愣的苏大明被池婉的声音给惊醒，可他却是冲着池婉摇了摇头，苦笑道：我已经是个废人了，你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了。此生有你，我死而无憾，希望我们来生还能相聚，你快走吧，不用管我。苏大明此刻完全没有任何的求生欲望，只希望池婉能够安全的离开。他现在只能勉强坐起来，想要自立行走完全做不到。丹田被废带给他的创伤太过严重，这一刻得知有人愿意豁出性命来救自己，苏大明只觉得此生无憾了。苏大明的突然煽情让池婉猛然一怔，可当他的眸子扫向苏大明的丹田时，柳眉顿时微微皱起。池婉已经看出苏大明的丹田被人给废了，不知为何，他的内心在这一刻竟然生出莫名的怒火，想要把那人给碎尸万段。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此时此刻不是研究这些的时候。池婉发怔片刻后，便再次快速地说道：那又怎样？只要活下去，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活下去，一切都有希望。苏大明看着池婉毫无瑕疵的绝美容颜，一时间有些呆住了。绝望之下的心灵枷锁，此刻竟然有些松动。还有希望吗？丹田被废之后，即便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这是修仙界的常识，真的还有机会吗？快点起来，我带你离开这里。池婉略显急促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与此同时，他时不时左右张望，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从这无尽紫气中冲过来。他的面色有些难看，这茫茫紫气能见度只有方圆2-3米，强大如他，神识在这里竟然都无法施展。苏大明听到池婉的话语，面容露出犹豫之色，但片刻后他还是冲着池婉摇了摇头，无奈道：我现在已经是个没有独立行走能力的废人，你不用管我，赶紧离开这里，否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机会离开。苏大明知道自己恐怕在这里沉睡了几天的时间，但能活到现在，兴许这里面的大恐怖还没有对他动手的兴趣。倘若这样的话，说不准池婉还有机会离开这里。可听到苏大明的话，池婉却是冲着他沉声吼道：我下来就是为了救你出去，倘若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池婉的意思是苏大明若是死在了这里，他断然没有办法活命。可这话落入苏大明的耳中，却是让他瞬间一愣。池婉的话语就像是情人间的表白，苏大明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池婉，他没有想到池婉竟然对自己深情至此，连他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而他话语中的含义，仿佛自己死了，甚至还会为了自己殉情。我这是在做梦吗？苏大明喃喃着。苏大明做梦也没有想到，
池婉竟然对自己有着这般深情。尽管他还不知道青衣女子叫什么名字，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吗？苏大明此刻眼眶一热，深情地看着池婉轻声道：你不要这样，是我对不住你，成为你的男人却不能呵护你的余生，这一切都是我的无能，临死前还请不要受到我的牵连，好好活下去，否则我会更加内疚的。你赶紧离开吧，好好活下去，我死了，你千万不要为了我殉情。苏大明说得很是深情，他从来都不理解世间会有甘愿殉情的人，他只是知道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但这一刻他终于明白，只不过明白的有些太晚了。即便这样，苏大明也觉得生死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然而就在这时，池婉只是微微一怔，柳眉便紧皱了起来。他已经明白苏大明这是误会了自己。只见他毫不留情地看着苏大明，冷声说道：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此言一出，苏大明顿时一愣，什么意思啊？池婉欲言又止，眼下不是多说什么废话的时候。总之你不能死，你死了我的天灵根也就会随之消散。苏大明听了池婉的话语，刹那间内心拔凉拔凉的。原本被池婉感动的要死，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因为这个。即便这样，苏大明的内心也没有埋怨什么。不管池婉出于什么目的，这甘愿冒着性命危险来救自己的恩情，自己可不能忽略不计。可是我现在真的难以直立行走。苏大明苦笑，池婉的美眸静静地注视着苏大明，片刻后淡声说道：我扶你起来。听闻这话，苏大明微微一愣。他虽然不知道这青衣女子是什么人，但凭借她深不可测的修为，显然不是一般人物。苏大明有种直觉，就算是师娘柳月如在这青衣女子面前，恐怕也不够看。还没等苏大明多说什么，池婉便走了过来，拉过苏大明的胳膊，放在自己的肩上，将苏大明给搀扶了起来。这个姿势就像是苏大明单臂搂着池婉一样。池婉娇小的身躯搀扶着苏大明前行，并不吃力。只是苏大明此刻搂着池婉，清晰地感觉到她娇小柔弱的身躯。此时此刻，她在苏大明的眼中，仿佛不是高高在上的大修士，而是一个温柔的小女人，精致的侧脸尽显女人风情。苏大明的胳膊搭在池婉的肩头，被她这样搀扶地走着，全身的剧烈疼痛使得苏大明走得很是缓慢。池婉这时对苏大明也很是照顾，没有走得很快，而是跟随苏大明的脚步一点一点地向前方走去。这里紫气浓郁，完全看不清2-3米之外的场景，就算苏大明健步如飞，他们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地上的许多阴森白骨，池婉会提前将他们给踢到一边。说来也奇怪，原本很是怕鬼的苏大明，此刻有池婉在身边，使得他的内心很是平静。苏大明时不时地偏头看着池婉绝美的侧颜，只是自始至终，池婉的面容都有些清冷，更多的则是对四周的警惕。苏大明看向池婉时，会露出满足的淡淡笑意。绝境之中，有着这样一个外表冷漠，实则内心温柔的娇妻，夫复何求？只是苏大明也在内心叹息，他们两人还被困在令人丧胆的禁区之中。倘若这里真的跟传言中那般可怕，只怕他们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就算是顺利走出这里，以对方的修为，恐怕也不会再搭理自己。甚至有一日被他找到取出体内天灵根的方法，苏大明想来，这青衣女子到时恐怕不会心慈手软。自己体内的天灵根本就是属于他的，到了那时，以两人悬殊的实力对比，此生将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想到这里，苏大明觉得自己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贪婪是人的天性，贪婪是一种几乎没有止境的欲望，也是一种无法满足的心境。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也是人类最大的弱点。贪婪往往就像一个无底洞，永远无法填满，永远没有上限。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里实在太过诡异。我的实力被压制了大半不说，还不能凌空飞行，我只能带着你一点一点地爬上去。池婉清冷的声音这时又传了出来，他明亮的眼眸警惕地看向前方，搀扶着苏大明，小心翼翼地向对面的崖壁走去。只是苏大明闻言，内心却是一凛。先前从忘忧谷上方，他早就看到这忘忧谷的崖壁很是陡峭，近乎于90度。倘若池婉这样一点点地爬上去，还要带着自己，更加要小心那些阴魂，可谓是寸步难行。苏大明有些虚弱地说道，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他想说的是实在不行，对方完全可以丢下他，自己逃离。只是话还没有说完，便遭到了池婉的呵斥。闭嘴！苏大明见状，只好不再多言。池婉左手搀扶苏大明，右手持剑，小心翼翼地向前方走去。两人周身近乎于实质化的浓稠紫气，随着他们走过，微微搅动了起来。忘忧谷内阴风阵阵，惊悚的凄厉叫声时不时在周围发出，传入两人的耳中，却难以看到任何东西。就在这时，一只狰狞的阴魂猛然向苏大明冲了过来。
苏大明察觉到左后方的阴风撕裂空气，骇然地回头望去，只见那道阴魂张牙舞爪向自己冲来。他面色一白，向池婉的身子贴了贴，却无意中触碰到一团柔软。池婉更加警觉，没有理会苏大明的触碰，手中长剑看也不看，便向后方刺了过去。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那道阴魂没有抓住苏大明，便直接消散。还没等苏大明松一口气，又有4、5道阴魂张着血盆大口从4面8方冲了过来。苏大明骇然失色，摇摇欲坠的身子被池婉紧紧抓在手中。池婉单手抓着苏大明，毫不费力地将他给挡在身后。一道道凛冽的剑气扫向那数道阴魂。苏大明清晰地看到，那一只只狰狞的阴魂在池婉凌冽的剑气下没有任何生存机会。然而这几道阴魂消散后，又是一大群阴魂冲了过来。苏大明看的是头皮发麻，池婉也是面容冷峻，手中长剑挥舞不断，剿灭着一只只狰狞的阴魂。尖锐刺耳的凄厉叫声不绝于耳，冲过来的阴魂越来越多，强弱各自不一，有些阴魂在池婉的剑下一剑被灭，也有一些强大的阴魂，就算是池婉对付起来也是有些麻烦。潜伏在紫气中的阴魂在这剑气之下显得格外脆弱，他们凄厉的尖叫着，在这强大的力量下化为缕缕黑烟，消散在紫气中。池婉一边应付着冲过来的阴魂，一边留意着苏大明。每当有阴魂冲向苏大明，他便将苏大明给拉至身后。苏大明在池婉身后，双手扶住池婉纤细的腰身，看着他扫灭着一道道阴魂，眼中充满了担忧的神色。越来越多的阴魂冲过来，目光所及，4面8方全都是正在尖锐惨叫的阴魂，这里茫茫紫气，能见度只有2、3米。苏大明惊骇地看到，他们2人的周身布满了狰狞的阴魂，而能见度之外，究竟有着多少这种鬼东西，苏大明跟池婉全然不知。剑身在空气中划出一道清脆的金属声响，他舞动长剑，银光闪烁，剑气纵横。一只稍显强大的阴魂伸出漆黑的爪子，竟然一把抓住了池婉的长剑。其余的阴魂也是迅速向这边冲来。池婉体内磅礴的灵力迸发，瞬间光芒大作，几乎要掩盖住周遭紫气。众多阴魂在这些凌厉的灵力中顿时荡然无存。那只抓着长剑的阴魂被一道银光剑气扫过，化作一团黑烟，消散于紫气中。2人周身的阴魂化作一股股黑烟，刚刚消散不久，又是一大群阴魂冲了过来。不仅是苏大明头皮发麻，就连池婉也是微微皱眉。这无边无际的阴魂，谁知道还有多少？吼！就在这时，一道犹如从修罗地狱传来的巨大咆哮声于前方紫气中传出，吼声如雷锋扫动，浓郁的紫气近乎都被这道强劲的声音给冲散。围在2人周身的那些阴魂都被这道恐怖的吼叫声给震得烟消云散。紫气被恐怖吼声震散的同时，苏大明跟池婉几乎都看到前方朦胧间有着一具高大的身影矗立着。轰！池婉拉着苏大明，竟然都被这恐怖的吼声劲气给震得后退了几步。苏大明面色大惊，只是一道吼叫声，竟然让强大的池婉都给震退了几步。那前方紫气中略显模糊的高大身影该有多么强大？吼声震动，周围的紫气都有那么一瞬间往2边散去。就在这个空档的时间，苏大明跟池婉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周身围满了那种阴魂，只不过因为前方的那个大家伙，这些阴魂不敢靠近罢了。咚咚咚，高大身影正在向2人逼近。苏大明察觉到大地似乎都在隐隐震动，谷底那些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阴森白骨，或许是早已风化，又或许是被那东西给震得应声破碎，化作一阵粉末迎风消散。池婉锐利的眼神直视前方，将苏大明给紧紧护在身后道：向后退，退到崖壁处，躲在我的身后，不要出来。苏大明闻言，神色凝重的点了点头，跟着池婉向后退去。他虽然独立行走有些困难，但仅是站在池婉的身后还是能够做到的。看到池婉凝重的面容，苏大明内心一凛，不敢多言。砰砰砰，厚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那高大的身影很快就暴露在了2人的面前。苏大明抬头望去，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他此刻内心紧张的几乎要跳到了嗓子眼。只见面前这高大身影足有7、8丈那么高，通体漆黑发亮，身上还长满了阴森的绿毛，模样看上去宛如一具放大了无数倍的干尸。只是他2只空洞的眼眶中泛着诡异的红光，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不停向下方滴落绿色的液体。那绿色的液体落到地面，顿时将地面腐蚀一片，阵阵黑烟冒出，引起一阵恶臭。苏大明的心砰砰跳个不停，整个人几乎屏住了呼吸。这么恐怖的东西，说实话，他以前在电视里都从来没有见到过。倘若不是池婉就站在身前，苏大明恐怕会被活活吓死。这是什么鬼东西？苏大明面色惨白地询问着，牙齿都在打颤。池婉面色凝重，
头也不回地说道：“赤鹰王，这里竟然能诞生出这种邪物！”赤鹰王，那是什么？池婉缓缓开口答道：“赤鹰王，魑魅魍两中最低等的邪物，只有在极阴之地才能诞生。虽说是最低等的邪物，但也有着堪比结丹期的修为。”什么？堪比结丹期的修为？苏大明闻言张大了嘴巴。他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紫阳郡每一个结丹期的修士都称得上一方大能，甚至在紫阳宗内也没有几个结丹期修士。那几个结丹期修士在宗内都是师祖级别的人物，长期在宗内深处闭关，就连宗主想见一面都难。池婉这么强大，苏大明也没有想过他会是结丹期的修士。只是苏大明不知道的是，他面前这青衣女子恰恰就是一位真正的结丹期修士。受到重创之前，甚至距离元婴期也仅有一步之遥。只不过池婉进入元婴期的美梦被苏大明无意中搅黄了而已。苏大明跟池婉看到了赤鹰王，赤鹰王也看到了他们两个。只见他缓缓低头，泛着诡异红光的眼睛死死盯着池婉。他仿佛能够察觉到面前这个青衣女子体内蕴含着多么强大的力量。呼呼，赤鹰王每一次呼吸都犹如雷声般轰轰作响。吼！只见他一个弯腰，再次冲着池婉吼了一声。一瞬间，周遭浓郁的紫气瞬间向外扩散，阵阵恶臭扑面而来。池婉将手中长剑横在身前，顿时光华大作，将赤鹰王带来的冲击波全都抵挡在外。赤鹰王这个大吼只是给池婉一个下马威，看到没有任何效果，他踩踏着厚重的脚步向池婉冲了过来。池婉一跃而起，双手持剑，带着刺眼的剑芒凌厉地向赤鹰王劈了过去。他虽然在这里实力被压制了大半，但只是对付魑魅魍两中一个最低等的邪物，还是没有半分惧意。轰！青色的剑芒比赤鹰王的身体还要庞大，带着无上的威势劈向赤鹰王。这强大的一击让赤鹰王停住了前进的脚步，他仿佛察觉到了这道剑芒的恐怖威势，双臂瞬间横在身前抵挡。只是在一瞬间，那带着磅礴能量的青色剑芒便劈在了赤鹰王的身上。吼！赤鹰王痛苦地哀嚎了一声，庞大的身躯被那剑芒轰飞了出去，随后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之上，掀起阵阵尘土。池婉身后正在观战的苏大明被池婉的强大惊得目瞪口呆，可还没等他惊呼出声，赤鹰王落在地面上的震动直接就将苏大明给震得一屁股瘫坐在地，痛得他龇牙咧嘴。只是这时苏大明顾不上身上的疼痛，满脸震惊地看着这一幕。能够一击击倒堪比劫丹期修为的赤鹰王，那他究竟是什么修为？此时此刻，苏大明觉得自己实在是低估了池婉的修为。想到自己当日竟然在一个这么恐怖的大修士身上作威作福，苏大明不禁咽了一口口水。自己能活到现在还真是祖上积德，8辈子的福分都要被我一个人用光了吧。吼！赤鹰王怒吼着便要爬起来，然而池婉却不给他机会。剑芒刚刚落下的瞬间，池婉娇柔的身躯再次凌空跃起。他在这里虽然不能凌空飞行，但凭借着强大的修为，短暂的跃起还是能够做到。刷刷刷，比刚刚那道剑芒还要强大数倍的无上剑芒接连被池婉劈出。轰轰轰！强大无比的剑芒纷纷轰向前方的赤鹰王。他刚刚想要爬起来，又被池婉凌厉的攻击给打得瘫软在地。他愤怒地嘶吼着，胸膛已经被剑芒划出一道道渗人的巨大伤口，惨绿色的血液从其中流淌而出，看得苏大明恶心至极。池婉却是眉头微蹙道：“若不是实力被压制了大半，我一剑便可将他化作2半。怎么样，你有没有事？”刚刚苏大明被震倒在地，池婉早就察觉。苏大明听到池婉的话语，内心的惊愕无以复加。这还不是他的全盛实力，那他该有多么强大？这一瞬间，池婉虽然就在苏大明的面前，但他却觉得跟池婉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边无际的鸿沟。短暂的愣神片刻，苏大明连忙冲着池婉喊道：“我没事，你要当心。”池婉闻言头也不回，直接向着还没站起的赤鹰王冲了过去。他全身光芒大作，耀眼无比，宛如银河中的仙女一般，带着无上的威势向赤鹰王冲了过去。只见池婉直接跃到赤鹰王的上方，双手持剑猛然向下方的赤鹰王刺了下去。此时的池婉距离下方的赤鹰王足有数十丈高，然而他手中的宝剑却迸发出一道巨大的剑影。这道剑影庞大无比，绽放着耀眼的青色光芒，足足有10余丈大小，带着磅礴的能量狠狠刺入了赤鹰王的胸膛。轰！声势浩大的剧烈碰撞声传出，赤鹰王庞大的身躯竟然直接被这道剑影给斩碎，4分5裂的身躯向周遭炸裂飞出。那堪比苏大明大小的巨大头颅也在这一瞬间炸裂而开，场面血腥至极，看得苏大明呼吸加重。只是看到池婉解决了这个怪物，苏大明暗暗松了一口气。池婉一个闪身，绝美的身影便落在了苏大明的身前。走！
他话音刚落，便想将苏大明给搀扶起来。然而就在这时，比刚刚还要猛烈数倍的大地震动传来，还不止一道。池婉的面色顿时一白，他连忙站起身来，向前方看去，可只是一眼，即便强大如池婉，也是头皮一麻。身后的苏大明更是嘴巴大张，眼神中满是惊恐之色，十几道黑影将苏大明跟池婉两人笼罩，即便这里紫气浓郁，也无法遮掩这些恐怖的阴影。怎么办？要不你自己先走吧，不要管我了。苏大明看到面前这十几道黑影，面无血色的喃喃道。他已经看出池婉的面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他刚刚虽然用凌厉的手段灭了那一个赤鹰王，但对他本身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况且在这里，他的实力还被这诡异的紫气给压制了大半。苏大明此刻的内心近乎绝望，让整个紫阳东州之人闻风丧胆的禁区实在是太过恐怖。有着无边无际的阴魂不说，还有这种强大的邪物赤鹰王。刚刚灭了那个赤鹰王，没想到又一次性出现十几个赤鹰王。别说池婉能不能灭掉这十几个邪物，即便灭了，后面还会出现什么，谁也说不准。苏大明虽然是一个小人物，甚至连人物都算不上，但他也不希望看到池婉会因为受到他的牵连而香消玉殒。池婉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缓缓转头看了苏大明一眼，明亮的眼眸清澈如水，看不出任何的波动。这是怎样的一种眼神？它融合了冷静与执着，如同漆黑夜空中的星辰，既遥远又亲切。这是怎样的一种眼神？如同山泉中的清水，流淌入苏大明的心头。我想今生都不可能忘记这个惊艳的回眸。当然，如果还有今生的话。苏大明的内心五味杂陈。池婉明亮如星的眸子紧紧注视着苏大明，一字一句的淡声说道：不要再说了，我不会丢下你的。他的声音很轻柔，如同春日里的微风，让人感到无比的舒适和安宁，但语气中却透露着一股坚定与不容置疑的执着。苏大明张了张嘴，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只好干巴巴地吐出两个字：当心。池婉点头，旋即直面前方那十几道恐怖的黑影。这十几道恐怖的庞然大物，赫然跟刚刚那个邪物一样，全都是强大的赤鹰王。吼吼吼！十几个赤鹰王齐齐冲着池婉怒吼，形成的强大气浪将周围浓郁的紫气都给冲击得一干二净。不过很快，浓郁的紫气便再次充斥其中。怒吼过后，十几个赤鹰王没有丝毫停留，齐齐向池婉冲了过来。他们泛着诡异红色的眼睛，齐齐盯在池婉的身上。在他们的眼中，池婉才是他们的敌人，至于苏大明，完全连蝼蚁也不如。此刻他们暴乱异常，显然是愤怒池婉刚刚杀了他们的同类。轰轰轰！谷底大地都在颤动，两边崖壁更有数不清的巨石滚落，山石四溅，尘土飞扬。池婉看到这十几个赤鹰王冲来，美眸中闪过一丝决绝，手中光华一转，泛着荧光的长剑便被池婉给收了起来。与此同时，池婉周身被一股刺眼的光芒所笼罩，后方的苏大明几乎睁不开眼睛，他只能隐约看到那道刺眼光芒中有着一道模糊不清的浅青色身影。紧接着，池婉的身子竟然直接升到了半空中，刺眼的光芒消减了许多，使得苏大明能够清晰地看到池婉。池婉此刻周身光华流转，双眼紧闭，宛如九天玄女下凡一般。只见她红唇微动，双手交织，正在快速的结印。她结印的同时，周遭顿时汇聚了一股恐怖的能量，并且这股恐怖的能量还在成倍的暴涨。十几个有着庞大身躯的赤鹰王似乎都察觉到了池婉周身的恐怖，他们更加快速地向池婉冲来。池婉的两只玉手正在快速地变动着各种手印，复杂、深奥，两只手结印还各自不一，让人完全看不懂。但苏大明见了，却是面色骇然地喃喃道：这不就是道家手印吗？不对，比道家手印还要深奥许多。苏大明一眼就看出，这跟他在地球上时所见到的道家手印很是相似。他只恨穿越之前没有详细的学习过道家手印、结印、秘术。苏大明猜测池婉此刻可能是动用了一种极为强大的秘术。秘术是修士惯用的一种强大的攻击术法，修士以自身灵力引动秘术，能够发出极为恐怖的一击。当然，各种秘术也是有着强弱之分，就说人人都会的火球术便是一种最为普遍也是最低等的秘术。秘术也是修仙界中极为少见的至宝，一些比较强大的秘术甚至能引起两大宗派之间的血拼。苏大明在下方看着池婉所用出的秘术，虽说没有针对自己，但也让他有一种心悸的恐怖感觉。他几乎可以断定池婉所用的秘术绝非普通的秘术。突然，苏大明猛然看到那十几个赤鹰王已经冲到了池婉的身前。这十几个庞然大物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将池婉儿给围在了中间。苏大明已经完全看不到池婉儿的身影，只能看到其中耀眼的光华透过10几个赤鹰王身边间隙折射入周围浓郁的紫气中。小心！苏大明面容担忧地冲着半空中的池婉儿喊道。由于赤鹰王庞大身躯的遮挡，他完全看不到池婉儿，不清楚里面的情形。苏大明只能看到10几个赤鹰王此刻正握着小山一样的巨大拳头向中间的池婉儿轰了过去。这一刻，苏大明觉得自己的内心猛然一揪，他只恨自己没有能力帮助池婉儿。然而就在这时，池婉儿已经停止了结印，美眸也在这一刻睁开。与此同时，他清冷的声音一字一句地传入苏大明的耳中：念起，念落，一念破天。池婉儿响亮的轻喝盘旋于忘忧谷内，引起阵阵回响。雨落的一瞬间，以池婉儿为中心，瞬间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恐怖能量冲击波。轰！巨大的声响传出，几乎让苏大明短暂的失聪。能量中心更是爆发出一道极为明亮的巨大光芒，且以一种难以形容的速度向外扩张。苏大明目视之下，只觉得一阵刺眼的光芒爆发，让他顿时紧闭双眼。砰！又是一道剧烈的响声传来，苏大明整个人都被余波弹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后方的崖壁之上，而后狂喷鲜血地掉落在地。本就身受重伤的苏大明没有去管自己身上的伤势，连忙抬头向池婉儿的方向看去。此时此刻，苏大明最关心的还是池婉儿，可只是一眼就让苏大明的内心猛然一揪。除了漫天的浓郁紫气外，他竟然看不到任何身影。目光所及，山谷内浓郁的紫气已经恢复如初，这里浓郁的紫气就像是波涛汹涌的海水一样，不管你怎样搅动，它总能迅速恢复如初。只是除了茫茫紫气，苏大明再也看不到任何身影，甚至就连那10几个赤鹰王庞大的身躯也是彻底消失不见。苏大明的内心猛然间空荡荡的，好似突然缺失了什么似的。他此刻全身剧烈疼痛，口中满是鲜血的趴在地上，呼吸加重间，一种前所未有的痛以及深深的内疚弥漫于苏大明心头。他想大喊，却悲哀地发现自己直到现在竟然连青衣女子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苏大明不愿意相信这种结果，尽管10几个赤鹰王已经被解决，但他的内心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对青衣女子的愧疚感让苏大明很是自责，如果不是自己的话，以对方的恐怖修为，怎么可能会落得这等下场？倘若时光可以倒流，苏大明宁愿选择自己去死，也不想带着深深的愧疚在这里孤独的苟延残喘。周围空荡荡的，全是浓郁的紫气，或许是刚刚池婉儿那恐怖的一击，余波还没有完全消散，导致现在没有什么阴魂靠近。就凭现在伤势严重的苏大明，随便一个阴魂过来都能把他给生生撕碎。然而万念俱灰的苏大明此刻宁愿被阴魂给生生撕碎，也不想活在这种煎熬之下。即便没有阴魂，全身重伤的他在这里也活不了几天。此时此刻，苏大明双拳紧握，眼眸暗淡无光。经过这些天的经历，内心的恐惧早已消散了大半，只是此刻内心的难受程度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嗨嗨！就在这时，一道轻微的咳嗽声突然从前方的紫气中传来。苏大明听到这声音，暗淡的眸子猛然间恢复了神采。尽管声音很是微弱，但他却能清楚地辨认出这就是池婉儿的声音。苏大明面容惊喜，这失而复得的感觉让他欲罢不能。只见他全然不顾身上的剧烈疼痛，连忙向前方的紫气中爬了过去。身上有鲜血溢出，苏大明也没有太过在意，就这样在地上拉出了一道长长的血印。没过多久，苏大明终于看到前方的紫气中池婉儿正躺在那里，只是他的面色惨白，嘴角鲜血已经流入雪白的脖颈。苏大明很快便爬到了池婉儿的身边，他面无血色，虚弱地看着苏大明。苏大明强忍全身剧痛，坐了起来，并将池婉儿娇柔的上半身给扶起，搂在怀中。你怎么样？苏大明关切地询问着。池婉儿被苏大明这样搂在怀中，没有挣扎，而是微微摇了摇头道：我没事，让我休息一会儿便好。他微弱的眸子一直平静地注视着苏大明。就在这时，苏大明用自己的衣袖帮池婉儿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池婉儿的目光在这一刻突然闪过一丝柔情，不过很快便消失不见，微微转头看向别处，清冷的面容看不清任何神情。苏大明帮池婉儿擦干血迹后，很是自责地说道：都怪我，害你落到这种地步。池婉儿没有转头，美眸仍然平静地望向远处，淡声道：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关系。他这平淡的语气，苏大明仿佛觉得内心隐隐一痛。一时间，场中氛围寂静了下来，两人都没有多说什么。苏大明此刻虽然将池婉儿搂在怀中，却感觉对方距离自己是那么的遥远。不知过了多久，池婉儿总算是恢复了一些体力，他直接从苏大明的怀中坐起，
整个人看上去仍然很是虚弱。你怎么样了？苏大明眼中满是担忧。池婉微微摇头道：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一下身上的伤势。此言一出，苏大明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忘忧谷的北边深处突然传来一道空灵的女声。好一个罕见的阴阳双生天灵根，即便受到重创，又被压制了大半的实力，竟然还能灭掉10几个赤阴王。孩子，你很不错。咦，你的阳属性天灵根竟然给了身边的这个蝼蚁。忘忧谷很长，位于紫阳宗的西边，贯穿南北。这道空灵的女声便是从忘忧谷北边的深处传来。女声空灵，如同天籁之音，穿透寂静的夜空，让人心旷神怡。她的声音轻盈而纯净，仿佛来自忘忧谷深处，也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又仿佛在他们两个耳边响起。只是话音落下，苏大明跟池婉两人皆是面色一惊。这忘忧谷中存在这样一个神秘的女人，并且能一眼看出他们两个的秘密，让他们怎能不惊？苏大明此刻内心一动，难道这位就是传说中忘忧谷中的那位大恐怖存在？池婉面色骇然，他连忙冲着忘忧谷深处恭敬地说道：晚辈无意打搅前辈清修，还请前辈息怒。虽说有传言忘忧谷内的大恐怖很有可能是紫阳宗的祖师，但后来紫阳宗的人也是有去无回，这个传言也就不攻自破。池婉此刻没有奢望深处那位就是紫阳宗祖师，他只希望对方不要为难他们两人。能一直存在于忘忧谷这禁区的人物究竟有多么恐怖，池婉真的难以想象。话音落下，池婉跟苏大明便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应。此时此刻，他们两个人仿佛屏住了呼吸。然而等了许久许久，对方都没有再说任何话语。又等了一炷香的时间，确定对方不再搭理自己之后，池婉没敢再多言。只见他手中光华一闪，泛着银光的宝剑再次出现，悬空在两人的头顶上方，形成了一个圆形的防护罩。我要恢复一下伤势，你不要出去，就守在我身边，那些阴魂伤不了你。说完这些，池婉便取出一枚丹药服下，旋即盘腿坐在苏大明的身边，双眼紧闭。苏大明微微一愣：你有什么疗伤的丹药，倒是也给我一个呀，我现在也是身受重伤啊。只是看到池婉已经闭目，苏大明便不忍将其叫醒。相对自己来说，池婉身上的伤势更加严重，眼下只有靠着池婉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苏大明抬头看了一眼，池婉的宝剑正悬在两人的头顶，那宝剑泛着青光，形成了一个圆形的防护光幕，将他们两个给笼罩其中。苏大明想到刚刚池婉的话语，口中喃喃道：这不就是孙悟空给唐僧画的那个圈吗？只要不出圈，妖魔鬼怪什么的都不能靠近。他没有想到曾经看到的神话故事现在竟然成为了现实。苏大明此刻只觉得自己很饿，全身剧痛无力。他现在已经没有灵力支撑，就像是普通人一样，这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全身都觉得软弱无力。但现在池婉正在安心疗伤，苏大明只好在这剑光下等待。他的眼神也时不时看向忘忧谷深处，很是好奇到底是什么人物，竟然在这可怕的禁区里。经过刚刚的大战，周围的紫气已经恢复如初。苏大明虚弱地坐着，可就在这时，他的眼神一缩，身子不自觉地向池婉靠了靠。浓郁的紫气中突然窜出数不清的狰狞阴魂，数量之多让苏大明头皮发麻。尽管听了池婉儿所说那些阴魂进不来，但苏大明此刻仍然有些心惊胆战。阴风阵阵，数不清的狰狞阴魂张着血盆大口向苏大明这边冲了过来。苏大明面色大惊，又往池婉的身边凑了凑。砰！已经有阴魂冲撞了上来，苏大明的内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然而那些阴魂在撞到光幕上时，瞬间化作阵阵黑烟，消散在谷内。苏大明见状，连忙松了一口气。只要这些阴魂不能冲破光幕，那苏大明就彻底放心了。不少阴魂撞在光幕上，化作黑烟消散后，方数不清的阴魂也没有退却，仍然前仆后继地冲过来。他们仿佛没有意识一样，不顾生死地向光幕上冲锋。一道接着一道的阴魂冲撞在剑光下的光幕上，光幕极为稳固，没有因为阴魂的数量众多而有丝毫的动摇。就这样，苏大明坐在光幕下等待着池婉。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池婉一直都没有丝毫动静，光幕之外的阴魂一直都没有断过。好在只有阴魂前来，并没有那种赤阴王之类的邪物。这里虽然紫气浓郁，但夜幕来临时，苏大明仍然能够察觉得到。只是这时的苏大明已经虚弱地躺在了地上。一连2天的时间很快过去，苏大明面无血色地在地上躺着。倘若不是心中期待池婉醒来，苏大明想必早就昏睡了过去。但是这一刻，苏大明实在是支撑不住，昏睡了过去。当第3天来临时，池婉终于苏醒了过来。刚刚苏醒，便看到倒在地上的苏大明。池婉面色一惊，此时的苏大明已经是面无血色，气若游丝。他没有多想，
连忙将苏大明的身子给搀扶了起来。只见他将手放在了苏大明的鼻息间，顿时面色更加难看。我若晚醒半个时辰，他恐怕就再也无救了。迟婉喃喃间，眼中闪过犹豫之色，但仅是片刻间，他神色中的犹豫便消失不见。只见迟婉直接俯身，柔润饱满的红唇便印在了苏大明干涸的嘴唇上。就在两张嘴唇相触碰的那一刻，顿时光华大作，一股精纯的真元被迟婉渡入苏大明的口中。苏大明有了迟婉这一口真元，眼眸缓缓睁开。当眼中的清明恢复后，迟婉毫无瑕疵的绝美容颜便印刻在苏大明的眼中，唇边柔软湿润的触感让苏大明想入非非。只是他现在很是虚弱，全身都像是被抽干了力气。好在有迟婉的真元渡入，随着温暖的力量涌入体内，让苏大明觉得全身暖洋洋的。片刻间，苏大明的意识便苏醒了过来，只是全身软绵绵的，没有丝毫的力气。双方的眼眸对视的一瞬间，迟婉清澈的眼眸闪过一丝异样的神采，但很快就已消失不见。他的眼神清澈，看不出什么波动，相互交织的嘴唇也在这一刻分开。苏大明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一抹香甜顿时传来。迟婉的神色中有些愠怒，但他还是轻声询问道：“你怎么样？还能走吗？”苏大明露出苦涩的笑容，轻轻摇了摇头：“我全身虚弱无力，怕是真的不能走了。”迟婉微微颔首道：“那我背你走。”苏大明的眼神闪过异样的神采，不等苏大明多说什么，迟婉娇小的身子便直接将苏大明给背了起来。苏大明瘫软的趴伏在迟婉柔软的背上，他的身子很瘦弱，柔软犹如温润的美玉，满头青丝散发着阵阵清香，直入苏大明的鼻息中。两只手臂挽在迟婉高耸酥胸的上方，他此刻虚弱无力，没有什么邪恶的想法。迟婉的身子虽然瘦弱，但他背起苏大明却是毫不费力。只见他直接站了起来，将泛着青光的宝剑收入手中，冲着众多阴魂随手一挥，那些阴魂便直接化作一团团黑烟。迟婉单手背着苏大明，另一只手持剑，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每当有阴魂冲来，便被迟婉随手一剑给灭掉。苏大明被迟婉这样背着，一路上给他看得心惊胆战的。越来越多的狰狞阴魂冲过来，皆是被迟婉一剑给灭掉。那些狰狞的阴魂在迟婉的剑下，尽皆化作一团黑烟，消散于这满是紫气的忘忧谷内。然而这满是紫气的忘忧谷，不知道有着多少这样的狰狞阴魂，好似杀不完一样。一大批上来送死后，接着又会有一大批冲上来。此时此刻，迟婉的面色也不好看。我的伤势并没有完全痊愈，待会儿我带着你爬上去，你不要乱动。苏大明听到迟婉平静的声音，连忙应允了下来。他不得不佩服这个青衣女子，尽管面对这等绝境，心境仍然一如既往的平静，古井无波。想来也是因为有自身强大的实力作为底气吧。可是自己呢？如今丹田被废，终生无法修炼。想到这里，苏大明便是面如死灰。我还能继续修炼吗？苏大明虚弱地趴伏在迟婉的背上，忐忑不安地询问道。尽管苏大明近乎绝望，也知道丹田一旦被废，便已无力回天，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有着一丝期许，希望修为高深的迟婉能有什么办法。迟婉听到苏大明的询问，前行的脚步顿了顿，但仅是片刻，他便继续前行。不能。迟婉平淡的两个字浇灭了苏大明内心中最后一丝幻想。苏大明苦笑，那我一个废人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里，还有什么区别吗？迟婉的语气很是平静，声音却有些轻柔地说道：我会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在那里可以平安无忧地度过一生。那你呢？我当然也在。迟婉的话音落下，苏大明算是听明白了，他是要将自己给带在身边，陪着自己共度一生。倘若是这样的话，看起来似乎也很不错呢。苏大明美美地想着，不能修炼就不能修炼吧，有这样一个美若天仙的妻子，两人在一起共度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抓紧我，不要松手。迟婉此刻背着苏大明已经来到了崖壁前，他准备背着苏大明攀爬着陡峭的崖壁，从忘忧谷中离开。苏大明听到迟婉的话，抓着迟婉的手不由得紧了紧。天地良心，他只是下意识地抓住那两团高耸的柔软，绝对是无心之举。当柔软以及充满弹性的触感传来，苏大明整个人都懵了。迟婉的娇躯却是微微一颤，好似触电般的酥痒感袭遍全身。只见他咬着牙，一字一句的沉声说道：我让你抓紧我，没有让你把手往下放。听闻此言，苏大明知道迟婉已经到了发飙的边缘，倘若不是此刻情况特殊，他恐怕又要遭到迟婉的一顿毒打。苏大明连忙松开，双手紧紧环在迟婉高耸酥胸的上方，他的双腿紧紧夹着迟婉纤细的柳腰。迟婉看到苏大明已经抓紧，
顿时冲着面前陡峭的崖壁一跃而起。他轻松的一跃便跳了10多丈之高，手中的长剑直接被他随手插入崖壁之中，紧接着整个人便直接跃起，站在了那柄宝剑之上。光芒一闪，又是一柄剑出现在池瓦的手中。他用脚下的宝剑借力，再次纵身跃起，随后又像刚刚那样将手中宝剑给插入崖壁之中。当池瓦的身子站稳后，意念一动，下方的那柄宝剑便飞回到池瓦的手中。诡异的忘忧谷虽然限制了池瓦的凌空飞行，但他修为高深，完全可以凭借着这种办法从忘忧谷内爬上去，并且还显得很是轻松。池瓦用这种办法很快就爬上了崖壁的1/3，眼看很快就能离开忘忧谷，但他也没有丝毫的掉以轻心。数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能活着从这里走出。池瓦也不相信自己能这么顺利的带着苏大明离开这里。浓郁紫气中源源不断的狰狞阴魂冲来，池瓦每一次停顿都要先将周围的阴魂给灭了，而后再次跃起。此时此刻，不知道有多少狰狞的阴魂丧生于池瓦的剑下。忘忧谷内除了这源源不断的阴魂以及先前那种邪物之外，池瓦相信肯定还有更加厉害的威胁存在，否则也不能称得上是禁区了。难道让所有人有来无回的恐怖存在就是刚刚从深处传来的那道声音的主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没有对我们两个出手？池瓦尔轻柔的低声喃喃，既像是在跟苏大明说话，也像是在自言自语。趴伏在池瓦尔背上的苏大明将头转向深处，不要脸皮的说道：兴许他被我们两个的情谊给感动了，想要放我们一马也说不定啊。池瓦尔深深呼吸了一口气，没有回应苏大明的话语。此时此刻，他也懒得跟苏大明计较什么，随手将面前的阴魂剿灭。池瓦尔没有多做停留，再次用着这种办法向上方跳去。没过多久，他就带着苏大明跳到了2/3的高度之上。池瓦尔背着苏大明站在插入崖壁之中的宝剑之上，眼神警惕地看着四周。然而周围2-3米外，除了茫茫无际的紫气以及数不清的阴魂之外，再无他物。池瓦尔的眉头不禁微微皱起，真的会这么顺利吗？他背着苏大明从谷底一直跳到了这里，只有那些数不清的阴魂阻拦，就连先前那种实力强大的邪物也没有再出现一个，这让池瓦尔觉得很不对劲。他此刻甚至觉得苏大明刚刚的话语竟然有了一丝的可信度，难道真的是因为藏身于这里的大恐怖被他们两个的情谊所感动了不成？池瓦尔不顾自己性命下来救苏大明，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倘若苏大明有什么不测，他也会遭到很严重的反噬。但这件事情在别人看来，就好似池瓦尔不顾性命的来救苏大明，是因为两人情比金坚似的。然而就在这时，池瓦尔突然面色一变，不对，他能一眼看出我是阴阳双生天灵根，怎么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猫腻？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怎么会像苏大明所说的那样？况且这种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恐怖存在，恐怕早就6根清净，岂会因为小小的男女情谊所感动？几乎是在池瓦尔脑中想法刚刚升起之时，他突然面色大变地看向忘忧谷南边的深处。苏大明看到池瓦尔猛然转头，侧脸很是煞白，连忙惊呼道：怎么了？让苏大明没有想到的是，池瓦尔此刻竟然满是绝望的神色。我感觉到一股莫大的危险正在急速向我们靠近。苏大明闻言顿时一愣道：那还不快走？池瓦尔却是摇了摇头道：走不掉的，这恐怖的气息我生平从未见过，没想到最后竟然会跟你死在一起。池瓦尔此刻竟然笑了，笑容是那么的清新脱俗，即便是漫天星辰都要在他的笑容下黯然失色，脸上的惊慌也已经消失不见。苏大明看到池瓦尔作为女子，面对死亡都是这般洒脱，他此刻的面色也是显得无比轻松。既然最终无法逃离，那便坦然赴死。苏大明此刻也是学着池瓦尔向忘忧谷南边深处看去。可就在这时，先前那道空灵的女声再次从忘忧谷北边深处传来，落入池瓦尔跟苏大明二人耳中。女娃娃，我给你一个选择，你若现在将背上那小子给丢下去，我可保你不死，并且离开这里后，你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反噬。忘忧谷深处的神秘女子给池瓦尔开出的条件可谓是诱惑至极。首先就是能让池瓦尔安全地离开忘忧谷，这是数千年来自这里的禁区形成之后还没人能够做到的。其次便是池瓦尔体内的隐患。池瓦尔此次冒险进入忘忧谷，就是因为担心会遭到严重的反噬。苏大明若是死在这里，他也会遭到严重的反噬，甚至会身死也说不定。可神秘女子却跟他承诺不会让池瓦尔遭到反噬。虽说他不明白神秘女子有什么通天手段，但这种人物总不至于会跟他们开玩笑吧。苏大明听到神秘女子的话，内心一凛，完了，那神秘女子的话想来直接说中了这青衣女子的软肋。他虽然不知道池瓦尔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救自己，但他打死也不相信是因为感情。
他除了曾在青衣女子身上驰骋，两人间没有任何的感情。如果说有的话，那只能是这几天的生死与共，且都是青衣女子在处理。那便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神秘女子口中所说青衣女子体内的隐患。他很快便想到，恐怕自己获得了青衣女子的阳属性天灵根，自己若是身死，想必对青衣女子会有什么影响。念及至此，苏大明面容绝望，他想不出青衣女子会有什么理由不答应神秘女子。死就死吧，反正也是个废人，就当是到此一游吧，希望醒来后还能继续送外卖。想到这里，苏大明趴伏在池婉的背上，虚弱的苦涩道：你走吧，把我扔下去，我相信以前辈的修为绝对不会食言的。苏大明的后半句说得很是大声，像是在故意让神秘女子听到似的。神秘女子的低笑声传来，还是个爱耍小聪明的小子，不过你们放心，我说的话断然不会食言。苏大明闻言再次出声说道：听到了吗？他话音未落，池婉的呵斥声突然传来：闭嘴！此言一出，苏大明顿时微微一愣，不知道池婉是什么意思。池婉接着转头看向忘忧谷深处，神色中满是坚定之色道：多谢前辈美意，只是晚辈曾答应过要带他离开这里，便不会食言。神秘女子再次轻笑，她的笑声如山涧清泉，悦耳动听。就算是死，你也要带他离开，送死无悔。池婉坚定的话音落下，一时间安静了下来。苏大明呆若木鸡，他完全不敢相信池婉竟然这般执着。片刻后，神秘女子的声音再次传来，内心坚定执着，果然是个修道的好苗子，只是可惜了。唉。池婉闻言柳眉微蹙，不明白神秘女子为什么会为自己惋惜。神秘女子的声音没有再传来，苏大明内心翻涌不已，眼神复杂地看着池婉。只是池婉此刻已经顾不上跟苏大明说些什么。忘忧谷南边深处的恐怖危险气息已经逼近了他们两个。此时此刻，池婉跟苏大明皆是转头向南边看去，可只是一眼，苏大明跟池婉同时面色一变。只见一道极其明亮的紫色光束正从忘忧谷南面深处直冲他们而来。这道紫色光束明亮耀眼，甚至能让他们透过浓郁的紫气看到这道紫色光束。它看上去不急不缓，但苏大明跟池婉却有一种无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过被这紫色光束抹杀的感觉，一股恐怖的危险气息将他们两人所笼罩。面对这紫色光束，宛如面对天威一般。这是传说中的那道紫色光束。池婉明亮如星的眼眸死死盯着那紫色光束。苏大明闻言顿时骇然道：传说中的紫色光束，难道就是传说中生生抹杀一位盖世强者的紫色光束？池婉几乎屏住了呼吸，冲着苏大明点了点头。没想到我们两个竟然会有这种待遇。池婉苦笑，当年用来对付紫阳东周绝世大能的紫色光束，今日竟然对付他们两个。苏大明此刻下意识地紧了紧抱着池婉的双手。池婉似有所察觉，低头看了一眼苏大明的手臂，微微蹙眉后也没有多说什么。接下来他们只能在这里原地等死，还纠结这些有什么意思呢？就在苏大明跟池婉绝望之时，突然一股更加凛冽的气息从忘忧谷北面深处传来。一直盯着忘忧谷南边的两人连忙转头向后方看去。那是池婉跟苏大明皆是愕然。忘忧谷北方深处，也就是神秘女子声音传来的那里，也有一道速度更为迅猛的紫色光束直奔他们而来。南北两方的紫色光束看似相同，但给他们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南方深处射来的紫色光束带着一股极寒的气息，其上阴气阵阵，让他们两个不寒而栗。而北方深处的那道紫色光束却散发着灼热的气息，与之相对应。莫非那神秘女子也想对我们出手？这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们了吧？苏大明愕然地说道。就在这时，池婉突然眼神一亮道：不对！不用池婉提醒，苏大明也已经看到，北方深处射来的那道紫色光束竟然绕过他们两人，径直奔向南方深处射来的那道紫色光束。眼看着这两道紫色光束就要撞在一起，苏大明跟池婉两人皆是内心一揪。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预想中的剧烈碰撞并没有发生。只见两道紫色光束撞在一起后，竟然直接鬼一般的齐齐消散。苏大明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怎么会这样？心思玲珑的池婉反应过来后，连忙冲着北方深处恭敬地说道：多谢前辈相救。池婉话音刚落，忘忧谷南方深处顿时传来一道漠然至极且没有丝毫人类情感的怒吼：你找死！与此同时，忘忧谷南方深处浓郁的紫气疯狂搅动不止，且雷声阵阵，骇人至极。怒吼中夹杂着一道恐怖气息，直奔苏大明两人而来。池婉挡在苏大明的身前，直面这道气息，竟被其震得面色煞白，
口中猛吐鲜血。他们两个人更是被震得再次掉入忘忧谷底。由于池婉的保护，苏大明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本就负伤的池婉体内伤势更加严重了。苏大明两人面色骇然，仅是怒吼的气息余波就直接震伤一个结丹期修士，这究竟是多么恐怖的存在？他们两个没有想到，这里除了那个神秘女子，竟然还有另一个大恐怖。就在这时，怒吼的余波仍然没有消散，后方更为恐怖的气息直奔池婉冲来。卑微的人类，擅入者死！忘忧谷南方深处再次传来一道没有丝毫情感的怒吼。就在这时，忘忧谷北方深处传来一道紫色光束，直接便将他们两个给笼罩其中。苏大明跟池婉两人皆是感觉到光束中传来的温暖气息，他们甚至惊喜地发现身上的伤势正在缓缓愈合着。南方深处传来怒吼：卑贱的人类，你借居此地，还想再次坏了我这里的规矩！神秘女子冰冷的声音传来：他们俩给我保定了，你敢怎样？我早就定下规矩，卑贱的人类胆敢入内，必死无疑。半年前你放走那人，就已经坏了我的规矩，这次你竟然还想坏规矩，你做梦！神秘女子的声音更加强硬道：他们两个对我有用，任你手段通天，也休想在我手中杀了此二人。南方深处的漠然声音冷哼一声道：若不是你那个破珠子护着你，杀你如同捏死一只蝼蚁，今日这两人必死无疑。话音刚落，南方深处便传来数道恐怖的紫色光束，然而它们落在紫色光幕上，却不能对其有任何的损伤。将苏大明跟池婉笼罩的紫色光幕看似柔软，实则坚硬无比。南方深处的存在看到不能击破紫色光幕，顿时怒吼连连。然而那神秘女子却是沉默了下来。片刻后，她的声音再次传来：你若肯放了这二人，过些日子我便离开这里，日后这里便永远属于你。此话当真？自然当真。神秘女子话音落下之后，南方深处疯狂搅动的紫气顿时安静了下来。南方深处那恐怖的存在也不再攻击苏大明两人。苏大明跟池婉相视一眼，面容上皆是震惊。他们听出来，神秘女子似乎跟另一个恐怖的存在达成了什么协议，而这个协议竟然是为了保他们两个。苏大明两人根本就想不通，神秘女子为什么会这样护着他们两个，甚至甘愿放弃栖身这里的权利。只是听南方深处那位的话语，恐怕他还不是人类。神秘女子的声音再次传来道：你们过来。池婉跟苏大明闻言面面相觑，但很快池婉便恭敬地冲着深处高声道：多谢前辈。语落，池婉再次背起苏大明向忘忧谷北方深处走去。他身上的伤势虽然很重，但走起路来速度也不慢。苏大明趴伏在池婉的背上一路走去，紫气更加浓郁，紫色光芒也更加明亮，只是满地尸骨的忘忧谷底，透过明亮的紫色光芒显得更加诡异瘆人。苏大明被池婉背着，脑袋偏在池婉的耳边，谨慎地看向忘忧谷北方深处。浓郁的紫气让他看不清里面有什么。此时此刻，两人的面色皆是谨慎无比。苏大明在池婉的耳边低声说道：他这样保着我们，会不会图谋不轨？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救命之恩。苏大明认为对方这样护着他们两个，肯定是对他们有所图谋。只有存在被别人利用的价值，别人才会帮你，否则非亲非故的，那神秘女子为什么会帮他们呢？池婉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还是冲着苏大明冷喝道：闭嘴！你废话怎么这么多？苏大明的声音虽然很小，但池婉并不认为神秘女子听不到。池婉也觉得神秘女子对他们两个肯定有所图谋，但此刻他们两人在神秘女子面前只能沦为砧板上的肉，任人处置。好在他们还有被神秘女子利用的价值存在，否则早就不知死了多少次。很快，池婉便背着苏大明来到了忘忧谷南方最深处。然而这里面的一幕却让池婉跟苏大明两人惊诧地张大了嘴巴。忘忧谷南方最深处只有一个简陋的道观，这简陋的道观普通至极，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可道观里面却有一个龙眼大小的紫色珠子，正悬浮于半空中，散发着璀璨耀眼的光芒。巨大的珠子里面还躺着一个身穿紫色宫装的女子，女子满头银发，此刻正双眼紧闭，一脸安详地躺在珠子里面，侧颜完美无瑕，有一种出尘不染的气质，宛如九天玄女下凡一般。她虽然满头的银发，面容却极为年轻，皮肤白皙细腻，宛如婴儿般光滑。苏大明看得呆了，半晌后又转头看了一眼池婉。本以为惊为天人的池婉算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了，没想到在这里竟然又碰到了一个。苏大明仅凭银发女子绝美的侧颜，便可肯定此女的容貌跟池婉绝对不相上下。只是银发女子很是安详地躺在巨大宝珠内，看上去就像是在沉睡一样。池婉跟苏大明
此刻内心皆是有些疑惑，难道一直跟他们说话之人便是这宝珠里的女人不成？池婉瞪了苏大明一眼，苏大明随即会意，跟着池婉冲银发女子恭敬地说道：“前辈。”话音落下，一股恐怖到难以形容的气息瞬间将他们两个人笼罩其中。神秘女子的声音随之传来：“你们看到的正是我的本体，只是我的本体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势，还在沉睡之中。”此言一出，苏大明露出不解的神色来：“什么？你在沉睡中还能跟我们说话？”银发女子轻笑一声道：“我现在仅有一丝残存的意识。”苏大明闻言露出似懂非懂的神色来。就在这时，他突然察觉到恐怖气息再次将自己全身笼罩。不错，果然是天灵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此言一出，苏大明跟池婉皆是头皮一麻。银发女子果然对他们有所图谋。前辈，您这是什么意思？苏大明小心翼翼地看着银发女子询问道：“你过来。”银发女子话音落下，苏大明跟池婉对视了一眼，紧接着池婉便迈开步伐向银发女子走了过去。银发女子的声音再次传入两人的耳中：“没有说你。”池婉微微一怔，旋即将目光看向了身旁的苏大明。苏大明见状，有些忐忑地向银发女子走了过去。就在这时，悬在半空中的紫色光珠中突然射出一道微不可察的紫气，将池婉整个人笼罩其中。几乎是在一瞬间，池婉便眼白一翻，昏倒在地上。苏大明愕然道：“这……前辈，他……”话还没有说完，便听到银发女子淡声说道：“你不用担心，他只是昏厥了过去。”闻言，苏大明松了一口气，刚刚可是把他吓得不轻，他还以为银发女子直接将池婉给弄死了呢。不过这也间接证明银发女子的恐怖，只是随手就能制服池婉，足见其实力之强。苏大明没敢怠慢，连忙走到了巨大的紫色光珠下。这个简陋的道观中并没有被忘忧谷浓郁的紫气所笼罩，但面前巨大的紫色光珠却绽放着极其耀眼夺目的紫色光芒。让苏大明惊愕的是，他能透过这耀眼的紫色光芒清晰地看到里面的银发女子。银发女子静静地躺在里面，似是熟睡了一般。不知前辈有何吩咐？苏大明在光珠下恭敬地说道。银发女子淡声回道：“我并不是无缘无故救你们两个，而是有事情需要你帮忙。”他没有说太多废话，直入正题。苏大明极为认同地点头道：“前辈所说不错，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只是不知有什么能为前辈效劳的，我定当竭尽所能。”不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单是刚刚银发女子的救命之恩，苏大明就不能拒绝。只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一个废人能帮对方什么？这银发女子将池婉弄晕，显然是不想让池婉听到接下来跟自己的对话。苏大明的脑子还是比较活络的，他已经想到银发女子其实是想让自己帮他做什么事情。实力强大的池婉直接就被银发女子给排除在外。很好，银发女子对苏大明的态度很满意。我现在身受重伤，还在沉睡之中，不能独自离开这里。我要你在50岁之前进入结丹境，然后带我去一个秘境。你若愿意，我便放你二人离开这里，并且传授你无上功法。你可愿？苏大明听到银发女子的话，咽了一口口水，暗道：我敢不愿意吗？想必只要自己拒绝，他跟池婉绝对会死在这里。只是银发女子的话却让苏大明呆若木鸡，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回神。什么？50岁之前成为结丹期的修士？先不说他现在丹田被废，不能修炼，就算是能够修炼，想要在50岁之前进入结丹期，那也无异于痴人说梦啊。很多修士终其一生，甚至连炼气期都不能突破，能在100岁前筑基成功，就已经算是天纵奇才了，更别说50岁之前进入结丹期。银发女子的声音再次传出，只是相比于刚刚，竟然有了些冷意。怎么？你不愿意？苏大明察觉到银发女子语气中的冷意，连忙摆手道：不，前辈误会了，晚辈只是有些顾虑罢了。什么顾虑？50岁之前进入结丹期，这也太难了吧？况且晚辈的丹田也已经被人给毁了，此生再也不能修炼。苏大明的话音落下，银发女子便淡然地说道：谁告诉你丹田被毁就不能再修炼了？你现在有了天灵根，且我看你像是有大气运之人，只要勤加苦练，50岁之前进入结丹境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苏大明闻言微微一怔道：这不是常识吗？难道丹田被废还能继续修炼？他清澈的眼眸猛然一亮，原本绝望的内心再次升起一抹希望。银发女子不答反问道：你可知这片天地为何万年都无人能得到成仙吗？苏大明一愣，这乃是他能了解的知识点，但他还是恭敬地说道：晚辈不知。
紧接着，银发女子缓缓说道：“上古修士皆修炼上乘道法，那时人人皆有机会得到成仙。只是现在的修士皆修炼下乘道法，自然不能得到成仙。”苏大明听得云里雾里，只能在一旁附和着，但他还是很疑惑不解，什么是大乘道法，什么又是小乘道法？这个苏大明不知道，他只知道丹田被废终生不能修炼是修仙界的常识。就在这时，银发女子的声音再次传入苏大明耳中：上古修士皆以泥丸功修炼大乘道法，而非现在的修士所修炼的丹田。泥丸功，那是什么？苏大明诧异不解。听到苏大明的询问声，银发女子这才娓娓道来：人体共有3个丹田，在两眉间者为上丹田，在心下者为中丹田，在其下者为下丹田。现在的修士皆以下丹田来修炼，然而用下丹田却只能修炼下乘道法。上丹田为督脉印堂之处，又称泥丸宫。上古修士皆以泥丸宫修炼大乘道法，人人体内可自成一界。不过，若用泥丸宫修炼大乘道法，则比普通修士所需更多的灵力，有些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乃至更多，都是有可能的事情。银发女子的话音落下，苏大明整个人都被彻底震撼了。他对自己说的话，苏大明没有在苏小明的记忆中搜索到，想来银发女子的话语肯定是极为隐秘的事情，只是他口中所谓的上古修士，不知距今有多长时间。好半晌后，苏大明方才消化完银发女子的话，他的面色有些欣喜，听银发女子的话，自己竟然还可以修炼，失而复得的心境让苏大明很是激动。但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银发女子口中所说的上乘道法是什么东西？对方说的都是上古的事情，说不准他口中的上乘道法早就失传了呢。前辈，现在还能找到上乘道法吗？苏大明有些忐忑地问道。怕是不能。银发女子也有些不确定，但这话也能证明上乘道法的稀有。只是他的话让苏大明刚刚燃起希望的内心瞬间凉了半截。就在这时，苏大明突然眼神一亮道：前辈跟晚辈说这些，难道说前辈有上乘道法？说到这里，苏大明的呼吸明显有些急促，丹田被废，原本绝望的苏大明此刻燃起熊熊希望的火焰。你果然很聪明，我没有看错人，不错，我这里确实有上乘道法的残卷，可让你修炼至筑基期，至于后面的功法只能靠你自己去寻找。此言一出，苏大明有些诧异地询问道：只有残卷？莫非前辈修炼的不是上乘道法吗？银发女子回道：我修炼的自然是上乘道法，但我的功法你不能修炼。苏大明闻言有些恍然地点了点头。对方说自己不能修炼，那就肯定不能修炼，至于什么原因，对方没有说，自己也不敢多问。苏大明想通这一点，再次出声询问道：前辈刚刚说以泥丸功修炼所需要的灵气是寻常修士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为何如此？银发女子很有耐心为苏大明解答道：你若以泥丸功修炼，只要不遇到同样以泥丸功修炼的修士，可同进无敌。当然，现在的这片天地恐怕很难遇到以泥丸功修炼的修士。苏大明听了银发女子的话，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同进无敌，这是什么概念？他这才明白上古修士究竟有多么的恐怖。现在的修士以下丹田修炼，完全就不是上古修士的对手。你若答应我的条件，我现在便可将上乘道法传授给你，并且保证你们两个可以安全地离开这里。你也可以拒绝，只是能不能活着出去，就看你们两个的造化了。苏大明想说，我愿意啊，我简直太愿意了。有了这上乘道法，不但解决了他丹田被废的难题，甚至日后修炼有成，还会拥有恐怖的战力，同进无敌。苏大明想想就觉得很是激动。我愿意，只是晚辈还有一个疑问。银发女子听了苏大明的话，淡声说道：这女娃娃说的不错，你这个人还真是废话挺多的。此言一出，苏大明嘿嘿一笑道：前辈，晚辈只是想知道您为什么会选择我这么一个小辈。苏大明可不认为自己就是传说中万中无一的修炼奇才。在他穿越过来之前，苏小明的修炼资质很废柴，3年都没能进入炼气期。穿越之后，也只是意外获得了天灵根而已。银发女子沉吟片刻后，这才对苏大明缓缓说道：我的本体已经在这里沉睡了数千年，但我却不能独自离开这里。一旦独自离开这里，便会被我的仇家发觉。我需要前往一个秘境，那里有能让我本体苏醒过来的东西，只是那个秘境唯有50岁之前的结丹期修士才能进入。我需要你在50岁之前进入结丹境，然后带我进入那里，并且帮我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的泥丸功一旦开辟开出，自成一界，我躲在其中，不会被任何人发现。苏大明闻言只感觉头皮发麻。银发女子光是沉睡就已经沉睡了数千年，
谁知道他是活了多少年的老妖怪？这般恐怖的人物，竟然还有仇家，那他口中的仇家岂不是更加恐怖？最起码也是跟银发女子同一个层次的恐怖人物。苏大明感觉自己刚解决了丹田被废的问题，又将卷入一个深深的漩涡之中，一个不慎将会有万劫不复的结果。只是现在的他完全没有拒绝银发女子的理由，况且对方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过苛刻。50岁之前进入结丹境就已经堪比登天之难，他口中所说的秘境，想来也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竟然只有结丹期的修士才能进去。银发女子这时又开口说道：50岁进入结丹境，就算是拥有天灵根也很是困难，所以我前些年意识苏醒后便想寻找年龄很小的天灵根，可惜这些年来并没有找到。前来这里的天灵根大多都是修炼有成并且超过50岁的修士。半年前我看到一个紫阳宗的修士进来，便想让他替我出去寻找拥有天灵根的年轻弟子，只是此人至今未归，实在是让我失望。听到这话，苏大明顿时内心一动道：前辈所说那人可是紫阳宗的陆晨风？银发女子微微一怔，旋即问道：你知道他？苏大明这才恍然，难怪师父会在半年前失踪，原来是帮着银发女子出去寻找天灵根的年轻弟子去了。他内心暗道侥幸，还好师父没有找到，否则这天大的机缘怎么会落到自己的身上？前辈有所不知，陆晨风正是我师父，只是他已经失踪了半年之久，至今未归，宗门里都以为他死在了外面。苏大明连忙解释道：原来是这样。银发女子接着说道：你想要知道的我已经全都告诉了你，接下来我希望你不要再有什么废话。苏大明冲着银发女子讪讪一笑道：前辈所说晚辈自然可以答应，只是晚辈若不能在50岁之前进入结丹境，又该如何呢？对于苏大明这个疑问，银发女子只是冷冷回了一个字：死。苏大明闻言瞬间闭口不言。好家伙，感情自己若是稍有懈怠，恐怕就要面临被对方杀死的局面。既然这样，还请前辈赐晚辈功法吧。苏大明不再废话地说道：未经之计，唯有尽快地得到功法修炼才是上策，只有在50岁之前进入结丹境，方能完成跟银发女子之间的交易。可50岁之前进入结丹境，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即便是拥有天灵根，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对于苏大明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天大的难题，那就是功法的问题。银发女子给他的功法必然是珍贵至极，且只是残卷，只能修炼至筑基期，剩下的残卷若是找不到，也不能顺利进入结丹期。不能进入结丹期，他需要面临的便只有死路一条。苏大明头疼无比，传闻中别人穿越后都是要风的风，要雨得雨，怎么自己穿越后就接连卷入一个个漩涡之中，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呢？银发女子对于苏大明的爽快很是满意。只见巨大的紫色光珠内金光一闪，苏大明的脑海中便迅速被刻上了许多金光闪闪的古字体。这些字体气息古朴，其内包含着深深的道韵，让苏大明直接就能看懂。苏大明有些奇异地看着脑海中的功法，顿时惊奇地说道：小周天。小周天正是这卷功法的名字，这里紫气浓郁，堪称小周天功法的最佳修炼场所，可惜不能长久在这里，否则那个东西必会暴怒不已。小周天功法可将天地一切能量转化为修士所需要的灵力，这是现在的修士无法做到的。你快些运转功法，成功开辟出泥丸宫后，我们便离开这里。我伤势严重，不久就要陷入沉睡，那东西万一暴怒，到时我也护不住你们两个。银发女子口中的那东西，苏大明自然能想到，便是忘忧谷南方深处的恐怖存在。只是他刚刚说的话语却是让苏大明愣住。我们，他怎么听银发女子话语的意思是他要跟自己还有池婉一起离开这里？银发女子淡声说道：不错，待你成功开辟出泥丸宫，我便可在你的泥丸宫沉睡。此言一出，就让苏大明觉得有些头皮发麻。原本他还想着，只要离开这里后，就算日后不能完成银发女子给他的任务，他也可远走高飞。但银发女子要一直跟着自己，瞬间让苏大明侥幸的希望破碎。体内一直存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威胁，让苏大明极为不悦。不过现在的他完全没有能力跟对方谈条件。念及至此，苏大明不再多想，当即盘腿坐在地上，开始全神贯注地运转刚刚获得的小周天功法。从功法中，苏大明得知成功开辟出体内的泥丸宫，便是顺利进入炼气一层。随着体内功法的运转，忘忧谷内浓郁的紫气瞬间汹涌地向苏大明的体内涌入。轰！苏大明察觉到一股极其精纯的能量进入到体内，并且由于小周天功法的运转，直接就将那股源源不断精纯的能量给转化为自身所需要的灵力。苏大明骇然，这里浓郁的紫气能量精纯且强大，远非外面的天地灵气可比。
苏大明全身的伤势正在随着浓郁的紫气不断涌入，快速愈合着，并且这紫气源源不断的涌入，使得苏大明体内的灵力越来越多。苏大明惊喜地发现，倘若在这里借助浓郁的紫气修炼，那修为肯定会不断的突飞猛进。可惜的是，他只能在这里修炼到炼气一层，便要离开这里。否则的话，他还真想一直在这里修炼，最终修炼大成，牛逼哄哄的出山，打遍紫阳宗年轻弟子无敌手。体内灵力汇聚的速度很快，苏大明有了先前进入炼气一层的经验，此刻觉得用不了几天，自己就能再次进入炼气一层。想象与现实总是有着很大的差距。一连3天过去，苏大明骇然地发现，竟然还没有进入炼气一层的迹象。他甚至觉得体内的灵力比之前炼气一层大圆满还要雄浑许多，但仍然没有进入炼气一层的迹象。怎么会这样？难道真像银发女子所说，以泥丸功修炼所需要的灵力是寻常修士的数10倍？苏大明没有多想，而是继续坐在那里修炼。忘忧谷内浓郁的紫气源源不断地进入体内，转化为他所需要的灵力。这紫气是什么东西？苏大明不知道，他只知道这种紫气显然要比外面的天地灵气要精纯太多太多。在苏大明修炼的期间，石婉也有醒来。当他看到苏大明正在修炼，顿时满脸的诧异之色。丹田被废后还能修炼，这是池婉完全想不通的事情。可仅是一瞬间，刚刚苏醒的池婉便又被银发女子给弄晕了过去。修炼无岁月，转眼间半个月的时间过去。轰！苏大明只觉得印堂中的上丹田爆发出难以形容的巨大轰鸣声。这道轰鸣声在苏大明体内泥丸功爆发而出，外面是看不到任何动静。虽说这轰鸣声极为恐怖，但却没有对苏大明造成任何的不适。成了。银发女子平静的声音传了出来。苏大明也在这时睁开了眼睛，他觉得此刻全身充满了力量。虽然只是炼气一层，但他有一种感觉，若是此刻再面对那王胜，自己只是随手一挥就能将其灭杀。并且苏大明还能清晰地察觉到自己体内泥丸功顺利开辟而出。他意识进入泥丸功，瞬间震惊不已。只见泥丸宫内一片混沌，中间一道庞大的灵力气旋盘旋其中，就像是宇宙中的银河一般。而在灵力气旋的外围，则是无边无际的混沌。苏大明实在难以理解，自己的体内竟然会存在着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你不用好奇，以泥丸功修炼的修士，人人体内可自成一界。若你日后真能得到，那你体内的泥丸功也会演变为一方世界。似是察觉到了苏大明的疑惑，银发女子的声音这时传入苏大明的耳中。可听闻这话，顿时让苏大明震惊得无以复加。如此一来的话，自己岂不是成了造物主？当然，苏大明也没有天真的认为体内泥丸功真的会演变为一方世界。银发女子口中的得道是什么境界，他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达到的。就在苏大明浮想联翩之时，忘忧谷的上方突然乌云密布，且雷声阵阵，天色猛然间便暗淡了下来，内心涌起一阵危险至极的感觉。苏大明连忙抬头向上方看去，可只是一眼就让他头皮发麻。乌云压顶，天空仿佛破了一个大洞，无尽的黑暗笼罩着大地。狂风呼啸，雷电交织，轰鸣声不断，震撼着苏大明的耳膜。苏大明清晰地看到自己头顶上方的空中，紫红色的闪电交织不断，仿佛一不留神就会直接劈下来似的。他甚至察觉到高空中的恐怖雷电已经将自己笼罩其中，深深的恐惧感在苏大明内心油然而生。这种面对天威的感觉让他全身都在颤栗。这是怎么回事？苏大明满脸骇然的惊呼。银发女子的声音接踵而至，忘了告诉你，以泥丸功修炼，实则是在逆天修道，必会遭致天道所不容。日后你每次提升境界，都会降下神罚。苏大明闻言，瞬间满脸黑线，差点就要对银发女子爆了粗口。苏大明觉得这银发女子肯定是故意没有告诉他，以免他会心生惧意，从而退缩。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遭雷劈。轰隆隆，高空中的雷电正在源源不断的汇聚，眼看声势越发浩大，苏大明内心紧张极了。前辈，这雷劫若是劈下来，晚辈定然会化作飞灰啊！前辈能不能出手相救？银发女子闻言却是淡声说道：不能，自己的雷劫只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去抵抗，外人皆不能相助，否则雷劫会更加恐怖。苏大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此时此刻多说什么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唯有全力抵挡即将降下来的雷劫。苏大明站起身来，全身灵力汇聚周身，这一刻他没有丝毫的保留，能在这恐怖的雷劫下安然度过便是万幸。只是炼气一层就要渡雷劫，这若是传出去，恐怕会让整个修仙界沸腾不已。轰隆隆，高空中的紫红色雷电最终凝聚成手臂般粗细，
就在这时，直冲下方一脸凝重的苏大明降了下来。轰！苏大明全身灵力汇聚，迎接着上方恐怖的雷劫。轰！只是眨眼间，那恐怖的雷电便劈在了苏大明的身上。苏大明的身子砰的一声被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他更是喉咙一甜，鲜红的血液从口中喷出。苏大明全身皮开肉绽，艰难地站起身子。嗨，若不是青衣女子事先强化过我的肉身，想来自己绝对难以度过这道雷劫。雷电击落在苏大明的身上之后，高空中的雷劫便消失不断。只是炼气一层的雷劫并不会那么恐怖，断然不可能要了你的性命。快坐下，吸收雷劫中的残余力量，这可是极为精纯的天地能量。苏大明听到银发女子的话，连忙盘膝坐了下来，运转小周天功法，竭力吸取着留在体内的能量。轰！一瞬间，只见苏大明皮开肉绽的身体正在迅速的愈合。与此同时，随着体内残余雷劫能量的涌入，苏大明惊喜地发现，泥丸宫内那道灵力气旋的外围又有一道气旋滋生而出，不过只是生出一个萌芽而已。苏大明知道，只要外围的那道气旋彻底将第一道给包裹，他便会顺利地进入炼气2层。如果是在外面借助天地灵气修炼的话，恐怕需要难以想象的磅礴灵气，但他只是吸收了雷劫残余能量，就已经达到了1/10的程度。由此可见，雷劫中夹杂着能量是有多么磅礴。只是这种能量也就只有苏大明可以吸收，他的小周天功法可以将天地间任何能量转化为修士所需要的灵力，其余用下丹田修炼的修士却是没有这种能力。好了，你现在已经顺利进入炼气1层，出去之后定要好生修炼，我即将沉睡，也帮不了你什么。听到银发女子的话，苏大明恭敬地点头道：前辈放心，晚辈定当刻苦修炼，以报前辈大恩。虽说银发女子是在利用自己，但对方不仅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也给了自己天大的机缘。原本丹田被毁的他还能修炼，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没想到此刻能继续修炼不说，还得到了这么厉害的功法。天灵根、泥丸功、小周天功法，这种种奇遇，常人只是获得其中任何一个，恐怕都是莫大的机缘。苏大明三者皆得，如果还不能有所成就，那他真的会骂自己一句废柴。他此刻对日后内心中充满了向往。我这便进入你的泥丸宫沉睡，你带他赶紧离开这里。银发女子的话音刚落，苏大明便看到面前巨大的紫色光珠，光芒一闪，便进入到自己体内的泥丸宫。苏大明顿时内视，发现那巨大的紫色光珠正静静漂浮在泥丸宫那一片无边无际的混沌中。紫色光珠绽放着耀眼的紫色光芒，漂浮在混沌中，宛如一个紫色星球似的。而银发女子则是静静地躺在紫色光珠之中。苏大明有些眼热地看着紫色光珠，他几乎可以断定，这紫色光珠肯定是一个绝世宝物。先前忘忧谷南方深处的那个恐怖存在曾有言，若不是你那破珠子护着你，抬手便可将你灭杀。想来那恐怖存在所说的珠子，应该就是这紫色光珠了。只是这等逆天宝物，显然不是我能够染指的。苏大明这般想着的同时，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他直接用意识询问泥丸宫里的银发女子道：前辈，我能不能将自己的物品存放在泥丸宫里？闻言，银发女子的声音淡淡传来：你可以将自己的东西存放在泥丸宫内，用起来比现在的什么储物戒指要更加方便，并且没有掌握到空间的修士是不可能发现你泥丸宫的。这也就是说，若你不动用体内灵力的情况下，寻常修士是看不出你真实修为的。当然，你也可以将泥丸宫的灵力引入到下丹田中，至于引入多少，全看你想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实力。假如你是炼气2层，但你又不想让人知道你是炼气2层，你便可将泥丸宫的灵力引入到下丹田中，只表现出炼气1层的实力，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你只是炼气1层的实力。以此类推，你可用下丹田随意改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修为，当然不能超过你本身的修为。银发女子说了一大堆，苏大明全都在认真的听着，可是越听他的内心就越是激动，这简直就是扮猪吃虎的利器啊！苏大明有些腹黑的想着。就在这时，银发女子的声音再次传入苏大明耳中：我要沉睡了，你赶紧带她离开这里，不过你要切记，万万不可将我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就算是这青衣女子也不行，否则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希望下次苏醒时你还能活着。话音落下，银发女子的声音便彻底消失，显然已经进入沉睡中。只是她刚刚的告诫让苏大明面容谨慎了起来，不用银发女子提醒，他也不会将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怀璧之罪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甚至就连他从忘忧谷中安然无恙的出去，苏大明都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将会引起多大的轰动，绝对难以想象。苏大明没再多想，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可当看到躺在地上的池婉，苏大明顿时一惊道：你让我俩离开这里，
倒是把他给弄醒了。你把他弄晕了，让我怎么带他离开这里？苏大明在泥丸宫内询问着，然而过了好半晌都没有银发女子的回音。沉睡这么快，没有别人的帮助，苏大明只能自己想办法从这里离开。银发女子也已经沉睡，苏大明不敢继续在这里久留。他先前跟忘忧谷里的恐怖存在达成了短暂的协议，此刻苏大明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看着静静地躺在地上的池婉，苏大明将她柔软的娇躯给抱在了怀中。就这样，苏大明抱着池婉向崖壁走去。他虽然没有池婉那种法宝，但仍然可以徒手爬上去。只见苏大明单手抱着池婉，另一只手用来攀爬陡峭的崖壁，一点点向忘忧谷的上方爬去。忘忧谷上方，浓郁的紫气充斥忘忧谷中，那直通天际的紫色光芒似乎由于紫色光珠的离去稍稍暗淡了一些，但常人若是看去却并不能发现出什么端倪。青青的草地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涟漪。浅青色衣裙的池婉静静地躺在这里，宛如跟青青的草地融为一体。突然，池婉长长的睫毛动了动，明亮如星的美眸缓缓睁开，湛蓝的天空映入池婉的眼眸，让她露出疑惑的神情来。她在昏厥过去之前还是处在忘忧谷内。我已经从忘忧谷中出来了吗？池婉坐起身子，一眼就看到面前的苏大明正在背对着自己忙活着什么。阵阵烤肉香味传入鼻中，池婉注视着苏大明的背影，淡声说道：我们怎么出来的？苏大明听到池婉的声音，有些诧异地转头道：你醒了。池婉平静的目光看着苏大明，微微点了点头。苏大明的面前火焰熊熊燃烧着，他正在烤着手中的肉食，阵阵烤肉香气扑鼻而来。当然是我抱你爬上来的，嘿嘿，你抱着我一点一点爬上来的。那些阴魂，池婉有些难以相信，先前忘忧谷里众多阴魂，仅凭苏大明自己恐怕难以逃出来。苏大明嘿嘿一笑道：可能是那位前辈的原因，我爬上来的时候并没有阴魂前来阻拦。听闻此言，池婉有些恍然地说道：那位前辈去了哪里？苏大明的神色有些不自然，转过头专注的烤肉，没敢注视池婉的眼眸。我不知道。银发女子告诉过自己，让他不要跟任何人说起他的事情。苏大明自然不会多嘴，但他也不敢盯着池婉明亮的眼眸说谎。池婉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苏大明，没有多说什么。苏大明转了个身子，让自己面对池婉。只见他举着手中的烤肉，冲着池婉嘿嘿笑道：吃坤吗？待会儿就烤好了。不用苏大明说，池婉就已经闻到了扑鼻的烤肉香味，只是池婉有些疑惑地盯着苏大明手中的烤鸡，诧异地说道：坤？是啊。苏大明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那明明是鸡，何来的坤？池婉看着苏大明，眼神中满是不解。啊！苏大明一时间愣住，不知该怎么跟池婉说，便连连点头道：对对，是鸡，是鸡吗？苏大明早就饿得饥肠辘辘，还好有体内灵力支撑，这才没有被饿死。刚抱着池婉爬上来，苏大明便着急寻找吃的。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苏大明很轻易便在附近抓了一只鸡。抓到这只鸡后，苏大明随手一个火球术，便开始在这里烤鸡。烤着烤着，池婉也苏醒了过来。苏大明饥饿，池婉却没有任何的饥饿感，他早就进入了屁股期。缓缓摇了摇头，旋即有些诧异地看着苏大明询问道：你能修炼了？在谷底沉睡时，池婉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即便这样，他的神色中仍然很是震惊。丹田被废后不能修炼，是修仙界的常识，最起码他从未听说有人在丹田被废后还能继续修炼的。苏大明面对池婉的问题没有隐瞒道：是那位前辈让我重新拥有了修炼的能力。这种事情苏大明没有隐瞒，想来性子清冷的池婉也不会到处多嘴关于自己的事情。很快，苏大明手中的烤鸡就已经香味四溢，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开始风卷残云般的大快朵颐。奇怪，我只能察觉到他体内有灵力波动，竟然看不出修为。池婉看着狼吞虎咽的苏大明，很是诧异地想着。他知道苏大明可能在那神秘女子那里获得了天大的机缘，至于什么机缘，苏大明不愿说，他也不会多问。只是那神秘女子究竟是什么人？难道真的跟我紫阳宗祖师有些渊源不成？池婉心绪百转之际，苏大明已经吃完了整整一只烤鸡。只见苏大明揉了揉圆滚滚的肚子，还极其不注意形象地打了个饱嗝。看苏大明的样子，显然没有再拿池婉当外人。好了，咱们这就走吧。苏大明吃饱之后，顿感一阵困意传来。这半个多月以来，他时刻精神紧绷，从来都没有休息过。此时此刻，只想赶紧回到池婉那里，美美的睡上一觉，再研究修炼的事情。先前池婉说过会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想来应该不会食言吧。看着池婉动人心魄的绝美容颜，苏大明一想到要跟他共度余生，
内心便是憧憬不已。可他的话音刚落，池婉便诧异道：“走，去哪里？”苏大明愕然道：“先前在谷底时，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你那里吗？”池婉闻言，美眸静静地盯着苏大明，片刻后缓缓说道：“那是因为你丹田被废，现在你可以继续修炼，自然不用我再操心。你要反悔，那你又能怎样？”你……苏大明被池婉一句话就弄得有些哑口无言。凭借对方的恐怖修为，自己确实不能拿他怎么样。池婉站起身子，转身就要离去，只是他平静的眼眸中却闪过一丝莫名的笑意。喂，你要去哪里？我以后要到哪才能找到你？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苏大明看到池婉要走，忍不住在他身后喊道。池婉脚步一顿，沉吟片刻后便头也不回地丢下了3个字：池婉。话音落下，池婉便如仙子一般腾空而起，转瞬间便已消失不见。苏大明发怔了许久，周围空荡荡的一片，再也看不到池婉的身影。池婉，苏大明的内心只觉得一阵空落落的，先前还同生共死的他们，转眼间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池婉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自己又该去哪里呢？苏大明转头看了一眼远处群山交错的紫阳宗，内心苦涩不已。师娘柳月如不知道对自己有什么图谋，还有那该死的素衣老者，想来也是紫阳宗的长老。我安然无恙地从忘忧谷出来，甚至还能继续修炼，这若是被那素衣老者知道，必然会让他疯狂。只是一想到素衣老者废了自己的丹田，还将自己丢进忘忧谷，苏大明眼神中便满是仇恨。经过这么多天的生死艰险，苏大明的心境已经改变了太多。他深切地知道，这里不比自己原来的世界，在这里到处都充满着生死危机，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想到这里，苏大明便想转身离去，离开这个紫阳宗。但刚走了2步，苏大明又停了下来。一想到那素衣老者，苏大明就越想越气。此仇不报非君子，我苏大明虽然不是什么君子，但若是不能快意恩仇，苟活于世又有什么意思？想通了这一点，苏大明毅然决然地转过身来，面色坚定地向紫阳宗走去。他要继续留在紫阳宗，若是不能找那素衣老者报仇，苏大明寝食难安。现在的苏大明虽然安然无恙，但他若是没有那天大的机缘，恐怕早就被忘忧谷中的阴魂给生吞活剥了。素衣老者是很强大，但自己现如今有了这些种种机缘，他就不信有朝一日不能超越素衣老者。回去，只有懦夫才会选择逃走。念及至此，苏大明没再犹豫，坚定地向紫阳宗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赫然看到从紫阳宗内御剑飞出一人，并且直冲这边来。定睛一看，苏大明顿时内心一凛，来人正是那素衣老者，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苏大明看到素衣老者的同时，素衣老者也看到了这边的苏大明。只是当素衣老者看到苏大明时，整个人明显一愣：“是你？你竟然还没有死！”素衣老者的面容很是震惊，就像是死了多年的他家老祖宗突然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震惊。苏大明能活着从忘忧谷出来，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自从将苏大明扔下去之后，素衣老者也经常前来查看。在这之前，他也经常过来，只为了探寻忘忧谷的秘密。再者，他也想看看陆晨风究竟有没有将忘忧谷的秘密告诉苏大明。如果陆晨风已经告诉苏大明的话，那么苏大明很有可能也能从忘忧谷中出来。虽然他认为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但此刻看到苏大明安然无恙，素衣老者还是又惊又喜，震惊中夹杂着狂喜。苏大明面色难看，刚跟池婉分离，就遇到了这个可恶的家伙。但现在苏大明想跑，早已来不及。恐怖的神识威压将他给笼罩，素衣老者正御剑向这边飞来。咦，体内竟然还有灵力波动！素衣老者更加震惊了，比得知苏大明能从忘忧谷中出来还要震惊。他肯定在里面获得了天大的机缘。一瞬间，素衣老者眼神通红，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苏大明盯着半空中的素衣老者，全身精神紧绷，脑海中却在不停呼喊银发女子。可任凭他怎么喊，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苏大明的心沉到了谷底。可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娇喝：“刘老狗，看剑！”轰！急速的破空声传来，苏大明顿时看到一柄飞剑正向素衣老者冲去。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师娘柳月如。奇怪，师娘怎么来的这么及时？苏大明愕然地想着。素衣老者察觉到后方凌厉的剑气，不敢大意，连忙运转全身灵力，挡下柳月如这强势的一击。疯婆娘，你有完没完？素衣老者挡下柳月如凌厉一击后，阴沉着脸死死盯着柳月如。就连不远处的苏大明，他也完全顾不上了。柳月如此刻已经御剑来到了这边，刚想继续跟素衣老者动手，却忽然看到了下方的苏大明。大明！柳月如的面色瞬间充满了惊喜之色，只是转瞬间，
便来到了苏大明的身边。大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告诉我，是不是柳慕白那老狗把你扔下去的？柳月如上下打量着苏大明，确认苏大明身上没有什么伤势后，这才面色稍缓。柳慕白。苏大明诧异，柳月如连忙说道：“就是这个老狗。”说着，柳月如指向了不远处的素衣老者。苏大明闻言，也是看向那素衣老者。原来这素衣老者名叫柳慕白。苏大明内心暗道，他记住这个名字了。师娘，就是他将我从这里扔下去的。苏大明自然不会包庇柳慕白，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定会亲手手刃了这个老狗。望幽谷下的生死险境，让苏大明的心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大明深深的知道，这里人命贱如草芥，只有强者才配谈仁义，弱者只能任人鱼肉。柳月如听了苏大明的话，顿时面如冰霜的向柳慕白看去。果然是你！轰！柳月如全身气势爆发，宛如已经暴怒的母老虎一般，虎视眈眈盯着不远处的柳慕白。苏大明都被柳月如的气势给震得连连后退。就在柳月如要向柳慕白冲过去时，柳慕白突然皱眉道：“月如师妹，你已经纠缠我半个月了，还不肯罢休吗？你的弟子现如今安然无恙，倘若你再逼人太甚，休怪老夫不客气了。”柳慕白的话音落下，苏大明却是顿感诧异。他说柳月如纠缠了他半个多月，是什么意思？难道师娘柳月如早就发现是柳慕白将自己丢下去，所以这半个多月一直在找机会报复柳慕白？想到这里，苏大明不禁眉头紧皱。他不认为柳月如对自己，或者说对苏小明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可如果不是因为师徒情分的话，那又是因为什么呢？没等苏大明多想，身旁的柳月如便冷笑道：“不客气，那你就不客气一个，给我看看。”柳月如脚下灵光一闪，已经向柳慕白冲了过去。柳慕白面色一变，他没有完全的把握击败发怒的柳月如，连忙冲着他摆手道：“你若肯将苏大明交给我，我愿意送你一套秘术。”此言一出，苏大明更加震惊。秘术可以让修士爆发出恐怖的战力，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柳慕白为了得到自己身上的秘密，不惜拿秘术来交换。柳月如的面容也是微微有些震惊，但只是瞬间，他便冲着柳慕白冷哼道：“你做梦！”话音落下，柳月如便向柳慕白冲了过去。柳慕白见状，只能无奈迎战。两股灵力在空中激烈碰撞，掀起层层气浪，周围的空气都在震颤。苏大明看着半空中两人的拼斗，眼神中满是震撼。那让他心悸的灵气波动，强悍到难以想象。这就是筑基修士的实力吗？苏大明喃喃着，他可是知道紫阳宗的诸多长老都是筑基期以上的修为，筑基修士都强悍如此，那结丹期的修士又该有多么厉害？这一刻，苏大明又想到了池婉，只是不知道的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追赶上池婉的脚步。轰轰轰，半空中的打斗一直持续不断。柳月如就像是发飙的母狮子，招招用尽全力，大有要将柳慕白斩杀于此的气势。他们之间本就积怨颇深，现如今又得知柳慕白暗害自己的弟子，怎能让柳月如不怒？只是让苏大明皱眉的是，师娘柳月如原本一直对苏小明冷冷淡淡，现如今变成这样，他究竟在图谋什么呢？恐怕他所图谋的比秘术的诱惑力还要更大。苏大明暗自想着。不等苏大明多想，半空中的打斗越发的激烈。柳月如下手招招不留情面，如此一来，柳慕白只能竭力应战。轰鸣声不断传向四方，恐怖的灵力波动在他们两个周围扩散，涤荡出一层层灵气涟漪。突然，一股恐怖的灵力波动传来，苏大明瞬间面色涨红的连连后退。这恐怖的威压让他不敢靠得太近。只见半空中的柳月如正在双手结印，恐怖的威势正是从他的体内散出。秘术！柳慕白神色阴沉地看着柳月如，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柳月如，你要跟老夫拼命不成？回应柳慕白的只是柳月如的一声冷哼。眼见柳月如身上的威势越来越强，柳慕白也不敢怠慢。只见柳慕白也是双手结印，一柄长剑盘旋在他的周身，无数剑气环绕，强悍的气势同样骇人。要放大招了！苏大明骇然，再次连连后退了很远很远，生怕被两人的恐怖余波所危及。待他刚站稳身子，便看到柳月如跟柳慕白的攻势相撞在一起。巨大的轰鸣声传出，震得苏大明全身气血逆转，好半晌方才恢复过来。半空中恐怖的能量光波相撞在一起，爆发出极其耀眼的光芒。砰！相互打斗的两人各自被轰出数十丈之远。柳月如跟柳慕白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一口鲜红的血液喷出，显然都受到了不小的伤势。噗！柳慕白抬手抹去嘴边的血渍，阴沉地盯着远处的柳月如，怒吼道：“你这个疯婆娘，真是不可理喻！”柳慕白这个人性子向来坚韧，遇到事情
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去做。正因如此，这半个多月以来，他才一直躲避着柳月如。若不是今日苏大明的出现让他近乎疯狂，他才不会留在这里跟柳月如缠斗。他们之间的修为相差不多，一旦相拼起来，必然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柳月如同样擦去嘴角的鲜血，只是那鲜红的血液沾染红唇，使得本就妩媚的她此刻看上去更加妖艳。刘老狗，我月华峰也是你能染指的地方，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将我的弟子给掳走。柳月如对于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当日发现苏大明消失后，他便怀疑玄虎峰的柳慕白干的，只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证据罢了。今日有了苏大明的指控，柳月如瞬间爆发。这里炙热的打斗引起了紫阳宗高层的注意。没过多久，苏大明便看到紫阳宗内数道强悍的气息冲天而起，又有7、8个长老前来。其中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身材坚挺不拔，位于众人中央，浑身上下散发着上位者的气息。只见他在半空中眼神愠怒地看向柳月如跟柳慕白，沉声喝道：月如师妹，慕白师弟，你们两个闹够了没有？想让紫阳宗的弟子们都来看你们的笑话吗？苏大明没有见过这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在紫阳宗的身份定然不低。柳月如跟柳慕白看到来人，齐齐冲着那人躬声说道：拜见宗主。宗主。苏大明顿时恍然，来人竟然是紫阳宗的宗主。念及至此，苏大明再次向那鹤发童颜的老者看去，却震惊地发现其余的长老站在半空中都是御物飞行，而紫阳宗宗主却是凌空站立于半空中，脚下没有任何东西。结丹期大修士。苏大明瞬间反应了过来，他没有想到常人一辈子都难以见到的结丹期大修士，自己短时间内就见到了2位，一个是池婉儿，第二个便是紫阳宗的宗主。只是苏大明有所不知的是，他无意中还见到过另外一位结丹期大修士，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不知池婉儿跟紫阳宗宗主相比，究竟谁更厉害？苏大明心绪百转间，柳慕白率先冲着紫阳宗宗主说道：宗主，这半个月以来，月如师妹一直在找我的麻烦，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刚刚我与她再次相遇，她二话不说便拔剑相向，实在是令人厌烦。柳慕白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向紫阳宗宗主以及诸位长老述说自己的苦衷。听闻此言，向天笑的目光顿时看向柳月如。紫阳宗宗主名字叫做向天笑，月如师妹，此事是真是假？向天笑的声音平静中带着一丝威严。与此同时，向天笑身边的诸多长老也是将目光看向柳月如。柳月如冷哼一声道：柳慕白趁着夜色上我月华峰，偷偷将我弟子苏大明掳走，并将他给扔进忘忧谷，此事你们可知？什么？向天笑以及众多长老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柳慕白，面容皆是阴沉至极。堂堂长老对宗内弟子下黑手不说，还将人家扔进忘忧谷那禁区，实在是可恨至极。可听到柳月如所说的弟子，向天笑等人又是微微一愣。苏大明，这不是陆晨风师弟的那个废物弟子？诸多长老低声议论着。苏大明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头竟然连诸多长老都知道。你胡说！柳慕白指着柳月如大喝道：你那弟子苏大明不是好端端的在那里站着，倘若我真的将他丢下了忘忧谷，他还能活着从忘忧谷走出来？说着的同时，柳慕白又将手指向了下方的苏大明。柳慕白看到苏大明从忘忧谷出来，他就可以肯定苏大明肯定知道忘忧谷的秘密，并且柳月如为了苏大明跟自己拼命，想来也是因为忘忧谷的秘密。哼，柳月如以前一直不待见这个苏大明，现在突然这样，不是因为忘忧谷又是什么？柳慕白暗自想到，他之所以说出刚刚这番话，就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修为低下的苏大明能从忘忧谷中安然无恙地走出来。柳慕白也可以肯定，倘若柳月如真的知道苏大明身上有忘忧谷的秘密，恐怕也不敢将此事暴露出去。刚刚还在暴怒中的柳月如，经过柳慕白的提醒，这才突然想起苏大明竟然是从忘忧谷中走出来的。一瞬间，柳月如神色骇然地看向苏大明，面容上满是不可置信。与此同时，向天笑等人听到柳慕白的话，也是将锐利的目光看向苏大明，同时被那么多筑基期长老盯着，其中甚至还有一个结丹期大修士。苏大明的头皮瞬间一麻。苏大明屏住了呼吸，7、8道恐怖的神识在自己的身上扫来扫去，其中还夹杂着一道让苏大明很是心悸的强大威压。苏大明觉得自己在这些人面前仿佛扒光了衣服似的，没有丝毫的隐私可言。柳慕白看到总算将众人的目光吸引到了苏大明的身上，顿时阴笑不已。柳月如跟这小子肯定不敢将他从忘忧谷出来的事情说出来，如此一来，谁能说我将他扔进了忘忧谷？柳月如没有去管暗自得意的柳慕白，而是满脸疑惑地盯着苏大明。大明是怎么从忘忧谷逃出来的？难道跟师叔有关系？
柳月如内心充满了疑惑。当日他看到池婉在这里，不明所以。现在想来，细思极恐，不可能，师叔怎么可能会认识大明？池婉在忘忧谷边让紫阳宗的人不要靠近这里，当时所有紫阳宗的人都知道，但包括柳月如在内都没有将池婉跟苏大明联系到一起。堂堂紫阳宗师祖级别的人物，怎么可能跟苏大明这种小弟子有什么瓜葛？向天笑等人的神识在苏大明身上扫视着，顿时眉头一皱，这小子有古怪，身上明明有灵力波动，却看不出他的修为。向天笑这时转头跟身边的一个长老说着，一旁7、8个长老面色也是有些不解。向天笑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柳月如跟柳慕白也能清晰的听到，就连苏大明听得也很清楚。柳月如跟柳慕白神识也是连忙向苏大明身上探查而去。柳慕白眼神锐利之色一闪而过，别人不知道，他却知道苏大明肯定是在下面有了什么奇遇。苏大明的丹田就是他亲手废掉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柳慕白虽说很是震惊，但却没有声张，否则苏大明知道忘忧谷的秘密，被他人知晓不说，自己也会因为擅自废掉苏大明的丹田而受到宗主的惩戒。柳月如同样探查不到苏大明的修为，内心嘀咕不已。苏大明此刻则是内心一凛，银发女子说只要自己不出手，寻常没有掌握空间之力的修士就看不出自己的修为，难道结丹大修士也看不出自己的修为不成？想到这里，苏大明内心震撼，但他反应很快，连忙按照银发女子所说，将泥丸宫的灵力其中一部分转移到腹部下丹田的位置。一瞬间，在所有人的眼中看出苏大明只是一个寻常的炼气一层，咦，怎么又变成炼气一层了？难道刚刚我眼花了不成？向天笑暗自嘀咕，周围的诸多长老此刻也已经看了出来，他们相互对视一眼，眼中皆是有些疑惑不解。这小子身上有些古怪，包括向天笑在内，几乎所有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不过他们都没有在意什么，许多年轻弟子有些奇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似乎是看到了苏大明的紧张，向天笑冲着苏大明和蔼一笑道：苏大明，你不用紧张，我起来问你，你师娘口口声声说柳慕白将你丢进了忘忧谷，此事是真是假？柳慕白眼神一缩，虎视眈眈地盯着苏大明，眼神中暗藏威胁。然而面对柳慕白的威胁，苏大明直接将他过滤。这个老东西，只要苏大明有了实力，绝对会将一切都加倍讨回。至于他如何威胁自己，苏大明相信从今天师娘柳月如的表现来看，这老东西一时半会也不能拿自己怎么样。苏大明下意识地向师娘柳月如看了过去，只见柳月如娇媚的容颜此刻极为平静，但苏大明却隐约看到柳月如似乎冲着自己微微摇了摇头，若是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师娘不想让我将从忘忧谷出来的事情声张出去。念及至此，苏大明内心便有了底。向天笑身旁的一个长老看到苏大明久久没有说话，顿时横眉冷喝道：苏大明，你没听到宗主在问你话吗？这位长老的声音如同洪钟，震得苏大明全身气血顿时翻涌不止，差点一口鲜血吐了出去。苏大明愤怒地向他看去，这位长老明显是有意针对自己。然而面对苏大明愤怒的面容，他只是冲着苏大明轻蔑一笑。柳月如见状，顿时面色一寒，转头冲着呵斥苏大明的长老冷声道：王道徒，你这是什么意思？想要震死我这弟子吗？一瞬间，柳月如全身气势爆发，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开干的架势。王道徒扫了一眼柳月如，冷哼一声道：月如师妹，你难道还想打斗不成？宗主还在这里，就敢这般放肆，真是无法无天了。王道徒是天蓝峰的长老，跟玄虎峰的柳慕白相交甚好，他经常跟玄虎峰的柳慕白联合针对月华峰。今日抓到机会，他便想着落井下石，除此之外也有着觊觎月华峰的心思。王道徒的话音落下，柳月如柳眉微蹙，可还没等他说些什么，顿时有长老不可思议地说道：刚刚王长老的呵斥声中隐隐夹杂着灵力威势，就算是寻常的炼气2层弟子，恐怕都要被震得吐血不止。这苏大明只是炼气1层，竟然没有受到波及。一语惊醒梦中人，向天笑等人这才反应过来，看向苏大明的眼神正视了许多。这小子似乎并不是那么废物，难怪陆晨风师弟这么待见他。向天笑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眼神中皆是有些恍然。他们这才明白为什么陆晨风一直都没有放弃苏大明了。王道徒跟柳慕白则是眼神微眯地看着苏大明，这小子在下面的奇遇很不一般，定然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柳慕白暗下决心，他一定要将苏大明给抓住，然后挖掘出忘忧谷的秘密，甚至就连宗主向天笑，柳慕白都不打算告诉。他担心此事泄露出去，忘忧谷的机缘可就轮不到他了。即便是宗主向天笑，也不能告诉，
不要尝试用利益去试探人性，因为这是不可能赢的行为。即便他们师兄弟之间感情再怎么深厚，在忘忧谷这种巨大的利益面前，一切都经不起考验。此时，向天笑看向苏大明的眼神中有了些许欣赏之意。只见他冲着王道图等人淡声说道：“苏大明一个小小弟子，看到我们有些紧张，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王师弟，王你还是我紫阳宗的长老，竟然用这种手段来震慑我们紫阳宗自己的弟子，真是恬不知耻。待会儿回到宗门，自个去刑罚殿领300鞭子。”宗主，我……王道图长老听到向天笑的话，顿时面色一变。可当看到面色冷峻的向天笑，到了嘴边的话瞬间就咽了回去。他面色难看，冲着向天笑恭敬道：“遵命。”向天笑微微点了点头。柳月如听到向天笑对王道图的惩罚，阴沉的面色这才缓和了许多。就在这时，向天笑再次冲着苏大明呵呵一笑道：“苏大明，你柳师叔真的将你丢进了忘忧谷吗？你放心大胆地说，有师叔们给你做主，柳慕白不敢拿你怎么样。”向天笑笑得很是和蔼，但苏大明却是知道自己从忘忧谷出来的事情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苏大明看了柳月如一眼，当即恭敬地冲着向天笑说道：“宗主，各位师叔，弟子跟柳师叔之间实在是有些误会，这个回去后弟子会跟师娘说清楚的。”哦，向天笑哦了一声，恍然道：“呵呵，我就说这肯定是一个误会。倘若他真的将你扔下忘忧谷，你也不可能活着出来。”向天笑身边的诸位长老连连称是。刚刚他们得知柳慕白将苏大明丢进忘忧谷，顿时内心一惊。倘若真是这样的话，苏大明此刻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岂不是说他是从忘忧谷中出来的？此刻想来，他们觉得自己有些魔怔。紫阳东周当年那么多强者进去，都是有去无回。苏大明一个小小的炼气一层弟子，怎么可能从忘忧谷中安全地走出来呢？宗主说的是。苏大明恭敬地回道。与此同时，他抬起眼皮扫了师娘柳月如一眼。当看到柳月如的神色轻松了不少，苏大明也是松了一口气。他从柳月如的面色看出，师娘也不想让自己将忘忧谷的秘密给说出来。柳慕白此刻也是明显松了一口气，只是看向苏大明时，眼中的炽热更盛，显然对苏大明很是觊觎。向天笑扫视了一眼场中众人，淡声道：“日后等若是再敢私自打斗，休怪本宗主对你们不客气。”7、8个长老闻言，面色肃然的阴郁。紧接着，向天笑又转头冲着苏大明呵呵笑道：“苏大明，你很不错，日后定要刻苦修炼，莫要辜负了你师父陆晨风对你的一片苦心。”他似是叹息了一声，眼中露出追忆之色，但也只是一闪即逝。“多谢宗主教诲。”苏大明恭敬回道。向天笑暗自点头，内心却是对苏大明称赞不已。这小子体内灵力这般雄浑，性子不卑不亢，甚至还有些机灵，完全不像是传闻中木讷老实且修炼资质很差的那种废物。年纪轻轻就懂得藏拙，不锋芒毕露，此子是个可造之才。陆师弟还真没有看错人，只是可惜了陆师弟，你究竟去了哪里呢？向天笑内心叹息，直接转身离去。众多长老见状，也是纷纷离去。不消片刻，这里便只剩下柳月如跟苏大明2个人。柳月如抓着苏大明向紫阳宗月华峰飞去。没过多久，柳月如带着苏大明便回到了月华峰。只是柳月如没有停留，一直带着苏大明向月华峰深处飞去。月华峰的众多弟子看到师娘带着苏大明急匆匆地向深处而去，皆是诧异不已地抬头张望。苏大明失踪了半个多月，怎么突然又出现了？难道这小子意图叛离宗门，被师娘给抓住了？哼，苏大明惨了。月华峰的弟子们有毫不在意的，也有幸灾乐祸的。其中最为幸灾乐祸的便是王胜跟杜梅等人。很快，柳月如就将苏大明带到了他所居住的小阁楼里面。当房门被柳月如随手关上时，苏大明内心更加紧张了。屋内烛光摇曳，昏黄的灯光照在柳月如妖娆的娇躯上，让本就妩媚动人的柳月如此刻显得更加美艳撩人，一颦一笑间仿佛都能将男人的魂儿给勾走。苏大明此刻却只是不断讪笑。柳月如美眸盯着苏大明，声音有些轻柔地询问道：“大明，你是怎么从忘忧谷中逃出来的？”“我自己爬出来的。”苏大明如实说道。他没有对柳月如说谎，确实是自己一点点爬出来的。柳月如有些愕然道：“你爬出来的？”苏大明点了点头道：“是的，当日那老贼把我扔下去后，我便从谷底小心翼翼地爬了上来，只是受伤不轻，又担心落入那老贼的手中，这才找地方躲了起来。”听到苏大明的话，柳月如的神色将信将疑，片刻后突然出声询问道：“那忘忧谷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忘忧谷中有什么？别说是柳月如，就算是整个紫阳东周，恐怕没有人不想知道。”苏大明虽然知道
但却不能告诉柳月如。我不知道啊，周围四处都是浓郁的紫气，能见度不超过2-3米，我只能看清眼前的崖壁，看不清任何东西。况且望幽谷中阴风阵阵，我也不敢久留。苏大明的话音落下，柳月如眼眸中闪过失望之色，但他还是不死心地询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苏大明连连点头道：自然是真的，弟子怎么会骗师娘呢？柳月如悠悠地看着苏大明，眼眸滴溜溜转个不停，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苏大明看着柳月如的眼神，浑身一个激灵。师娘没有什么事情，弟子就先告退了。继续跟柳月如待在这里，会让苏大明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他想溜，然而柳月如却是大有深意的媚笑道：哪都不准去，日后你便住在这里。苏大明闻言顿时一惊道：这不太好吧？柳月如红唇微掀道：我说的话你难道听不清楚？柳月如虽然在笑，但语气中的威胁却很明显。苏大明咽了口水，当即说道：听清楚了，一切都听师娘的。这还差不多。柳月如扫了苏大明一眼，随口冲着他说道：你以后便住在这1楼，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你再回原来那里。苏大明闻言连连称是。柳月如没再多说什么，扭动着丰腴的翘臀，踏着楼梯向2楼走去。苏大明看到柳月如上楼，这才松缓了一口气。一股倦意袭来，精神紧绷了这么久，只想好好的睡上一觉，想都没想便走进卧房。这里的住所明显要比苏大明原来住的那里好上许多。苏大明走进卧房后，仰头便倒在了柔软的大床上，沉沉睡去。自从穿越过来后，苏大明都没有好好的睡上一觉，此时精神彻底放松了下来，让苏大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中。尚在沉睡中的苏大明突然被噩梦惊醒，他眼睛通红，口中连连喘着粗气。在梦里，他落入柳慕白的手中，结局可想而知。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顿时面色一惊。屋内昏黄的灯光照耀下，娇媚动人的柳月如正坐在苏大明的床边。苏大明低头一看，顿时一惊道：师娘，你怎么会在这里？他没有回答苏大明的话，眼神媚意地看向苏大明，低声道：果然是纯阳之体。纯阳之体。苏大明眉头微皱，内心暗道：莫非跟我体内突然多出来的天灵根有关？柳月如直勾勾盯着苏大明，突然笑了笑，声音充满诱惑的吐气如兰道：大明，师娘有一件事想让你帮帮忙，你可愿啊？这一刻，苏大明几乎屏住了呼吸。师娘自重啊！就在苏大明以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柳月如突然坐起身子，美眸大有深意地扫视着苏大明道：日后师娘需要你帮忙时，你可不能拒绝师娘。柳月如的话音落下，再次冲着苏大明嫣然一笑，随即转身走出了苏大明的房间。苏大明满脑子问号，帮他什么？片刻后，他没再多想，而是从怀中取出了存放已久的聚气丹。他需要强大的实力，正好借助这枚聚气丹，一举突破至炼气2层。念及至此，苏大明盘膝坐直了身子，待平复了燥热的心情后，便将小瓷瓶打开。一瞬间，一股浓郁的丹香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间内。苏大明没有犹豫，直接便将瓶中的聚气丹给一口吞下。聚气丹被苏大明吞下后，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汹涌的力量涌入苏大明的体内。轰！在吞下聚气丹的瞬间，他的身体仿佛被一股无形的能量所包围，充满了活力和生机。随着丹药的融化，他的体内仿佛有一股力量在涌动，温暖而有力。苏大明连忙运转功法，炼化聚气丹那汹涌的药力。小小的一枚聚气丹，其中却充斥着难以想象的磅礴灵力。随着聚气丹的一点点炼化，苏大明的修为正在突飞猛进地增长着一日。盘膝坐在床上的苏大明突然睁开了眼睛，眼眸中金光四射，周身汹涌的天地灵气瞬间被他收入体内。此时此刻，他只觉得全身精神气爽。这功法果然霸道，寻常修士若要炼化聚气丹，最少也要需要数日的时间，我却只用了半夜的时间，便将聚气丹给炼化得一干二净。只是可惜，想要进入炼气2层，恐怕还需要一枚这样的聚气丹。苏大明的神色有些遗憾。先前银发女子曾说过，以泥丸宫修炼上乘道法，所需要的灵气是寻常修士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并且随着修为的提高，所需要的灵气也会翻倍的增长。话虽如此，但以泥丸宫修炼大乘道法，好处却是难以想象。用那银发女子的话说，同境无敌。这简单的4个字说来容易，若是传扬出去，则会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同一个境界的修士虽然很多，但其中强弱却是不一。单是灵根的不同，个中强弱便已分化极其明了，并且同一个灵根的修士，强弱也是不一。即便是这样，也没有人敢说自己同境无敌。银发女子的话，苏大明坚信不疑。他认为4银发女子那般人物，应该还不至于糊弄自己。
并且苏大明此刻也能明显的感觉到体内雄魂的灵力波动完全不是先前可比。苏大明此刻有一种感觉，若是碰到先前炼气一层大圆满的自己，他只需要轻轻一挥手就能将其击败。就是不知我现在能否对抗炼气2层的修士。苏大明的内心有些跃跃欲试，但他从没有见识过炼气2层的修士出手，内心并不清楚。咚咚咚，就在苏大明沉吟之时，震天响的钟鸣声突然在月华峰上响起，钟鸣声响彻，传遍了整个月华峰。怎么回事？苏大明神色一动，有些不明所以的嘀咕道。就在这时，外面的楼梯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苏大明听得出来，这是柳月如的脚步声。还在愣神时，柳月如的声音突然传了进来：大明，有人敲响了挑山钟，随师娘过去看看，你也好长长见识，看看紫阳宗其余的弟子究竟有多么厉害。挑山钟。苏大明闻言后感到有些诧异，但他还是连忙起身向屋外走去。刚走出屋子，便看到柳月如婀娜多姿的娇媚身材。今日的柳月如穿了一身紫色衣裙，让本就天生媚骨的她更添媚意。苏大明的眼睛都看直了，内心却是暗道：紫色原来真的很有韵味。柳月如看到苏大明火热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自己，顿时冲着苏大明白了一眼：看什么看，还不快走！苏大明闻言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跟在柳月如的身后。柳月如带着苏大明向月华峰外围的弟子区域走去，苏大明一边跟在柳月如的身后，一边好奇地询问道：师娘，什么是挑山钟啊？听到苏大明的询问声，柳月如头也不回地对苏大明娓娓道来。原来紫阳宗内部群峰交错，为了促进年轻弟子间的交流，便定下了挑山钟这样一个规矩。所谓挑山，意思便是以一己之力挑了整个山头，当然仅限于跟挑战者同一个境界的弟子。若是有年轻弟子自认为同境无敌，便可前往其余山峰，拿出自己带来的彩头，挑了别人整个山头。这种挑战不同于紫阳宗弟子间的个人挑战，紫阳宗的高层对于挑山头这种举动极为鼓励，一人挑了一整个山头，单是这份勇气便能获得紫阳宗高层的欣赏。倘若有人带着彩头前来挑山头，被挑战的这一脉必须要应战，不应战的话，就要让一脉的同境界弟子对那前来挑战的弟子连声拜服。与此同时，还要拿出挑战者所带来的彩头送给挑战者作为补偿。倘若应战的话，就要让这座山上的同境界弟子全都出来应战，直到有能将挑战者给击败方才结束。结束后可以获得挑战者带来的彩头。不过若是整整一脉的同境界弟子都被挑战者给击败的话，不但要赔偿对方双倍的彩头，甚至这一脉在整个紫阳宗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抬起脑袋做人。整整一脉被一个人给挑了，这种事情实在是丢人至极。打个比方，假如玄虎峰一个炼气1层的弟子前来月华峰挑山头，那么月华峰便只能派出炼气1层的弟子应战。这个挑山头就是以一己之力挑战一整座山峰的同境界弟子。紫阳宗内类似月华峰、玄虎峰这样的山峰共有7座，7脉间弟子间的交流从未中断，但挑山头的弟子却是少之又少，几乎多年都看不到一个。即便再强大的弟子也难以挑了一整个山头。任何一脉同境界的弟子都有很多，即便再强大的弟子，那也经不起车轮战啊。每一座山峰上都有一座挑山钟，紫阳宗内任何弟子都有资格前去任意山峰敲响对方的挑山钟。苏大明听完柳月如的解释，暗自啧舌，没想到这修仙界竟然也这么卷，年轻弟子间的竞争竟然也这么大。苏大明心绪百转的同时，柳月如就已经带着苏大明来到了外围弟子区域的巨大广场上。这里是外围弟子平日里修炼的地方，同时也是弟子间挑战的地方。此时此刻，广场上围满了月华峰的弟子，只见他们皆是神色不善地盯着场中2个年轻人，在那2个年轻人的身边还站着一位面容阴笑的素衣老者。此人苏大明并不陌生，正是玄虎峰的长老柳慕白。苏大明面色一沉，这老东西还真是阴魂不散。柳月如冲着苏大明沉声说道：你在这外面看着便好。随口丢下一句话后，柳月如便神色不善地向柳慕白那边走去。苏大明待在原地看着场中。就在这时，一道刺耳的声音突然传入苏大明的耳中。苏大明，看到场中的孟子成师兄了吗？嘿嘿，他就是林希月的未来道侣。你小子完了，当日竟敢惹林希月小师姐生气，孟子成师兄点名要削你。苏大明闻言眉头一皱，转头看去，果然是王胜这个惹人厌的家伙，真是既吃不记打。苏大明眼神中闪过一丝冰冷的笑意，冲着王胜狞笑道：那什么孟子成要不要削我不知道，但今天你可能要被我削了。说着，
苏大明便一步步向王胜逼近。王胜面色一变，他不是苏大明的对手，原本也不敢招惹苏大明，但看到师娘都在这里，谅他苏大明也不敢动手。只是看到苏大明此刻的模样，顿时忍不住后退了几步。你想干什么？师娘还在这里。师娘。苏大明冲着王胜冷笑道：我看今天谁能护得住你。语落的同时，苏大明冲着王胜随手隔空一个巴掌扇了过去。王胜看到苏大明直接出手，但却没有用他那恐怖的火球术，顿时面色一喜。哼，只要不用那诡异的火球术，鹿死谁手还犹未可知。只见他同样引动体内灵力，向苏大明狠狠地轰了过来。王胜没有留手，一出手便是全力一击。这边的一幕顿时引来了不少人的瞩目，林希月跟杜梅也在其中。轰！王胜的面色突然一变。苏大明这随手一巴掌看似云淡风轻，但其中却夹杂着雄浑的灵力波动。王胜使出了全力，都没能抵挡住苏大明这随手一击。砰！只见王胜哀嚎一声，整个人都被苏大明给扇飞了出去。随着撞击木门的声音传来，王胜重重地掉落在地上，口中已然喷出了鲜血。半个月未见，苏大明竟然又强悍了数倍不止。王胜可是真灵根啊，绝不是伪灵根的炼气一层可比。可苏大明只是随手一挥，就让王胜毫无招架之力。周围众人眼神震惊，林希月跟杜梅两人面色也是有些诧异。林希月看了杜梅一眼，有些疑惑地说道：大明3年没有长进，可这一段时间修为怎么突飞猛进这么快？杜梅却是冷哼一声道：指不定偷学了什么邪魔歪道的功法，待会儿这里的事情解决后，定要将此事告诉师娘。此言一出，林希月的面容有些犹豫地说道：还是不要了吧，苏大明好不容易有了些许进步，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杜梅闻言却是皱眉看向林希月，诧异地说道：希月，你忘了上次他是怎么气你的了？月华峰的人都知道苏大明喜欢了你3年，但你却一直都对他没什么感觉。可这些日子苏大明失踪，我看你整天失魂落魄的，你该不会喜欢上苏大明了吧？杜梅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林希月。林希月连忙否认道：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只不过看他一直都对我这么好，出于对师弟的关心罢了。杜梅听了林希月的话，神色有些狐疑道：孟子成师兄正看着你呢。此言一出，林希月连忙向场中看去，只见在柳慕白的身边站着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此人生的英俊不凡，面带和煦微笑，正看向这边。他就是玄虎峰的弟子孟子成，也就是林希月未来的道侣。不过这桩亲事是由柳月如亲手促成的。孟子成看到林希月看了过来，顿时冲着林希月点头笑了笑。然而林希月却没有笑，反而微微蹙了蹙眉，旋即移开了目光。孟子成见状，神色顿时闪过一丝冷意。再看苏大明那边，此刻王胜刚被击落在地，苏大明便已经欺身上前。你要干什么？王胜满嘴是血的躺在地上，不解地看向面前的苏大明。与此同时，林希月等人也是诧异地看向苏大明。苏大明此刻正在脱鞋，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苏大明没管别人，冲着躺在地上的王胜冷笑道：干什么？当然是狠狠扇你的逼脸，让你再跟我嘚瑟。苏大明的话音刚落，便将自己的鞋子拿在了手中。随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骑坐在王胜的身上，手中的鞋子冲着王胜的脸颊左右开弓的抽打着。啪啪啪，鞋底子抽打王胜的逼脸，传来清脆的耳光声。与此同时，还夹杂着王胜的哀嚎声。孟子成点名要削我是吧？还喊师娘是吧？苏大明一边用力抽打王胜的逼脸，一边不停地暗骂着。就在这时，林希月身边的杜梅突然冲着苏大明呵斥道：苏大明，你竟然光天化日殴打同门师兄弟，半个多月未见，怎么变得这般残暴？待会儿师娘过来，有你好看。苏大明猛然一个转头，眼神冰冷地看向杜梅。你！苏大明的眼神通红，杜梅从未见过这么凶狠的眼神，这还是曾经那个唯唯诺诺的苏大明吗？杜梅竟然被苏大明的眼神给吓得下意识后退了几步。林希月看着眼前这一幕，倒没有觉得有什么。王胜进入宗门的时间很晚，按理说应当叫苏大明一声师兄，可随着他进入炼气一层之后，便总是喜欢找苏大明的麻烦，这一点让林希月对王胜的印象很不好。苏大明看到心虚的杜梅，冲着他不屑的一笑，便站起了身子。杜梅的面色一阵红一阵白，她竟然被眼中的废物给吓得后退了几步。这耻辱的一幕还被周围众多弟子给看在了眼里。杜梅的内心更加羞愤不已，眼神阴毒地看向苏大明。他体内雄浑的灵力波动流转，也想像苏大明对待王胜一样，出手教训一下苏大明。在他看来，苏大明虽然诡异，
但绝对不会是自己这个炼气2层的对手。身旁的林希月察觉到杜梅的异常，转头淡声说道：“别闹了，师娘刚刚已经注意到这边，莫非你还想被师娘关禁闭不成？”此言一出，杜梅顿时面色一变，体内汇聚的灵力也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苏大明没有去管死狗一样的王胜，而是向场中看去。只见柳慕白正冲着柳月如冷笑道：“哼，月如师妹，我弟子都将挑山钟敲响了，你还不快让月华峰所有的炼气1层弟子全都过来？切记，如果有人不想来，师兄念在多年的情谊，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那个苏大明必须要过来接受挑战。”柳慕白一字一句地说着，当说到苏大明时，差点都要将牙齿给咬碎。话音落下的同时，柳慕白的目光便在众多月华峰弟子中来回扫视。月华峰的弟子是整个紫阳宗内弟子最少的一脉，此刻没有全部到场，场中只有几十人。柳慕白很快便看到了后方的苏大明，刚看到苏大明，柳慕白便冲着他咧嘴一笑道：“苏大明，你师叔我又来看你了，嘿嘿。”柳慕白身边的孟子成以及另一个年轻弟子，锐利的目光瞬间看向苏大明。月华峰的众多弟子也是诧异的看向苏大明，听柳师叔的意思，似乎今天前来完全是冲着苏大明来的。这个该死的惹祸精，竟然敢招惹玄虎峰的柳师叔！我们月华峰已经很久没有招收新弟子，炼气1层大都资质平庸，怎是那玄虎峰林峰的对手？倘若被那林峰给成功挑了山头，日后我们月华峰所有人还有何面目面见紫阳宗其余弟子？都怪这个该死的苏大明！先前老师木讷都是装的，没想到此人这么腹黑，师傅一失踪便开始到处惹是生非。月华峰的众多弟子此刻皆是对苏大明口诛笔伐，他们口中的林峰便是站在孟子成身边的那个少年，模样只有13、14岁。但月华峰的人都知道，这林峰可是玄虎峰为数不多的修炼天才。他们月华峰自从陆晨峰失踪后，就一直没有招收弟子，仅有的10几个炼气1层都是资质较差之人，恐怕完全不是那林峰的对手。倘若林峰一个人就打遍整个月华峰炼气1层的弟子，他们月华峰将会成为整个紫阳宗的笑柄。苏大明此刻没有去管周围弟子的议论，而是径直向柳月如的身边走去。只见他眼神冰冷地看着柳慕白，嘴角微掀道：“刘老贼，你可真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啊！你这种阴险奸诈的老东西，也配自称师叔？”语落的同时，苏大明已经走到了柳月如的身边，可他的这番话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苏大明作为一个弟子，竟然敢当众辱骂玄虎峰的长老，这实在有些骇人听闻。此时此刻，月华峰所有弟子皆是一脸震惊地看向苏大明，柳慕白更是眼角抽搐，神色中的杀意完全没有任何掩饰。他身边的孟子成跟林峰更是阴沉着脸盯着苏大明。苏大明敢当众出言侮辱他们的师父，已经让他们对苏大明生起了杀机。然而苏大明面对他们师徒3人的虎视眈眈，却没有丝毫在意。明知道就算自己服软，柳慕白也不会放过自己，那他还管个鸡毛啊！苏大明相信，只要师娘柳月如对自己有所图谋，他就不会让柳慕白拿自己怎么样。果然，苏大明的话音刚落，柳月如便是美眸一亮道：“骂得好，确实是个老贼。”此言一出，月华峰的众多弟子又是诧异地看向柳月如，师娘什么时候这么纵容苏大明了？柳月如一直不待见苏大明，月华峰的弟子们都知道。然而近期苏大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包括师娘柳月如在内，也是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柳慕白冷哼一声道：“柳月如，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将苏大明交给我，我这边带着弟子离去不说，甚至还会答应你提出的任何条件，你觉得如何？”柳慕白的话音落下，他身边的2个弟子震惊不说，所有人皆是微微愕然，柳月如也不例外。当然，只有苏大明最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柳月如眼神微眯地看着柳慕白，内心却是暗道：这个老东西怎么突然对大明这般上心？难道是因为……突然，柳月如神色一变，她终于想明白了一切。她亲手将苏大明给丢入忘忧谷，自然知道苏大明是从忘忧谷中逃出来的，肯定是觊觎忘忧谷中的秘密，这才如此想要苏大明。倘若他一直得不到的话，万一将苏大明从忘忧谷出来的消息透露出去的话，别说是月华峰，恐怕就连整个紫阳宗也难以安宁下来。柳月如此刻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忘忧谷这个神秘禁区的秘密对整个紫阳东周的人都充满了极致的诱惑。倘若柳慕白一直得不到苏大明，谁知道他会不会狗急跳墙，将苏大明从忘忧谷中逃出来的消息给透露出去。只是让柳月如交出苏大明，他是真的舍不得，因为日后自己能不能顺利突破至结丹境，苏大明对他来说真的很关键。也正因如此，柳月如才一直百般呵护苏大明。念及至此，柳月如看向柳慕白的眼神中
隐隐透露了一些杀意。柳慕白一眼就看出柳月如这是想杀人灭口，其中缘由只有他们两个还有苏大明知晓。柳慕白冲着柳月如咧嘴一笑道：“怎么，月如师妹还想杀人灭口不成？这样，只要你让苏大明将那里的秘密告诉我，我便不再纠缠你们，如何？”此言一出，柳月如跟苏大明皆是眉头一皱。柳慕白这话已经说得极为露骨，就差说出忘忧谷这3个字了。苏大明跟柳月如也是明白，这柳慕白就是冲着忘忧谷前来针对他们的。然而柳月如沉吟了片刻后，缓缓摇了摇头道：“想让我把苏大明交给你，你做梦。”柳月如细细想来，还是没有冒险将苏大明交给柳慕白。倘若真的这样的话，谁知道柳慕白会对苏大明做什么？苏大明是他日后突破结丹期的关键，他若有了任何意外，自己突破结丹期的成功率至少减去1大半。柳月如斩钉截铁的拒绝，让柳慕白的神色很是阴冷。然而月华峰的众多弟子，包括林希月、杜梅、孟玉婷等人，皆是满脸的震惊。当了3年的废物，苏大明什么时候这么吃香了？竟然让玄虎峰的长老跟师娘抢着要人。师娘不惜撕破脸皮也不想给。他们不知道忘忧谷的事情，此刻对苏大明的抢手程度格外感到不可思议。柳慕白跟柳月如此刻算是对上了，一个想要苏大明，另一个不想给。月华峰的弟子都惊呆了，苏大明什么时候这么抢手了？柳慕白听了柳月如的话，面色阴沉如水的道：“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柳月如闻言更是嗤笑道：“吃罚酒，就凭你也配？”柳慕白却是阴笑2声道：“我弟子林峰将挑山钟都敲响了，还不快让你们所有的炼气一层弟子出来应战？”此言一出，柳月如的面色很是难看。月华峰的弟子一眼就看出了柳月如的为难。玄虎峰的林峰不但是炼气一层大圆满的修为，还是极为罕见的黄灵根。我们月华峰的炼气一层弟子只有10几个，恐怕都不是这林峰的对手。那苏大明不也是炼气一层大圆满吗？指望这个废物？苏大明的灵根太垃圾了，只是个伪灵根，跟黄灵根之间相差了整整2个档次，如何能战胜那林峰？这要是被林峰一人挑了我们整个月华峰，日后我们的颜面往哪放？月华峰的弟子接到消息后，不断向这边前来。此时此刻，除了那几个修为高深且长时间不在宗内的弟子，几乎全都到场了。他们皆是面色难看，并不是这个林峰实在太强，而是因为月华峰长时间没有招收新弟子，天赋中等偏上的弟子早就突破到了更高的境界。剩下10多个炼气一层的弟子都是资质平平，却没有一个到达炼气一层大圆满的，这中间出现了一个断层。紫阳宗有规矩，只能派出同境界的弟子迎战前来挑山头的人。先前苏大明在众多弟子面前露了一手，虽然众人惊讶他炼气一层大圆满的修为，但也不看好苏大明能战胜林峰。众所周知，苏大明只是一个伪灵根，单是进入炼气一层就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修士的灵根也是有着等级划分，伪灵根、真灵根、黄灵根、玄灵根、地灵根、天灵根。月华峰的弟子不认为伪灵根的苏大明能是黄灵根林峰的对手。柳慕白当然知道月华峰的情况，这才带着林峰前来挑山头。至于林峰身边的孟子成，他的修为要比林峰高出太多太多，此次前来也是他要求跟随前来的，并且一旦轮到苏大明登场时，柳慕白对林峰还另有嘱托，他此次前来就是针对苏大明而来的。柳月如跟苏大明也知道柳慕白的心思，看到柳月如阴沉的面容，柳慕白微掀的嘴角已经按耐不住。月如师妹难道要拒战不成？嘿嘿。柳月如神色冰冷地扫了柳慕白一眼，当即转头冲着月华峰的众多弟子淡声道：“炼气一层的全都过来。”虽说柳月如也知道月华峰的炼气一层弟子没有人会是那林峰的对手，但想让他打都不打，直接认输，绝对不可能。否则日后在紫阳宗，他们月华峰所有人都将难以抬起头来做人，只能希望10多个炼气一层的弟子用车轮战将其击败。柳月如的话音落下，月华峰10几个炼气一层的弟子皆是面色凝重地走到了场中，他们列队在那里等待，准备一个个迎战玄虎峰的林峰。苏大明内心暗喜地向前走去，他就等着报复柳慕白的机会呢。没想到柳慕白自个送上门来，暂时不能找柳慕白报仇，那就先收拾一下柳慕白的弟子。看这个林峰天赋不低的样子，若是能将其打废，苏大明不相信柳慕白不会肉疼。就在这时，柳月如突然冲着苏大明喊道：“大明，你留在我身边就行了。”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是一愣，苏大明也是顿住了身形。他转头看向柳月如，诧异地说道：“为什么？”柳月如看了一眼苏大明，随口说道：“你伤势未愈，不适合应战。宗门早有规矩，挑山钟被敲响时，负伤的弟子不用应战。”柳月如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让柳慕白跟孟子成的面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他今日前来就是针对苏大明的，结果苏大明还不能应战。孟子成之所以跟过来，也是想看看苏大明被收拾的模样，从而数落对方几句。他跟苏大明虽然不是很熟，但前些日子就听说苏大明惹得林希月很生气。林希月是孟子成的未来道侣，他此次前来同样是为了针对苏大明。苏大明一听柳月如的话，顿时急了：师娘，我没事的，可以应战。他就是想着先收拾一下柳慕白的弟子，师娘柳月如不让他出战，那怎么能行？苏大明此言一出，直接就有人嗤笑道：这是上赶着要送死呢。话音落下，顿时引起了众多月华峰弟子的共鸣。就是虽然想不通师娘为什么这么护着他，但刚刚师娘已经在想办法保他了。就他那垃圾的伪灵根，也妄想击败黄灵根的林峰，这可是他自己要送死，师娘恐怕要被他气死了。月华峰的弟子，其中有许多人都看不上这个他们曾经眼中的废物。即便现在知道苏大明有了炼气一层的实力，也只是小小的诧异，仍然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柳月如听了苏大明的话，面色顿时一寒道：苏大明，你在说什么胡话，还不赶紧过来？苏大明闻言，面色有些不甘地说道：师娘，我身上的伤势真的没事了。柳月如看到苏大明竟然敢忤逆自己，二话没说，只是轻轻一挥手，苏大明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飞到了柳月如的身边。长本事了，师娘的话都敢不听了是吧？柳月如眯着眼睛瞪着苏大明，苏大明却是急得满头大汗。师娘，相信我，我只要一拳就能把刘老狗那弟子给打废。对于这一点，苏大明还是很有自信的。先不说银发女子所说的铜镜无敌到底有多么厉害，仅是苏大明的天灵根，那只有黄灵根的林峰就完全不够看的。一拳打废。柳月如眉头一皱：苏大明，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吹了？柳月如不喜欢吹大话的人，苏大明的话让他很不喜。柳月如一副不相信自己的样子，让苏大明内心更加着急。若是不能趁机收拾一下柳慕白的弟子，这样憋屈地躲在柳月如身边，苏大明想来他一定会疯的。但柳月如愣是不相信他，他又有什么办法？就在这时，孟玉婷跟林希月等人也走到了这边。孟玉婷面色沉重地冲着苏大明说道：大明，师娘这是为了你好，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那玄虎峰的林峰绝不是王胜可比，不要以为打赢了王胜就天下无敌了。同样是炼气一层，其中的强弱差距也是你难以想象的。就是，林希月这时也跟着劝说道：大明，你就不要再逞能了，那玄虎峰的林峰可是孟子成师兄亲手带出来的，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杜梅也是接着林希月的话，阴阳地说道：孟子成师兄可是玄虎峰资质最好的弟子之一，他带出来的师弟绝对不能是什么废物。杜梅这话明显是在刺激苏大明，他知道苏大明一直喜欢林希月，现在林希月又是孟子成的未来道侣，杜梅觉得只要他在苏大明的面前提孟子成，绝对能让苏大明气炸了肺。然而苏大明的反应却让林希月跟杜梅的面色瞬间难看了起来。苏大明压根就没有搭理林希月跟杜梅，直接将他们给忽略，反而是冲着孟玉婷沉声说道：多谢孟师姐提醒，我记下了。孟玉婷闻言微微点了点头，目光便向场中看去。林希月跟杜梅却是柳眉紧皱，苏大明的忽视让杜梅很是恼火，而林希月的内心却是如遭雷击，就像是什么本该是自己的东西突然抓不住了似的。这种感觉让林希月心慌慌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哪怕苏大明这个时候跟他说一句话，想来都不会有这种感觉。然而苏大明直接忽略他们，站在柳月如的身边。就在这时，对面的柳慕白看到柳月如将苏大明给护在身边，不让他出战，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此次就是针对苏大明前来，没想到柳月如竟然来这么一手。哼！柳慕白神色不善地冲着身边的林峰说道：宗门早有规矩，挑山头的搏斗不计生死，待会儿跟他们交手时可不能有任何的留手，若是失手打死了几个也没有关系，为师自然会护着你。说到这里，柳慕白嘴角上扬，露出阴险残忍的笑意。身边的林峰闻言连忙阴允了下来，看向月华峰弟子的目光中凶相显露。柳月如却是面色一沉，柳慕白的话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按照宗门的规矩确实是这样，可惜月华峰众多弟子却没有能真正挑大梁的，否则的话他何尝不想带着弟子前往玄虎峰出一口恶气。柳月如面色阴沉地冲着柳慕白沉声问道：柳慕白，你当真要彻底撕破脸皮是吧？那又怎样？柳慕白直视柳月如道：除非将苏大明交给我。你做梦！苏大明对于柳月如来说可是他突破结丹期的关键。这么说吧，就算是这10几个弟子全都被打死，他也不可能将苏大明给交出去。虽说很是无情，但这正是修仙界的现实，一旦成功突破至结丹境，
那身份的转变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紫阳宗结丹境的强者都不会超过一手之数，甚至整个紫阳郡的5大宗派相加，也没有多少结丹境的强者。啧，柳慕白阴险的目光看向月华峰10几个炼气1层的弟子，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的好师娘宁愿眼睁睁看着你们送死，也不把苏大明交给老夫。哈哈，这就是你们的好师娘啊！此言一出，月华峰的众多弟子面色皆是有些复杂了起来，就连柳月如的神色也是猛然一变。不得不说，柳慕白这一手离间计用得很完美。相信月华峰的许多弟子将会有不少人会对柳月如心生不满，倘若柳月如重视的人是一个天赋奇才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弟子，那他们也就认了。但苏大明是什么？那是他们眼中的废物。柳月如为了一个废物不惜看到他们去送死，这一点让很多月华峰的弟子心生怒意。站在柳月如身边的苏大明突然冲着柳慕白大喝道：刘老狗，不要在这里哇哇叫！怎么？柳慕白面色阴沉，我哪里说错了不成？苏大明笑了，面对你的步步紧逼，师娘都没有放弃我们做弟子的，这难道不是师娘对我们的疼爱？依我看来，你今天哪怕跟师娘索要任何一位弟子，师娘都不会妥协。反观你呢，身为紫阳宗长老，却唆使麾下弟子残杀同门，真正残忍的人，我看就是你这个刘老狗吧。你面对苏大明的犀利言辞，柳慕白面色愤怒地指着苏大明，好半晌他都没有说出什么威胁的话语来。好，苏大明，你很好。深呼吸后，柳慕白已经恢复了过来，不过看向苏大明的眼神却是充满了森冷的杀意。月华峰的众多弟子刚刚经过柳慕白的挑唆，其中不少内心有了些许意见，然而苏大明3言2语间就唤醒了他们，让他们突然明白，这正是柳月如关爱弟子的原因。这般想来，月华峰的众多弟子眼神顿时坚定了起来，一致对外。柳月如转头深深地看了一眼身旁的苏大明，魅惑的桃花眼布满了满意的神色。难道人真的可以突然性的开悟，差别还这么大？柳月如的内心诧异不止，苏大明的一切变化，他这些天都看在了眼里。左思右想，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最终只能归结于苏大明是突然开悟了。哼，不要再拖延时间了，赶紧开始吧。柳慕白被苏大明气得浑身微微颤抖，此刻出言催促着柳月如，他已经忍不住了，准备让柳月如吸取一个惨痛的教训。等等，柳月如闻言却是出言制止。柳慕白眉头一皱，你又要耍什么花样？你们带了什么东西，还不赶紧拿出来？不拿东西前来就想挑山头吗？柳月如冷冷看着柳慕白，沉声说道。呵呵，柳慕白笑了，只见他伸出手来，一个丹瓶出现在手中。众人看去，柳慕白直接将手中丹瓶打开，一股浓郁的丹香让场中众人精神一振。聚气丹，苏大明对于这股丹香很是熟悉，因为他刚刚吃过一颗聚气丹。此时此刻，苏大明盯着柳慕白手中的丹瓶，眼神有些火热。他若是再吞下一颗聚气丹，有80%的把握可以突破至炼气2层。突然，3颗聚气丹从柳慕白手中丹瓶飞出，悬浮在柳慕白的身前。3枚聚气丹，怎么样？柳慕白目视柳月如，阴笑道：3枚聚气丹，就算是柳月如也是深吸一口气。聚气丹可让炼气期的修士直接突破一个小境界，珍贵程度就算是身为紫阳宗的长老手中也没有多少。但明知道柳慕白是故意前来找茬，柳月如也没有理由拒绝。如果柳月如拒战的话，按照紫阳宗的规矩要赔偿对方6枚聚气丹。柳月如不动声色看了一眼那10几个炼气1层弟子道：准备开始吧。话音落下，柳慕白顿时咧嘴一笑道：师妹果然够爽快，嘿嘿。他阴恻恻地扫了一眼那10几个炼气1层的弟子，没有一个炼气1层大圆满的，并且柳慕白也知道，这月华峰10几个炼气1层的弟子都是资质平庸，绝不可能是弟子林峰的对手。只是对于这些人，柳慕白并没有在意，他的最终目标还是柳月如身边的苏大明。想到这里，柳慕白阴恻恻的目光又看向了柳月如身边的苏大明。苏大明直视柳慕白的目光，没有闪避，他现在只想狠狠暴打柳慕白的弟子。至于柳慕白本人，他日有了能力，绝对不会放过这个老贼。师娘，让我过去吧。苏大明有些期许的冲着柳月如说道。闭嘴！柳月如不答应，苏大明只好暂时先忍着。此时此刻，柳慕白的弟子林峰这个13、14岁的少年已经来到了场中，静待月华峰的弟子前来比斗。他年龄虽小，但却轻蔑地看向那10几个月华峰的弟子。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月华峰弟子面色凝重地走上前去。面对炼气1层大圆满的林峰，他没有赢得信心，但想来只要能跟林峰多拼上一拼，消耗一下林峰的灵力，也算帮一下后面的师兄弟们。开始，
不要有任何留手。柳慕白看着场中，沉声说道。林峰闻言，眼中闪过一抹灵力，当即体内雄浑的灵力开始波动，向月华峰弟子冲了过去。月华峰的那名弟子见状，没敢大意，连忙运转起全身灵力。然而就在这时，林峰猛然冲着他隔空一拳轰了过去。轰！月华峰众人面色一变，上去出战的炼气一层弟子直接就被林峰给一拳打飞了出去。他的身子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伴随着一道血线重重地砸落在地上。噗！掉落在地上后，又是一口鲜血喷出，面色惨白的难以站起身来。哼！林峰冷笑一声，嘴角微掀道：“这就是月华峰的弟子吗？真是废物！”林峰的讥讽声传入每一个月华峰弟子的耳中，他们皆是眼神暴怒的看向林峰，恨不得上去狠狠收拾一下这个林峰。但紫阳宗宗规严明，没有人敢坏了紫阳宗的规矩。柳月如看到场中的这一幕，双眼微闭，深呼吸一口气，压抑内心的怒火。对于这一幕，他早就有所预料，但却不能阻止此时此刻柳月如眼神通红的盯着柳慕白，恨不得将柳慕白给活活撕碎。苏大明更是气愤地看着林峰：“师娘，你都看到了吧？这小子也太能装了！你让我上去，看我不给他打的找不着北。”此言一出，柳月如瞪了苏大明一眼道：“你一个伪灵根，怎么可能是林峰的对手？林峰的黄灵根比你的伪灵根高了2个档次，体内的灵气之雄浑，完全不是你能够相比的。休要多言，再啰嗦我关你禁闭。”柳月如的话音落下，苏大明叹了一口气，没有再多说什么。很快，几个月华峰的弟子将那名受伤的弟子给抬走。场中的打斗没有停止，林峰冲着剩余的炼气一层弟子勾了勾手指头。剩余的炼气一层弟子虽然面色难看，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迎战。砰砰砰！没过多久，又有3名月华峰的弟子被林峰给打成重伤。林峰此刻嚣张至极地喊道：“你们一起上吧！”狂妄！月华峰的众多弟子看向林峰的目光极为冰冷，若不是在紫阳宗内，这林峰恐怕活不过3秒。柳月如眼神微眯地看着场中的林峰，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叫林峰是吧？很好，我记住你了。”林峰虽然嚣张，但面对柳月如还是极为胆怯。柳月如赤裸裸的威胁让林峰不敢回话。柳慕白却是阴笑道：“柳月如，你真是好大的威风，竟然当众威胁我玄虎峰的弟子。”柳月如冰冷地看向柳慕白，沉声说道：“你指使林峰下这么重的手，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此言一出，柳慕白顿时讥笑道：“宗内早有规矩，挑山头的比斗不计生死。你若有这般能耐的弟子，也可让他前来我玄虎峰挑山头啊！你放心，倘若真是那样，就算是我玄虎峰的弟子被活活打死，那也是我们技不如人，断然不会有一句怨言。”柳慕白这番话说的是义正言辞，正义凛然。他敢这样说，完全是因为他知道月华峰的众多弟子，不管是哪一个境界的，都没有能够碾压玄虎峰同境弟子的实力。柳慕白是吃定了月华峰没有弟子有去玄虎峰挑山头的实力。他这一番话让月华峰的众人皆是憋了一肚子火。然而柳慕白的话语落入苏大明的耳中，却是让他眼神猛然一亮。对啊，柳慕白的弟子林峰能来月华峰挑山头，我为什么不能去玄虎峰挑山头？老子同境无敌，互怕互。柳慕白的一番提醒让苏大明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他眼神通红地盯着柳慕白，神色中涌现出一丝疯狂。暂时不能找你报仇，我就将你的弟子给一个个的撵在脚下。苏大明决定了，以后每提升一个境界便前往玄虎峰去一趟，反正自己同境无敌，谁怕谁啊。场中的战斗还在继续，又有2个月华峰弟子被打伤。林峰似是有些畏惧柳月如，这2个月华峰弟子的伤势没有先前那几个严重。即便这样，柳月如仍然面色冰冷地看着场中，眼中有杀意涌动。柳慕白做得太过了。场中月华峰的炼气一层弟子只剩下4个，若是这4个再败，那么月华峰这一次将会颜面扫地，成为整个紫阳宗的笑柄。紫阳宗内被一个人挑了整个山头的事情，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倘若有一个月华祖师那样的弟子存在，我月华峰今日也不会受到这等耻辱。当年月华祖师还是弟子时，整个紫阳宗内全都被他一人挑了一遍。月华祖师何其厉害，月华峰那时又是何等的威风。唉，月华峰的众多弟子纷纷叹息不已，所有人内心憋着一股邪火，无法发泄出去。很快，最后的4个月华峰弟子皆败于林峰的手下。凝重的气氛弥漫在月华峰众人的心间，场中静谧若真可闻。在看场中的林峰一连横扫10多人，却脸部红心不跳，好端端地站在那里。10几个炼气一层的弟子甚至都没让林峰有丝毫的泄力。柳慕白锐利的目光
看向柳月如身边的苏大明。柳月如，你月华峰的炼气一层弟子，似乎只剩下苏大明一个了呢。那又怎样？柳月如面无表情地看着柳慕白，没有人知道他此刻愤怒到了什么程度。苏大明有伤势在身，按照柳月如可以忍，但苏大明忍不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苏大明便趁着柳月如不注意，直接跳到了场中。这林峰太能装了，实在让苏大明无法忍受。苏大明，你干什么？柳月如冲着苏大明怒喝了一声。苏大明却是头也不回地说道：师娘放心，诸位师兄弟们放心，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子。此言一出，柳慕白顿时仰天大笑了起来。柳月如，听到了吗？你这小小弟子都比你有骨气。面对柳慕白的针对，柳月如没有多说什么，但他没有再继续阻拦苏大明。看到苏大明这么有信心，让他试上一试也是无妨。孟玉婷跟林希月等人却是微微摇头，他们都不相信苏大明能是林峰的对手。林峰看着面前的苏大明，嘴角微掀，眼神中闪过一丝凌厉。他知道这个名叫苏大明的弟子正是师父的目标。苏大明眼神戏谑地看着林峰，随口道：你小子刚刚这么能装，可曾想过别人的感受？林峰闻言顿时微微皱了皱眉。苏大明的声音再次传出：我平生最讨厌看到有人装逼，你死定了。林峰闻言冷哼一声，看向苏大明高声说道：苏大明，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大的？苏大明眉头一挑，顿时来了兴趣。哦，怎么说？此时此刻，月华峰的众人皆是看向场中，他们希望苏大明能赢，但又觉得不太可能，内心还真是很矛盾。就在这时，林峰突然面色冷峻地说道：除了这3枚聚气丹外，我跟你赌命，我若输了，我的命给你，这3枚聚气丹也是你的。你若是输了，我不要你的命，你只需要前往我玄虎峰住上一段时间便可。苏大明，你敢吗？林峰的话让后方的柳慕白微微点头，这才是他此行的目的。然而柳月如跟月华峰众人却是面色一变，没想到林峰竟然玩这么大。但苏大明此刻已经迎战，他们也不能干预。不过在他们看来，苏大明应该不会接下这个挑战。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苏大明几乎想都没想，便冲着林峰点了点头。好，我接了。另外跟你说一句，若是对你师父有什么遗言的话，赶紧说出来，否则的话，待会儿可就没机会了呢。苏大明经历过忘忧谷一事后，心境改变了许多。他深深明白，若想在这个世界安稳的存活，唯有不断增强实力，并且面对敌人也不能有丝毫的手软。虽说苏大明还没有杀过人，但早晚都有第一次，不如就拿这个林峰来练练手。苏大明的话语让林峰冷笑一声，他不再跟苏大明废话，全身气势爆发，雄浑的灵气波动盘旋于周身。月华峰众人见状，面色很是凝重，不愧是黄灵根的炼气一层大圆满，这灵力的雄浑程度绝不是寻常修士可比的。轰！就在这时，一股更加雄浑的灵力波动在苏大明的身上爆发而出，一瞬间，那猛烈的气势就让林峰面色一变。怎么可能？林峰此刻直面苏大明，他有一种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力跟苏大明相比，完全就像是臭水沟子跟延绵不绝的河流相比。后方的柳慕白盯着场中的眼神猛然一凝，不对，这小子不对劲，就算是天灵根的炼气一层，体内灵力也不可能雄浑到这种程度。此时此刻，柳慕白内心暗道不妙，苏大明身后的柳月如却是眼眸一亮，内心也随之松了一口气。难怪他定然是在忘忧谷中有了什么奇遇。月华峰的众多弟子更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场中的苏大明，他们有些疑惑，苏大明前些日子明明是炼气一层大圆满，现在怎么修为后退了一些？然而这样就算了，此刻的苏大明雄浑的灵力完全不是先前炼气一层大圆满的他可比。既然你不愿意说遗言，那就等到下辈子再说吧。苏大明话音刚落的同时，便气势汹汹地向林峰冲了过去。轰！伴随着雄浑的灵力波动，苏大明只是眨眼间便冲到了林峰的身前。柳慕白面色一变，暗道不好，当即冲着场中大喊道：林峰，快快投降！场中的林峰面对苏大明强势的攻击，哪里能反应过来？只见他动用全力，竟然没有退却，也是抬起拳头向苏大明轰了过去。轰！咔嚓！苏大明的拳头裹着雄浑的灵力，跟林峰的拳头对轰在一起，清脆的骨裂声传出，林峰顿时惨叫一声，整条手臂应声而断。苏大明的拳头却没有丝毫停留，径直轰在了林峰的胸口。砰！一声巨响传出，林峰直接被苏大明给一拳轰飞了出去。当他落在地上时，口中大口大口地喷着鲜血，凄惨的模样，连话都说不出来。他惊恐的眼神满是不可置信。刚刚察觉到苏大明的恐怖时，他有想过苏大明可能很强大，
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苏大明的实力竟然这般恐怖。苏大明一拳打飞林峰后，见对方还没有死，他便没有任何停留，再次向林峰冲了过去。既然决定了要拿对方是试手，破了自己的第一次，苏大明就绝对不会再有留手。在这个残酷的修仙界，早晚都要杀人，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与其这样，不如早早经历，免得到了危险时刻措手不及。轰！苏大明使出全力向林峰冲了过去，眼中闪过狠厉之色，他要当着柳慕白的面将他的爱徒给狠狠地轰杀。这一幕让场中众人皆是震惊。林峰已经没有行动能力了，他这是要杀人。柳慕白见状，面色狰狞地冲着苏大明喝道：“你敢！”一股令月华峰所有弟子心悸的恐怖能量猛然向苏大明的后背轰了过去。柳慕白出手的一刹那，苏大明就已经感觉到身后传来的恐怖威压，但他此刻已经红了眼，有进无退，不将林峰直接斩杀，难以消除那口恶气。大明师弟，杀了他！他赌命输了，理应赔上性命。谁让这小子这么狂？月华峰的众多弟子此刻脸红脖子粗的呐喊着。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忘记了刚刚是怎么出言嘲讽苏大明的。月华峰的人将斩杀林峰的重任全都寄予到苏大明的身上。苏大明，不要回头，把他给我杀了！柳月如早就有所预料，柳慕白会下黑手，几乎是在冲着苏大明冷喝的同时，就已经来到苏大明的身后，将柳慕白的攻势给阻挡了下来。先前林峰的所作所为早就让柳月如对其动了杀意，倘若不是同一个宗门的人，柳月如早就出手将林峰给斩杀，并且此刻杀了林峰也没人能说什么。林峰前来挑山头，这种比拼本就是生死不计，没有投降的话，苏大明完全可以杀了他。其实并不是林峰不想投降，他此刻已经是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他先前也临时加了彩头，要跟苏大明赌命。苏大明此刻赢了，取了林峰的命也没有什么。眼看着苏大明就要冲到林峰的身前，柳慕白的怒吼声突然传了过来：“苏大明，你若敢杀林峰，我必将你杀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柳月如不可能一直都护着你吧？”柳慕白此刻很着急，就算是反悔，他也要保下这个弟子。拥有黄灵根的弟子极为难得，这个林峰在整个玄虎峰的炼气一层弟子中也能名列前三。这样一个天资不错的弟子陨落，将会是他们玄虎峰巨大的损失。面对柳慕白的威胁，柳月如只是连连冷笑，但有他挡在柳慕白的身前，柳慕白完全占不了任何便宜。很快，苏大明就来到了林峰的面前。林峰就像是个死狗一样躺在地上，嘴中满是鲜血，眼神恐惧地看着苏大明。苏大明俯视着地上林峰，嘴角微掀道：“后悔吗？可惜已经晚了。”林峰的神情很是复杂，其中有恐惧，有愕然，同时也有深深的懊悔。如果他知道苏大明这么厉害的话，打死他都不会前来送死。林峰天资不错，并且还是较为罕见的黄灵根，想来日后刻苦修炼，突破筑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此时此刻，死亡的恐惧已经将这个13、14岁的少年给笼罩。他想求饶，但张了张嘴，又有几口鲜血喷洒而出，一个字都没能说出来。苏大明直接单手揪住了林峰的衣领子，眼中闪过一丝犹豫的神色。虽说要拿林峰来为自己第一次杀人来祭奠，但他从来都没有杀过人，一时间竟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杀了他。就在这时，柳月如的冷喝声又传了过来：“苏大明，还不动手，愣着干什么？”有了柳月如的鼓舞，苏大明的眼神中顿时闪过坚定之色。只见他直接抬起拳头，一拳打在了林峰的脑袋上。噗！苏大明没有动用灵力，只是凭借着比常人强大许多的肉身，就将林峰的脑袋给直接轰碎。先前池婉曾帮助苏大明淬炼过肉身后，苏大明的肉身就已经强于寻常的炼气期修士。在经过天雷的一番淬炼，苏大明的肉身是强上加强。拳头落下的一瞬间，林峰的脑袋就像是脆弱的西瓜一样爆裂开来，鲜红的血液以及乳白色的脑浆交织在一起，迸溅到苏大明的脸上，场面极其残忍血腥，令人恶心作呕。苏大明久久没有收回拳头，而是重重喘着粗气，面色有些发白。静！场中在这一瞬间顿时寂静了下来，所有人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没想到苏大明会这样杀了林峰。其实苏大明之所以选择最残忍的方式，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提前经历一些血腥，免得日后措手不及。苏大明喘着粗气，好半晌方才站起身来，只是原本清秀且有些黝黑的面容，此刻沾满了鲜血与脑浆，看上去有些瘆人。月华峰的众多弟子震惊地看着苏大明，这一刻苏大明让他们所有人都觉得有些震惊。他一个伪灵根的炼气一层，竟然能爆发出这么恐怖的战力。相信自今日之后，
月华峰的弟子们将会彻底改变对苏大明的看法。就在这时，苏大明一个回眸看向暴怒中的柳慕白，他的脸上充满了血污与脑浆，但眼神却很清澈，其中还夹杂着一丝锐利。苏大明皮笑肉不笑的嘴角一掀，在柳慕白愤怒的眼神中，随手一个火球术将林峰的无头尸体给化为灰烬。怎么？他说要跟我赌命，我杀了他，你有什么意见？苏大明面容冷峻的淡声说道，声音竟然都有些嘶哑。好，很好。柳慕白深吸一口气道，我柳慕白在此立誓，此生定将与你月华峰不死不休。苏大明眼神平静地看着柳慕白，对于他的威胁他早已习惯。他本就对柳慕白充满了仇恨，对方废了自己的丹田，又把自己丢下忘忧谷，这生死之仇苏大明永远不可能忘记。若不是迟婉儿舍命相救，若不是遇到了银发女子，恐怕苏大明早就死在了忘忧谷底。柳月如冷冷地看向柳慕白道，随时恭候。说到这里，柳月如转头看了苏大明一眼，嘴角微微上扬，掀起一抹弧度。苏大明做得不错。柳月如的眼神中充满了赞许之色。先前他一直都不待见苏大明，这苏大明最近的改变却是让柳月如越来越满意。我们走。柳慕白冷哼一声，当即便要带着身边的孟子成离开月华峰，柳月如的声音却突然传了出来，等等。柳慕白眼神一凛，语气不善道，怎么？难道师妹又要跟老夫切磋切磋？柳月如冷笑一声道，你若是想打，我随时奉陪，但是在此之前，先把3枚聚气丹交出来。这3枚聚气丹是林峰前来挑山头的彩头，此刻林峰已死，按照紫阳宗的规矩，柳慕白必须要交出这3枚聚气丹。苏大明闻言神色一动，有了这3枚聚气丹，他便能直接突破至炼气2层。柳慕白面色阴郁，冰冷的目光在柳月如跟苏大明的身上来回扫视，沉吟片刻后，还是将早已准备好的丹瓶扔给了柳月如。柳月如接过丹瓶，神识一扫下，看到3枚聚气丹正在其中，只见他随手一挥，丹瓶便飞到了苏大明的手中。苏大明接过丹瓶之后，意念一动，丹瓶便被他放入泥丸宫里。还别说，这泥丸宫可真好用，空间巨大，仿佛无边无际，这可比传说中的储物戒指还好用。修仙界的储物戒指很珍贵，只有掌握空间之力的盖世强者才能炼制出储物戒指，每一个储物戒指都价值不菲，就是不知我这泥丸宫能不能装活物呢？苏大明暗暗想到。就在这时，他突然发觉一道阴毒的目光正冷冷盯着自己。苏大明转头看去，却发现盯着自己的正是柳慕白身边的孟子成。此人剑眉星目，看上去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苏大明扫了对方一眼，顿时有些心悸的感觉。对方的修为深不可测，苏大明完全探查不出他是什么修为。孟子成看向苏大明的目光充满了冰冷的杀意。苏大明对此没有意外，他听说过此人似乎是林希月的未来道侣，相信孟子成想杀自己的心绝对不亚于柳慕白。孟子成看到苏大明的目光看过来，眼神一凝，淡声说道，苏大明，我听说前些日子你惹希月师妹生气了。苏大明闻言，面无表情地扫了孟子成一眼，当即说道，别说我有没有招惹林希月，就算我招惹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他可不是苏小明，完全不可能当林希月的舔狗，但想让他跟孟子成服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反正早就跟玄虎峰的柳慕白结为死仇，有了柳慕白的原因，整个玄虎峰的弟子将不会对苏大明有任何善意。林希月听到他们两个谈论到自己，神色有些复杂，身旁的杜梅却是连忙低声说道，希月，孟子成师兄好宠你啊，你看呢，他正在为你打抱不平呢。林希月闻言，面色复杂地看了苏大明一眼，没有搭理杜梅。孟子成则因为苏大明的话，神色逐渐冰冷。希月是我未来的道侣，我劝你不要再招惹他，否则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孟子成的话音落下，苏大明刚想说些什么，柳月如却是突然冷笑出声，孟子成，你好大的威风啊，你师父狂妄无知也就算了，你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威胁我月华峰的弟子？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上梁不正下梁歪。面对柳月如的呵斥，孟子成还不敢顶撞柳月如，只见他冲着柳月如恭敬地说道，柳师叔息怒，这是弟子间的争斗，还望柳师叔要插手。呵呵。柳月如嘴角微掀，缓缓说道，你说希月是你未来的道侣，不要再做梦了，这门亲事已经被我取消。柳月如毫不客气，一句话就取消了孟子成跟林希月的婚约。此言一出，孟子成顿时面色一变，看向林希月的眼神中满是不舍。柳师叔，你怎么可以这样？孟子成面色焦急地看向柳月如。柳月如闻言后却没有继续搭理孟子成。孟子成看到柳月如没有搭理自己，又将目光看向林希月，但林希月却没有看向孟子成，
平静的眼眸不知在想些什么。哼！柳慕白冷哼一声，冲着孟子成喝道：“不要再在这里丢人了，大丈夫何患无妻？走！”说完这句话后，柳慕白再次冷冷扫视了一眼柳月如跟苏大明，紧接着他直接御剑而起，向玄虎峰飞去。孟子成面色难看，却也不敢违抗师命，跟在柳慕白的身后，同样御剑飞向玄虎峰。苏大明见状，眼神微微一缩，内心暗道：我什么时候也能御物飞行？他是一个恐高的人，但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心性已经有所转变。倘若想在这里立足，就必须克服这个心理上的障碍，并且苏大明知道，只要到了炼气3层，便可御物飞行。想到这里，苏大明的内心有了不小的动力。随着柳慕白跟孟子成的离去，场中便只剩下月华峰的众人。月华峰的弟子们皆是看向场中的苏大明，神色各异，但所有人的眼神中都是充满了震惊。就在这时，苏大明一个转身，突然看到了早已前来观战的王胜。王胜看着苏大明瘆人的模样，连忙恭敬地冲着苏大明说道：“师兄。”他早就前来此地，刚刚苏大明一拳打飞凌风，全都被他看在了眼里。王胜的内心惊恐不已，早知道苏大明这么猛，再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招惹苏大明啊。苏大明只是瞥了一眼王胜，便移开了目光。对于这种小角色，苏大明压根没有把他当一盘菜。柳月如的目光此刻看了过来，柳眉却是微微一蹙，只见他随手一个水球，便将苏大明身上的污垢全都清洗干净。日后那玄虎峰，你要小心一些，我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若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前往刑罚殿，那柳慕白定然不能把你怎么样。苏大明闻言，连忙冲着柳月如说道：“多谢师娘。”柳月如点了点头，便要离去。就在这时，苏大明跑到了柳月如的身边，低声说道：“师娘，请等一等。”闻言，柳月如脚步一顿，转头看向苏大明，好奇地询问道：“还有什么事？”苏大明此刻的眼神中有些跃跃欲试，只见他扫了周围的众多弟子一眼，贴在柳月如的身边，低声说道：“师娘，那柳慕白都欺负到咱们的头上了，这口恶气你真能咽得下？”苏大明真的很想杀上玄虎峰，最好能将柳慕白给气个半死，想想就让他觉得一阵暗爽。柳月如眼神微眯地看向苏大明，道：“你想怎样？”苏大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将内心里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他能来月华峰挑山头，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玄虎峰挑山头？师娘放心，让我去玄虎峰敲响他们的挑山钟，我肯定能把他们炼气1层的弟子们给生生打废。话音落下，苏大明便面露期许之色，目光殷切地看着柳月如，希望他能答应自己。柳月如脚步一顿，扫了一眼苏大明，淡声说道：“你就这么有把握？”柳月如的语气虽然平淡，但美眸中却是有些悸动。倘若苏大明真能挑了玄虎峰，对于他来说，何尝不是暂时出了一口恶气呢？苏大明连连点头，目光坚定地说道：“是的，炼气1层我无敌。”柳月如闻言点了点头，旋即冲着苏大明缓缓说道：“那就等2天再过去，我还有些事情。”苏大明听到柳月如没有反对自己，顿时来了精神，内心隐隐期待着自己去玄虎峰挑山头，倘若把柳慕白的炼气1层弟子全都暴打一顿，肯定能气死柳慕白。一想到柳慕白气得吹胡子瞪眼，却又拿他没办法的样子，苏大明内心就是一阵暗爽。柳月如没有再多说什么，似乎他真的有什么急事，转身便离开了月华峰。苏大明对于场中月华峰弟子们的注视没有搭理，直接前往自己原先的小木屋。月华峰的众多弟子目视着苏大明的背影，神色各异。他不是修炼废物吗？怎么这么厉害了？3年才修炼到炼气1层，厉害点也很正常，想要突破到炼气2层，我看悬了。场中众多弟子议论纷纷，只是今日之后都对苏大明改变了看法。看到苏大明进入小木屋后，场中的弟子们也都散了去。孟玉婷看了一眼苏大明的小木屋，眼中神色一闪，不知在想些什么。林希月跟杜梅对视一眼后，却直接向苏大明的小木屋走了过去。苏大明回到小木屋，便将木门给重新关闭。自从上次被柳慕白抓去之后，他还没有回过这里。这次回来，主要是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放在泥丸宫里。苏大明也没有什么东西，主要是自己的一些衣服以及那本灵心史。很快，苏大明就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东西，正准备开门离去，小木门突然被人一脚给踹开，吓了苏大明一跳。当看到门外的人时，苏大明的神色顿时阴沉了下来。杜梅，你敢踹我的门？此时，杜梅站在门外，林希月则是站在他的身侧。苏大明一眼就看出，刚刚踹自己小木门的正是杜梅。杜梅双臂环胸，眼神戏谑地看着苏大明道：“我就踹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真以为在炼气1层中无敌，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可是炼气2层，你敢怎样？”杜梅今日就是为了前来找茬，苏大明的突然崛起
让他内心隐隐感到有些不妙。倘若苏大明再进一步进入到炼气2层，恐怕自己还真不是他的对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不如先趁机让苏大明长个教训。林希月这时却冲着杜梅说道：“杜梅，我们说好的过来找苏大明，你干嘛上来就踹他的门啊？”显然杜梅的举动连林希月都看不下去了。希月，你怎么在帮他说话？还说你不是真的喜欢他？林希月瞥了一眼苏大明，可看到苏大明的面色并没有什么变化，不由得有些失望，但他还是冲着杜梅说道：“我们都是同门，也用不着这样。”此言一出，杜梅顿时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摇了摇头。苏大明却是有些不耐烦的冲着他们两个说道：“你们两个人怎么阴魂不散呢？难道你们看不出我压根就不想搭理你们吗？看来你们还真是喜欢拿热脸去贴冷屁股。”苏大明的话音落下，林希月跟杜梅皆是面色一红。苏大明，你怎么能说出这等粗鄙之语？面对杜梅的呵斥，苏大明只是给了他一个白眼。苏大明，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林希月也是柳眉微蹙的说着。苏大明闻言肚子里有些好笑，真以为他是苏小明呢。闪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苏大明看着挡在门口的杜梅，淡声说道。苏大明的小木门比较小，杜梅挡在门口，他就不能过去。现如今获得了柳慕白的3枚聚气丹，他只想赶紧回去冲击炼气2层。杜梅听到苏大明的威胁话语，不屑地嗤笑一声道：“哟，还对我不客气？人家皮就有点痒了呢，快来对我不客气吧。”苏大明闻言，嘴角微掀道：“真是个骚货，可惜没有骚货的资本。”此言一出，杜梅顿时大怒道：“你叫我什么？”苏大明眼神冰冷，一字一句地说道：“骚货。”话音落下的同时，苏大明突然爆发，用尽全力一拳向门口的杜梅轰了过去。现在的炼气1层在苏大明的眼中都是一盘菜，他真的很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能跟炼气2层的人碰一碰。苏大明也知道这杜梅只不过是炼气2层初期罢了，今日就拿他来试试手。轰！狂暴的力量从苏大明的拳头上轰出，仅是一个呼吸间便轰到了杜梅的身上。杜梅在苏大明动手之时便是面色一变，连忙调动全身灵力阻挡。找死！他等的就是苏大明出手，只有这样他才能光明正大的教训一下苏大明。事后就算师娘知道了，也是苏大明先动的手。轰！磅礴的灵力也向苏大明冲来，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原本站在门口的杜梅竟然被苏大明直接给一拳轰飞了出去。砰！杜梅被轰出了几十米远，重重的摔在地上，不过她却并没有受伤。即便是这样，杜梅的眼中也是有着深深的骇然。苏大明对他出手的一瞬间，他就感觉到苏大明体内雄浑的灵力仿佛跟自己这个炼气2层都相差无几。这还只是初次碰撞，若是他们两个真的打上一场，自己恐怕还真不是苏大明的对手。杜梅的眼底闪过一抹阴郁，苏大明在他眼中一直都是个废物，也是他跟林希月整日呼来唤去的小师弟。现如今苏大明的性子转变了不说，实力竟然已经恐怖到自己都不是对手了，炼气2层不过如此。苏大明看了看自己的拳头，眼中闪过满意的神色，没有准备停留，苏大明便准备直接走出小木屋。然而就在这时，林希月突然站了出来，挡在了苏大明的门外。苏大明见状顿时皱眉，这林希月的修炼资质强于杜梅太多，自己现在能击败杜梅，但若对上林希月，他肯定不是对手。你想干什么？苏大明面色平静地询问道。杜梅看到林希月终于站出来阻拦苏大明，连忙激动地跑了过来。希月，我们可是他的师姐，他却屡次对我们不敬，还不快出手教训教训他。杜梅刚刚被苏大明一拳打飞，月华峰的很多弟子都看到了，让他觉得很是耻辱。此时此刻，他恨不得林希月能出手，好好教训一下苏大明，也好给自己找回面子。小木屋的外面有着许多弟子不时向这边看来，相信刚刚炼气2层的杜梅被苏大明一拳打飞的消息很快就能传遍月华峰。对于这些，身处小木屋里面的苏大明毫不知情，外面的杜梅却是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眼神阴毒的盯着苏大明。林希月微微抬手，示意杜梅不要再多说什么。紧接着，她的美眸看向苏大明，轻声道：“苏大明，你今天又得到了3枚聚气丹，再加上先前那1枚，就有4枚了，对吧？”林希月的容颜虽然比不上池婉儿，但也是个十足的美人胚子，否则也不可能迷住玄虎峰的孟子成。倘若换作先前的苏小明，看到林希月站在自己的面前，声音还轻柔无比，恐怕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送给对方。但此刻站在林希月面前的不是苏小明，而是苏大明。苏大明听了林希月的话，瞬间明白，感情他们两个过来是打自己聚气丹的主意。想到这里，苏大明冲着林希月皱眉说道：“是有4枚，你想怎么样？”
林希月的一双美眸就这样注视着苏大明。苏大明的语气让他觉得很是陌生的同时，内心不知为何竟然有些酸楚。以前的苏大明从来不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林希月不明白为什么苏大明突然变了这么多。沉吟片刻后，林希月这才开口说道：大明，这月华峰上面就属我们3个关系最好，你看你现在有了4枚聚气丹，我跟杜梅也已经很久没有突破了，不如……说到这里，林希月轻咬贝齿，有点难以启齿。以前的苏大明倘若有什么好东西，肯定会二话不说就拿来给他，只是现在让他开口讨要，还真有些难为情。苏大明闻言恍然大悟地说道：哦，我明白了，林希月，莫非你想抢我的聚气丹？此言一出，林希月顿时连连摆手道：大明，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聚气丹虽然好，但也不能多吃，一个人吃2枚就已经是极限了，再吃更多的话，药力就没有那么强。我是想着我们都这么熟悉，不如分给我们2个1人1枚。林希月虽然修为比杜梅高上许多，但谁会拒绝变得更强呢？他对苏大明的聚气丹有些觊觎。就是苏大明，你已经得罪了玄虎峰，玄虎峰的众多弟子肯定不会放过你。若是交出聚气丹，我跟希月日后也能帮你不是？苏大明听了杜梅的话，内心不断冷笑。开玩笑，真到了那时，恐怕这个杜梅第一个站出来落井下石。呵呵。苏大明回忆到以往的种种，顿时觉得内心隐有怒气。或许是受到苏小明的心性影响，苏大明面色冰冷地冲着林希月说道：你所说的我们3个最熟悉，不就是我以前跟在你们的屁股面，想尽办法来伺候你们吗？向来都是我给你们做些什么，你们有了什么好东西，可曾给我分享过？你们可曾帮我做过什么？这……林希月面容一滞，仔细想来还真是这么一回事。苏大明再次淡声说道：闪开，我不想再看到你们2个任何一个。苏大明的这句话就像是一遭重击，重重地捶在林希月的内心，使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只见林希月呼吸加重，面色有些潮红的道：大明，老实说，你最近一直躲着我，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现在目的达到了，你为什么还是这样？说到这里，林希月的眼眸中已经有了一丝雾气在闪动。苏大明闻言却是嗤笑一声道：林希月，你想象力这么丰富，怎么不去写小说呢？什么？林希月红唇微颤道：大明，你当真不想再看到我吗？只要你点头，我就立即消失，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林希月紧紧注视着苏大明，一字一句地说着。苏大明毫不犹豫地点头道：对，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你听清楚了。你……林希月不敢置信地看着苏大明，但却从对方的眼中看不到任何的不舍。你不是说不会再来烦我吗？还不赶紧让开？难道你真想抢我的聚气丹？苏大明冲着林希月淡声说道。林希月柳眉微蹙，他摇了摇头，口中喃喃道：这不是真的。大明，你就是看我之前对你呼来唤去，还被师娘许配给孟子成师兄，所以才故意气我的，对不对？此时此刻，林希月的呼吸有些加速。苏大明却是有些无奈地说道：咱能别这么自作多情好吗？再说了，你跟谁结为道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赶紧让开，我要回去修炼了。此言一出，林希月的面色有些微微发白。曾几何时，苏大明是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师弟，当时的林希月从来都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这个事事顺从自己的小师弟会变得这么冷漠。这一刻，林希月是多么想回到过去，回到苏大明整日跟在自己身后的时候。倘若真到了那时，自己绝对不会对他那么冷漠。只是现在想这些，一切都太晚了一些。苏大明看到林希月在发愣，哪里会管他在想些什么，直接将他给推开，闪身向月华峰深处走去。林希月静静地站在原地，注视着苏大明的背影，就连杜梅叫他都没让他回过神来。苏大明走出小木屋后，发现林希月没有继续跟过来，内心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停留，很快就回到了柳月如的阁楼。进入房间后，苏大明将房门紧紧关闭，意念一动，便从泥丸宫里取出聚气丹。能不能突破炼气2层，就看你了。苏大明有些激动地看着手中的聚气丹，喃喃了一句后，便直接将聚气丹给一口吞下。聚气丹进入苏大明的体内，瞬间融化而开。他闭上眼睛，细细体会着这股温热，仿佛能感受到丹药在体内慢慢融化，释放出无尽的能量。这股能量柔和而绵长，像春风吹过麦田，轻轻拂过他的经脉和肌肉，带走了疲惫和尘世的烦恼，留下的只有纯净的力量和生机。苏大明仿佛与天地合一，呼吸之间都充满了韵律和节奏。周围的灵气快速汇聚而来，融入到他的身体中，与聚气丹的力量相互融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这气流在他的体内缓缓流动，不断强化着他的经脉和五脏六腑，
最终汇聚于泥丸宫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大明的气息越来越稳定，仿佛与天地间的灵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连接。他的身体仿佛变成了一个无尽的宝藏，不断吸收着天地间的精华，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力量。月华峰深处，这里是整个月华峰灵气最为浓郁的地方。由于苏大明运行小周天功法的引动，周围的灵气疯狂地向苏大明这里凝聚而来。倘若有人在这里，必会为苏大明这霸道的功法所震撼。这种汲取灵气的速度实在是太过恐怖。如果用寻常的修士功法来跟苏大明的功法相比的话，那么寻常的修士功法汲取灵气的速度简直比蜗牛还慢。即便这样，苏大明倘若正常修炼的话，也不会比常人要快，甚至要慢上最少数10倍。苏大明以泥丸宫修炼，每一个境界所需要的灵气都不是常人可以想象。也正因如此，苏大明才能做到同境无敌，甚至还能击败比他境界更高的修士。先前击败杜梅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天地灵气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涌入苏大明的体内，与聚气丹迸发的灵力遥相呼应。泥丸宫内一片混沌中，灵力气旋此刻正在疯狂地转动，每一次转动都会吸入恐怖的灵气，使得它变得越来越大。第一道气旋的外围生出萌芽的第二道气旋正在疯狂地扩大，一点一点地包裹着第一道气旋。苏大明知道，当第二道灵力气旋彻底包裹第一道气旋后，他便会突破至炼气2层。泥丸宫里一片混沌中，灵力气旋疯狂的转动间，仿佛就像是宇宙中不断转动的星河一般，搅动在混沌中央。那一片混沌中，在灵力气旋的搅动下，中央甚至露出一片真空来。然而里面动静这么大，位于气旋不远处的紫色光珠却是纹丝未动，完全受不到任何的影响。银发女子仍然静静地躺在紫色光珠里面沉睡。这一次修炼足足过了3天的时间，苏大明方才缓缓睁开双眼。双眼睁开的一刹那，他深邃的眼眸显得更加明亮，整体气势仿佛都上了一个台阶。呼！苏大明长长的吐出一道浊气，顿感全身精神旺盛到了极点，双手扬起，缓缓攥起拳头，顿时感到庞大的能量汇聚于双手间。苏大明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眼神中闪过惊喜之色。我感觉若是再对上杜梅，随手就能将其秒杀。前所未有的强大弥漫在苏大明的心头。微微闭上眼睛，泥丸宫的景象顿时浮现在苏大明的脑海中。一片混沌中，第二道气旋只是差一丁点就能将第一道气旋给彻底包裹，只差临门一脚就能突破至炼气2层。苏大明前后汲取了2枚聚气丹的磅礴灵力，距离炼气2层竟然还差那么一丁点，可想而知这小周天功法以及用泥丸宫修炼的恐怖。倘若是寻常修士，1枚聚气丹便可直接提升一个小境界，炼气1层大圆满的巅峰。苏大明没有太多的忧虑，他此刻有一种感觉，就算这次没有突破，只要他精心修炼数日，最多10多日就能直接进入炼气2层。只是聚气丹不能再吃了。前几日林希月告诉他，每个人最多吃2枚聚气丹，再多吃的话百害而无一利。苏大明吞下第2枚聚气丹后也有深深的体会，他觉得若是继续吃聚气丹的话，恐怕药力会减弱许多。没有继续修炼，眼前还有一件更加让苏大明上心的事情，那就是打上玄虎峰。刘老狗，我来了。苏大明深邃的眼眸看向明亮的窗外，眼中闪过冰冷之色。这一次他定要当着柳慕白的面将他的炼气1层弟子全都打飞。念及至此，苏大明的内心中又有了一丝庆幸，还好没有直接进入炼气2层，否则就不能挑战玄虎峰炼气1层的弟子了。苏大明跟玄虎峰的众多弟子并没有什么仇怨，要怪只能怪他们有一个心术不正的师傅。苏大明伸了个懒腰，全身骨骼都在霹雳作响，随手从泥丸宫里取出一袭青色长衫换上。苏大明很是精神地走出房间前世的他，不管是在任何场合，哪怕是出去送外卖，也要穿得板板正正，整整齐齐，头发弄得一丝不苟才会出门。苏大明走出阁楼，却看到柳月如不知什么时候回来，此刻正撅着翘臀在摆弄一些花草，圆润的翘臀正对着苏大明，让苏大明大饱眼福了一回。柳月如这个阁楼外有着一个不小的庭院，庭院中栽种着许多奇奇怪怪的花草药，苏大明认不出这些都是什么草药，但从它们散发出的浓郁灵气来看，绝对都是一些奇珍之物。此时此刻，苏大明怔怔地站在门外发呆，也不知是在看那浑圆的翘臀，还是在看满院子的花草，一时间竟然看得出了神。苏大明刚刚出来的脚步声很轻，柳月如应该没有听见，看他此刻摆弄地上的花草有些入神，兴许是还不知道翘臀正在对着苏大明。可就在这时，柳月如充满魅惑的声音突然传来，要摸一摸吗？柳月如的声音轻柔妩媚，尽显女人味，酥麻到能将男人的魂儿给勾走。苏大明下意识的竟然点了点头道，
也不是不行。话刚说出口，苏大明就后悔了，发怔的神色瞬间恢复了清明。因为此刻柳月如不知何时已经转过身来，一双桃花眼如春水荡漾般正死死盯着苏大明。柳月如此刻只是穿着一身合体的单衣，那双天生的桃花眼犹如春水在荡漾。师娘，我没有。苏大明看到柳月如越来越近，心砰砰跳个不停，连忙出言想要掩饰窘迫。然而话还没有说完，柳月如就已经走到了苏大明的面前。苏大明此刻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就在这时，柳月如退后了几步，指着眼前的大片庭院，淡声说道：我这里都是各种珍贵的草药，日后你可不能妄动，倘若他们有了什么闪失，我拿你是问。此言一出，苏大明连忙询问道：那如果出了意外，不是我动的呢？柳月如轻笑一声道：那也算你的责任啊。苏大明嘴巴大张，合着柳月如让自己搬过来就是给他看药园子的。柳月如看着苏大明呆呆的样子，嘴角微掀，似是想到了什么，柳月如突然看向苏大明询问道：我离开的这几日你都在做些什么？苏大明闻言瞬间来了精神：师娘，我这几日都在刻苦修炼，现在已经修炼有成，是时候去一趟玄虎峰了。3日前苏大明就跟柳月如说过自己也要前去玄虎峰一趟，但若是让苏大明自己过去，他还是有些心慌慌的。没有师娘柳月如在一旁坐镇，万一那柳慕白不讲武德，直接对自己下黑手，可怎么办？那自己的小命可就没了。再深重的仇恨，想要报仇之前，也要拥有十足的把握，心可以热，血可以沸腾，但脑子一定要清醒，否则大仇不能报不说，还很有可能搭了自己的小命。柳月如听了苏大明的话，神情也变得严肃：你想好了，确定要去玄虎峰，敲响他们的挑山钟？苏大明看着柳月如点了点头，正色道：师娘，我想好了。你真的有把握？柳月如柳眉微蹙地看着苏大明，他想要将苏大明看穿，却诧异地发现完全就看不穿眼前的苏大明。自从上次苏大明从忘忧谷回来后，柳月如便有一种感觉，这是一种似乎苏大明整个人都脱胎换骨的感觉。此时此刻，柳月如几乎可以断定苏大明肯定是在忘忧谷获得了什么奇遇，但苏大明没有告诉他，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苏大明此刻看着柳月如，再次保证道：师娘你就放心吧，我这几天的修炼修为更加精进了不少，这一次前去玄虎峰，我肯定会帮咱们月华峰出一口恶气。苏大明的一番话被他说的大义凛然，实则就是为了报他的个人恩怨罢了。但此刻说是为了帮月华峰出一口恶气，也是顺着柳月如所说，只有这样说，柳月如才会真心的支持自己。语言的魅力就在于同样的意思换作不同的话从嘴中说出，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便会截然不同。果然，柳月如听了苏大明的话后，美眸中闪过冰冷之色。不过这冰冷神色不是针对苏大明，而是因为他想起了前些日子柳慕白所带来的羞辱。虽说那林峰最终被苏大明杀死，那10多个炼气一层被打成重伤的消息也早就传遍了整个紫阳宗。好，我支持你。柳月如神色冰冷，转过身去，目光遥望远处的玄虎峰，一字一句地说道：这口恶气若是不出，我柳月如枉为月华峰长老。看到柳月如全力支持自己，苏大明大喜道：既然这样，现在就过去吧。苏大明目光期许地看向柳月如，柳月如转过头来，冲着苏大明缓缓点了点头。苏大明跟柳月如一拍即合，跟随着柳月如的脚步从月华峰深处向外走去。柳月如不急不缓地走着，让苏大明看得有些心急。师娘，我们直接飞过去的话，有没有可能更霸气一些？苏大明跟在柳月如的身侧，试探性地询问道。柳月如的脚步没有停顿，头也不回地说道：此话有理。苏大明闻言当即有些跃跃欲试地说道：既然这样，那咱们还是直接飞过去吧。他心痒难耐，一想到柳慕白暴怒的神情，便不禁一阵暗爽。苏大明的话音刚落，柳月如的脚步便停顿了下来。只见他转过身子，面向苏大明，似笑非笑地说道：那你倒是飞啊。柳月如仅是一句话就将苏大明给噎住了。他要是会飞的话，恐怕早就飞过去了，还用得着这样看向柳月如的神色有些复杂。苏大明发现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师娘了，她的性格让苏大明捉摸不透。柳月如没再继续盯着苏大明，再次迈动前进的脚步。你要记住，不要总想着依赖别人，倘若日后出了宗门，失去了宗门的庇佑，你又能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多久？柳月如的话让苏大明微微一愣，这些不留情面的话语虽说有可能会让苏大明的内心有些小小的不舒服，但细细想来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想通这一切后，苏大明难道有些恭敬地冲着柳月如说道：多谢师娘教诲。苏大明的态度让柳月如很是满意，
只见他微微点了点头，旋即不再多说什么，而是带着苏大明向月华峰外围走去。当他们途经明月轩时，在这里遇到了一位熟人，许九娘，明月轩里负责打饭的妇人，30-40岁的年纪，面相和蔼，望之便会给人很亲切的感觉。许九娘看到迎面而来的两人，远远便冲着柳月如恭敬地说道：“见过刘长老。”柳月如见状，对许九娘点头示意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仍然向前走去。苏大明知道许九娘在紫阳宗待了30年，虽然一直都没有进入炼气期，但却不用称呼柳月如为师娘，她本就不是月华峰的弟子。此时苏大明也已经走到了许九娘的身前。许九娘这时方才看到跟在柳月如身后的苏大明，不知道是不是苏大明的错觉，他好似看到许九娘的神色微微一凝，不过很快便消失不见。苏大明注视着眼前的许九娘，神色中有些狐疑：“大明啊，听说你最近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真是恭喜啊。”许九娘笑呵呵地看着苏大明。苏大明没有看出什么来，暗自微微摇头，自己的精神是不是绷得太紧了一些，看什么都疑神疑鬼的。多谢九娘。伸手不打笑脸人，苏大明向许九娘道了一声谢，便再次跟上了柳月如的脚步。许九娘没有过多停留，转身向明月轩走去。苏大明快步来到了柳月如的身后，却发现她忽地转身看向后方，深邃的桃花眼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师娘，你看什么呢？苏大明也顺着柳月如的目光向后方看去，却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先前跟他们碰面的许九娘已经进入明月轩。苏大明的询问声让微微发怔的柳月如缓过神来，微微摇了摇头。柳月如没有多说什么，继续带着苏大明向月华峰靠近外围的广场上走去。到了广场上后，柳月如便矗立在这里不动。苏大明见状，也陪在柳月如的身边一同站着。来往的月华峰弟子远远看到柳月如，皆是恭敬地向柳月如行礼。只是当他们看到柳月如身边的苏大明时，眼中却是闪过羡慕的神情。现如今苏大明几乎成为了柳月如最疼爱的弟子，怎能不让人眼红？正当苏大明好奇柳月如要干什么时，柳月如下了一道命令，让月华峰的弟子们全都过来。苏大明微微一惊，内心暗道：师娘竟然搞这么隆重，这是要让整个月华峰的弟子一同欢送我前去玄虎峰吗？如果可以的话，苏大明真的很想跟柳月如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但这一路走来，柳月如平静的表情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苏大明拎不清柳月如在想些什么，便没有多嘴，老老实实的站在柳月如身边。就在苏大明七想八想之时，月华峰的众多弟子陆续前来，在这片广场上集合。此时月华峰的广场上围满了年轻弟子，男女皆有，足足有100多号人，只是他们的目光全都聚焦在柳月如的身上。苏大明因为一直跟在柳月如的身边，此刻竟也有了一种睥睨众多弟子的感觉。这一刻让苏大明似有所悟，难怪人们总是对权力充满了向往，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实在会让人飘飘然。柳月如环视众多弟子，淡声询问道：都到齐了吗？话音落下，一位女弟子站了出来，冲着柳月如躬声说道：回禀师娘，除了大师兄、二师兄以及3师姐外，我月华峰的弟子全都到齐了。这女弟子苏大明还认识，正是先前有过几面之缘的孟玉婷，只是一直都在传闻中的大师兄、二师兄以及3师姐，苏大明却从来没有见到过，甚至就连苏小明的记忆都没有他们3人的身影。想来苏大明在这里待了3年，也没有见过那3人。柳月如听了孟玉婷的话后，微微点了点头道：他们3个常年下山历练，为了寻得突破的契机，以求在1年后的宗门大比中取得不错的成绩。1年的时间转瞬即逝，你们也应该争口气，否则我们就要被赶出月华峰了。说到这里，柳月如的神情有些伤感。月华峰的众多弟子神情当即严肃了起来。谨遵师娘教诲。柳月如轻抬右手，场中顿时寂静了下来。这次叫你们出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苏大明今日便要前去玄虎峰敲响他们的挑山钟。此言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皆是一脸茫然地看着场中的苏大明。柳月如说的不错，月华峰有弟子敢于前往玄虎峰挑山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前些日子玄虎峰那灵峰带给他们月华峰的羞辱，早就已经传遍了整个紫阳宗。倘若不是苏大明以强横的实力灭杀灵峰，他们月华峰将会颜面尽失，往后不知多少年，恐怕都不能在紫阳宗里抬起头来做人。月华峰里现在有人敢去玄虎峰挑山头，就算不能雪耻，也算是让月华峰扳回一局，不至于让月华峰的弟子们在紫阳宗内面子上很难看。只是听到前去挑山头的人是苏大明，顿时让不少人觉得这似乎又不是什么好消息了，因为没有人想过苏大明竟然还有挑山头的胆子。挑山头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距离上次挑山头成功的人距今也有数十年的时间。苏大明向来胆小，
什么时候这么肆无忌惮了？林峰在玄虎峰炼气一层的弟子中，连前3都算不上。苏大明轻易击败了林峰，便想着前往玄虎峰找回面子，初衷是好的，但想要成功挑了玄虎峰，难如登天啊！广场上的众人神色各异，议论纷纷。林希月、孟玉婷等人皆是满脸震惊地看向苏大明。苏大明最近的改变越来越大，似乎总能做出一些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他真的变了。林希月喃喃。苏大明还是那个苏大明，但他总是觉得先前那个随叫随到的苏大明，现如今跟他之间仿佛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月华峰的众多弟子全都哗然了起来，有欢喜的，有鄙夷的，总之千人千面，什么看法的都有。苏大明目视众生态，面容平静，古井无波，单是这份气度就不是先前的苏小明可比。逐渐喧嚣的广场让柳月如的柳眉微微一蹙，一瞬间嘈杂的场中再次安静了下来。彻底安静之后，柳月如的声音如期而至：待会儿我将会带着你们所有人前去玄虎峰观战，为苏大明打气。话音落下，月华峰的所有人齐齐应允了下来，其中或许有一些不是真心实意为苏大明观战的，但此刻这些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柳月如今日要借助苏大明狠扇玄虎峰柳慕白的脸。苏大明感受到众人的呐喊声，此刻有一些恍惚，他们的呐喊竟然把自己给弄得热血沸腾的。难怪古代的将领在战争前都会给将士们做动员，还真的挺有用。苏大明思绪飘飞之际，却突然发现柳月如此刻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看到柳月如这种神情，苏大明便暗道不好。至于是哪里不对劲，一时半会他也说不上来。但他可以肯定的是，每当这种神情浮现在柳月如的脸上时，多半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最起码是针对自己不好的事情。苏大明，你先去吧，师娘跟你的诸位师兄弟们随后就到。啊！苏大明猜得不错，柳月如果然没有憋什么好屁，竟然让他自个前去玄虎峰，这岂不是送羊入虎口，有去无回？愣在原地的苏大明怔怔地注视着眼前的柳月如，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柳月如看到苏大明这个神情，不禁觉得有些好笑，当即不再挑逗苏大明，而是冲着苏大明正色道：日后出了宗门，总是要独自面对敌人的，今日你先过去练练胆子，放心，师娘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闻听此言，苏大明方才缓缓松了一口气。苏大明，去玄虎峰敲响挑山钟你都敢，此刻难道不敢自个前去玄虎峰吗？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顿时让苏大明翻了翻白眼，这人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苏大明并没有推脱，而是冲着师娘柳月如诞声道：弟子遵命。话音落下的同时，苏大明便直接大步流星地向月华峰外走去。一旦下定了决心，便绝不后悔。他今日倒想看看这什么玄虎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也有着很大的信心，那玄虎峰的长老柳慕白还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自己动手吧。苏大明的身影越来越远，很快便跟山中的云雾融为一体，不知道走向哪边。直到苏大明的身影彻底消失，月华峰的众人方才收回了目光。苏大明神色坚毅，很快就走到了月华峰的入口处，找到通往玄虎峰的那根铁索链桥，苏大明便直接踏了上去。他知道处在茫茫云雾中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索链桥另一头便是玄虎峰，然而此刻站在这长长的铁索链桥上，不禁让苏大明腿肚子都有些打转。说是铁索链桥，其实就像是三角裤衩似的，脚下只有一根铁索链供人行走，好在两边还各有一根，用作于扶手。正因如此，苏大明方才敢踏上去。而在铁索链桥的下方则是茫茫无尽的云海，从下方向上看，茫茫云雾是存在于触不可及的高空中，然而在这里茫茫无际的云雾却是被踩在脚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神仙都生活在云层上面一样吗？苏大明颤颤巍巍地走在铁索链桥之上，前进的步子越来越慢。他本就恐高，又对行走在铁索链桥之上完全没有什么经验，一时间竟然有些寸步难行。但很快苏大明想起刚刚月华峰众人眼神中的期许，顿时暗骂道：这令人作呕的懦弱，实在可恨。有了这种想法，苏大明内心不再有任何的犹豫，大步地向前奔了过去。他的步伐越来越快，同时也越来越平稳。这所谓的铁索链桥看上去虽然很是可怕，但真在上面行走的话，其实紫阳宗的弟子们都能做到。那比大腿还粗的铁链子曾经不知吓退了多少人。紫阳宗之所以弄出这样的行走桥梁，也是为了考验弟子们的心性。很快苏大明便走到了铁索链条的另一端，这里正是玄虎峰的入口处。苏大明没有犹豫，径直走向玄虎峰入口处的那口大钟，大步流星向其走了过去。他没有用这口大钟旁的木锤，而是瞬间提起全身灵力的一掌，直接轰向了眼前这个挑山钟。轰！
震天响的钟鸣声瞬间传遍玄虎峰的每一个角落，让玄虎峰上面的所有人皆是眉头一皱。不管他们此刻是在做什么，目光全都望向了玄虎峰的入口处。还没等玄虎峰的人反应过来，又是一连串震耳欲聋的钟鸣声传出，震荡着玄虎峰上面的每一个人。咚咚，玄虎峰的入口处便有一个巨大的白玉石广场，他们的挑山钟便是在这白玉石广场的边缘。苏大明以全身的灵力一连敲了9次挑山钟，阵阵钟鸣声传遍了玄虎峰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还对外扩散。震天响的钟鸣声隐隐传到了相邻的几座山峰。玄虎峰深处，柳慕白正在盘膝而坐，吐纳灵气。钟声响起的一刹那，柳慕白猛然睁开了双眼，眉头微微一皱，他已经记不清玄虎峰的挑山钟多少年没有人敲响过了。就在这时，一道以灵力扩散而出的声音传入柳慕白的耳中：月华峰弟子苏大明特来敲响挑山钟，欲与玄虎峰诸位同门师兄弟交流一番。苏大明的声音经过灵力的扩散，很是洪亮，传遍了整个玄虎峰。找死！柳慕白脸色一黑，身影便已经消失不见。当他再出现时，已经来到了玄虎峰的白玉石广场之上。与此同时，玄虎峰的众多弟子也都听到了苏大明的声音。苏大明，这不是月华峰的那个废物吗？此人竟敢前来挑衅我玄虎峰，真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他今日若能活着走出我玄虎峰，便是我玄虎峰的耻辱。玄虎峰的所有人没有不愤怒的，此刻不管是在做什么，皆放下了手中的事情，怒气冲冲地向着广场前来。苏大明面色坦然，身姿挺拔地站在广场之中，目视周围越来越多的玄虎峰弟子。他的内心微微有些诧异，仅是过了瞬间，广场上便聚集了数百名玄虎峰的弟子。数百名弟子，男女皆有，他们皆是同仇敌忾地看着场中的苏大明。林峰师弟就是被他所杀，他竟然还敢来我玄虎峰，杀了他！有人已经按耐不住，要直接出手灭杀苏大明，为林峰报仇。但柳慕白在这里，怎么可能会让弟子杀了苏大明？他还想从苏大明的口中逼问出忘忧谷的秘密呢。肃静！听到柳慕白冷淡的声音，广场上的众多弟子全都安静了下来。柳慕白阴沉的目光直勾勾盯着苏大明，咧嘴一笑道：“老夫正想找你呢，你竟敢送上门来，可笑！”面对柳慕白阴沉的目光，苏大明直视柳慕白，没有丝毫的心虚，让你们炼气一层的弟子全都出来，我要当着你们的面将他们一个个给打废。苏大明响亮的声音传入玄虎峰每一个人的耳中。狂妄，以为杀了一个林峰就能横扫了我玄虎峰所有的炼气一层弟子？林峰在众多炼气一层中连前3都进不了，待会儿让几位师弟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定要将其活活打死，让宗门里的人都看看前来我玄虎峰挑山头究竟会是什么下场。广场上的数百名弟子纷纷发狠，他们恨不得上前将苏大明给撕个粉碎。柳慕白此刻冷冷地盯着苏大明，冲着众多弟子沉声说道：“所有炼气一层的弟子全都过来。”他的话音刚刚落下，数十个炼气一层的弟子哗啦啦站了出来。即便是苏大明看了都有些心惊，玄虎峰的炼气一层弟子竟然有30-40个那么多，只是炼气一层的人数就相当于月华峰弟子数量的1/3了。不愧是紫阳宗内排名前3的玄虎峰，苏大明心中暗道。不过心惊归心惊，苏大明的内心却没有任何的惧意。他们人数虽多，却也只能一个一个的上，跟自己单挑。数十个炼气一层的弟子皆是神色不善地盯着场中的苏大明，其中有3人站在最前端，2男1女，身上的灵力气息相比寻常的炼气一层弟子要雄厚太多太多。想来他们3个就是玄虎峰炼气一层弟子中最厉害的3个。就在这时，柳慕白突然冲着苏大明阴沉地说道：“苏大明，你好大的胆子，把我玄虎峰当成什么地方了？也好，今日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苏大明虽然很强，但柳慕白并不认为他会是自己那几个得意弟子的对手。柳慕白的话音落下，苏大明学着他的样子咧嘴一笑道：“刘老狗，你放心，这只是开始，日后我每次提升境界都会前来一趟你们玄虎峰。”说完，苏大明冷笑连连地扫视玄虎峰众多弟子：“你找死，竟然对师父出言不逊！师父，让我杀了他！”玄虎峰的弟子们听到苏大明对柳慕白出言不逊，全都异常愤怒。柳慕白的面色也很不好看，只见他双眼微眯地看向苏大明，沉声说道：“你以为你今日还能活着离开我玄虎峰？你把我这里当成什么了？想来便来，想走便走。”苏大明听了柳慕白威胁的话语，正想着说些什么时，柳月如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柳慕白，你动他一个试试。”此言一出，柳慕白顿时皱起眉头。原本他还以为是苏大明自个前来，他甚至还想着找个机会扣留下苏大明。此刻发现柳月如也已经前来，
彻底失去了希望。有柳月如在此，他完全没有办法留下苏大明。很快，柳月如的身影便来到了苏大明的身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月华峰弟子也纷纷前来玄虎峰看这一场扬眉吐气的好戏。不管月华峰的众多弟子有些人对苏大明是什么看法，但此时此刻他们皆是一致对外。前些日子玄虎峰的弟子前去挑衅，激起了所有月华峰弟子心中的怒火。今日苏大明打回来，让月华峰的众多弟子对其赋予了厚望。所有人都看着苏大明能将前些日子的耻辱给打回来，最好能将玄虎峰所有的炼气一层弟子都给打废才好。柳慕白知道强行留下苏大明已经不可能，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几个弟子亲手废了苏大明。想到这里，柳慕白阴沉的目光看向苏大明，沉声说道：苏大明，你的彩头是什么？苏大明既然前来挑山头，肯定也要拿出彩头。然而苏大明还没有说话，一旁的柳月如便站了出来。可他只是一句话，便让柳慕白的面色变得更加阴沉不定。赌一枚陨星令。柳月如的话不仅让玄虎峰众人面色一变，苏大明的面色也有些变化。他在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了陨星令的重要性。陨星令就是进入一处秘境的令牌。紫阳郡内有一处上古遗留下来的秘境，很是神秘。据说秘境中有可能存在一块天外陨星，紫阳郡的人便将这秘境称为陨星秘境。天外陨星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炼器材料，修士到了炼器3层时，便可炼制自己的本命法宝。本命法宝会跟随修士的修为长进，从而不断的进阶。据说上古时期有一人得道成仙后，他所用的本命法宝竟然也成功进阶为仙器，但也有材料的限制。倘若用一般的材料炼制本命法宝的话，进阶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继续进阶。到了那时，便要想办法重新寻找更加珍贵的材料炼制本命法宝。意思就是说，有些普通的材料炼制的本命法宝有上限，而有些极其珍贵的材料炼制出的本命法宝没有上限。这块传说中的天外陨星便是没有上限的一种珍贵材料，用它炼制出的本命法宝威力将会格外的强大。陨星秘境不知存在了多少年，并且每一年都会开启一次，但却从未有人获得过那块传说中的天外陨星。因为进入陨星秘境的条件实在太过苛刻，只有炼器3层以下的修士，且还要手持陨星令，才能顺利在陨星秘境开启时进入其中。陨星令，紫阳郡里5大宗派都有一些，除了5大宗派，一些紫阳郡的小门小派或者一些修仙家族也拥有一些陨星令，但数量肯定不能跟5大宗派相比。5大宗派之一的紫阳宗便有10几块陨星令。紫阳宗7脉，每一脉都分有2枚陨星令。陨星秘境里除了传说中的天外陨星之外，还有着许多天才地宝，这也是让紫阳郡众多修士趋之若鹜的原因。每一年进入陨星秘境的修士，只要能够活着走出来，都有获得不小的收获。竞争力很大，危险更大，但机遇向来都跟危险并存，并且距离这一次陨星秘境的开启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月华峰的2枚陨星令都被柳月如给分配了出去。今日前来玄虎峰，柳月如又打起了他们陨星令的主意。这枚陨星令，倘若苏大明能凭本事赢下来，那么10日之后前往陨星秘境，柳月如就会让苏大明一同前去。苏大明想到这里，内心有些炽热。他若想尽快提升实力，肯定不能在宗门里按部就班的修炼，只是依靠天地灵气的话，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进入结丹期。苏大明之所以想尽快提升实力，完全是因为体内还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威胁。这个潜在的威胁虽说平时没有动静，但只要他有了动静，随手就能要了自己的命。银发女子说了，倘若自己不能在50岁之内进入结丹期，就会杀死自己。苏大明总觉得50年的时光还很长，内心也没有了什么急迫感。但最近这些日子，他将银发女子的话仔细想了一想，细想之后顿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银发女子所说的是50岁之内，而不是50年之内。50岁之内去掉他现在的年龄，也就只剩下35年的时间。话是这样说，但谁知道体内的银发女子会不会真的等他35年？倘若过个几年，甚至是几个月，银发女子若是觉得自己没有在50岁之内进入结丹期的潜力，杀了自己后再找一个年轻人培养，对他也没有任何损害。要说有，也只是浪费他一些时间而已。所以说，苏大明并不是银发女子的唯一选择。死亡的威胁时时刻刻挂在苏大明的心头，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银发女子的手里。这种被人掐住命脉的感觉让苏大明很不舒服。他要尽快进入结丹期，完成跟银发女子的交易，只有这样才能送走这尊大神，否则的话他唯有死路一条。银发女子一直在泥丸宫沉睡，苏大明也不知道她是真的沉睡还是假的沉睡。自己若不表现出对修炼的积极，被银发女子发现的话，天知道他会不会有杀掉自己换一个目标的想法。
虽然他说不能自己出来，只能躲藏在泥丸宫里，但苏大明怎么知道他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这种恐怖的存在实在令人难以揣度。苏大明只有保持刻苦的修炼，并且速度还要很快，才能让银发女子在自己身上看到希望。只要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希望，便不会有杀掉自己的想法。毕竟重新找一个天灵根的少年培养也很浪费时间，况且天灵根的少年也不是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心绪百转间，苏大明对这枚陨星令更加的渴望。陨星秘境的开启将会吸引来自阳郡数不清的修士，进入其中会变得很危险，但机遇往往与危险并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好在只有炼气3层以下的修士才能进入陨星秘境，这是苏大明的机会。虽说暂时还不是炼气3层的对手，但他相信差距应该不会太远。只要自己在去那里之前进入炼气2层，便有了一拼的实力。说来话长，但此刻距离柳月如话音落下之时，仅仅过去数十息的时间。场中的玄虎峰弟子也好，还有月华峰的弟子，全都安静了下来。陨星令的重要性，所有人都一清二楚。师娘就这么相信苏大明能赢，竟然不惜拿一枚陨星令来做赌注。月华峰的众多弟子议论纷纷，玄虎峰的弟子同样如此。好，倘若我们赢下月华峰，便能增加一个前去秘境的名额，就是不知道师傅会不会答应。柳慕白面色阴沉不定，许久都没有说话。倘若可以拒绝的话，他肯定会直接拒绝。只是宗门早有规定，挑山中不能拒绝，若是拒绝便等于认输，同样要给对方补偿，并且还是双倍。柳月如似是吃定了柳慕白，此刻正带着戏谑的神色盯着他。沉吟片刻后，柳慕白终于缓缓开口道：好，这个赌注老夫应下了。柳慕白的话音落下，柳月如便直接露出没有意外的笑意。他这一次也是在豪赌，倘若苏大明不能取胜的话，那么此次前往陨星秘境，月华峰便只能派出一人了。但从苏大明最近的表现来看，柳月如对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双方都已经确定了战果，苏大明便虎视眈眈地盯着玄虎峰那数十个炼气1层的弟子。你们谁先上？苏大明伸了个懒腰，表情很是放松。玄虎峰的弟子们看到苏大明的姿态，皆是恨得牙痒痒，尤其是那3个为首的炼气1层弟子，盯着苏大明的眸子满是冰冷。柳慕白阴冷地盯着场中的苏大明，转头看向那为首3人道：你们3个退后，让其余弟子先上。玄虎峰的炼气1层的弟子中，为首3人听到柳慕白的话，不敢反对，瞪了苏大明一眼后便向后退去。他们3个是炼气1层弟子中最厉害的3个，柳慕白想要留他们最后再战苏大明。苏大明内心顿时明悟，他这是想用人数耗尽我体内灵力，再让那3人给我灵力一击。呵呵，苏大明嘴角微掀，没有人知道他所修炼的功法体内灵力究竟有多么雄厚。柳慕白这时冲着那些炼气1层的弟子沉声说道：宗门早有规矩在先，挑山头中的决斗，生死不计，都听明白了吗？明白。36个炼气1层的弟子齐声答道。柳慕白话语中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赵雷，你先上。话音落下，名叫赵雷的少年站了出来，直面苏大明。此人与苏大明年龄相仿，炼气1层中期的样子跟苏大明相比差得远了。现在的苏大明可是炼气1层大圆满的巅峰，距离炼气2层只差临门一脚。一拳。苏大明的话语让众人纷纷皱眉，摸不清头脑。苏大明却是不急不缓地说道：你们36个人，我只需36拳。此言一出，玄虎峰的人全都听明白了。苏大明的意思是要一拳解决一个人，36个人加起来刚好是36拳。狂妄无知。赵雷面容阴沉，体内灵气涌动，便要率先出击。就在这时，苏大明动了，他没有引动体内灵力，而是以极快的速度向赵雷冲了过去。仅是片刻间便冲到了赵雷的面前。赵雷眉头一皱，刚想对苏大明发动攻击，苏大明的拳头便已经轰了过来。砰！众人惊愕地望去，苏大明只是用肉身便一拳轰飞了赵雷。赵雷重重地砸落在地，胸膛凹陷，口中鲜血汩汩流淌着，生死不明。刷刷刷！玄虎峰的众多弟子看向苏大明的眼神再也没有先前的蔑视。苏大明不仅灵力雄浑，肉身竟然也是这般强悍，这都要得益于先前池瓦的淬炼，以及在望幽谷底时天雷的淬炼。起初的苏大明还曾埋怨池瓦先前反复的折腾自己，可当他明白这是池瓦在淬炼自己的肉身时，不得不说对方属实用心良苦。下一个。苏大明收起拳头，很是平静地说道。玄虎峰的众人包括柳慕白在内，面色皆是阴沉无比。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师父，赵雷！赵雷他已经死了。话音落下，
玄虎峰的众人顿时哗然，声讨辱骂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场中的苏大明却是充耳未闻。柳慕白面色阴沉，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冲着那人挥了挥手。很快，赵雷的尸体便被几名弟子给抬走。场中的战斗仍然要继续，只是接下来的每一个玄虎峰弟子面对苏大明时都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他们刚刚上台，便用全身的灵力护住自己，以免步了赵雷的后尘。砰！啊！轰！下一个！继续下一个！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苏大明以绝对的实力碾压着玄虎峰炼气一层的弟子。他没有说大话，确实是一拳送走一个玄虎峰弟子。被苏大明一拳击败的玄虎峰弟子全都身受重伤，还有几个倒霉蛋因没能挺过苏大明的一拳，吐血身亡。36个玄虎峰弟子很快就减去了大半。此时此刻，场中的气氛有些诡异。玄虎峰数百名弟子，包括柳慕白在内，越来越沉默。月华峰的弟子却是时不时爆发出喝彩声，纷纷出言为苏大明壮声势。前些日子的憋屈总算是出了一口气。大明师弟真是太帅了，我发现我看他越来越顺眼了。是啊，今天大明师弟可是给我们月华峰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大明师弟加油！苏大明站在场中，听到月华峰众多弟子的喝彩，面容波澜不惊。如果是经历忘忧谷之事以前的话，苏大明兴许还会臭屁几句，但此时的苏大明心底压着诸多与他这个修为不符合的大事，心境也是沉稳了许多。此时此刻，场中的玄虎峰炼气一层弟子只剩下10几个，然而苏大明却仍然是脸不红心不跳的样子。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用过全力。柳慕白沉默阴沉地盯着场中，一直都没有说话。剩余的10几个弟子尽管面色难看，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毫无悬念的一场场战斗持续在场中发生着。玄虎峰的炼气一层弟子一个接着一个被苏大明给一拳轰飞。苏大明今日就是前来复仇的，但也没有斩尽杀绝，大多都是重伤，只有几个相对比较弱的一命呜呼。他每轰出一拳，便脑补出一拳打飞柳慕白的场面，梦想着有朝一日找柳慕白报仇雪恨。当场中玄虎峰的弟子只剩下那3个最强的时候，柳慕白的面色已经完全阴沉了下来。不管是谁都能一眼看出，柳慕白已经暴怒到了边缘，似乎随时都会爆发。柳慕白的样子让苏大明内心很是舒服。场中剩下的3个炼气一层最强的玄虎峰弟子对视一眼后，其中唯一的女弟子站了出来。文慧玲，文师妹终于肯出手了吗？文师妹一出手，绝对能击败那苏大明。相比于林峰，文师妹同样能一招制胜。文师妹，一定不要手下留情啊！玄虎峰的众多弟子纷纷冲着场中的少女喊着。文慧玲点了点头，冰冷的眸子直勾勾盯着面前的苏大明。苏大明同样看向对方，他诧异地发现，对方虽然也是炼气一层大圆满，但体内灵气浓郁的程度远非林峰可比。你不该如此，得罪了我玄虎峰，即便大家都是同门，你也活不了多少时日。文慧玲没有林夕月生的漂亮，但干练的清爽气质远超越华峰的杜梅。此刻冰冷的眸子看向苏大明，满是杀意。苏大明听到他轻蔑的话语，顿时笑了。我虽然有怜香惜玉的风度，但你刚刚的威胁话语已经错失了最好的机会，是吗？文慧玲冷笑。先前那33个玄虎峰弟子想要将他们一拳轰飞，文慧玲自问也能做到。他嘴角微掀地看向苏大明，没有过多废话地说道：那你便去死吧。话音刚落，文慧玲体内灵力便猛然爆发，以极快的速度向苏大明轰了过去。苏大明目视对方的攻势，微微摇了摇头。文慧玲的灵力虽然雄厚，但跟他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轰！苏大明体内雄浑的灵力终于在此刻爆发，一瞬间，剩下的那2个玄虎峰弟子皆是面色一变。同样面色变化的也有文慧玲以及柳慕白。此人实力果然强悍，仅是灵力迸发便让我有了深深的威胁感。文师妹要栽了。仅剩的2个炼气一层弟子眉头紧皱地对视了一眼。场中的苏大明体内雄厚的灵力溢于体表，隔空向文慧玲一拳轰了过去。但绿色的灵气波动直冲场中的文慧玲。文慧玲面色难看，但却没有退缩，也是隔空向苏大明轰去。随着轰鸣声传出，场中顿时寂静无声。那个被玄虎峰寄予厚望的文慧玲连苏大明一拳都没有挡下，同样被一拳打飞，重重地落在地上。他发丝凌乱，面色苍白，口中鲜血喷个不停，显然受到了不小的伤势。骇然地看向苏大明，他真的难以想象，同样是炼气一层，为何苏大明竟强悍至此。文慧玲在玄虎峰炼气一层弟子中排名第3，但即便是前面2个也难以用这么快的速度就能将他给击败。他缓缓坐起身子，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开始闭目调息。玄虎峰的胜败他已经无能为力，
只能靠那2个师兄了。此时此刻，玄虎峰的众人更加沉默了，他们神色复杂地看向苏大明，眼神中充满了绝望。显然在他们眼中，剩下的那2人恐怕也不是苏大明的对手。正如他们所料，排名第2的玄虎峰弟子同样被苏大明打飞后，月华峰弟子们的喝彩声更加响亮了。场中的苏大明收起拳头，目光直视仅剩下的那一个少年。此人面容刚毅，身材板正，年龄不是很大，看向苏大明的神色却很是凝重。到你了。苏大明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对方，淡声说道。闻言，那少年迈出步子，向场中一步步走来。就在这时，后方的柳慕白嘴唇突然动了动，但却没有声音传出。与此同时，那少年的步子微微停顿了一下，旋即点了点头。柳慕白的异常正好被柳月如给看到。柳慕白在跟那少年灵气传音，似是交代了什么，小心一些。柳月如的声音突然在苏大明脑海中响起。苏大明微微一怔后，便冲着柳月如点了点头。柳月如看到柳慕白灵气传音，他也给苏大明传了一道嘱咐。那少年此刻已经走到了苏大明的面前。令苏大明有些意外的是，此人是唯一一个冲着自己抱拳并且自报名号的玄虎峰弟子。玄虎峰林华。苏大明并没有回之以礼，而是神色平静地看向林华道：可以开始了吗？林华点头。轰！苏大明没有任何的留手，他看得出来，这名叫林华的弟子比先前2个要强大太多，一出手便是全力。苏大明整个人一跃而起，体内雄厚的灵力毫无保留地向林华轰了过去。林华看到苏大明冲来，不敢大意，但他并没有像苏大明一样对苏大明动手，而是右手一翻，腰间储物袋中突然现出一面血红色的小旗子。小旗子刚刚出现在林华的手中，周遭便弥漫着渗人的黑气。这诡异的小旗子让苏大明内心猛然一沉，一种危险的感觉弥漫在苏大明的心头。他没有犹豫，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林华，企图在对方挥动手中小旗子之前将其击毙。阴魂幡，师父竟然给了林华师弟这等重宝，那里面的阴魂之力，即便是炼气2层也难以抵挡啊！不对，林华师弟手中的阴魂幡似乎是一次性的，不是真正的宝物。即便这样，也不是苏大明可以抵挡的。哈哈，苏大明必死无疑。沉默许久的玄虎峰弟子们此刻爆发出阵阵的议论声，他们露出振奋的神色。一切都在电光火石间，苏大明的攻势已经轰在了林华的身上。噗！林华如遭重创的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向后方重重的砸去。只是他被轰飞的一瞬间，也冲着苏大明挥动了手中的小旗子。轰！一股恐怖的黑气顿时冲向苏大明。苏大明来不及闪躲，已经被那道阴魂之力给包裹其中。此时此刻，众人已经看不到苏大明的身影，只能看到场中那一片令不少弟子感到心悸的黑气。黑气中的苏大明面色有些难看的发现，这股黑气正在源源不断地侵入自己的体内。一瞬间，如同撕咬骨髓的疼痛感传来，让苏大明满头大汗。只是经历过以往的种种，苏大明尽管疼痛无比，却仍然一声不吭地咬牙坚忍了下来。他连忙盘膝坐地，想要以体内雄魂的灵力逼出那不断涌入的阴魂之力。然而让他面色发白的是，这样做非但不能顺利将阴魂之力驱赶出去，阻挡阴魂之力的灵力，反而被阴魂之力给直接吞噬。吞噬之后的阴魂之力更加威猛。这骇人的发现让苏大明面色猛变的同时，不敢再以体内灵力驱赶。该死！苏大明疼得冷汗直冒，却完全没有办法应对。他从来都没有见识过这种阴魂之力。说时迟，那时快，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柳月如已经反应过来，满脸怒意地冲着柳慕白喝道：柳慕白，你竟然给弟子这等邪物！他没有想到柳慕白竟然这般不择手段。紫阳宗有宗规，从不允许宗门中人炼制这等邪物，所以说柳月如压根就没往这方面去想。早知如此，他怎么会不事先给苏大明防身之物？质问的同时，柳月如已经向场中的苏大明冲了过去。那阴魂之力虽然对苏大明来说很恐怖，但他只需一挥手就能解决。然而隐忍多时的柳慕白怎么可能让柳月如如愿？他几乎在柳月如出生的一瞬间便闪身挡在了柳月如的身前。啧，月如师妹，老夫倒要看看今日你怎么从我的手中将苏大明给救出。胆大妄为，竟敢来找我玄虎峰的麻烦，就算是遭到刑罚殿的惩罚，今日苏大明也必死无疑。自己的36个弟子全都被苏大明打得重伤，其中更有一些还被苏大明活活打死。柳慕白此刻已经丧失了理智，不管怎样，他都不能让苏大明安然无恙地离开玄虎峰，否则日后传了出去，谁还会将他们玄虎峰给放在眼里？柳月如跟柳慕白实力相当，柳慕白若执意阻拦自己解救苏大明，他还真没有任何办法。
柳月如内心猛地一沉，面色难看的吼道：“柳慕白，今日苏大明若有任何闪失，我必终生与你势不两立，不死不休。”紫阳宗内诸多长老虽有竞争，但从未有人说出过这等决绝的话语。由此可见，这一刻的柳月如是有多么的愤怒。然而面对柳月如的威胁，柳慕白却是嘲弄的嗤笑道：“哼，老夫还怕你不成？”不管柳月如多么愤怒，柳慕白就是不让柳月如前去解救苏大明。轰！很快，柳月如跟柳慕白便开始了打斗。然而他们两个实力相当，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柳月如面色焦急，柳慕白却是面容轻松。他不需要击败柳月如，只需要拦住对方即可。玄虎峰的众多弟子此刻终于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他们一边注视着场中那团黑气，另一边虎视眈眈盯着众多月华峰的弟子。月华峰的弟子们面色跟柳月如一样焦急，但他们却不能前去解救苏大明，即便他们一起上，也不是玄虎峰众多弟子们的对手。苏大明必死无疑，这就是得罪我玄虎峰的下场。玄虎峰众多弟子冷笑连连，他们真想拨开场中那团黑气，看看苏大明的惨样。这么久没有惨叫声，估计早就被阴魂之力给侵蚀的一丝不剩了吧。玄虎峰弟子的话语让月华峰所有人皆是面色难看不已。然而就在这时，黑气中的苏大明终于没有忍住，一道凄厉的嚎叫声从黑气中传出。听到苏大明的声音，柳月如以及月华峰的众多弟子更加着急。月华峰弟子们少数是担心苏大明的安危，但大多数还是比较关心比试的输赢。林华虽然重伤，但却没有死。倘若苏大明活不下来的话，那么就代表着苏大明挑山头失败，月华峰照样要给玄虎峰一枚陨星令。场中的苏大明虽是被一团黑气所掩盖，但柳月如却能通过神识看清里面的状况。只见盘膝坐地的苏大明全身颤抖不已，七窍流血，表情痛苦狰狞。再这样下去，大明必死无疑。虽然惊诧于苏大明竟然可以挺这么久，但柳月如还是心急如焚。柳慕白不可能让柳月如营救苏大明，跟柳月如之间的打斗愈加激烈。黑气中的苏大明双眼紧闭，七窍都有一丝鲜血渗出。他隐隐有一种感觉，这阴魂之力正在不断侵蚀自己体内灵力以及生机。倘若再想不出办法解决的话，自己必死无疑，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外面的打斗以及众多弟子的嘈杂声让苏大明心乱如麻。经过刚刚的教训，苏大明没有再用灵力去驱除阴魂之力，因为那样做不过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他只是引动体内灵力护住自己的五脏六腑。黑漆漆的阴魂之力早已侵蚀入苏大明的体内，这阴魂之力的能量极其霸道，使得苏大明不仅七窍流血，甚至还有黑烟冒出，一道道恐怖的黑色裂纹分布在苏大明的体表。苏大明用神识看到自己的模样，简直比丧尸还要可怕。让苏大明满头大汗的是，已经有阴魂之力侵蚀入自己的泥丸宫内，将那道灵力气旋给包裹，企图一点点蚕食。泥丸宫的灵力气旋是苏大明修为的根基，一旦被阴魂之力给侵蚀，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苏大明眉头紧皱，面色难看，心绪百转千回，想着破解之法。然而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灵力将体内的阴魂之力给驱逐出去。只是这种办法苏大明试过，不但没有作用，反而助长阴魂之力的气焰。就在苏大明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泥丸宫内突然传来一道空灵的叹息声。苏大明一喜，这是银发女子的声音。前辈，你醒了。这阴魂之力太诡异了，我该怎么将他们驱赶出去？苏大明用神识跟银发女子交流，万急时刻已经顾不得跟对方客套一番。银发女子这个时候苏醒，让苏大明看到了希望。然而银发女子的话却让苏大明内心猛然一沉。你太让我失望了，遇到问题难以解决，为何不能换一种思路？倘若再这样不堪，我便要收回我的功法，我要继续沉睡了。你好自为之。银发女子的语气虽然平静，但却让苏大明有一种如坠冰窟的漠然感。对方说得很委婉，若是再这样不堪，便要收回功法。但苏大明却知道，倘若对方真的收回功法，断然不可能留下自己的性命。纵然留下了性命，没有了小周天功法，一个不能修炼的废人也难以在这个世界存活。原本苏大明打算遇到危险后，倘若银发女子苏醒，可让对方帮帮忙，但此刻发现自己实在是有些天真了，自己跟对方不过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对于苏大明来说，银发女子的功法是他的唯一选择，他丹田被废，只有借助银发女子的功法才能修炼。然对于银发女子来说，苏大明却不是他的唯一选择。天灵根的天才虽然稀少，不代表难以找到，只是要多花费一些时间而已。想通了这一点，苏大明也觉得自己有些贪心了。倘若不是银发女子，自己不但不能修炼不说，恐怕他跟池婉都要葬身于忘忧谷底。
这样看来的话，银发女子与他有天大的恩情，然而对方却仍然没有在自己的身上看到回报。换位思考，倘若自己是银发女子的话，恐怕也会失望不已。晚辈冒昧了，前辈对我的恩情如同再造，我会一直牢记于心的。苏大明很认真地用神识跟银发女子说道。只是银发女子再也没有多说一个字。苏大明苦笑，看来眼前的问题只能自己想办法。念及至此，苏大明开始沉思银发女子刚刚的话语。他说要换一种思路，难不成让我不抵抗，任由阴魂之力的吞噬？不对，不对，这种念头刚刚升起，便被苏大明给摒弃。倘若任由阴魂之力吞噬的话，他早就被侵蚀的血渣都不剩。既然这样，那银发女子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苏大明觉得银发女子平时很少说话，她所说的话一定至关重要，肯定不会跟自己说一些没有用的废话。换一种思路，不对，我陷入了先入为主的思想怪圈。想到这里，苏大明开始设想自己刚刚被阴魂之力侵蚀的时候，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驱逐。没错，就是驱逐。前辈，让我换一种思路。突然，苏大明眼神一亮。吞噬。我刚刚总想着驱逐，却没有想过对方可以吞噬我，我为什么不能吞噬他为己用？银发女子的话语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很多人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往往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点拨，便能想通解决问题的关键。苏大明此刻突然想到了当初在忘忧谷底时是怎么用小周天成功开辟出泥丸宫的。忘忧谷底那浓郁到极致的紫气是一种极其霸道的能量，然而苏大明却用小周天功法将那霸道的紫气引为己用。既然这样，为何不能用小周天功法吞噬掉这阴魂之力？是了，银发女子曾说过，小周天功法的霸道所在便是可以将天地间任何能量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灵力。苏大明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想，没再耽搁，当即强忍身上的痛苦，坐直了身子，开始运转小周天功法。苏大明想了那么多，其实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当他想通问题关键所在，开始运转小周天的功法时，距离他跟银发女子的最后一句话也只有数息的时间。几乎是在苏大明运转功法的同时，银发女子的声音再次传出：不错，你确实很机灵。银发女子惜字如金，只是说了这几个字便不再言语。想来苏大明这么快速就能想通，让银发女子极其难得的夸赞了苏大明一句。而银发女子的话语更加验证了苏大明的猜想是正确的。不过让苏大明警惕的是，银发女子的再一次出言也验证了他的另一个想法。对方所说的沉睡，苏大明实在难以断定到底是真是假。谁知道他究竟有没有沉睡，而不是时不时的监视自己。多谢前辈夸赞。苏大明一时间又觉得似乎银发女子没有那么冰冷了。他先前跟自己说了一些让自己认清现实的话，语气很是冰冷。苏大明的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舒服，但若是自己表现得好一些，对方也不会吝啬言语中的夸赞。苏大明没再多想，开始运转小周天功法，对阴魂之力开始反吞噬。功法刚刚运转，苏大明的身体便光芒大作，霸道的功法开始强行且快速地吞噬体内汹涌的阴魂之力。首当其冲的便是侵蚀入苏大明泥丸宫内的阴魂之力，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苏大明的功法强行吞噬。随即在小周天霸道的功法作用下，那先前对苏大明威胁很大的阴魂之力开始化作灵力，增强着苏大明的修为。苏大明大喜，彻底放开了功法，用尽全力吸收着阴魂之力。很快，泥丸宫的阴魂之力便被苏大明给吞噬个一干二净。修为的提升让苏大明身心愉快，他有一种感觉，隐隐有突破炼气2层的契机，并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轰！外面的众人看不到，但苏大明体内却是轰鸣不断。那些原本可怖且充满威胁的阴魂之力，此刻在苏大明看来可爱至极。当泥丸宫的阴魂之力被苏大明吞噬掉后，侵蚀入苏大明体内的阴魂之力好似有意识般的疯狂向苏大明的体表涌出。这股阴魂之力似乎也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拼了命的要逃出苏大明的体内。冥冥中似有凄厉的嚎叫声传出，然而这种声音不但外面的众人听不到，就连苏大明听起来也是模模糊糊。想走，晚了。苏大明看到阴魂之力竟然想要逃走，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刚刚想要侵蚀自己的嚣张劲呢？最深重的失败和最折磨人的苦难，几乎是所有大功告成之前必经的最黑的夜。苏大明加重了功法的运转，他要借助这阴魂之力成功突破至炼气2层。阴魂之力疯狂的逃窜，然而面对霸道的小周天功法，他们无处可逃，最终只能于冥冥中发出寂灭之前的凄厉嚎啕。随着时间的推移，柳月如跟柳慕白在半空中的打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柳月如层杀招尽出，对方的阻拦让他愤怒到了极点，但不管怎样，柳慕白都不会让柳月如设法救下苏大明。其实柳月如的做法算是违规的，挑山头的比斗，不管结果如何，旁人都不能插手。但柳慕白违规在先，竟然炼制阴魂幡这种邪物给弟子用，可以说他们两人全都违反了宗规。玄虎峰的弟子跟月华峰的弟子们也在对峙，他们要么关注半空中的打斗，要么关注场中的那团黑气。玄虎峰在紫阳宗内的综合实力排在前3，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柳慕白修为高深的原因。让玄虎峰的弟子们没有想到的是，柳月如这位师叔修为竟然也是高深至此。虽说他一时半会奈何不得柳慕白，但柳慕白也难以将柳月如给击败。快看，苏大明竟然还活着！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一句话顿时让场中众人惊愕地看了过去。只见原本密不透风的黑气，此刻已经虚幻了不少。苏大明盘膝坐地的身影仍然模糊，但却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苏大明并没有被阴魂之力给吞噬。怎么可能？就算是炼气2层的修士，面对这般恐怖的阴魂之力，过去这么久也会被侵蚀的滴血不剩。苏大明竟然还活着？不对，我怎么感觉那阴魂之力越来越弱，反而苏大明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此时此刻，不管是玄虎峰的弟子还是月华峰的弟子，皆是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他竟然能够吞噬阴魂之力为己用。所有人都已经看出苏大明正在吞噬周身的阴魂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阴魂之力的气息越来越弱，而苏大明身上的气息则越来越强。场中的所有弟子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吞噬阴魂之力为己用，这种事情简直前所未闻。但此时此刻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所有人的面前。苏大明周身的黑气越来越淡薄，他的身影也越来越清晰。众人看去，只见苏大明除了七窍有些血迹之外，身上竟然毫发无损。与此同时，一股狂暴的天地灵气在苏大明的头顶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漩涡，正在跟随阴魂之力不断地涌入苏大明的体内。这是要突破的迹象，他竟然要突破了！场中众人极为震惊，本以为苏大明必死无疑，哪知对方非但没有死，并且还有了要突破的迹象。苏大明真的是传闻中的废物？这句疑问几乎涌上所有人的心头。月华峰的弟子们惊喜无比，玄虎峰的弟子们却是面色阴沉。今日他们玄虎峰损失惨重不说，并且用出阴招都没有解决掉苏大明，反而成为了苏大明即将突破的帮凶。事情的反转让玄虎峰的所有人都一种比吃了死苍蝇还要难受的感觉。半空中的柳月如跟柳慕白此刻也被下方的异动给惊动，他们停止了打斗。柳慕白看到苏大明不但没有死，反而还有要突破的迹象，脸色黑到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然而柳月如看到苏大明这种状况，非但没有露出喜色，反而面色发白，眉头紧皱。这竟然能吞噬阴魂之力，莫非大明修炼的是魔功？一种不好的预感蔓延在柳月如的心头。众人神色莫名地注视着场中的苏大明，看苏大明此刻的状态，胜负已然明了。玄虎峰的弟子们心情复杂无比，没想到曾经毫不起眼的宗门废物，今日竟然带给他们玄虎峰一记重创。要知道，他们这一脉在紫阳宗内虽说不是最顶尖，但也名列前3。本以为冒着触犯宗规的风险，苏大明必死，然而苏大明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不但绝境逢生，还即将要突破。月华峰的弟子们欣喜之余，更多的则是苏大明带给他们的震撼。苏大明以前有多么废柴，整个紫阳宗没有比他们更加了解的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废柴，最近却声名鹊起，做着一件件让他们意料不到的事。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的师娘柳月如此刻的神情是无比的复杂，有疑惑，有不解，有惶恐，同时还有一丝不安。身为玄虎峰的长老，同时也是苏大明的仇敌，柳慕白的面色阴沉到了极点。与此同时，他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枚陨星令看来必须要交出去了。且经过今日之后，一个小小的苏大明挑了他们整个玄虎峰，此事必将传遍整个紫阳宗。先前将苏大明逼入必死之局，是他提前算计好的，还是弟子中的比斗？倘若苏大明在比斗中死去，他柳慕白不用担任何责任。但此刻若是柳慕白强行出手斩杀苏大明，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就算柳慕白甘愿冒着风险，能不能顺利灭杀苏大明还是另一说。柳月如可就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看着，他能拦住柳月如，柳月如也照样能拦住他。一时间场中气氛沉寂了下来，都在注视着苏大明。只见场中包裹着苏大明的黑气越来越淡薄，苏大明的身体也是越来越清晰。在苏大明的周身，隐隐间还有着一道道青色光芒围绕着苏大明盘旋，这是即将要突破的征兆。时间悄然而逝，一炷香的时间很快过去。
当蔓延苏大明周身的最后一丝黑气彻底被苏大明吸收之后，他猛然睁开了明亮深邃的眼眸。轰！苏大明眼中金光四射，泥丸宫内一阵轰鸣。第一道灵力气旋的外围，第二道灵力气旋彻底圆满。随着泥丸宫内的灵力气旋疯狂的旋转，第三道灵力气旋开始诞生萌芽。炼气2层。继上次突破至炼气1层后，苏大明仅在数日间又成功突破至炼气2层。境界的提升带给苏大明清爽的感觉。他觉得此时此刻自己的力量完全不是数日之前的自己可比，倘若再是对上杜梅，一掌就能将其击毙。苏大明喃喃道。苏大明此刻身上的灵气波动不断，让很多人都能看到他已经成功进入炼气2层。他不再运转功法，头上的灵气漩涡消失不见，苏大明本人也缓缓站起身来。他竟然真的突破了，没想到阴魂之力都能拿来助长修为，他这是什么功法？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玄虎峰的弟子们此刻有一种助纣为虐的感觉，原本用阴魂之力是用来对付苏大明的，却没有想到竟然无意之中相助苏大明突破。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实在让玄虎峰弟子们感到一阵阵的憋屈。轰隆隆！就在这时，玄虎峰的上空突然雷声滚滚，所有人惊愕地抬头向上方看去，却震惊地发现，原本晴空万里的玄虎峰上方，此刻竟然乌云密布，且一道道粗壮的红色雷霆不断出现。震惊之色布满众人面容，然而只有苏大明却是早知如此的模样。怎么回事？天怎么突然暗沉了下来？天哪，那上面的恐怖雷电不会劈向我们玄虎峰吧？所有人此刻都惊呆了，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乌云如同一片厚厚的云幕，将天空染成了深深的铅色，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吞噬进去。突然间，一道粗壮的红色雷电划破天际，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声，仿佛是天地间最为震撼的交响曲。那雷电的颜色异常鲜艳，与周围的乌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不禁为之惊叹。在这雷电的照耀下，整个世界仿佛都变得明亮起来，却又瞬间被更浓厚的乌云所吞噬，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和恐惧。玄虎峰的弟子们以及月华峰的弟子们皆是满脸的不解与疑惑，柳月如却是面色更加惨白，她震惊地注视着场中的苏大明，内心疯狂呐喊着：这不可能！难怪大明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原来是因为他修炼了魔功。柳月如内心喃喃，此刻已经是面如死灰。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苏大明竟然会修炼魔功。完了！柳月如面无血色的仰头看着高空中与乌云交错不断浮现的红色雷霆。昏暗的天气笼罩住整个玄虎峰，高空中的红色雷霆正在不断的汇聚。苏大明没有丝毫意外，全身精神紧绷，准备迎接着雷劫的来临。上一次在望幽谷底时他就经历过一次，所以说此刻内心完全不虚。然而另一旁的柳慕白却是神色不定，目光在天上的红色雷霆与苏大明的身上来回的扫视着，震惊、震怒、不敢置信的神色在柳慕白的脸上来回转换。片刻后，似是确定了内心的想法，只见柳慕白怒视着苏大明，指向苏大明的手都在阵阵颤抖，柳慕白的嘴唇也在微微颤动。良久方才冲着苏大明传来一道怒吼：苏大明，你竟敢修炼魔功！此言一出，原本还有些侥幸心理的柳月如身子猛然一顿。玄虎峰跟月华峰的所有弟子皆是面色骇然一变，哗然四起。场中的苏大明闻言，整个人明显微微一愣。只见苏大明眉头一皱，目光看向几乎有些癫狂的柳慕白，沉声说道：什么魔功？刘长老，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莫非是气糊涂了不成？在苏大明看来，自己今日挑了整个玄虎峰，还赢走了玄虎峰的允心令，肯定让柳慕白气得不轻。这一刻的柳慕白更是被气得在胡言乱语。然而让苏大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这一次的针锋相对，柳慕白却出奇的没有跟自己计较。怎么回事？苏大明看到柳慕白的目光直接又看向另一旁的柳月如，只见柳慕白指着柳月如愤怒地咆哮道：柳月如，你弟子修炼魔功，莫要说你不知道，你是要害死我们紫阳宗吗？柳慕白的反常让苏大明觉得有些不对劲，他的目光也随之看向柳月如。柳月如的面色很难看，让苏大明内心一沉的同时，眉头紧紧皱起。此时此刻，柳月如正用着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自己。苏大明环视一周，除了柳慕白跟柳月如之外，不管是玄虎峰的弟子还是月华峰的弟子，看向自己的目光都很怪异，就像是在看待怪物一样。怎么回事？此刻天上的雷劫仍然在凝聚，但苏大明的内心却是沉到了谷底。所有人的怪异目光让苏大明觉得，此刻自己在众人的眼中仿佛就是一个异类。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此时此刻苏大明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
因为高空中那道粗壮的红色雷霆已经砸落下来，直冲下方的苏大明。苏大明紧绷的身子仰头直视那急速劈下的红色雷霆。这道红色雷霆比起望幽谷底时更加强盛了一些，但此时的苏大明也不是当时可比。苏大明运起全身灵力抵抗高空中降下的神雷。轰！隆隆作响的雷声盘旋在场中每一个人的耳中。粗壮的红色雷霆直接击中了下方的苏大明。砰的一声巨响传出，苏大明整个人灰头土脸的被红色雷霆击中，直接被轰得趴在了地上。尘土飞扬，苏大明的体表隐隐间有着一道道细小的雷电闪过。尽管如此狼狈，但苏大明的面色却很是红润，他的肉身看上去又强健了几分。嗨嗨！所有人此刻都在用怪异的神情注视着场中。场中的苏大明轻咳几声，没有去管别人，而是直接盘膝坐地，开始炼化着体内残余的红色雷霆之力。他有一种感觉，不管是天地间纯正的灵气，亦或者望幽谷中霸道的紫气，都不能与这红色雷霆相比。对于苏大明来说，这红色雷霆之力简直就是大补之物。苏大明闭目练功，玄虎峰的众人却是哗然了起来。真的是魔功，难怪他能吞噬阴魂之力。灵心史的最后一页有明确的记载，魔功可吞噬天地间一切能量，并且每次提升境界必将降下神罚。魔功天地所不容，一旦有修士修炼魔功，天地间人人得以诛之。众多弟子的议论声没有唤醒面色难看的柳月如，他此刻神色复杂的看向场中苏大明，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柳慕白则是震怒不已，看向苏大明的目光中杀机凛然。就在这时，数道强大的气息突然向玄虎峰冲了过来，很快7、8道身影便出现在了玄虎峰之上。来人正是紫阳宗的宗主向天笑以及诸多长老，他们的面色也是格外的凝重。拜见宗主，各位长老。场中的众多弟子看到宗主向天笑带着众多长老前来，连忙恭敬的行礼。向天笑微微摆了摆手，目光则是沉重的看向场中的苏大明。竟然是他！玄虎峰刚刚神雷的动静自然惊动了整个紫阳宗，只是让向天笑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前不久刚刚见过的苏大明。向天笑身旁的7、8位长老此刻皆是神色凝重的看着场中，没有多言。就在这时，苏大明已经彻底吸收了体内的雷霆之力，只是当他睁开眼睛时，不由得微微一怔。前些日子见过的向天笑等人竟然又出现在了这里。苏大明缓缓站起身子，没有多说什么。此刻所有人都在用异样的眼神盯着自己，让苏大明完全摸不着头脑。向天笑收回目光，扫向面色难看的柳月如，沉声问道：月如师妹，这是怎么回事？话音落下，所有人的目光皆是看向柳月如。柳月如神色复杂地看着苏大明，始终没有移开目光。他面色发白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苏大明看着这一幕，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让所有人变成这样，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功法？苏大明皱眉暗道，刚刚他就已经听到柳慕白在说什么魔功，那柳慕白的意思岂不是说自己修炼的是魔功？但银发女子所说她给自己的功法明明是上古修士所修炼的上乘道法，如何就成了魔功？就在这时，柳慕白突然指向柳月如怒喝道：你自己的弟子修炼什么功法？你敢说你不知道？魔功为天地所不容，人人得以诛之。柳月如，你是想害死我们紫阳宗吗？倘若被那个地方知道我传承万年的紫阳宗，弹指间便会化作飞灰。柳慕白在说到那个地方时，愤怒的面色中竟然浮现出了深深的恐惧。显然他口中的那个地方恐怕是一个很恐怖的势力。柳慕白的话也让场中的诸多长老以及宗主向天笑皆是身子一震。弟子们包括苏大明在内，虽然听不懂柳慕白的话语，但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咚！一道沉闷的震天响声突然从远处传来，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皆是向远处看去。苏大明骇然地看到于紫阳宗的深处走出一位身形佝偻的老者，这老者苍老无比，佝偻的身子仿佛随时都会倒下一样。他面容严厉，不苟言笑，如同千年寒冰，令人望而生畏。岁月虽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却无法掩盖那股不怒自威的气势。双眸深邃，仿佛能洞察人心，嘴角紧抿，不露一丝笑意。老者的手中还拿着一根巨大的兽头拐杖，那兽头狰狞无比，模样凶残至极，但苏大明看了一眼，却认不出是什么生物。让苏大明骇然的是，佝偻老者手持兽头拐杖，竟然在踏空而行，步子看上去虽然缓慢，但却很快就来到了玄虎峰的上空。又是一位结丹期大修士。苏大明内心暗道，佝偻老者刚刚来到玄虎峰上空，便抬起手中的拐杖，隔空轻轻一震。咚！刚刚那道沉闷的震天响又随之传来，使得场中的众多弟子
只觉得耳膜一阵撕裂的疼痛。苏大明受到的影响最大，双耳甚至都已经有血丝渗出，但他却没有去管双耳的撕裂疼痛，因为此刻那不苟言笑的佝偻老者凌厉的目光正死死盯着自己。老者的目光让苏大明感到阵阵的心悸，仿佛在对方的面前，自己全身上下毫无隐私可言。当然，苏大明不相信他能看出自己泥丸宫的秘密。刑罚殿的大长老长期闭关，竟然连他都来了。苏大明修炼魔功，此事天地不容，这可不是小事。这次他死定了，难怪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原来是走了捷径。玄虎峰的弟子们幸灾乐祸地看着苏大明，话语中的讥讽声不绝于耳。墙倒众人推，就连月华峰的大多弟子此刻都对苏大明连连摇头。苏大明这才明白，眼前这手持兽头拐杖的竟然是刑罚殿的大长老。刑罚殿顾名思义是主管紫阳宗刑罚的机构，刑罚殿的权力很大，除了宗门里的师祖级别的人物，几乎都要受到刑罚殿的约束。他凌驾于紫阳宗众多长老以及宗主之上，就连紫阳宗宗主向天笑面对刑罚殿大长老也要客客气气的。刑罚殿大长老刚刚到此，宗主向天笑以及柳月如等诸多长老便连忙上前恭敬的行礼道：“拜见大师兄。”这一幕看得苏大明内心暗沉。刑罚殿大长老锐利的眼神一直盯着自己，明显是针对自己来的。他若以什么魔功的理由惩戒自己，就连柳月如也救不了苏大明。苏大明此刻将目光看向柳月如，却发现对方也是柳眉紧皱的看着自己，面色有些难看。玄虎峰上面的众多弟子也是紧随其后的恭敬行礼，拜见大长老。向天笑等人的恭敬拜见以及众多弟子的声音都没能引起刑罚殿大长老的注意。只见他原本佝偻的身子此刻竟然站得笔直，手中兽头拐杖指向苏大明，沉声喝道：“这是谁的弟子？”话音落下，柳月如面色难看地站出来说道：“大长老，他是我月华峰的弟子苏大明。”此言一出，刑罚殿大长老锐利的目光猛然看向柳月如：“你就是这样教弟子的？他修炼魔功，莫非你不知道？”面对刑罚殿大长老的呵斥，柳月如尽管内心不愉，也没敢出言反驳。只见柳月如冲着刑罚殿大长老正色道：“这件事情我确实不知道，但问题出在我弟子的身上，也是我管教不严，我会去一趟刑罚殿自领受罚。”柳月如没有推脱责任，她的态度让刑罚殿大长老很满意，当即移开目光，不再针对柳月如，而他的目光却再次看向了苏大明。“苏大明，你的魔功从哪里得到的？快快如实招来！”刑罚殿大长老声音如洪钟般响亮，震得苏大明一阵气血翻涌。苏大明强忍着汹涌的气血，直视刑罚殿大长老，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没有修炼什么魔功，大长老凭什么一口咬定我修炼了魔功？”苏大明虽然是个小人物，也知道能屈能伸方为丈夫的道理，但若是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别人无凭无据给他戴高帽子，他宁死也不答应。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苏大明自问行得正，此刻说起话来也是义正辞严。什么是魔功？按照苏大明的理解，魔功是建立在以剥夺他人从而获得强大实力的基础上。简单一点的说法，就是说魔功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功法。但他修炼的小周天虽说能够获得强大实力，可修炼的途中从未对任何人造成过损害。苏大明的话语让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他们没有想到苏大明竟然敢质疑刑罚殿大长老。大长老冷哼一声，喝道：“灵心史最后一页清楚地记载了魔功，修炼魔功者可吞噬世间任何能量，并且在提升境界时还会降下天地不容的神法。如今证据确凿，你竟敢还在狡辩！”此言一出，苏大明顿时笑了。那么敢问大长老，灵心史是何人所著，亦或者是哪个势力所著？你怎么就敢肯定灵心史所说就一定是正确的吗？苏大明深切明白一个道理，历史向来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其中真假后人难辨然，而他的话却在场中激起了千层浪。他疯了，竟然敢质疑灵心史，狂妄无知！我紫阳宗绝对不能容下这种人，否则日后出了紫阳宗，必将给我紫阳宗带来难以想象的灾祸。此时此刻，场中的众多弟子们皆是怒指苏大明。柳月如也是面色难看，冲着苏大明喝道：“苏大明，赶紧闭嘴！”然而苏大明只是看了柳月如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好好好！大长老怒视苏大明，一连说了3声好。果然是修炼了魔功，就连灵心史都敢质疑，这不是魔性深入骨髓，是什么？呵呵。苏大明冷笑，随即说道：“既然大长老也拿不出证据说灵心史究竟是真是假，那么我请问，到底什么样的功法才能算是魔功？”此言一出，所有人皆是冷眼望着苏大明。然而苏大明却是自问自答地说道：“所谓魔功，是以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从而获得强大的实力。
这种损人利己的功法，才可被称作为魔功。我所修炼的功法，与所有人都是一样，吐纳炼化灵气，可曾见我修炼途中害过任何人？苏大明声音响亮，与刑罚殿大长老据理力争。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是微微一愣，包括刑罚殿大长老也是面容一致。可以看出，苏大明的话语很有道理。他们先入为主的以灵星矢为标准，却没有仔细深入去想过这个问题。但仅是片刻，刑罚殿大长老再次冷喝道：“苏大明，你莫要再强词夺理，你修炼的功法跟灵星矢记载的一模一样，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我今日不严惩你，日后出了宗门，你也必会遭到所有人的围杀，到了那时，甚至还会连累我紫阳宗。”刑罚殿大长老说得很清楚，他不会跟苏大明讲什么道理，一切都是为了紫阳宗而着想。苏大明却是冷笑：“有理便行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尔等扪心自问，我所说的话是否勾据在理？何来强词夺理一说？”闻言，众多弟子神色复杂，议论纷纷，有赞同苏大明的，也有否定苏大明的。但大长老却是丝毫不为所动，眼神冰冷地盯着苏大明，沉声道：“苏大明，你若是再不说出修炼的魔功从何而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大长老的话让苏大明面色难看，对方这事完全不跟自己讲道理。苏大明再一次意识到实力的重要性，不管是在他先前的世界，亦或者这个世界，向来都是以实力为尊，实力才是硬道理。没有实力的人说的话再有道理，听在别人的耳中也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而对于强者来说，即便是放个屁，也有成千上万的附庸者觉得很有道理。事情已经发展至此，苏大明深知哪怕他跪地求饶，也不可能救下自己，只能破罐子破摔，跟对方据理力争。面对大长老的威胁话语，苏大明却是突然嗤笑道：“听闻刑罚殿大长老向来公正严明，赏罚分明，在我看来，不过也就是趋炎附势之徒。”话音刚落，所有人皆是震惊地看向苏大明。真的疯了，他竟敢辱骂大长老！大长老执掌刑罚殿这么多年，向来执法严明，从未有人有过任何怨言，他竟敢质疑大长老的执法，这次谁来也救不了他。我说的，所有人都知道，刑罚殿的大长老执法严明，虽说严厉无比，但却从未做出过什么冤枉他人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刑罚殿大长老是一个不苟言笑且极为正直之人，在紫阳宗的口碑一向很好。柳月如这时面色一惊道：“苏大明，你是不是疯了？赶紧向大长老道歉，不让你修炼你那功法，不修炼了便是，师娘给你找更厉害的功法。”柳月如到了此刻仍然想保下苏大明。一旁的刑罚殿大长老听了柳月如的话，转头深深看了他一眼，没有多言。苏大明目光看向柳月如，对方眼中的担忧并不是装出来的，只是苏大明苦笑，自己丹田被废，除了小周天之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就在众人哗然之时，刑罚殿大长老却出奇的没有生气，反而冲着苏大明反问道：“老夫执掌刑罚殿这么多年，向来执法严明，讲究一个公平公正，何来趋炎附势之说？大长老一直执法严明，自问于心无愧，别人质疑他严厉也好，质疑他不讲情面也好，他都不会在意。但若是质疑他执法不公平，那他倒要看看究竟是哪里不公平。”苏大明闻言，目光直视大长老，沉声说道：“大长老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修炼的是魔功，仅仅凭借着灵星矢上面寥寥数字，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你之所以要判我的罪，不过是因为担忧会连累紫阳宗，这难道不是畏惧强权，亵渎律法吗？”苏大明的话音落下，大长老面色猛然一变，苍老的身躯都震了震。他向来以执法严明自居，苏大明的话语差点让大长老道心破碎。大长老的嘴唇微微颤抖，眉头紧皱的开始沉思，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他自幼最恨的就是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执法者，所以少年时便立志，终有一日要掌握宗门的执法权，然后做一个正直的执法者。可苏大明刚刚的话语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没有证据能证明苏大明的功法是魔功。他之所以要惩戒苏大明，也是为了紫阳宗所考虑。倘若魔功的事情传了出去，紫阳宗都要受到严重的牵连。但他因此治苏大明的罪，就说明他畏惧强权，趋炎附势。向天笑等人看了大长老的神色，内心巨震，皆是深深看了一眼苏大明，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难怪能让陆晨风这般器重。众人心思各异，场中气氛却非常安静，所有人都在注视着苏大明以及刑罚殿大长老，就连苏大明也是看向大长老。接下来他会不会得到惩治，全凭大长老一句话。就在这时，银发女子的声音突然传入苏大明的耳中：“一群被圈禁的可怜虫而已，你哪怕说的天花乱坠，也于事无补。”前辈，苏大明大喜，他的内心此刻有太多的疑问想要询问银发女子。难道他们所说
都是真的？我修炼的真是魔功吗？苏大明虽然刚刚跟大长老据理力争，但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许久，泥丸宫的银发女子方才诞声说道：“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所修炼的功法绝对不是天怒人怨的魔功。”闻言，苏大明却是焦急的询问道：“那我该怎么办？”银发女子这次没有停顿，直接回道：“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就算我随手灭了紫阳宗，也会有更多且更厉害的人要杀你。所以说，没有到一定的实力，你万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所修炼的功法，日后多加小心。”银发女子的话音落下，苏大明顿时苦笑，眼前这一关还不知道怎么度过，谈何日后？银发女子似乎看出了苏大明的想法，顿时轻笑道：“你放心，待会儿自然有人会来救你，他可不会让任何人杀了你。”谁？苏大明诧异不已，不知道银发女子所说究竟是什么人，但他想来想去，脑海中也只有一道浅青色的身影，难道是池婉儿？可紫阳宗强者如云，眼前便有2位结丹7大修士，他如何能闯得进来？苏大明的担忧，银发女子却并没有给他回话。另一边的大长老沉吟了那么久，终于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苏大明，老夫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向来厌恶趋炎附势之人，但为了紫阳宗考虑，虽然内心百般不愿，我也只能做一次趋炎附势的小人了。你既然不肯说出功法从何而来，那就没有必要说了。”说到这里，大长老凌厉的目光突然看向柳月如道：“柳月如，苏大明是你的弟子，就由你来亲手惩治吧。”此言一出，柳月如顿时面色难看地看向苏大明，可紧接着他连忙看向大长老求情道：“大明年少无知，可否网开一面留他一命，不让他继续修炼魔功便是。我教导不严，甘愿前往刑罚殿接受刑罚，敢请大长老开恩。”话音落下，苏大明惊愕地看向柳月如，没想到这个在自己看来一直对自己有所企图的师娘，竟然为了救自己甘愿前往刑罚殿受罚。如果说大长老答应的话，对柳月如的刑罚肯定不会是死罪一个宗门的长老，培养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但即便这样，柳月如肯定也要在刑罚殿遭受很严重的惩罚。然而大长老却是厉声拒绝道：“那个地方早就定下规矩，5州4海任何修炼了魔功的人都要将其抽筋拔骨，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柳月如，你有没有想过，倘若今日留下苏大明，日后若是被外人得知，将会给我紫阳宗带来多么严重的灭顶之灾？”柳月如听了大长老的话，还要说些什么，但直接就被大长老给打断：“既然你不动手，那老夫就亲自动手。”语落，大长老冰冷的目光猛然看向苏大明。苏大明只觉得全身汗毛倒立，紧张到了极点。柳月如神色难看，面容满是绝望。大长老要出手，他无论如何也阻拦不得。柳慕白以及众多玄虎峰的弟子却是幸灾乐祸地看着苏大明。大长老右手轻抬，一瞬间巨大到难以形容的压力凝聚在苏大明周身。他有一种感觉，只要对方轻轻一握，自己恐怕就要化作飞灰。住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清冷动听的女子声音突然从远处天际传入场中。女子声音平静，不带一丝波澜，从不远处的天际传来，落入众人的耳中。苏大明跟随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一白衣女子驾鹤而来，很快便来到玄虎峰的上空。好美的女子！我们紫阳宗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胜似仙子的可人儿？她是谁？竟然敢让刑罚殿大长老住手？难道是来救苏大明的？女子白衣胜雪，负手而立于一只体型庞大的白鹤背上，温婉尔雅，美丽动人，年龄看上去不过17、18岁，平静如水的眸子直视大长老等人。她的美让苏大明有一种静若处子的感觉，但却从未见过此女。小师姐，你怎么来了？宗主向天笑的诧异声顿时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就连苏大明也是如此。难以想象，头发即将花白的向天笑竟然称呼一个17、18岁的女子为小师姐。柳月如等一众长老此刻也是齐声恭敬地称呼对方为小师姐，唯有大长老一人板着脸目视白衣女子，就连宗主他们都要尊称一声小师姐。她到底是谁啊？传闻宗门里最厉害的一位师祖，有个天资绝佳的亲传女弟子，名叫洛依依，莫非就是此女？这样一来的话，她还算是我们的小师叔呢。众多弟子羡慕地看着洛依依，大家看上去都是同龄人，然而对方却是宗门师祖的亲传弟子。洛依依有了这等身份，不但凌驾于紫阳宗众多弟子之上，就连宗主以及那些长老见到此女也要客客气气的。洛依依，宗门师祖的亲传弟子。苏大明的目光看向洛依依，也是从周围弟子的议论声中知道了许多的信息。快看，大长老脸色都铁青了。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大长老生平最恨别人干扰他执法，但此刻洛依依小师叔让他住手，他又不能违抗。谁知道洛依依小师叔此次前来，是不是代表着宗门里那位师祖而来？
据说宗门里几位常年不露面的师祖中，就属这位师祖最为厉害。洛依依小师叔能成为这位师祖的亲传弟子，即便是刑罚殿的大长老，也要给几分面子。大长老面容严肃地看着洛依依，沉声问道：“不知小师姐到此有何贵干？”洛依依没有回答大长老的话，美眸则是扫向众多弟子中，谁是苏大明？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场中的苏大明，惊诧不解的眼神弥漫于每个人的心头，就连大长老跟向天笑他们也是面色诧异，似乎都没有想到洛依依竟然还认识苏大明。柳慕白面色震惊，眉头紧皱，微眯着眼睛看向苏大明，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柳月如却是眉梢闪过喜色，只是美眸中也有深深的疑惑。苏大明此刻一脸懵，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名叫洛依依的小师叔竟然是冲着自己来的。当下有些犹豫的举起手来道：“小师叔，我就是苏大明。”其实不用苏大明多说，洛依依就已经从众人的神色中注意到了苏大明，美眸落在苏大明的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微微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什么。随即他的目光这才看向大长老，淡声说道：“这次是师尊让我过来的，大长老，你不能杀苏大明。”洛依依的话音落下，顿时掀起千层浪。苏大明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宗门师祖出面保他？这个疑问几乎盘旋于所有人的心间。然而苏大明更是一脸懵，自己完全不认识什么宗门师祖，对方为什么要派人来救自己？难怪银发女子刚刚说会有人来救自己，莫非师祖看出我有仙人之姿，想竭力栽培我不成？满脑子疑问的苏大明只能这般自恋的想着。为什么？刑罚殿大长老满脸的不服。苏大明修炼魔功，人人得以诛之，就凭我紫阳宗如何能护得住他？洛依依的目光再次落在苏大明的身上，沉吟片刻后方才淡声说道：“师尊说了，他刚刚已经探查过，苏大明修炼的不是魔功，只是有些相像而已。”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是露出恍然的神色。洛依依的师尊那可是宗门里师祖级别的人物，并且还是最厉害的那一个，包括宗主向天笑在内，都没人敢怀疑师祖的话。既然洛依依的师尊都这样说了，那苏大明的功法就绝对不会是魔功。玄虎峰的弟子们，包括柳慕白在内，皆是一脸的阴沉；月华峰的弟子们则是喜出望外。妩媚风情的柳月如明显松了一大口气，眉梢带有喜色的看了一眼苏大明。苏大明愣在原地，宗门师祖级别的人物出来给他澄清，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可不管怎样，总算是逃过了一劫，苏大明的心情也略有好转。想到刚刚银发女子的话，苏大明不由得用神识对其感叹道：“前辈，您可真厉害，竟然连这种事情都能算到。”泥丸宫里的银发女子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在沉睡，并未回应苏大明。然而苏大明也有些释然，对方修为高深，恐怕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不会有闲工夫跟自己闲聊。就在这时，面色阴晴不定的大长老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苏大明所修功法分明跟传闻中的魔功一模一样，如何就不是魔功了？其余长老皆是闭口不言，唯有大长老一人怒视洛依依。倘若不是洛依依有着这层身份，大长老自问单手就能捏死这洛依依。言中正，洛依依眼神有些愠怒，直接称呼大长老的名字道：“你竟敢质疑师尊！”他的语气中没有一丝温度，犹如冬夜的寒霜，让人不寒而栗。洛依依平生最敬重之人便是自己的师尊，有人质疑师尊，他怎能不怒？话音刚落，大长老的面色变了变。不敢。生硬的2个字从大长老的口中说出，显然还有些不太甘心的样子。但洛依依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大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师尊还说了，苏大明修炼的虽然不是魔功，但也有些相似，任何人不得将苏大明功法的事情泄露出去，否则废除丹田，逐出宗门。说到这里，洛依依的目光又看向众多长老等人道：“记住，我说的是所有人，废除丹田，逐出宗门。”洛依依的话让所有人皆是面色凝重地答应了下来。宗门里师祖级别的人物下令，没有人敢违抗，包括大长老在内。苏大明更加惊诧了，宗门师祖这么维护自己，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突然，苏大明察觉到洛依依的目光又看向了自己，他冲着洛依依讪讪一笑，对方却没有什么表示，身下的白鹤便直接扇动翅膀离去。玄虎峰上的众人目送洛依依离去，白鹤展翅翱翔，划过蓝天，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待洛依依的身影消失，刑罚殿大长老也看了苏大明一眼，随即离去。苏大明嘴角抽动，不明白大长老的眼神有什么含义。好在今日逃过一劫，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也庆幸今天及早发现了问题，否则一旦在外面泄露出功法的事情，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苏大明的内心对银发女子是一阵腹诽。这个人也太坑了，只跟自己说修炼这功法的诸多好处，
而修炼这功法的弊端，他却只字不提。苏大明愿称呼银发女子一声画饼大师，看来日后要多加小心，万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功法的事情。苏大明内心暗道。宗主向天笑以及诸多长老没有多做停留，纷纷看了苏大明一眼后随之离去。待他们离去之后，柳月如的目光突然盯着柳慕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将允心令交出来！柳月如嘴角微掀，精致的面容满脸得意。刚刚的她还满脸绝望，没想到事情竟然还有反转。柳慕白冷哼一声，当即手中现出一块黑光流转的令牌，扔给了柳月如。刑罚殿的大长老明显是带着怒气离开，柳慕白也不敢顶风作案，没有耍赖，便直接将允心令交了出来。不送。话音落下，柳慕白便直接向玄虎峰伸出而去。他不想再看到柳月如跟苏大明，否则会被气炸了肺。黑光流转的允心令被柳月如拿在手中，顿时吸引了许多炙热的目光，但柳月如却是随手一扔，扔给了一旁的苏大明。你自己赢来的，交由你自己处置。多谢师娘。苏大明欣喜地接过允心令，意念一动，便将其放入泥丸宫内。我们走。柳月如话音落下，苏大明便觉得身体一轻，凌空飞了起来。柳月如竟然直接拽着自己向月华峰离去。哈哈，欢迎玄虎峰的师兄弟们前来我月华峰做客哦。哎呀，你们不要一个个愁眉苦脸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千万不要丧气，加油。我们走了，你们就不用送了。月华峰的众多弟子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离去，不过他们离去之前还得意洋洋的跟玄虎峰弟子们告别，只是他们的话语却让玄虎峰的弟子们一个个面色铁青，攥紧了拳头。然而月华峰的弟子们却满是得意，就好像今日是他们挑了玄虎峰似的。柳月如带着苏大明直接回到了小阁楼，刚刚走进去，柳月如便长舒一口气，坐在了厅堂中的椅子上，拍了拍高耸的酥胸，似是心有余悸的模样。随着柳月如的轻轻拍打，胸前弹力十足的颤动顿时吸引了苏大明的目光。这倒不是苏大明变态，实在是柳月如太过妩媚妖艳，换做任何男人也忍不住。师娘，喝茶。苏大明嘿嘿一笑，给柳月如倒了一杯茶，送到柳月如的面前。柳月如端坐起身子，大有深意地看了苏大明一眼，随即从苏大明手中接过茶杯。他一只手拿着茶杯，另一只手掀开杯盖，轻抿了一口后，看向苏大明道：日后在宗门里少惹事，大长老已经注意到你了。苏大明面色一苦道：这大长老也真是，偏偏跟我一个小弟子过不去。你也不用太担心，大长老只是执法严明，但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你若恪守门规，大长老是不会对你如何的。知道了，师娘。柳月如笑了笑，放下手中茶杯，目视苏大明道：你那允心令准备如何安排？苏大明诧异：还能怎么安排？难道我不能去允心秘境吗？柳月如点头道：去是可以去，不过那里凶险万分，并且前去的都是炼气3层的修士，你去了可要多加小心。不过也没有什么，我们月华峰还有2名弟子跟你同去，你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便好，有他们保护，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也是柳月如放心让苏大明前去允心秘境的原因，并且在去那里之前，柳月如会嘱咐那2名弟子要好生保护苏大明的。知道了，师娘。苏大明慎重地答应了下来。他在炼气1层的时候就能跟炼气2层的杜梅一战，只是不知道的是，自己现在炼气2层能不能跟炼气3层的修士一战。可即便是能，苏大明也要万分小心，因为炼气3层的修士可以御物飞行，有些人甚至还炼制出本命法宝，这一点苏大明定要万分当心才是。苏大明正想着的同时，突然发现柳月如的一双桃花眼正打量着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每当看到柳月如这种眼神，他就有些心虚。柳月如盯着苏大明好半晌，方才轻启红唇，诧异地说道：只是我没有想明白的是，宗门里那位师祖为什么就对你另眼相看呢？甚至还派出他的亲传弟子洛依依前来救你。这件事情确实让柳月如百思不得其解。苏大明也是诧异，柳月如都不知道，他就更不知情了。师娘，那位师祖是何人啊？他是……柳月如顿了顿，脑海中浮现出一道浅青色的惊艳身影。紫阳郡5大宗门师祖级别的人物都不多，他们都是每个宗门的最强后盾。至于我们紫阳宗师祖级别的人物究竟有几个，这个我也不知道，但肯定不会超过1手之数。而今日派洛依依前来救你的这位师祖，却是我们紫阳宗最厉害的一位。换句话说，他也算是咱们紫阳宗的最高画师人。说到这里，柳月如的面容上浮现出深深的憧憬之色。苏大明却是震惊无比，用柳月如的话说，今天救自己的竟然是紫阳宗的一把手，自己何德何能，能让这等人物高看一眼？这位师祖可真厉害。苏大明不禁感叹，柳月如却是赞同的说道：那是当然，她本是一介柔弱女子，
却不到100年时间就有了一身结丹后期的恐怖修为，跟当年天玄宗的圣女并列为紫阳双骄。柳月如的话让苏大明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他可是知道天玄宗是紫阳郡5大宗门中实力最强的宗门，能跟天玄宗的圣女并列，可想而知这位师祖究竟有多么厉害。100年时间不到就已经是结丹后期的大修士，此种伟绩让苏大明憧憬不已。可他突然想到柳月如所说的这位师祖竟然还是个女人，内心不由得生出一股龌龊的念头。放在苏大明那个时代，这位神秘的师祖紫阳宗一把手就算是一位超级大富婆，难道是因为他看上我风流倜傥的外表，想要包养我？想到这里，苏大明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能成为紫阳宗师祖级别的人物，恐怕早已苍老的不像话了吧。并且苏大明虽然相貌清秀，但皮肤有些黝黑，跟风流倜傥完全不沾边。值得欣慰的是，每当苏大明的境界提升，他的皮肤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改变。兴许日后修为高升后，自己的皮肤也会像婴儿一般白皙，吹弹可破。师祖能跟天玄宗的圣女并列为紫阳双骄，绝对是一位很厉害的人物。苏大明有些憧憬地说着。紫阳双骄肯定不是指紫阳宗双骄，而是指紫阳郡的双骄。苏大明穿越过来已经有一段时日，对于这个世界也算是大致的了解。这里跟地球一样，同样是一颗巨大的星球，名叫灵星，也叫四海五洲。五洲指的便是包括紫阳东洲在内5块大陆，其中中洲是最为辽阔，也是强者如云的地界。对于中洲的本土修士来说，紫阳东洲以及其余3个洲全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土著。这4个洲名列前茅的盖世强者，若是前往中洲，也要夹着尾巴做人，是龙要盘着，是虎要卧着。只是因为中州的强者实在是太多了，并且中州的一些超级大势力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招惹的。紫阳东州便在世界的东边，而他所在的紫阳郡更是在紫阳东州的东边一隅。苏大明本以为这个世界很小，但他完全了解之后，完全被彻底震撼。这里的郡跟他那里的郡完全不一样。苏大明那里的郡是一种古称，大一点的郡下面只有10余座城池，小一点的甚至只有7、8座城池。但这里的郡在苏大明的理解中，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大国。紫阳东州共有36郡，别的不说，光是紫阳郡就有数百座城池。让苏大明诧异的是，紫阳郡在紫阳东州的36郡中还不能算是大郡，仅是排名靠后的偏远地区罢了，距离紫阳东州的中心位置比较远。提起紫阳郡，不得不说包括紫阳宗在内的5大宗门，这5大宗门是紫阳郡中最强的势力。但不是说除了这5大宗门就没有其余的势力，小宗小派以及一些修士家族多的也数不清，只是都不能跟5大宗门相比。此等庞大的紫阳郡，能被公认为紫阳双骄的2人，分量有多重，可想而知。柳月如听了苏大明的话，赞同地说道：当然厉害，他们2位不仅修炼天赋堪称妖孽，并且还是紫阳郡出了名的大美人，否则也不会被人们称作为紫阳双骄啊。苏大明愕然，紫阳郡的2位绝色美人，由于先入为主的思想，在苏大明看来，师祖级别的人物肯定苍老的不像话，怎么能跟绝色美人扯上关系？柳月如没好气地瞪了苏大明一眼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你以为师祖他是垂垂老朽的老妪不成？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他，他至今看上去也不过20多岁的模样。苏大明张大了嘴巴，修仙界的事情果然不能以常理夺之。当年天玄宗的圣女可是师叔的死对头。柳月如悠悠地说道：好在那天玄宗的圣女早已死去多年。死了？苏大明有点不敢相信，那么厉害的人物怎么可能会死？不只是苏大明不敢相信，就连柳月如也露出迟疑的神色。身为天玄宗的圣女，修为已是紫阳郡的巅峰，谁人能杀得了她？抛开她自身强大的实力不说，天玄宗可是紫阳郡第1宗门，紫阳郡这片地界上谁敢对天玄宗的人动手？柳月如这时有些迟疑地说道：传言中是死了，只是真相无人知晓，因为那天玄宗圣女已经有50年都杳无音讯，所以紫阳郡的人纷纷猜测天玄宗的圣女多半是死了。苏大明若有所思，这多年以前的恩恩怨怨，就连紫阳郡的人都搞不清楚，他又能如何得知？况且天玄宗的圣女死不死，跟他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不过苏大明想了想，还是缓缓说道：他们那种厉害的人物，兴许在天玄宗深处闭关，不问世事也是很有可能的。柳月如闻言却摇了摇头道：这不太可能，那天玄宗的圣女自幼便野心勃勃，总是想着带领天玄宗统一整个紫阳郡。数千年前，我月华峰的祖师月华仙子以伪灵根之姿，最终统一紫阳郡。只是紫阳郡统一并没有持续多久，月华祖师便失踪不见。传闻说他离开了紫阳郡，
去了很远的地方。毕竟这个小地方已经没有他那种境界修士所需要的机缘，为了更上一层楼，前往紫阳东周强盛的地界，甚至是前往中州，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月华祖师失踪的数十年后，紫阳郡再次成为一盘散沙，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能够统一紫阳郡的人物。直到天玄宗的圣女出现，她自幼野心勃勃，以我们的月华祖师为标杆，妄想着再次统一紫阳郡。天玄宗圣女崛起的那些年，一直都在伺机打压我紫阳宗。倘若她没有死的话，不可能50年都没有什么动静。柳月如的话让苏大明露出恍然的神情，难怪紫阳郡的人会认为天玄宗圣女早就死了。倘若她还没有死，以她的野心，完全不可能沉寂50年之久。眼前的平静总让我觉得很不对劲。柳月如叹了一口气道，似乎这平静的背后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的暴乱。苏大明内心一凛，面容有些好奇。师娘，什么暴乱？柳月如闻言，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苏大明，良久，眸子中方才露出坚定的神色。也罢，今日师娘就告诉你关于我们月华峰的一桩惊天秘密。说到这里，柳月如的神色逐渐凝重。惊天秘密？苏大明更加愕然，难道他们月华峰还有什么特殊之处不成？只是这种惊天秘密，柳月如为什么要告诉他？苏大明虽说内心很是好奇，但也知道好奇心害死猫的道理，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似乎是看出了苏大明的想法，柳月如顿时露出妩媚一笑。这不是柳月如刻意使然，而是她本就天生媚骨。其实说到底，这件事情早就已经是紫阳郡公开的秘密，日后你的修为若到了师娘这一步，也必然会得知。所以说现在告诉你也无妨。苏大明点头表示明白。接着柳月如美眸中闪过追忆的神色，这件事情也跟我们的月华祖师有关，又跟他有关。柳月如点头。当年月华祖师之所以能统一紫阳郡，是因为他破天荒地突破了元婴期，成为比元婴期境界更高的修士。比元婴期境界更高的修士，那是什么境界？柳月如摇头。元婴期强者在紫阳郡都是传说，更别说更高的境界是什么，我们也不得而知。那我们紫阳宗有元婴期强者吗？苏大明试探性问道。他知道结丹期大修士之后，便是恐怖的元婴期强者。我不知道。柳月如仍然摇头道。就连我们紫阳宗究竟有多少结丹期大修士，我都不得而知，怎么可能知道有没有元婴修士？结丹期大修士之后，是每个宗门的保障力量，不管哪个宗门一直都很保密。毕竟不管是哪个宗门，都会留有一些不会公开的底牌。但就目前而言，那位跟天玄宗圣女并列为紫阳双骄的师叔，是我紫阳宗明面上的最强者。许久，苏大明方才恍然点头。今日从柳月如这里了解到许多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让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师娘所说的惊天秘密究竟是什么？这一次的苏大明真的很想知道月华峰究竟有什么秘密。柳月如一双桃花眼看着苏大明，淡声说道：月华祖师突破元婴期后究竟到了什么境界，无人得知。因为数千年来紫阳郡从未有人突破过元婴期，就连元婴期强者都屈指可数。只是在他失踪后，便有传言称月华祖师当年的道场，也就是我们月华峰，有月华祖师突破元婴期的秘密，甚至还有月华祖师的传承。但这数千年来从未有人找到过。不过没有人会罢休，月华祖师的传承实在太过诱惑。这些便是我们月华峰为何这般抢手的主要原因。苏大明这才知道，宗门里众多长老觊觎月华峰，完全不是因为浓郁的灵气，而是为了寻找月华祖师的传承。可如果真的有传承的话，怎么可能过了数千年都没有人找到过？有了这种想法，苏大明也就没了什么念想。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想着霸占我们月华峰了吧？苏大明点头，听了柳月如说这么多，再想不通的话，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其实不只是紫阳宗内部，别的势力也对我们月华峰很是觊觎。当年天玄宗圣女唯独针对我们紫阳宗，也是这个原因。原来是这样。苏大明懂了，但内心却升起紧迫的危机感。柳月如突然看向苏大明，一字一句地说道：所以你该明白，刚刚我为什么说着宁静的背后会暗藏一股汹涌的波涛。紫阳郡的势力没有得到我们的月华峰，他们是不会罢休的。紫阳宗的未来岌岌可危不说，就连1年后我们还能不能保住月华峰，还犹未可知。1年后的宗门大比，若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成绩，我们就要被赶出月华峰。柳月如的神情有些落寞，她自幼在月华峰长大，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月华峰。苏大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出言安慰道：师娘放心，我会努力修炼的。柳月如笑了，你真的打算要去陨星秘境？这已经是柳月如第2次询问苏大明，毕竟那里危险重重，炼气2层的苏大明过去会更加危险。苏大明坚定的点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不经历一些艰难险阻，如何获得强大的实力。苏大明此刻上进的态度让柳月如很是满意。只是柳月如不知道的是，苏大明的内心背负了太多的东西。别的不说，就说体内那个潜在的威胁存在，苏大明前进的道路就不能有片刻的迟疑。内心背负了太多事，而解决这些事情的唯一办法便是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好，柳月如很满意苏大明的态度。不用为你的伪灵根妄自菲薄，当年月华祖师也是伪灵根，不照样能成为盖世强者？苏大明点头，内心却是暗道，想来柳月如还不知道，他早就已经是拥有天灵根的修士。还没等苏大明多想，柳月如突然手中光芒一闪，一柄乌黑发亮的锐利短刃出现在柳月如的手中。苏大明眼神一缩，柳月如手中的锐利短刃让他有一种心悸的感觉。短刃还没有手臂长，却绽放着锐利的锋芒，绝对是一件上好的法宝。这件法宝是我当年还是炼气7时所用，现在已经用不上，你拿着吧。待你炼气3层后，便可用意念使用它与人打斗。炼气7法宝。苏大明从柳月如的手中接过那漆黑发亮的短刃，短刃还没有他的手臂长，入手一片冰凉，更有刺骨的寒意传来。不错。柳月如点头，冲着苏大明解释道，法宝也是有着等级的，有炼气7法宝、筑基7法宝、结丹7法宝等等。以你现在的修为，只能勉强用炼气7法宝。至于筑基7的法宝，即便给你，你也没有能力使用。就算是我给你的这柄短刃，你若没有达到炼气3。柳月如话还没有说完，顿时看到不敢置信的一幕。他整个人惊住了，呆呆地看着苏大明，桃花眼中充满了疑惑。只见苏大明手中的黑色短刃正在苏大明的手上盘旋着，黑色短刃有些微微轻颤，似是很不稳的样子，但却真真切切地在苏大明灵力操控下盘旋于半空。苏大明此刻全神贯注地盯着黑色短刃，额头都渗出一些细汗。即便是这样，也让柳月如感到吃惊。以灵力御物需要炼气3层的磅礴灵力，以及专注的精神力，也就是神识。最少炼气3层的神识才能以灵力控制法宝。你才炼气2层，竟然能达到炼气3层的地步。柳月如的声音传入苏大明的耳中，打断了苏大明的专注。黑色短刃叮铃一声掉落在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地面的声音。苏大明松了一口气，抬手捡起地上的黑色短刃，眼中有些喜色。师娘，我若是练习一段时间，肯定能轻松地控制它。苏大明觉得刚刚之所以控制得很不稳，完全是不熟练的原因。看来你的功法果然与众不同。柳月如饶有深意地看着苏大明，面对柳月如的目光，苏大明却是嘿嘿一笑，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柳月如对自己的功法很好奇，但这是自己的秘密，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柳月如一眼看出苏大明的心思，嗤笑一声道，你这小鬼，我是你师娘，还能觊觎你的功法不成？啊！苏大明被柳月如拆穿心思，有些尴尬。我不是这个意思，功法也没有什么，就是修炼后灵力比一般人要雄厚许多而已。苏大明不想说，柳月如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炼气2层就能御物，就连我都从未见过。柳月如此刻仍然啧啧称奇。不过这几天练习的时候，最好找个隐秘的地方，不要让别人知道。柳月如的话音刚落，苏大明也是眼神一亮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此言一出，柳月如顿时笑了，白皙修长的玉手点了一下苏大明的脑袋，笑骂道，你这小鬼一肚子坏水。不过我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比以前木讷的样子好了太多。柳月如笑得很妩媚，如同妖艳盛开的红玫瑰，诱人至极。苏大明嘿嘿一笑，没有反驳。正如柳月如所说，苏大明能够御物的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兴许到了危险时刻，能够成为他出其不意的一大杀招。前去陨星秘境的修士恐怕大多都是炼气3层，甚至还都是炼气3层大圆满。修为不够的修士，各自的势力也不会将这么贵重的陨星令交给他。柳月如盯着苏大明，脸上的笑意很浓郁。只见他缓缓贴了过来，充满诱惑的声音在苏大明耳边环绕，过几日就跟西月他们一起过去，等你回来，师娘给你一个惊喜。柳月如的话落入苏大明的耳中，顿时让他浮想联翩。给他一个惊喜，但愿不是惊吓才好。仔细回味柳月如的话，苏大明又是惊呼道，什么？跟西月他们？林西月也要去？苏大明没有想到这次竟然要跟林西月并肩作战，这让他有些为难。其实苏大明跟林西月并没有什么仇恨，林西月相貌甜美，算是紫阳宗里难得的小美人，若是放在她之前的世界，最起码也是个校花级别的美女。只是由于以前的苏小明舔她舔得太厉害，使得林西月每次面对苏大明都摆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这种姿态让苏大明很不爽。他在穿越过来之前虽说算不得什么人物，但从未当过谁的舔狗。不错。柳月如轻抚耳边发丝道，
西月在我们月华峰的炼气3层弟子中，算是修为不错的，所以这一次陨星秘境之旅也有他。说到这里，柳月如眉头一挑，看向苏大明询问道：“你对我的安排不满意？”不。苏大明连忙摆手道：“师娘安排的最好，不过这一次师娘不去吗？”苏大明看来去这么远的地方，同时还有其余的各方势力，难道紫阳宗不派遣长老护送一下？柳月如没好气地说道：“这是你们年轻弟子的试炼，5大宗门都不会派长老跟随，别人都不怕，你怕什么？”师娘，你误会了。苏大明否认道：“我不是怕，只是我现在也不能御物飞行，别人都是飞过去，我总不能跑过去吧？”柳月如沉吟片刻后，似笑非笑地看着苏大明道：“那就让西月那丫头带着你，你不是挺喜欢这丫头的吗？”啊！苏大明一愣，好吧，但想了想，还是没有说什么。就目前看来，想要前去陨星秘境，真得靠一下林希月。柳月如接着说道：“我帮他取消婚约，不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你现在可是纯阳之根，倘若长时间不泄元阳的话，会憋炸的。这么恐怖？”苏大明愕然，他有些搞不懂柳月如究竟说的是真是假。柳月如娇媚一笑，美眸看着苏大明，声音充满诱惑地说道：“不用担心，师娘也可以帮你的。”哥。苏大明看着娇笑的柳月如，脑袋一热便道：“真的？怕？”柳月如抬手给了苏大明一巴掌，轻喝道：“你这臭小子，竟然还当真了，连自己的师娘竟然都有想法。”嘿嘿。苏大明讪讪一笑，表情有些尴尬。柳月如这时也笑了，她丰富的表情变化让苏大明完全摸不清楚她的心思，想来想去，最后只能暗叹道：“女人的心思，你别猜。对了，师娘，你说的纯阳之根是什么意思？”苏大明突然想起这茬，柳月如已经是第2次跟自己说纯阳之根。纯阳之根是男根的一种变异，拥有极其纯正的阳气，并且跟纯阴之女很是搭配。如果纯阴之女能在即将突破时跟纯阳之根交合的话，突破的几率将会直接增加1半。说到这里，柳月如的神色中有些火热。啊！苏大明上下扫了一眼柳月如，诧异地说道：“师娘，你该不会就是纯阴之女吧？”苏大明觉得自己的男根之所以变异，很有可能是石碗那个阳属性天灵根的缘故，只是看柳月如的神色，莫非她就是纯阴之女？想到这里，苏大明便觉得一阵毛骨悚然，生怕被这千娇百媚的师娘给榨干。柳月如明显一愣，旋即摇头道：“我不是。”说到这里，似是刚刚反应过来，一把拽着苏大明的耳朵道：“你这臭小子，竟然敢缠师娘的身子！哎呦，疼！师娘息怒，我没有这个意思。”苏大明歪着脑袋，感觉耳朵都要被柳月如给揪下来。哼！柳月如娇哼一声，松开了手。谅你也不敢。说着，柳月如便转身上楼。苏大明看到柳月如转身离去，没有多说什么。眼看天色还早，苏大明便走出阁楼的院子，来到了阁楼的后面。这里是月华峰的后山，没有任何人前来打扰，正是苏大明练习控制短刃的好地方。念及至此，苏大明意念一动，泥丸宫里的黑色短刃便出现在手中。苏大明仔细打量着手中的黑色短刃，突然看到上面有几个小字：柳叶刃。苏大明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因为手中的黑色短刃模样确实很像大号的柳叶，字体娟秀端正，显然是出自女人的手笔。这几个字或许就是师娘雕刻的。柳月如说过，这是她还在炼气期时所使用的法宝。炼制的材料虽然不错，最起码苏大明是这样觉得的。他看着手中绽放刺骨寒意的柳叶刃，内心有一种感觉，这件法宝虽然被柳月如弃之不用，但在炼气期法宝中恐怕也是一件难得的上佳至宝。可能是因为柳月如有了更好的炼制法宝的材料，这才没有继续使用柳叶刃。不过也间接成全了苏大明，有了这柳叶刃的帮助，他的战力又会提升许多。苏大明没再多想，开始意念专注的以灵力操控手中的柳叶刃。柳叶刃在苏大明的操控下晃晃悠悠地悬于半空中。苏大明神情专注，眉头微皱，许是有些吃力的缘由，额头上很快就布满了细汗。没过多久，苏大明一个不慎，柳叶刃便会直接掉落在地。苏大明没有气馁，休息片刻后再次捡起柳叶刃，开始尝试用灵力操控。就这样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锲而不舍。苏大明一直练习到太阳落山，全身都已经出满了汗水，这才坐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面休息，手中把玩着柳叶刃，口中喃喃道：“练了这么长的时间，竟然还是有些轻微颤抖。”苏大明微微摇了摇头，对自己的成绩很不满意。但他有所不知的是，一般的初学御物修士能在第一天成功控制起法宝，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苏大明抬头看了一眼后山的景色，只是后山很大，云雾缭绕的，能见度只有几十米。眼看天色不早，
苏大明回到阁楼中自己的房间，紧闭房门，几步来到床上，盘膝而坐，刚想闭目吐纳修炼，突然内心一动，那本灵星史便出现在了手中。苏大明看着手中的灵星史，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果然看到有关于魔宫的记载。关于魔宫的记载，这最后一页只有寥寥几行小字：上古修士皆以魔宫修炼道法，世时妖魔鬼怪横行于世间，此乃天地不容，人神共愤之举。修炼魔宫者，心性残暴，可吞噬世间任何能力，纳为己用，每每提升境界，上苍必会降下神罚，用以惩戒修炼魔宫之人。四海五洲，但凡发现修炼魔宫者，人人得以诛之。短暂的记载，苏大明却看了许久。怎么会这样？苏大明合上手中的灵星史，眉头紧皱，百思不得其解。功法内容明明浩然大气，且修炼之后也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如何就是魔宫了？且那雷劫明明对修士身体好处颇多，怎么就是神法了？如果这算神法的话，我愿意每天都沉浸在神法中。苏大明不是个没有主张的人，他从来都不会人云亦云，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倘若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过错，问心无愧，苏大明便不会觉得自己做的是错事。只是这功法看来要隐秘使用，日后也不能在人前突破了，以免秘密泄露。倘若秘密泄露的话，按照紫阳宗的人所说，很有可能会遭到所有人的追杀。一想到整个世界的人都要杀自己，苏大明便觉得一阵头皮发麻。意念一动，手中的灵星史被苏大明重新放回泥丸宫，他也随之从床上站了起来。原本是打算盘膝而坐，修炼吐纳天地灵气，但随着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房间内，苏大明只觉得一阵心烦意乱，完全没有了修炼的心思。窗台前的那处空地此刻已经铺满了月光，苏大明怔怔地看着地面上的月光，有些出神。良久，苏大明终于动了，面无表情地来到窗前，整个人都趴在窗台上，深邃的眼眸仰视着天边的明月。那远处的几座纵横交错的高山都在高空中明月的照耀下看得一清二楚。苏大明怔怔地看着明月出神，眼角有些发酸。他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已经长达20多天。你们还好吗？苏大明看着高空中的明月，喃喃道。他口中的你们指的便是以前的家人、亲人、朋友们。或许他们都觉得自己恐怕死在那场车祸中了吧。他只是魂穿这个世界，身体却是倒在了那场车祸中。一想到自己在曾经的那些亲人眼中已经是一个死人，苏大明内心便伤感不已。他有一种很是无力的感觉，自己明明没有死，但在所有熟人的眼中却是个死人，并且他还没有能力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没有死，这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岳，低头思故乡。这一刻的苏大明思念故乡之情达到了极致。这首耳熟能详的《静夜思》，苏大明以前每次读起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这一刻读起它，却让苏大明内心猛然悸动，好像这首诗是专门为此刻的苏大明量身打造一样。真没看出来，你竟然还会作诗呢！就在苏大明伤感之时，一道略显清冷的声音突然传入苏大明的耳中：“婉儿。”苏大明落寞的神情顿时有些欣喜，只见他想都没有想，便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四处寻找迟婉的身影。没错，刚刚那道声音很明显是迟婉的声音。迟婉的声音，苏大明是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先前两人一同经历生死的一幕幕，时时刻刻在苏大明的脑海中浮现。婉儿，婉儿。苏大明住在阁楼的一层，跳出窗户后便来到了院落中。他四处张望，却始终没有看到迟婉的身影，不由得大喊出声。苏大明似乎已经忘记自己还跟师娘柳月如住在一起。聒噪什么呢？迟婉清冷淡淡的声音从上方传来。苏大明猛然抬头，却看到了此生都无法忘记的一幕。那道深深印刻在内心的浅青色身影，此刻正静静地坐在阁楼的最顶端。皎洁明亮的月光映照在他动人身躯上，宛如仙子一般。柔顺的满头青丝以及浅青色衣裙，随着夜晚凉风的轻微卷动，涤荡在苏大明的心头。而在迟婉的上方，则是高高挂起的明月。明月的映衬下，本就美得动人心魄的迟婉，此刻宛如天女下凡一般。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又得几回闻。迟婉美眸注视苏大明片刻，便移开目光，仰头看向高空中的明月。她轻松的神情，仿佛很是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苏大明随着迟婉移开目光，当即便反应了过来。只见他很是轻松地跳跃几下，便也来到了阁楼的屋檐上。柳月如的这个小阁楼只有3层，苏大明虽然不会飞，但他却能攀爬跳跃上来。前段时间深不见底的忘忧谷，苏大明都能抱着迟婉爬上去，更何况是这小小的阁楼。苏大明刚上来便很是享受地嗅到迟婉身上传来的阵阵清香。他看了看坐在那里的迟婉，犹豫了好半晌，方才忐忑地在迟婉身边坐下。
从始至终，池婉都没有看苏大明一眼，只是一直仰望着高空的明月。苏大明转头便看到池婉雪白的脖颈，不知为何，每一次跟池婉在一起，苏大明都忍不住有些紧张。此刻坐在池婉的身边，呼吸都显得有些加速，或许是因为对方强大的修为，又或许有别的原因。似是想到了什么，苏大明有些焦急地看向池婉道：“婉儿，你怎么来了？”池婉听到苏大明的声音，柳眉微微一蹙，似是有些不喜苏大明这样称呼自己，又仿佛有些不喜苏大明问话的态度。我为什么不能来？池婉转头看了苏大明一眼，平静的眸子看不出喜怒，声音却是有些冰冷。苏大明却没有在意，脱口出道：“你就不怕被紫阳宗的师祖们发现吗？你虽然修为高深，但紫阳宗也不是吃素的，倘若被他们发现有外人潜入进来，那该如何是好？”此言一出，池婉顿时微微一怔，他转头看向苏大明，当看到苏大明眼神中的担忧后，眼底深处闪过一抹笑意。片刻后，池婉转过头去：“这就不用你来操心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还有，以后不准许你这样叫我。”苏大明不解：“你是我妻子，为什么不能这样叫你？谁是你妻子？”池婉有些愠怒地转头看向苏大明，模样竟然让苏大明觉得有些可爱。“我们都已经有了夫妻之实，还曾共同经历过生死，你不是我妻子，谁是我妻子？”苏大明不说还好，他此刻一说，顿时让池婉再次想起那日泉水边的风流。一瞬间，池婉的面色一阵红一阵白，似是要隐隐发怒。苏大明见状，咕哝咽了一口口水，没敢再说什么，而是眼神警惕地看着池婉。许久，池婉方才深吸一口气，转过头去淡声道：“我们两个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一次池婉的回答很快，但苏大明却是皱眉道：“此刻我们明明就坐在一起，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闻言，池婉再次转头，沉吟片刻后方才正色道：“我们之间的修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你若不能筑基，100年后便会烟消云散，彻底消散于这个世间。但你知道到了那时我还有多少寿命吗？”苏大明不用想便知，到了池婉这种修为的修士，寿元肯定是多到难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苏大明却无法逃避，因为此刻的他实在是太弱了。如果说此刻的苏大明相当于他前世的外卖员，那么强大的池婉便相当于前世中等偏上型的公司女总裁，身份悬殊如此巨大，也难怪池婉会这样说。但他却是不甘地说道：“我怎么可能连筑基都无法突破？”池婉摇头：“你不懂，修士的艰难不是此刻的你能够理解的。很多人拼尽一生，甚至越不过炼气期，更有甚者，终其一生都不能进入炼气期。10000个人中，能有一个筑基成功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世人皆追随仙道，怎知其中艰难？”池婉的话，苏大明非常认同。就好比月华峰的许九娘，入宗30年都没有进入炼气期，最终只能沦为一个打饭的大娘。只是看到池婉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的样子，苏大明却很不服气。别人看清自己，苏大明还能一笑而过，毕竟自己如何，只有自己最清楚。但池婉对自己没有信心，却让苏大明内心很不舒服。“你听着，早晚有一天我会站在你的身前，为你遮风挡雨。”似是受到了池婉的刺激，苏大明很是认真地说着。池婉听到苏大明的话，顿时觉得可笑至极。一个炼气2层的少年，站在结丹后期大修士的面前，扬言要为其遮风挡雨，这种鬼话，不管落入任何人的耳中，恐怕都会引来阵阵不屑的嗤笑。可当他转过头来，看到少年眼眸深处的坚定，他却如何都难以笑得出来。就连他的内心，这一刻都仿佛有了一丝悸动。苏大明此时也不是头脑发热的说大话，倘若自己不能在50岁之内进入结丹期，只有死路一条。不管是为了池婉，还是为了自己，他只能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哪怕前路充满荆棘，也不能回头。只是苏大明的想法，池婉却是不知。良久，池婉的语气终于有了一丝松动：“等你筑基成功再说吧。”苏大明神色一喜：“倘若我筑基成功，怎么说？”池婉转头，美眸看向苏大明：“倘若你真能筑基成功的话。”很是难得，池婉竟跟苏大明卖了个关子。如何？苏大明迫不及待地询问道。可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池婉的美眸中闪过一抹狡黠。“那你就是筑基修士喽，还能怎么着？”池婉故作诧异的模样，让苏大明瞬间噎住。苏大明吃瘪的模样，让池婉罕见的扑哧一笑。不过只是一瞬间，池婉便收起了笑容，再次恢复到清冷的模样。即便这样，苏大明也看到了他那一瞬间的笑颜绽放。他的笑声像一串银铃，清脆悦耳，仿佛能驱散一切阴霾。笑起来宛如花朵绽放的瞬间，让苏大明内心砰砰跳个不停。糟糕！
这是心动的感觉。苏大明被池婉言语调侃了一番，也不生气。他看出池婉内心仿佛背负了许多事情，似乎笑容很少会出现在池婉的脸上。只是刚刚池婉眼中的狡黠，让苏大明再一次刷新对池婉的看法。苏大明知道，似池婉这般修为的强者，即便天资再如何妖孽，恐怕年龄放在地球上，最起码也是个老太太级别的。但这一刻，苏大明却清晰地发现，池婉的心性就犹如17、18岁的少女一般纯洁无瑕。池婉被苏大明直勾勾的眼神盯得有些不太自然。再看，把你眼珠子弯出来。闻言，苏大明却是嘿嘿一笑道：“你舍得吗？”你……池婉没有想到苏大明现在都敢这样跟自己说话了，但他始终没有对苏大明发作，索性转过头去，眼不见为净。苏大明也是在这一刻更加肯定了心中的想法。自从跟池婉泉水风流后，别看池婉总是对自己冷言冷语，但他却从来没有做出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就连当初在苏大明看来，反复折腾自己也是在帮助自己淬炼肉身。苏大明有时会想，还是池婉有远见。倘若不是他那次帮苏大明反复淬炼肉身的话，苏大明跌落忘忧谷，甚至等不到池婉前来，他就已经活活摔死了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可爱小娇妻。苏大明得意地想着。就在这时，池婉突然话锋一转道：“你那功法从哪里得到的？又或者说是谁给你的？”池婉问出了此次的来意，面容也是严肃了许多。“你怎么知道的？”苏大明有些愕然，他真的有些怀疑池婉是不是在自己身边装了监控。池婉的眼神有些闪躲。“这你就不用管了。”只是好半晌，苏大明都没有接着说些什么。他虽然不想欺骗池婉，但也不能告诉池婉实情，索性闭口不言。银发女子说过，不让他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否则不但害了自己，更会害了池婉。只是希望池婉能理解自己的苦心。苏大明的默不作声，再次让池婉转过头来。“是那位前辈给你的？”池婉有些迟疑地说道。苏大明转头看了一眼池婉，叹息道：“我不能说，你还是别问了。”池婉怔怔地看着苏大明，没有继续逼问下去。苏大明有所不知的是，就因为他修炼的功法，池婉究竟背负了多少？他虽然派洛依依前来告诉所有人苏大明修炼的不是魔功，但池婉却心知肚明，苏大明修炼的功法就是灵心史最后一页所记载的魔功。池婉帮苏大明掩盖下来，不只是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更是拿紫阳宗的未来在做赌注。此事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恐怕整个紫阳宗都会受到牵连。许久，池婉方才缓缓说道：“你那功法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为好。”“我知道。”苏大明转过身子，握起池婉的小手，坚定地说道：“婉儿，你要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会站在你的身前，为你遮风挡雨。若违此言，有死而已。”池婉呆呆地看着苏大明坚定的神情，竟然忘了自己的手，此刻还被苏大明紧紧抓着。片刻后，池婉终于反应过来，只见他闪电般抽回自己的手，直接站起身来。“我走了，你好自为之。相见总有离别时，但每一次的离别，往往又是为了下一次的相见而做铺垫。”池婉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娇美的身姿凌空飞起，身影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远。但苏大明这一刻却看得呆住了。池婉向高空中飞去，仿若嫦娥奔月一般，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明亮的圆月作为背景，浅青色的衣裙都在随着微风翩翩起舞。传说中的嫦娥奔月也不过如此吧。很快，池婉的身影便彻底消失。苏大明神色一动，连忙从阁楼上一跃而下。回到房间后，他迅速找来纸笔，开始凭借着自己的记忆为池婉作画。一直到深夜来临，苏大明方才疲倦地伸了个懒腰，好美。苏大明看着面前的两幅画，画中女子皆是池婉。一个是苏大明今晚看到池婉的第一眼，她轻松地坐在阁楼上方，高高的明月作为背景下，美艳不可方物。第二个便是池婉离去时，犹如嫦娥奔月般的美景。苏大明前世学的是视觉传达专业，作画功夫一流。画中的池婉被苏大明画得栩栩如生，仿佛能活过来似的。略显欣喜地收起那张奔月图，苏大明将第一张画像直接挂在了自己的屋里。每当他睁开眼睛，第一眼便能看到池婉的画像。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这小小的一个举动给他日后带来了多大的麻烦。修炼的时间悄然而逝。很快5天时间过去，苏大明白天在后山练习以灵力控制柳叶刃，夜晚便会在房间里吐纳打坐。经过5天的时间，苏大明的炼气2层已经极其稳固，而他的御物之法也很是熟练。此时的苏大明意念一动，柳叶刃便会如闪电一般从泥丸宫内飞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这天上午，苏大明从月华峰深处走出，他要前去寻找林希月，一同前往陨星秘境。
只是当他刚走到距离明月轩不远处的一间小木屋门外时，顿时听到有女子的呼救声。女子的声音让苏大明隐隐觉得有些眼熟，于是目光便向那边看去。这间小木屋在月华峰上有些偏僻，不过苏大明却一眼看到守在门外一道熟悉的身影。王胜。小木屋门外站着2个人，除了王胜之外，还有另一个少年，似是炼气2层初期的样子。王胜看到苏大明走过来，有些警惕地说道：苏大明，我劝你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快离去，否则你就死定了。此言一出，王胜身旁的那少年也是警惕地看向苏大明。苏大明不屑地嗤笑一声，来到他们2个身前，淡声道：滚开。小木屋的呼喊声更加清晰，苏大明此刻已经听出是谁了，只是王胜2人却并没有闪开的意思。苏大明有些不耐烦，抬手一巴掌把他们2个扇飞了出去。紧接着苏大明用力一脚直接踹开了房门，可房间里的一幕却让苏大明惊愕之余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卧槽！苏大明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对许九娘有那方面的想法。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英雄救美竟然会是上了年纪的许九娘。屋内呼救的女人正是明月轩里负责打饭的许九娘。此刻她神情有些惊恐，发丝凌乱，正蜷缩在小木屋里的床榻上。屋子里面还有一个正准备脱衣服的青年。苏大明一眼看出这青年想要对许九娘图谋不轨。畜生啊！许九娘40多岁的年纪，相貌普通，眼角还满是皱纹。即便这样都能引来屋内青年的觊觎，苏大明直呼奇葩。只是此刻苏大明细细打量床上的许九娘后，却发现她虽然年长太多，但身材保存的却很不错，难怪会让屋内青年有些想法。青年面色有些阴沉地看向苏大明：苏大明，我劝你小子莫要多管闲事。现如今整个月华峰谁人不认识苏大明？他被青年认出来，并没有让苏大明有太多的意外，只是被苏大明搅和了他的好事，让青年很是不爽地停住了脱衣服的打算。苏大明看着面前的青年，觉得有些眼熟，凭借着苏小明的记忆，好像是一个名叫洛电的弟子。其实月华峰上的弟子数量并不多，也就100来人，苏大明几乎每一个都能叫得上名字。洛电长得不高，身材瘦小，相貌更是一言难尽，但苏大明却能从他身上看出修为高出自己很多。惊慌的许九娘看到房门被人踹开，神色有些欣喜，但看到是苏大明后，眼神中不由得闪过一丝失望。他本以为会有人来救自己，没想到竟然是苏大明前来。虽说最近苏大明的名头很响，但他也不认为苏大明会是洛电的对手。苏大明，你若是现在从这里滚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否则后果自负。洛电神色不善地盯着苏大明，出言威胁着。最近苏大明声名鹊起，但也只是刚刚突破炼气2层而已。身为炼气2层大圆满的洛电，自然没有将苏大明放在眼里。只是他现在正在兴头上，每当扫过许九娘丰满的身躯，他就觉得喉咙发紧。洛电的名声很不好，前几年经常下山，祸害了不少没有修为的民间女子。陆晨风得知此事后，愤怒的差点把他给杀了。只是洛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苦苦哀求，并且声称自己知道错了后，陆晨风心一软，便饶了洛电一命，但也给了他极其严厉的惩罚，并且不准许他再离开宗门。洛电长时间没有下山的机会，无法满足自己的性欲，便对月华峰上的女人有了想法。他没敢对月华峰的女弟子有想法，因为事情闹得太大，师娘也饶不了自己。于是洛电就盯上了许九娘。在他看来，许九娘就是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杂役，就算将她给奸污，谅他也不敢跟别人多嘴。只是自从洛电盯上许九娘后，便惊喜地发现许九娘虽说年老，相貌也普通至极，但她的身材却很丰满。倘若拿块布盖住许九娘的脑袋，任谁看了许九娘的身子，也肯定认为这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美人。只是许九娘不但相貌普通，平日里穿着也很普通，少有人关注她的身材而已。洛电憋了太长的时间，此刻只想赶紧解决自己的兽欲，之后再找苏大明算账。苏大明面对洛电的威胁，却是无所谓的冷笑道：师父上次饶你不死，你竟然还是死性不改。也罢，现如今师父不在，我便替师父清理门户。苏大明本不是多管闲事的人，但关乎到许九娘的事情，他还真就管定了。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得知，当初老实木讷的苏小明，除了师父陆晨风之外，没有几个人会拿正眼瞧他。许九娘便是其中一个。他总是安慰苏小明，让他不要着急，慢慢修炼，总有一天会进入炼气期的。并且每次苏小明去打饭，许九娘也都会多多照顾他，有什么好吃的也会留着许多给苏小明吃。许九娘觉得苏小明实在是太可怜了，被陆晨风收为弟子3年都没有进入炼气期，在紫阳宗遭到了很多人的鄙夷与轻视。可能苏小明的境遇
跟徐九娘的过去有些相似，这才让他对苏小明照顾有加。苏大明虽然是一个小人物，但也恩怨分明，谁对他好，他会加倍报答。他虽然不是苏小明，但却间接成为了苏小明。既然替代苏小明活下去，那么以前对苏小明还不错的人，苏大明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他管定了。徐九娘看到苏大明竟然有胆量帮自己，顿时感动不已，但她的眉宇间充满了担忧，冲着苏大明喊道：大明，快去叫人，落殿是炼气2层大圆满的修为，你不是他的对手。苏大明却是冲着徐九娘微微一笑道：九娘，你不用担心，我能挑了整个玄虎峰，还对付不了区区一个落殿。他这轻蔑的语气直接让落殿气笑了。好小子，没想到你现在竟然这般猖狂。行，既然你自己找死，那我就成全你。落殿没有去想，他让王胜两人看门，为什么还能放苏大明进来？此时此刻，他只想狠狠教训一番苏大明，好让苏大明知道什么叫境界的差距。实际上，门外的王胜两人被苏大明一巴掌扇飞后，便狼狈地逃走，没敢再管这里的事情。原本他们仰仗落殿在此，便有了让苏大明离开的胆子。只是苏大明随手一巴掌就能把他们给扇飞，让王胜两人惊恐地发现，苏大明突破炼气2层后，似乎更加恐怖。他们甚至认为，恐怕落殿也不是苏大明的对手。木屋里的落殿狞笑着盯着苏大明，全身灵力迸发，炼气2层大圆满的修为顿时显露而出。不要以为在炼气1层时无敌，就能将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了。落殿说着的同时，整个人就已经冲向了苏大明。他要用苏大明最爱用的招式，一拳轰飞苏大明。大明，小心！徐九娘满脸担忧地冲着苏大明喊道。然而他却诧异地发现，站在木门旁的苏大明却突然笑了。装神弄鬼。落殿狞笑一声，拳头已经轰到了苏大明的面前。先前苏大明在玄虎峰挑山头时就很喜欢一拳将人轰飞，落殿当时也是围观者其中一员。现在他也要用苏大明同样的招式，把苏大明给轰飞。拳头还没有轰到苏大明的身上，落殿就已经脑补出苏大明狂喷鲜血倒飞出去的画面。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很骨感。落殿想象中一拳轰飞苏大明的场面并没有发生，反而是他自己的拳头被苏大明很是轻松地抓住。你！落殿面露骇然之色，想挣脱出苏大明的钳制，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拽不动。后方的徐九娘看到苏大明这般轻松制住落殿，神色是又惊又喜。不自量力！苏大明嗤笑一声，抓着落殿的手轻轻一拧，落殿的手臂直接就变了形。骨裂声传来的同时，便伴随着落殿杀猪般的嚎叫声。哦！只是落殿刚刚嚎叫出声，苏大明抓着他的拳头便是向前一拉，一瞬间，落殿身子向苏大明这边靠了过来。苏大明面无表情，一把捏住了落殿的脖子，使得他再也无法叫出声来。你这种祸害，早死早脱生！眼神中闪过杀意，就要直接拧断落殿的脖子，取了他的性命。落殿在多年之前就已经犯了死罪，现在又是罪加一等，想来自己就算杀了他，师娘也不会说些什么。落殿的脖子被苏大明死死捏住，已经难以喘气。只见他翻着眼白，舌头都伸了出来，本就有些丑陋的面容，此刻更是呈现猪肝色。两只手无力地抓住苏大明的手，企图掰开苏大明的手，但却没有任何作用。此时此刻，落殿的神色满是惊恐与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身为炼气2层大圆满，却不是刚刚突破炼气2层的对手。他更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全身灵力在跟苏大明身上灵力接触的一刹那，就像是孙子见了爷爷一样，完全任由对方拿捏。别说落殿想不明白，就算是徐九娘，甚至苏大明本人也想不明白，这就是同境无敌吗？苏大明内心喃喃。然而就在这时，泥丸宫里沉寂许久的银发女子突然又开口了：你现在还不能完全体会到同境无敌带给你的好处，等你日后修为高深后，你就知道同境无敌究竟有多么可怕了。银发女子的声音让苏大明吓了一跳，这个女人就是这样，时不时出来冒个泡，可当自己真正需要她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动静。只是她刚刚所说的话语却让苏大明充满了憧憬，他现在就已经体会到同境无敌带来的好处，只是按照银发女子所说，现在的他修为很低，还不能完全看出同境无敌有多么恐怖。不，前辈，我现在已经觉得同境无敌很恐怖了。苏大明捏着落殿脖子的同时，还不忘跟银发女子打趣，只是银发女子却没有再说些什么。对于他的神出鬼没，苏大明早就已经习惯了。说来话长，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苏大明捏着落殿的脖子，用了些力度，落殿的双手已经下垂，他失去了挣扎的力气，眼看就要被苏大明给捏死。徐九娘这时有些担忧地说道：大明，他虽然罪大恶极，但你却不能代替你师娘杀了他。为什么？苏大明看向徐九娘，
神色有些不解，但他并没有松手。刘长老若是知道此事，自然会处置他。徐九娘所说的刘长老，自然是月华峰的柳月如。如此一来，外人也管不了我们月华峰自己的事情，因为刘长老本身就是宗门里的长老，有惩罚自己弟子的权利。但如果是你擅自动手，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现在这种特殊时间，你刚刚得罪了整个玄虎峰，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如果被他们知道你杀了落殿的话，即便做的是对的，他们也会借机发难。你身为一个弟子，并没有惩罚其余弟子的权利，或许刘长老会庇护你，但他们若将此事闹到了刑罚殿，想来柳长老也会很难做的。苏大明听了徐九娘的话后，顿时诧异地看向徐九娘，与此同时，捏着落殿脖子的手也下意识地松开。落殿就像是一条死狗一样，从苏大明的手中掉落在地，没有动静，显然已经昏厥了过去。苏大明看向徐九娘，正色道：多谢九娘提醒。他没有想到徐九娘身为一个普通的杂役，思绪竟然这么清晰。他刚刚所说的这些是自己一时间没有考虑到的。不得不说，徐九娘想的确实很周全。柳月如固然会庇护自己，但玄虎峰的人可不是善茬，尤其是柳慕白，倘若被他知道这件事，难免不会借题发挥，对自己跟柳月如发难。一想到那古板的刑罚殿长老，苏大明便是一阵皱眉。倘若真到了那时，被刑罚殿长老给盯上，柳月如非但救不了自己，还会直接将他连累。徐九娘这时心有余悸地说道：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如果不是你出手的话，我……徐九娘没好说下去，但苏大明却能看出来徐九娘想要说些什么。苏大明冲着徐九娘摆了摆手：不用说这些，以前你也对我颇为照顾，我帮你是应该的。说到这里，苏大明又将目光看向了躺在地上的落殿，他竟然发现落殿的眼皮动了动。你若是再装死，我就让你真的去死。苏大明冷哼一声道。此言一出，落殿连忙站起身来，面色惊恐地看向苏大明，求饶道：大明师弟，我错了，看在同门师兄弟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饶了你？苏大明懒得跟落殿废话，直接脱掉自己的鞋子，狠狠扇落殿逼脸。啪啪啪的声音传来，夹杂着的还有落殿的惨叫声。不消片刻，落殿的口中就已经满是鲜血，牙齿都被打掉了好多。苏大明却是丝毫不留情面，一直将落殿给彻底打晕后，这才作罢，转头看向徐九娘，却发现对方并没有因为这血腥的一幕而感到任何的不适。徐九娘毕竟在修仙宗门待了30年，这点程度都受不了的话，恐怕也不可能在这里待那么久。苏大明直接问道：这是你住的地方吗？不是，这是落殿住的地方。徐九娘摇了摇头。苏大明点头道：那你快些离开这里，到里面找师娘，将此事告诉她，她肯定会为你做主的。我今日便要跟林希月他们前去允心秘境，你保重。说着，苏大明便要离去。等等！就在这时，徐九娘喊住了将要离开的苏大明。怎么了？苏大明转头诧异地看向徐九娘。徐九娘冲着苏大明微微一笑道：你能不能跟我来一趟？我有样东西要交给你。哦。苏大明微微一怔道：什么东西？徐九娘这时已经走到苏大明身旁道：你来了便知。说着，不等苏大明回答，便率先带头离去。苏大明微微想了想，便跟上徐九娘的脚步，向徐九娘居住的小木屋走去。徐九娘的小木屋在明月轩后方的不远处，这里有着一片竹林，看上去很是静谧。苏大明没有多想，便直接跟随徐九娘走进她的小木屋里。刚刚走进去，苏大明便看到徐九娘的屋子虽然简陋，但却收拾得当，很是整洁干净。徐九娘在屋子里翻箱倒柜，片刻后拿出一物递到苏大明的眼前。这是当年陆长老给我的，现如今我已经用不上它。你此次前去允心秘境凶险万分，带上它兴许对你会有些作用，还是要感谢你刚刚的帮忙。陆长老？苏大明微微一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徐九娘说的应该是师傅陆晨风。他诧异地看着徐九娘手中的东西，自然能看出这是修士所用的储物袋。苏小明以前也有一个，不过被他送给林希月了，就是陆晨风长老，也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徐九娘叹息道。苏大明点头道：我知道，不过你这事，陆晨风失踪，实际上是被银发女子派出，让他帮忙寻找拥有天灵根的天才少年。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陆晨风一去不复返，杳无音讯。不过在银发女子看来，陆晨风8成是死了，因为每一个拥有天灵根的少年，在各大宗派里那都是宝贝疙瘩，要去拐走一个这样的宝贝疙瘩，谁能饶得了你？当然，陆晨风也可以去世俗间寻找，只是那种机会太过于渺茫，等同于大海捞针。这里面是一些灵石，现如今我已经用不上，还是送给你吧，就当是感恩你刚刚救了我。徐九娘冲着苏大明笑道。不用徐九娘说，
苏大明也已经用神识探查到，储物袋中共有10块灵石。他面色一变道：“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灵石这种东西在修仙界很是抢手，因为它蕴含着极为精纯的灵气，跟人打斗时经常会出现灵力不支的现象。但手中若是拥有灵石的话，便可以直接取出灵石，恢复体内所损耗的灵力。”徐九娘大手笔一拿便拿出了10块灵石。寻常的弟子哪里会有这么多的灵石？不过苏大明细细想来，这或许是徐九娘30年的全部积蓄。苏小明以前也积攒了几块，不过都被他这个败家子送给林希月了。徐九娘好似提前知道苏大明会推辞似的，直接便将手中的储物袋强行塞进苏大明的手里。我入宗30年都没有成为炼气期修士，此生早已没有任何机会，这些灵石放在我这里只能浪费，若是你带上的话，对你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前往陨星秘境的修士都是各大宗派的翘楚，并且还都是炼气3层的修士，你一个炼气2层的过去，凶险很大。苏大明觉得徐九娘说的很有道理，并且他确实也很需要这些灵石。他都这样说了，苏大明若是再拒绝的话，恐怕就有些虚伪了。于是苏大明便接过徐九娘手中的储物袋，意念一动，便直接收入到自己的泥丸宫里。既然这样，那就多谢九娘了。徐九娘看到储物袋瞬间在苏大明手中消失不见，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不过她并没有询问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你就安心去吧。希月这丫头平日里虽然喜欢对你呼来唤去，但她心眼并不坏，遇到危难时她肯定会帮你的。苏大明听到徐九娘的叮嘱，冲着她点了点头。那我走了，林希月他们应该在广场等我，九娘保重。保重。苏大明最后看了一眼徐九娘，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在徐九娘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慈爱，兴许是苏小明跟徐九娘日久生情，徐九娘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晚辈对待。苏大明离开后微微叹了口气，这徐九娘心肠不错，可惜不能修炼，再过个20多年恐怕就要寿元将近，离开这个世间。几十年的光景在修仙界不过是白驹过隙，生命太过短暂。叹息归叹息，苏大明也没有任何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他远没有干涉别人命运的能力。从明月轩一路向外围的广场走去，路上也遇到了不少月华峰的弟子，不过他们看到苏大明却都对他指指点点的。神气什么啊，这苏大明以往见了我们都是客客气气叫一声师兄，现在竟然都不搭理我们了。哼，亏我们在玄虎峰时还为他加油打气，真是小人得志。苏大明自从挑了玄虎峰后，几乎成为了紫阳宗的名人。当日玄虎峰上发生的事情早就传遍了整个紫阳宗。苏小明以前碰到同门师兄弟时都是大老远便作揖行礼，但苏大明却没有这种习惯，以至于路上碰到的月华峰弟子大多对苏大明出言不逊。说实在的，像苏小明那么守规矩的，整个紫阳宗也没有多少。别的弟子不对他们恭敬行礼，他们觉得也没有什么，但到了苏大明这里就不行。人性就是这样，你若长期对一个人好，他会养成一种习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哪一天你突然收起你的好，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他们习惯了你的好，便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事实上你根本就不欠他们什么。对于那些风言风语的弟子，苏大明没有太过在意。事实上对苏大明指指点点的大多都是一些炼气2层或者炼气3层的弟子。苏大明只是一想便能明白，他们不过是嫉妒自己得到了陨星令，能够前去陨星秘境罢了。真是可笑，这陨星令是我凭借自己能力得到的，想要的话你们也去挑山头啊。苏大明如是想着，已经走到了月华峰外围的广场上。他一眼便看到林希月跟另外一个女弟子正在这里等待着，看他们有些不耐的神情，估摸着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只是当苏大明看清林希月身旁的女弟子时，顿时微微一愣，竟然是她，李梦瑶。苏大明一眼就认出林希月身旁的女弟子是他的一位师姐，名叫李梦瑶。要说这李梦瑶跟之前的苏小明还有着一些暧昧的小插曲。就在上个月，李梦瑶有一天在泉水中洗澡，却被苏小明误打误撞看了个全身。时至今日，苏大明仍能从苏小明的记忆中回忆出李梦瑶曼妙的身躯，窈窕的身姿，一片雪白不大不小，却很是圆润，充满了少女的青春气息，弹力十足。李梦瑶有着精致的鹅蛋脸，年龄看上去跟林希月相差不多，也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小美人。他们两个今日都是扎着高高的翘马尾，身着干练的墨衣，腰间紧紧束起的腰带，既让他们显得很精神，也将他们苗条的身姿给凸显得淋漓尽致。苏大明，他还没有走过去，林希月便看到了苏大明，并且出声喊道。等苏大明走到他们的身前，林希月明亮的眼眸眨了眨，很是灵动，但他的面色却很不善。苏大明，你好大的架子啊，竟然让我们等了这么久。林希月掐着腰，气呼呼的模样很是可爱。
她跟李梦瑶在紫阳宗都是数一数二的美女，平日里向来都是别人等他们，哪有他们等别人的说法。可今天的苏大明竟然让他们在这里足足等了半个时辰，换做任何人恐怕都会很生气。倘若不是师娘柳月如早有吩咐，他们才不会在这里傻等苏大明。只是一旁的李梦瑶看到苏大明后，似是想到了什么，俏脸陡然一红，但很快便恢复如常。真不明白师娘为什么非要让我们带一个累赘。李梦瑶淡淡的一句话就让苏大明有些不高兴，合着自己在他眼中就是个累赘。让苏大明没有想到的是，林希月听到李梦瑶出言挤兑自己，竟然破天荒的帮自己说话。梦瑶师姐也不能这样说啊，大明现在可是很厉害的，多少年了，整个紫阳宗都没有弟子挑山头成功，大明能挑了玄虎峰，也算是给我们月华峰出了口恶气。以前的林希月对玄虎峰并没有那么仇恨，但自从上次玄虎峰主动前来找茬之后，他便对玄虎峰有了很大的意见。事实上，除了林希月之外，月华峰的众多弟子也开始对玄虎峰有些仇视。当初跟孟子成的婚约是师娘柳月如定下的，自从柳月如取消了婚约后，林希月是一丁点感觉都没有。这些日子，孟子成总是想前来寻找林希月，但林希月都没有见他。李梦瑶听了林希月的话，眼眸没有任何波动，不过是积攒了3年时间，突然进入炼气一层，体内灵力比常人雄厚一些罢了，算不得什么本事。现在虽然突破至炼气2层，但根基不稳，随便一个炼气2层的修士都能轻松将他击败。此次前去陨星秘境，绝大多数都是炼气3层大圆满，师娘让他前去，真不知道是让他去送死的，还是间接试炼我们。李梦瑶的话说得很直白，也很现实。他的意思是说，柳月如为了锻炼他们2个，就把苏大明这个累赘强行塞给他们。倘若苏大明遇到危险时，他们不闻不问，肯定会得到柳月如的责罚。苏大明对李梦瑶的话是越听越气，但他却没有出言反驳。这个时候跟别人炫耀自己的实力，实在是不明智的表现。他要隐藏自己的底牌，这样在众多炼气3层大圆满修士中才能浑水摸鱼。可一旁的林希月却是有些不服气，他曾亲眼看到炼气1层的苏大明击败过炼气2层的杜梅。好了，不要再多说了，距离陨星秘境开启还有5天的时间，我们要尽快赶到才是。李梦瑶直接打断了林希月的话，催促着3人赶紧上路。林希月憋了一肚子的话，便只能憋回去。李梦瑶腰间储物袋光芒一闪，一柄飞剑便出现在他身前。大明，你过来，咱们要赶路了。林希月也取出自己的飞剑，并冲着苏大明喊道。苏大明点了点头，很是从容地向林希月走了过来。他没有多说什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此刻还要借助林希月他们，自己才能前去陨星秘境。只是周围的月华峰众多弟子却是满脸羡慕地看着苏大明，既能前去陨星秘境试炼，身旁又有林希月跟李梦瑶这2位美女作陪。此时此刻，他们恨不得自个代替苏大明，跟林希月他们前去陨星秘境。就在苏大明刚来到林希月身边时，李梦瑶突然转过身来，表情淡然地看向苏大明。怎么了？林希月不解地询问道。苏大明也是疑惑地看着李梦瑶。李梦瑶没有回话，二话不说，抬手一道灵力打入苏大明的体内。苏大明眉头一皱，体内小周天功法随心运转，直接便将李梦瑶的那道灵力给吞噬得一干二净。咦？几乎就在一瞬间，李梦瑶一脸惊讶地看向苏大明。你竟然能吞噬掉我打入你体内的灵力标记？此言一出，林希月也是诧异地看向苏大明。大明，你是怎么做到的？按理说，以李梦瑶的修为，打入一个刚刚突破炼气2层修士体内的灵力标记，苏大明完全不可能将其抹去，更别说是吞噬。李梦瑶深深看了苏大明一眼，这才发现苏大明果然有些古怪，不过仅此而已罢了，并没有让他改变对苏大明的看法，仍然觉得苏大明是个累赘，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古怪一些的累赘罢了。大明，我跟梦瑶师姐在你体内打入灵力标记，是为了方便时刻能够找到你，你不要反抗好不好？林希月仔细地跟苏大明说着。苏大明刚想拒绝，但想到万一真遇到了危险，多他们2个说不准还真能帮到自己。他没有强行装逼，便直接冲着2女点了点头。林希月跟李梦瑶看到苏大明点头，便各自打入苏大明体内一道灵力标记。有了这灵力标记，就算是苏大明失踪，他们也能根据灵力标记寻找到苏大明。行了，我们赶紧走吧。李梦瑶丢下这一句后，便直接御剑而去。林希月见状，也连忙催动自己的飞剑。大明，你上来抓紧我。苏大明闻言没有客气，直接跳上林希月的飞剑上，站在林希月的身后。只是他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抓错了地方，顿时引起林希月一声娇呼。啊，大明，你不要抓这里啊！林希月的大惊小怪让苏大明很是无语，他没有松开手，而是没好气地说道。
不抓这里，那你让我抓哪里？难道你想让我抓你的屁股是吗？你……林希月哑口无言。不过他细想了一下，苏大明说的还真挺有道理，没再多说什么，只能强忍着不适，驾驭飞剑跟上前面的李梦瑶。苏大明则是两只手紧紧抓住林希月的柳腰，姿势比较暧昧。不得不说，林希月的柳腰可真细，并且柔软 Q 弹，没有什么赘肉，摸着比较舒服。苏大明双手掐着林希月的细腰，方才知道宽松衣袍下的林希月身材多么的娇柔玲珑。只是这种暧昧的姿势让苏大明想起了在地球上人人都向往的一个老汉。林希月驾驭飞剑，跟着前面的李梦瑶向紫阳宗山门处飞去，好像还要跟宗门其余弟子们会合之后才会前去允星秘境。该死的大明，你把我弄得好痒。林希月扭动了几下纤细的柳腰，似乎想摆脱这种不适。苏大明满脑门黑线，林希月这话很容易让人想入非非。是你自己太敏感了，那我换个位置。说着，苏大明将双手上移，扶住了林希月的胸部。虽说不会再碰到她的腰肢，但却很容易碰到林希月酥胸一侧。林希月更加有些不适，连忙道：“那你还是扶腰吧。”神经病！苏大明淡声骂道，双手再次扶住林希月的腰肢。林希月不乐意了：“苏大明，你拽什么啊？等到了允星秘境，还不是让我来保护你？你可省省吧，能保护好你自己再说吧。”苏大明对林希月嗤之以鼻。林希月虽然是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为，但她就像是养在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苏大明不认为她能有多么厉害。林希月跟李梦瑶，他们两个都是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为，并且苏大明还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前往允星秘境的修士必然也都是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为。进入允星秘境后，他要绝对的小心，凭借他现在的修为，恐怕还不能对抗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士。不过苏大明并没有胆怯，他还有着自己的杀招，那就是泥丸宫里的柳叶刃。柳叶刃本是柳月如曾经用过的炼气7法宝，苏大明已经可以控制自如。所有人都想不到苏大明只是炼气2层就能控制法宝，这是他出其不意的一个杀招，别人都不知道。倘若运用得当的话，斩杀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士也不是完全没可能。苏大明跟林希月说的轻松，他的内心却一点都不轻松。这次秘境之旅定要小心谨慎。喂，苏大明，你可不要乱来，到时候要紧紧跟在我们两个身边，这样才会安全，知道吗？林希月因为苏大明不冷不热的态度，这段时间内心觉得很憋屈。苏大明以前一直都是他的小跟班，凭什么突然冷落他？好在这一次师娘将苏大明交给自己，在林希月看来，凭借苏大明的实力，肯定要依赖自己。正因如此，林希月有了些许的爽感。任你怎么转，这一次秘境之旅不还是要靠我？可苏大明的态度完全没有依赖他的样子，这让林希月很不爽。接着又对苏大明说道：“其余的门派先不说，但天玄宗的弟子肯定会处处针对我们紫阳宗的弟子。以你的实力，只有跟在我身边才会安全，知道吗？”知道了。苏大明随口答道。林希月的话语虽说有些自己的小得意，但也算是为了苏大明好。哼，这才差不多。林希月有些得意的哼道。对此，苏大明却没有再说些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紫阳宗山门前，这是苏大明穿越过来后第一次身处紫阳宗的山门。紫阳宗的山门并没有什么大门，而是进入紫阳宗山脉的入口。这里辉煌大气，山门前的白玉石广场极其巨大。不过吸引苏大明目光的却是山门前一座巨大的玉石雕像，雕像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白胡子老道。苏大明看的是一阵啧啧称奇，这老头是谁啊？连雕像都这么气派。苏大明忍不住出声询问道。林希月闻言顿时面色一变，低声道：“你不要乱说，这是我们紫阳宗的开派祖师，被同门听到你就死定了。”紫阳宗祖师？苏大明有些愕然，他知道忘忧谷以前是紫阳宗祖师的道场，于是苏大明便猜测银发女子说不定就是紫阳宗祖师。但此时此刻，苏大明打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紫阳宗祖师是个男的话，那就肯定不是银发女子。既然这样的话，银发女子究竟是什么人？这个谜题一直盘旋在苏大明的心头。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因为山门前的广场上已经有10多名弟子在此等待。苏大明看到那些弟子，心中默默点了个数，不多不少，正好11个人，加上苏大明3人，便是14个人，正是此次紫阳宗前去允星秘境的弟子数量。紫阳宗内4月华峰这样的共有7座，每一座派出2名弟子，加起来就是14名弟子。只是苏大明抢走了玄虎峰一个名额，玄虎峰便只能派出1名弟子。李梦瑶跟林希月一前一后落在众人身前，苏大明3人的到来顿时吸引众人的目光。不过更多的目光还是看向了林希月身后的苏大明。那个就是苏大明了吧？当了3年的废物，
没想到竟然能挑了整个玄虎峰，真是令人惊讶。山门前等待在此的11名弟子，皆是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苏大明。苏大明现在可真是紫阳宗的名人，但他面对众人的目光，并没有在意什么，神态自如。可就在这时，苏大明突然眉头一皱，几道很不友好的目光正在盯着自己，其中甚至还带着森冷的杀意。苏大明转头看了过去，却发现是3个自己不认识的少年，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充满了敌意。林希月似乎也察觉到了那3人的敌意，在苏大明身边低声说道：“他们3个，其中有2个是天蓝峰的弟子，另一个则是玄虎峰的弟子。”苏大明听到天蓝峰，脑海中总算是有了一些印象，还记得自己刚从忘忧谷出来时，天蓝峰的长老王道图看上去跟玄虎峰的长老柳慕白关系不错，当时他们2人针对自己跟师娘，还被宗主狠狠责罚了一番。想来这次3人的师傅肯定都有交代，让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左边那少年是玄虎峰弟子王海，右边的2个分别是天蓝峰弟子宁立峰、宇文仲。苏大明将这3个名字默默记下，他虽然看不出这3人是什么修为，但想来肯定是炼气3层大圆满，自己要多加小心才是。他移开目光，没有再去看王海3人。11名弟子的中间站着一男一女2人，男的高大英俊，女的姿容秀美，2人身上的灵力波动让苏大明内心一凛，很强。虽说14名弟子中除了自己之外应该都是炼气3层大圆满，但苏大明却清晰地觉得这一男一女似乎是这里的最强。他们2人身上带给苏大明一种很危险的感觉。当然此时的苏大明面对其中每一个都会有些危险，但却没有这一男一女给他的感觉那么强烈。他们是灵虚峰的罗明师兄以及谢玉莲师姐。灵虚峰是我们紫阳宗第1峰，此次前去陨星秘境就是由罗明师兄以及谢玉莲师姐带队。苏大明听了林希月的话，微微点了点头。很快苏大明3人便来到了这些弟子的身前，见过罗明师兄、玉莲师姐。李梦瑶跟林希月冲着这2人抱了抱拳，微微一礼。苏大明则是站在一旁，同样抱了抱拳，但却没有多说什么。谢玉莲面容平静地冲着3人点头示意，反倒是罗明一脸和煦笑意的道：“哼，梦瑶师妹、希月师妹，就等你们了。”紧接着他的目光又是看向苏大明道：“这位应该就是大明师弟吧？最近宗门里可都是你的传闻啊！”哈哈哈。罗明话音落下，众人的目光再次看向苏大明，伸手不打笑脸人。苏大明也冲着罗明笑道：“让师兄见笑了。”罗明爽朗一笑，对待苏大明的态度很不错。只是他身边的谢玉莲美眸只是扫了一眼苏大明，便不再关注。废物了3年，终于进入炼气期，总归是要强行出些风头吧。哼，炼气2层的渣渣也配去陨星秘境？倒是送了命，还成为其余宗门的笑柄，岂不是给我们紫阳宗丢脸？王海3人这是阴阳怪气的说着，顿时让很多人皆是连连摇头。此次前去的14名弟子中，除了苏大明跟态度暧昧不明的罗明，几乎没有人看好苏大明。他们一致认为苏大明区一个炼气2层的弟子，去了那里就是送死。苏大明面对众人的质疑，只是冷冷看了一眼王海3人，也没有多说什么。这种平静毫无波澜的神色让罗明深深看了他一眼。看到气氛有些尴尬，罗明清了清嗓子道：“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就直接出发吧。”罗明的话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紧接着14名弟子便各自御剑飞行。当然也有几位弟子所用的法宝不是剑，但剑却是修士中最常见的法宝。除了苏大明之外都能御物飞行。苏大明现在虽然可以操控法宝，但想要御物飞行仍需要加强练习。紫阳宗14名弟子离开宗门向西而去。林希月因为要带着苏大明，他们3人的速度就相对较慢一些，一直都在队伍的最后方。王海3人在飞过他们身边时冷哼了一声，便直接超越了过去。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威胁的神色。李梦瑶跟林希月并驾而趋。李梦瑶看了一眼王海3人远去的背影，微微蹙眉道：“他们3个明显对苏大明有敌意，我们要时刻小心警惕。”林希月点了点头道：“知道了，梦瑶师姐。”李梦瑶扫了苏大明一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苏大明不用看便知，李梦瑶又想叫他累赘了。对于这些，苏大明只能装作充耳未闻。林希月秀发上的芳香一直吹向后方的苏大明，苏大明在林希月的耳边轻声嘀咕了一句。林希月听着听着，脸色顿时涨红不已。苏大明，你太过分了！正在他们2人身边御剑飞行的李梦瑶被林希月的娇和声吸引，连忙转过头来瞥了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你们2个在干什么？我们都被远远甩在身后，几乎都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还不快点赶路！”李梦瑶的斥责声让苏大明跟林希月反应了过来，2人同时向前方看去，哪里还有罗明等人的身影？林希月担心被李梦瑶察觉到异常，
低声对苏大明说道：“苏大明，你消停点，梦瑶师姐还在一旁看着呢。”苏大明轻微的嗯了一声，只能在心中默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实在无法转移注意力，便将目光向周围看去。此刻已经飞出紫阳宗的范围，绕过滔天紫气弥漫的忘忧谷，一路向西飞去。三人在上空向下方瞥了一眼，那弥漫着滔天紫气的忘忧谷深不见底，犹如被一种神力从天而降，硬生生劈开了一道沟壑。即便苏大明之前从那里逃离出来，此时看了一眼，仍是心悸不已。林希月拍了拍自己的娇小胸脯，心有余悸地对苏大明说道：“大明，你日后路过这里，一定要远远绕开。”“为什么？”苏大明明知故问。这里可是紫阳东州禁区之一，任何人一旦踏入，都是有去无回。面对林希月有些夸张的话语，苏大明没有多说什么。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前不久刚从里面出来，不知该作何感想。虽说可能会让他震惊不已，但苏大明也没有卖弄的心思。倘若被人知道自己曾从忘忧谷中活着出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要来追杀自己。林希月看苏大明久久没有说话，还以为他被自己吓到了。“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绕着他走，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苏大明嗯了一声，旋即话锋一转道：“陨星秘境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赶多久的路程？”林希月拂过额前发丝，将其束于耳后道：“陨星秘境在盘龙城附近，绕过7、8座城池便能赶到。如果快的话，3、4天时间就能到了。”盘龙城听上去很气派的样子。苏大明诧异，他对这里的世界还很是陌生。好在路途漫漫，林希月便很耐心地给苏大明解答。紫阳郡数百座城池，盘龙城则是其中较大的大城之一。盘龙城是一座鱼龙混杂的大城，那里几乎都是修士存在，没有普通的凡人。各大势力的修士错综复杂，紫阳郡的许多散修也都喜欢前往盘龙城。苏大明闻言啧舌不已，那岂不是说盘龙城强者如云？林希月点了点头道：“确实如此，像我们这种实力的修士去了盘龙城，完全就是蝼蚁般的存在。”苏大明倒吸一口凉气。本以为盘龙城修士的上限很高，但此刻听了林希月的话后，那里修士的修为上限似乎更高了。难道说盘龙城内还能见到结丹期大修士？林希月顿时嗤笑道：“你以为结丹期大修士是路边的大白菜，随处可见啊？结丹期大修士在整个紫阳郡都算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不过嘛，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他没有把话说死，即便这样也让苏大明好一阵消化。随着他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了解的事情越多，便越发震惊于结丹期修士的强大与恐怖。毫不客气地说，那些恐怖存在几乎相当于紫阳郡金字塔顶端的人物。想到池婉便是这等存在之一，甚至还不是普通的结丹期修士，苏大明内心就是一阵迷茫。先前在忘忧谷底时，池婉曾跟他说过，赤阴王是魑魅魍魉中最低等级的邪物，几乎相当于结丹期修士的实力。然而就是这样厉害的赤阴王，池婉在修为被压制的情况下，还能同时灭杀10几个，那池婉真正的实力究竟有多么恐怖？念及至此，苏大明不禁在心中问自己，倘若当日泉水边的情形一直到此刻才发生，倘若自己当时真的知道池婉的恐怖，那自己还敢不敢将池婉给压在那清泉边？苏大明暗自摇了摇头，这个问题就连他自己也没有答案。林希月御剑飞行，由于身后还带着苏大明，相对来说速度缓慢了一些。李梦瑶一个人没有什么压力，但他们3人都是月华峰的弟子，他便用跟林希月一样的速度并排飞行着。一路上，李梦瑶跟林希月时不时的说笑几句，苏大明则是陷入了沉思。山河湖泊，泥地大泽，城郭房舍，一片一片的景色从下方掠过，苏大明即便向下方看去，也不会再有任何胆怯。他先前是有恐高症，但他也是一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的人，当彻底克服了心中恐惧之后，又了解到高空飞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危险，苏大明的恐高症便不再是问题。人内心深处的恐惧往往来源于未知，一旦深入了解之后，便能很好的克服心中恐惧，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不多时，苏大明突然看到林希月雪白的脖颈上已经渗透出许多细汗，微微一怔后，旋即明白过来，炼气3层的修士虽然可以御物飞行，所耗费的灵力也肯定很多，尤其是林希月还带着自己，不吃力才怪。但从始至终，林希月都没有埋怨过一句，甚至都已经气喘吁吁，仍然没有把自己的疲倦给说出来。苏大明嘴角抽了抽，他也是到此时才看出来，林希月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先前自己突然冷落了林希月，对方女孩子心性，挤兑自己几句也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念及至此，苏大明的内心顿生一股内疚。不管怎么说，林希月名义上也是自己的小师姐，自己受到苏小明的影响，总是对她冷言冷语，似乎做得过了一些。大明，
就在苏大明沉思之时，林希月有些疲倦的慵懒声音突然轻柔地喊了一声，她的声音很轻柔，就像春风轻拂脸颊，给人一种很安宁温暖的感觉。苏大明微微一愣道：“怎么了？”林希月轻咬红唇，沉默良久，方才有些忐忑地询问苏大明一句。只是他的问题让苏大明顿时呆滞不已。大明，你最近为什么总躲着我啊？你是不是很讨厌我？林希月轻柔又略显不自信的询问，让苏大明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女孩子的心思很是善变，让人难以捉摸。先前还一直冲着苏大明骄贺，此刻的话语中却充满了轻柔。苏大明久久没有说话，让林希月有些紧张，面容表情连续变换，担心他会受到影响。苏大明沉吟片刻后方才否认道：“没有，师父失踪之后我想了很多，我只是想刻苦修炼，摆脱废物的名头，既为了自己争口气，也为了我们月华峰争一口气。”林希月笑了，语气有些轻松地说道：“大明，你能有这种想法，我为你感到欣慰，我们一起加油。”加油。苏大明点了点头，心思单纯的林希月如何能知晓他内心的沉重？不过苏大明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忧愁，他反而觉得压在身上的诸多事不过是他前行的动力罢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三人间都比较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李梦瑶都感觉有些吃力，更别说是林希月了。一直到正午时分，林希月整个人都已经是大汗淋漓，飞行的速度也是越来越慢。李梦瑶转头看了一眼林希月，发现他面色有些苍白，顿时有些担忧地问道：“希月，咱们要不要休息一会再赶路？”林希月转头看向李梦瑶，摇了摇头，故作轻松地笑道：“还是晚上再休息吧，万一5天之内没有赶到，我们可就进不去陨星秘境了。”李梦瑶想了想，林希月说的很有道理。仔细观察一番，觉得林希月虽然有些疲倦，但还能坚持住的情况下，便没有再说些什么。只是李梦瑶又狠狠瞪了一眼苏大明，方才转过头去。不用他说话，苏大明就知道对方肯定又在内心埋怨自己这个拖油瓶。苏大明没有去看李梦瑶，他此刻搂着林希月的柳腰，自然知道林希月有点累，但他却不知该如何出言安慰林希月。想着到了地方之后，找个机会弥补一下他好了。实在不行，出去之后送他一颗聚气丹，也算是感谢他一路的辛苦。苏大明泥丸宫里还有着2颗聚气丹，他先前已经用过2颗，再用的话效果也不是特别大。三人间气氛再次沉寂，李梦瑶跟林希月两人没有再说一句话，似乎都在保存着体力。又过了半个多时辰，苏大明明显的感觉到林希月的娇躯似乎在轻微的颤抖。倘若不是自己搂着她的柳腰，真不知道林希月会不会从飞剑上歪倒下去。林希月似乎也有些忍受不住，她轻柔的声音中充满了疲惫：“大明，我有点累。”她的声音很轻，即便是身后的苏大明都听得不怎么清楚。苏大明低头看了一眼，只见林希月面色发白，满脸香汗，此刻都已经风干，内心有些不忍。林希月不知道坚忍了多久，才说了这么一句有点累。即便是这样，声音也很轻微，就像是蚊子哼哼似的。突然内心一动，苏大明环住林希月腰肢的双手便直接握住了林希月的2只小手。“啊，大明，你！”林希月诧异的惊呼出声，苏大明却是在他耳边低沉喝道：“别动。”哦。林希月突然被苏大明这么一呵斥，反而十分乖巧的哦了一声。紧接着苏大明运转体内功法，一股股温暖的汪洋灵力便源源不断地向林希月体内输送。一瞬间，林希月只感觉有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先前的疲倦顿时一扫而空。哇，大明，你只是炼气2层，可你的体内的灵力竟然这般纯净延绵，真是令人惊讶。林希月惊诧地喊出声来，此刻飞行的速度明显都有些增快了许多。苏大明笑了笑，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我只是修炼的时间久，吸取的天地灵气有些多罢了。”真好。林希月有了苏大明的灵力输送，飞行的速度快了许多。李梦瑶有些吃惊，但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扫了2人一眼，便也加快了一些速度。只是她看向前方苏大明跟林希月的背影时，却有一种2人是亲密道侣的感觉。苏大明环住林希月的腰肢，2人双手紧握，确实看上去很亲密的样子。就这样，有了苏大明的帮助，3人的飞行速度总算是快了许多。很快，一整天的时间过去，夜幕悄然降临。3人没有继续赶路，而是落在一处山丘中打坐休息。夜晚赶路，若是没有强大的修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不仅会被强大的修士给盯上，甚至还会有实力强大的猛兽。并且白天的赶路，3人都耗费了很多的灵力，也需要在夜晚补回来。值得庆幸的是，3人一整天的时间已经绕过了2座城池。若是按照这种速度的话，他们应该会提前1天赶到陨星秘境。一夜无话，翌日一大早，恢复完体力的3人
再次踏上漫长的路程。苏大明也在这几天的赶路途中，跟林希月两女熟悉了许多。只是李梦瑶仍然没有放下心中的芥蒂，还是觉得苏大明是个累赘。对于这种事情，苏大明也只能一笑而过。一直到了第4天下午，三人正在飞行中，林希月突然指向远处的城国轮廓，有些惊喜地说道：“大明快看，那里便是盘龙城，是不是很大？”苏大明抬头向远方看去，确实能够看到城池的轮廓，即便此刻距离很远，也能看出这座盘龙城的规模的确不小。我们要前往盘龙城吗？苏大明有些好奇地询问道。林希月摇了摇头道：“不用，允星秘境在盘龙城外的山脉中，不用到盘龙城。”苏大明听了这话，默默点了点头，只是看向远方盘龙城的轮廓，让苏大明暗自向往不已。强者如云的盘龙城，苏大明只是一听就觉得热血沸腾，他真的很想看看遍地修士的城池究竟是什么样子。嗖！就在这时，一道破空声突然从一旁传来，三人皆是有些诧异地向旁边看去，只见一道白色的影子犹如闪电一般从他们的身边飞过。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那白色的影子早就已经飞向远处，消失不见。什么玩意？苏大明惊愕地喊了一声，对方的速度实在太过恐怖，以至于他都没有看清究竟是什么东西飞了过去。好强的实力！李梦瑶跟林希月则是满脸震惊地轻呼道。闻言，苏大明有些不确定地询问道：“你们说，刚刚飞过去的是人？”此言一出，李梦瑶跟林希月皆是点了点头。苏大明见状，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种速度想来肯定不是他们这种修为的修士所能拥有的。嗖！三人还在惊叹时，刚刚消失的白色身影此刻竟然又掉头飞了回来。还没等他们三人反应过来，一位身穿白衣的英俊青年便停顿在三人的面前。青年一袭白衣，很是出尘，英俊的面庞隐隐中带着一丝邪气，乌黑长长的发便梳于脑后，额前两边鬓发潇洒地垂落于耳边。他脚下踏着一柄修长的青色宝剑，腰间斜挂着一只精致的小葫芦，很是吸睛。没想到这枯燥的路上还能有些意外收获。白衣青年的声音中充斥着一股玩世不恭，但他的话语却让苏大明三人皆是面色一变。就算是傻子都能听出来，白衣青年此刻来者不善。李梦瑶跟林希月对视一眼，神色中充满了警惕。只见他冲着白衣青年微微拱手，沉声说道：“我们是紫阳宗的弟子，此次奉宗门之命前往盘龙城办些事情，不知道有阻拦我等去路，意欲何为？”啧。白衣青年语气中有些不屑地嗤道：“紫阳宗嘛，真是好大的名头，你这样一说，在下还真有点怕了呢。”嘴上说的有点怕，但他的语气中却满是轻松。此刻仰头爽朗的笑声更是让苏大明三人紧皱眉头。笑声过后，白衣青年再次出声说道：“不错，你们两个确实有点姿色。”白衣青年打量了李梦瑶跟林希月两女的娇躯一眼，有些称赞地说道。此言一出，李梦瑶跟林希月内心更加不安。从刚刚对方那恐怖的速度以及体内渊博的灵力，不难看出，别说是他们三人，就算是此次紫阳宗所有前来这里的弟子都在，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一些实力强大的修士更是喜欢抓捕一些姿色不错的女修士进行日夜的采捕。这种想法的诞生，让李梦瑶跟林希月皆是身子微微颤动。白衣青年看到两女神色难看，顿时嗤笑道：“你们应该庆幸道爷，我对女人没有任何兴趣，否则……”嘿嘿。听到对方这话，李梦瑶跟林希月方才松了一口气，但白衣青年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苏大明的面色猛然一变。不过我对这小子倒真有点兴趣。苏大明面色一黑，从始至终自己都没有说一句话，可对方却扬言是冲着自己来的。小子，你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英俊的道爷，给我拿来吧。话音刚落，苏大明便察觉到一股恐怖的灵力波动，卷着自己的身子向白衣青年飞了过去。爽朗的笑声落下，白衣青年直接提着苏大明向远处飞去。大明！林希月跟李梦瑶面色难看的喊道，但此时白衣青年已经带着苏大明不见了踪影。追！林希月满脸焦急，没有任何犹豫的冲着李梦瑶喊了一声，便径直向白衣青年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李梦瑶的神色有些难看，但仅是片刻，她便也向林希月追了过去。白衣青年的速度很快，苏大明只感觉耳边呼呼风声传来，吹得眼睛都有些睁不开。约莫一炷香的时间，白衣青年终于停了下来，他带着苏大明落在一处山丘之巅。苏大明向前方看去，前方偌大的盘龙城已经清晰在目，内心有些骇然，倘若是林希月带着他的话，需要好长时间才能赶到这里。没想到面前这比他们年长几岁的青年，实力竟然这么恐怖。苏大明跟白衣青年面对面站着，神色警惕地看着面前的白衣青年。白衣青年嘴角微微上扬，捧着臂膀摸着下巴，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苏大明。苏大明微微皱眉，这白衣青年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他说他对女人没有兴趣。联想到刚刚白衣青年的话，苏大明的脸色越发的难看。苏大明冲着白衣青年讪讪一笑道：这位大哥，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可对男人没有什么兴趣。白衣青年面容一滞，有些不解地询问道：什么意思？他在打量着苏大明，苏大明同样在打量着他。不得不说，这白衣青年确实有些英俊，全身透露着一股洒脱的气质。嘿嘿，你若是真想找男伴，我倒可以帮你介绍一个。苏大明此言一出，白衣青年面色顿时一黑。你说什么？你把我看成了断背？白衣青年满脸不可思议地指着自己，夸张地吼道。苏大明微微一怔，难道自己猜错了不成？那你抓我来这里干什么？白衣青年气得破口大骂。你也不撒尿照照，就算道爷我是断背，也不至于这么没有眼光吧。说着，他再次鄙夷地打量了一眼苏大明。白衣青年的话，苏大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松了一口气。好好，不是断背就好。小子，你屡次羞辱于我，难道就不怕我杀了你？白衣青年面色不善。苏大明却是有些无辜地说道：我跟你无冤无仇，更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杀我？此言一出，白衣青年顿时摇头笑了。真是紫阳宗培养出来的温室花朵，不过好在你遇到的是道爷我，不然若是碰到一些心狠手辣的散修，有你好受的。苏大明闻言这才知道，原来面前这白衣青年是一个实力强大的散修。散修没有宗门的约束，向来活得逍遥自在，但长期在外飘荡也充满了危险。遇到什么危险，散修只能靠自己。啧。白衣青年仍然在打量着苏大明，片刻后有些疑惑地说道：真是奇怪，你这么弱，我竟然看不透你的修为，难道你身上有什么逆天宝物不成？话音刚落，苏大明便是内心一凛，他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这白衣青年给盯上了。对方修为恐怖，自己看不出他的修为，但自己的修为因为功法特殊的缘故，对方也看不出自己的修为，这就很耐人寻味了。苏大明暗道大意，他应该将泥丸宫的灵力引入到下丹田中，对外展示真实实力才是，只有这样才不会引起一些强者的注意。看到白衣青年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苏大明故作迷茫地说道：道长，我也不知道啊，但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异宝。苏大明所有的东西全都放在泥丸宫内，他不相信白衣青年能看到自己的泥丸宫。此言一出，白衣青年恐怖的神识再次上下将苏大明给扫视了一遍。对方实力深不可测，神识扫遍全身，让苏大明有一种灵魂战栗的感觉。此人只是一介散修，如此年轻修为竟然这般恐怖。苏大明的内心对白衣青年充满了羡慕，但他能感觉到白衣青年实力固然恐怖，却没有师娘柳月如那么厉害。即便这样，那也很是不凡了。白衣青年扫视片刻后，暗自点了点头道：你说的不错，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异宝。苏大明内心一乐，就连柳月如都看不出他的泥丸宫，更何况是你一个小小的散修。可白衣青年接下来的话却是让苏大明脸色一黑，看来你在紫阳宗也不过是个打杂的货色，混得也忒惨了，竟然连个储物袋都没有。这话让苏大明内心很是不爽，但他却没有反驳。不对，突然白衣青年锐利的眼神又紧紧盯着苏大明。苏大明的内心咯噔一声，有些不解地询问道：怎么了？你刚刚叫我什么？白衣青年双手抓住苏大明的肩膀，眼神死死盯着苏大明问道：苏大明微微一愣道：大哥啊，不对，不是这句，那是道长。苏大明听到白衣青年自称道爷，便叫了他一声道长。话音刚落，他便看到白衣青年的面容猛然变得很激动。什么玩意？难道我叫到了他的痛处不成？苏大明此刻甚至认为这白衣青年是不是一个疯子。就在这时，白衣青年突然仰头大笑了起来：小子，你虽然长得呆瓜呆脑的，但你的眼力真乃当世一绝啊！苏大明脸色一黑，有你这样夸人的？但看白衣青年此刻有些癫狂的样子，属实让苏大明有些莫名其妙。似乎白衣青年很喜欢别人叫他道长。你叫什么名字？白衣青年大笑后看向苏大明，随口问道。苏大明。白衣青年闻言摇了摇头，倒真是人如其名，一样的呆瓜。苏大明微微皱眉，但却没敢发作。白衣青年此刻就像是跟苏大明很熟一样，拍着苏大明的肩膀道：啧，你人虽然有点呆瓜，但你命好啊。什么意思？苏大明有些不解地看向白衣青年。我对你小子很有眼缘，今日起你便是我无情道人的兄弟。白衣青年诧异地说道：能得到我无情道人的肯定，难道不是命好？苏大明无语的同时也知道了白衣青年的名号。无情道人，
真是好生怪异的名字。不过苏大明此刻看来，无情道人不但很怪，还是个特别自恋的人。看到那里了吗？苏大明顺着无情道人手指的方向，向远处的盘龙城看去，旋即点了点头。无情道人呵呵一笑，日后到了盘龙城，你就说是我无情道人的兄弟，保证没有人敢招惹你。这样牛逼？苏大明嘴巴大张，一副很吃惊的样子。他听林希月说盘龙城内强者如云，无情道人竟然敢这样说，难道他在盘龙城的名气很大？无情道人嗤笑一声道：那是自然，就连你们紫阳宗我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一个小小的盘龙城。苏大明顿时有些惊愕，没想到第一次出宗门就碰到一个好大哥，还扬言要罩着自己，真好。大明兄弟，咱们后会有期。语落，无情道人转身再次仰头大笑，他的笑声清澈爽朗，给苏大明一种豪情万丈的感觉。无情道人没有即刻离去，而是取下腰间葫芦将其打开，霎时间一股浓郁的酒香味扑面而来。苏大明只是嗅了嗅，便觉得有些陶醉。好香的美酒，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什么美酒竟然有着这么浓郁的酒香味。只见无情道人将葫芦高高举起，仰头猛灌了一大口。哈哈，好酒，潇洒豪迈，风流不羁。这里的风流是指是真名是自风流的风流，是跌宕风流的风流，是浪漫主义下的风流。苏大明此刻看着无情道人的样子，脑海中顿时闪过一个震烁古今的名字，李白。他突然觉得无情道人全身的气质真的跟李白很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苏大明盯着无情道人的背影，喃喃道。无情道人刚要离去，听到苏大明的喃喃声，猛然间转过头来，有些震惊地盯着苏大明。苏大明愕然道：怎么了？无情道人盯着苏大明，一字一句地问道：这是何人所作诗句，竟然这般豪迈？苏大明有些厚脸皮地说道：自然是我。你……无情道人不可置信地上下打量了一眼苏大明，神色中写满了不信二字。不可能，此等豪气冲天的诗文，其内更是暗藏难言道韵，绝不可能是你能写出来的。无情道人摇头否认。好诗文，好气魄，如能跟此人对饮畅谈一番，此生无憾矣。可就在这时，无情道人突然眉头紧锁，看向苏大明询问道：大明兄弟，可否将刚刚那句诗文再念一遍？我竟然给忘了。苏大明闻言顿时暗骂无情道人猪头，这么短的诗文竟然还能忘。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话音落下，无情道人这才微微点了点头，可当他刚想念出，面色却是变得极为难看。仰天，仰天，奇怪，我明明知道这句诗文，为何却念不出来？苏大明惊愕万分，他没有想到这句在前世广为流传的普通诗句，到了对方的口中竟然这般牛逼闪闪。你说你念不出来？苏大明神色一凛，内心却震惊无比。难道李白的诗句中真的暗藏深不可测的道韵？为了验证心中的想法，苏大明直接拿起一根树枝，将那句诗文写在了地上。当最后一笔完成之时，原本晴空万里的高空突然闪过一道惊雷，轰隆隆。无情道人跟苏大明几乎同时抬头，面色骇然不已。他们两人震惊得无以复加。高人，这绝对是一位得道高人。无情道人喃喃。然而一旁的苏大明却是百思不得其解。你现在再念一遍试试。苏大明指着地上的那句诗文，冲着无情道人说道。无情道人看了一眼，微微摇头道：此等高人，区区在下怎可轻易亵渎？还是算了吧。苏大明闻言便点了点头，随手将地上的诗文给擦去，只是内心的骇然却是无以复加。真没有想到，只是书写了一句诗文，竟然能引动天地异象。无情道人炙热的目光此刻看向苏大明询问道：快说，究竟是何人所作？此人绝对是个逆天强者。苏大明内心暗道：李白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并且已经死了1000多年，如何是逆天强者？但刚刚的异常却让苏大明难以想明白。不过无情道人既然这么想要知道，苏大明便随口说道：那是自然，他可是古今第一侠客，更是唐国第一剑圣。唐国？无情道人微微皱眉道：我紫阳东州没有国度，想来他应该不是我们紫阳东州的人。第一剑圣？一个国度的第一剑圣，你竟然能认识这等前辈高人？苏大明闻言此刻有些心虚，但他还是随口道：呵呵，低调低调。苏大明装了个小逼，但无情道人此刻看向苏大明的目光却已经有所改变。大明兄弟，敢问这位前辈名号？无情道人的语气中明显没有了之前的轻浮。苏大明想了想，没有将李白的真实姓名给说出来。青莲居士，不过人们都称他为谪仙人。青莲居士，谪仙人。
无情道人面露憧憬之色，喃喃道：“这绝对是一位得道高人，可惜不知我今生有没有希望能够见上一面。”苏大明看着无情道人向往的神色，内心暗自叹息。别说是无情道人，就算是李白那个年代，何人不想亲自见一见传说中的谪仙人？今日我还有要事在身，不能在此久留。无情道人极为难得的冲着苏大明抱了抱拳道：“他日若有机会前往盘龙城，定要前去我无情阁一趟。我无情阁将会奉你为上宾，后会有期。”苏大明同样拱手道：“后会有期。”无情道人笑了笑，似是心有所动的向后方看了一眼，眼中顿时露出一些诧异的看了看苏大明。“怎么了？”苏大明不解。无情道人摇头一笑道：“大明兄弟，那丫头用情至深，你要摊上情债了。”苏大明神色充满了疑惑，他也转头看了看，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就在这时，无情道人暗自嘀咕道：“用情至深之人，全都是蠢货，愚不可及，不可救药。”无情道人这几句话弄得苏大明摸不着头脑，但他没有再多说什么，白衣身影像风一样的御剑离去。苏大明怔怔地看着无情道人离去的潇洒身影，口中喃喃道：“日后我肯定比他还要潇洒。”他没有自恋，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向往。苏大明还在看着湛蓝的天空发呆，却忽然听到后方远处传来林希月的呼喊声。转头看去，林希月跟李梦瑶正一前一后向这边飞来，只是林希月的速度很快，就连李梦瑶追的都有些吃力。很快，林希月跟李梦瑶先后落在苏大明的身前。苏大明的体内有他们的灵力标记，因此很容易就能找到苏大明。当看到苏大明好生生待在这里，那白衣青年却不见了踪影，两女皆是有些诧异。“你怎么样？那个人呢？”林希月气喘呼呼地站在苏大明的面前。苏大明看了一眼面色涨红的林希月，随口道：“他走了。”李梦瑶也是有些喘，看上去累得不轻。“希月，你是不是疯了？竟然燃烧精血狂奔，这要是身体有所损伤，日后修为恐怕很难突破。”苏大明闻言，顿时深深看了一眼林希月。林希月眼角余光瞥了一眼苏大明，道：“师娘，把他交给我们，万一有了什么闪失，我们难逃其咎。”李梦瑶看了看苏大明，微微摇了摇头。苏大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泥丸宫内取出一块灵石，递到林希月的手中：“你先恢复一下体力，然后我们再出发。”林希月跟李梦瑶见状，美眸都是闪过诧异。“灵石？苏大明，这么珍贵的东西，你从哪里得到的？”林希月手中拿着灵石，有些欣喜地询问道。苏大明随口搪塞道：“后山捡到的。”林希月跟李梦瑶相视一眼，脸上明显写着不信，但他们都没有继续再说什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喂，苏大明，你怎么不给我一块？我也费了好大力气才追过来，好吧？”李梦瑶没好气地说着。苏大明瞥了一眼李梦瑶道：“没了，我就这一块。”“你……”李梦瑶一眼看出苏大明是不想给他。灵石内蕴含着纯净磅礴的天地灵气，对于修士来说珍贵无比，身上若是带着灵石，几乎等同于保命的东西。倘若苏大明真的只有一块的话，怎么可能这么大方的给林希月？即便这样，李梦瑶也没再多说什么。这一路上他都在挤兑苏大明，称其是个累赘。再说这一路上都是林希月带着苏大明，苏大明给他些补偿也是应该的。三人没再说些什么，就地打坐，恢复体内灵力。林希月损耗太大，手中握着灵石，李梦瑶跟苏大明则是盘膝坐地汲取天地灵气。苏大明并没有损耗太大，没有舍得用灵石恢复，但他的小周天功法一运转，此地稀薄的天地灵气顿时快速向苏大明体内涌入。这等动静让李梦瑶跟林希月见了都是有些吃惊。苏大明的功法果然不凡，李梦瑶暗道。看到苏大明跟林希月都在专心恢复体力，李梦瑶也随之闭上了眼睛。他们要恢复到全盛，用最好的状态前往陨星秘境。很快，数个时辰过去，太阳即将落山，远处的天边只能看到落日余晖。三人先后睁开了眼睛，面色红润，显然都恢复得不错。我们赶紧过去吧，想必他们都已经到了。林希月站起身来，率先开口道。苏大明点了点头，跳上林希月的飞剑，三人继续向前飞去。越过这片山丘，苏大明看到前方的不远处有着一片密林。到了。林希月有些欣喜地说道。陨星秘境就在那密林中。苏大明见状，连忙将泥丸宫的灵力引入到下丹田中，对外展示自己的真实修为。先前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做，才被无情道人给盯上。没过多久，三人便停在了这片密林的入口处。苏大明打量着眼前的密林，暗自心惊。刚刚在上空俯视，感觉没什么，此刻站在入口处，便感觉一股沧桑气息扑面而来。这片密林让苏大明有一种原始森林的感觉，到处都是参天大树，
仰头看去，竟然看不清究竟有多高。每一颗都极为粗壮，目测最小的也需要数人才能将其环抱。走吧，天快黑了。三人没有再犹豫，直接走入这片密林中。森林里的空气清新而纯净，呼吸起来让人觉得焕然一新。踏在无数落叶铺满的泥地上，三人的脚步声沙沙作响。这片密林广袤无垠，一眼望不到尽头。偶尔有飞禽走兽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约莫向前走了半个时辰的路程。此刻太阳已经完全落山，好在天色还没有黑。也正在此时，前方嘈杂的声音传入苏大明三人的耳中。到了，林希月有些欣喜地说道。三人的速度越来越快，当他们绕过一条密林中的溪流时，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空白的场地置于这片密林之中，苏大明一眼看到场地中有着一堵高大的拱门，拱门以巨石搭建而成，有10多丈高，好似巨人的石门一般。而透过拱门却只能看到其内光芒流转，就好似传送门一样。石门前已经有很多人在此等待，一眼看去约莫不下于100人。苏大明三人的到来顿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三人也是来允心秘境的，还带着一个炼气2层的修士，不会是来搞笑的吧？苏大明此刻感觉到无数道神识向他们三人扫视而来。由于他事先将泥丸宫的灵力引入下丹田，别人一眼便能看出炼气2层的实力。罗明师兄他们在那边，我们快点过去。林希月指向右前方，苏大明跟李梦瑶也是看了过去。紫阳宗的弟子们全都在拱门的右边等待。苏大明三人一边向他们那边走去，一边打量着场中众人。粗略估计，这里已经来了100多号人，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中间的那片场地中20多个身穿白衣的少男少女。他们的服饰很统一，白色道袍上有着一个火红色的怪异图案，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20多人都是属于一个势力的人，并且他们占据这里最好的位置，显然是所有人都惹不起的一个强横势力，甚至比紫阳宗还要更加强势。他们就是天玄宗的人。大明，进去之后看到那种衣服最好躲着走。林希月神色警惕地看向前方，低声在苏大明耳边说道。苏大明不动声色地点头，同样细细打量了一眼天玄宗的人。天玄宗，紫阳郡第一宗门，果然名不虚传。只见场中的天玄宗众弟子各自神色倨傲无比，看向周围的目光中时不时都会露出鄙夷之色。身为紫阳郡第一宗门的弟子，他们完全有资本可以这般傲视众人。只是看了一眼苏大明便收回了目光。天玄宗的弟子什么姿态，跟他苏大明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别招惹到他便好。很快，苏大明三人就走到了罗明等人中，加上他们3个，紫阳宗14个弟子全都到齐。玄虎峰的王海以及天蓝峰的宁厉峰、宇文仲等人看到苏大明他们来这么慢，自然少不了几句挤兑，但苏大明三人却直接选择了对他们的无视。王海三人见状，只是目光阴狠地瞪了苏大明一眼，便不再多言。然而场中众人看到苏大明他们是紫阳宗的人后，嗤笑声顿时不绝于耳。紫阳宗身为5大宗门之一，再落魄也不至于到了这步田地吧？竟然连14个炼气3层的弟子都凑不出来。一些小势力的修士或许对紫阳宗很是忌惮，但其余4大宗门却是没有丝毫的留面。尤其是天玄宗的众多弟子，嘲笑声最大。被天玄宗的人这般嘲笑，就连较为沉稳的罗明此刻面色也很是难看，更别说其余人等了。此时此刻，谢玉莲等人皆是神色不满地看了一眼苏大明三人。林希月跟李梦瑶面色难看，他们当然知道谢玉莲等人是什么意思，肯定是不满他们月华峰派出一个炼气2层的弟子，使得他们遭到了外人的耻笑。苏大明对于这些没有太过在意，而是仔细打量着场中众人。天玄宗的弟子们占据了这里最好的位置，他们紫阳宗则是在拱门的右边，各个宗门的弟子都是占据了一个地盘。类似于他们这样的还有3处，都各自有着10-20人。苏大明一眼就能看出紫阳郡5大宗门的修士数量最多，而在5大宗门里，紫阳郡的弟子相对来说少了几个。西月，除了天玄宗之外，其余3大宗门都是哪些人？苏大明低声对林希月问道。他这种有些亲昵的称呼让林希月俏脸一红，看了苏大明一眼。你看那边全都背着一柄剑的人，他们是御剑宗弟子，宗门里的人全都是剑修。苏大明闻言，目光看去，果然看到那10多人，不论男男女女，身后都背着一柄剑。他们为什么不把剑放入储物袋中？苏大明有些疑惑。林希月嗤笑低声道：耍帅呗。好吧。苏大明无语。林希月收起打趣的神色，再次为苏大明介绍道：石英宗，这个宗门最让人恶心，整天研究一些腐烂的尸体，最不讨人待见。苏大明暗自点头，看了一眼石英宗的众多弟子，他们大多面色死气沉沉，以男弟子居多。
还有那边一群女人，她们都是合欢宗的弟子，宗门里只有女人，没有男人。苏大明顺着目光看去，果然看到那里全都是花红柳绿，10多名弟子全都是姿色不错的女人。正因如此，合欢宗的女弟子们最受人瞩目。林希月却是柳眉微蹙道：“她们也很恶心，宗门以双修功法为基础，太过肮脏。”苏大明则是愕然，没想到合欢宗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宗门。那5大宗门中实力排序如何？这个问题才是苏大明最关心的。林希月想了想，有些黯然地说道：“天玄宗最强，合欢宗其次，再然后就是诗音宗以及我们的紫阳宗。紫阳宗是紫阳郡5大宗门里最弱的一个，这一点苏大明早就有所了解。但林希月却只说了4个。那御剑宗呢？”苏大明好奇地询问道。林希月摇了摇头，轻声道：“不知道，御剑宗向来神秘，不跟其余势力有所冲突，外人向来不知道御剑宗的实力究竟如何。”原来是这样。苏大明点了点头。林希月这时却叹道：“这4个宗门最多也就只有数千年的历史，哪里比得上我们紫阳宗？紫阳宗早已传承万年之久，以前在紫阳郡，甚至是紫阳东州，也没有任何势力敢招惹我们紫阳宗。可是现在，哎。”苏大明默然，曾经辉煌的历史不提也罢，不过他还真对紫阳宗的过去有些好奇。紫阳东州、紫阳郡、紫阳宗，若说其中没有什么联系，打死他也不相信。等着吧，好好恢复体力，明日一早便可以进入这秘境。苏大明听到林希月的话语，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向那巨大的拱门看去。咦，怎么了？林希月诧异。苏大明却指着拱门最上方的那一行古朴大气的气体道：“这里不是陨星秘境吗？为什么写着紫阳宫一级试炼地？紫阳宫是什么势力？”林希月顺着苏大明的目光看去，果然看到拱门的上方赫然写着紫阳宫一级试炼地这几个大字，摇了摇头，表示他也不是很清楚。苏大明更加好奇了，继紫阳东州、紫阳郡、紫阳宗之后，现在又冒出一个紫阳宫，他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对于这些问题，苏大明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就在苏大明细细打量拱门时，泥丸宫内的银发女子淡漠的声音再次传入苏大明的耳中：“进去之后，想办法把所有进去的人全都杀了。”银发女子声音平淡，落入苏大明的耳中，却让他感到一阵冰冷。“什么？”苏大明愕然道：“他们不过是嘲笑我几句，为什么要把他们全都杀了？更何况还有10几个同宗门人。”对于银发女子的话，苏大明很是疑惑。先不说自己有没有实力把所有人都杀了，就算有，他真的能这样做吗？倘若这样的话，自己岂不是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可银发女子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苏大明几乎屏住了呼吸：“你不想要那块天外陨星石了吗？”银发女子的话让苏大明呼吸都有些加速。“想啊，前辈，难道这里真的有这种珍贵的炼器材料？陨星石，这可是炼制本命法宝最佳材料之一，由他所炼制的本命法宝基本上没有上限，可以随着修士的修为增进不断进化。”银发女子没有回答苏大明的询问。“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日后整个紫阳东州的天之骄子全都会去，你若是战力不行，即便达到结丹期，进去之后也是送死。”苏大明内心一凛，神色逐渐凝重。他知道银发女子想让自己50岁之内成为结丹修士，然后再去一个秘境帮他取一样东西。直到现在，苏大明才知道那个地方肯定是极其珍贵的宝地，到时候会引动整个紫阳东州的人前来纳。前辈，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都杀了，才能找得到陨星石。苏大明的面色有些不解，也不是非要杀掉所有人，但必须要将108块陨星令全部集齐，才能得到陨星石。108块陨星令，苏大明愕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向场中看去，心中默默点着这里的人数。可只是片刻后，苏大明便是满脸的震惊。前来这里的人加上自己，不多不少，正是108人，每人1块陨星令，加起来就是108块陨星令。苏大明有些骇然地问道：“前辈，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此时此刻，苏大明觉得银发女子说的可能都是真的，震惊之余，内心也是有些欣喜。倘若真像银发女子所说那样，那自己只要集齐108块陨星令，岂不是就能得到那传说中的神级炼器材料？银发女子的语气很是平静：“我怎么知道的？你就不用去管了，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便是。只有让你越来越强大，你才能尽快帮到我。”苏大明神色一动，有些试探性的询问道：“前辈，如果我真的帮你顺利取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你会怎样？”此言一出，银发女子平静的声音仿佛都有了一些波澜：“你若真能做到，我的本体便会从重伤中苏醒，到了那时，我就再也不用整日躲藏于阴沟暗角之处，中州的那些混蛋，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银发女子在说到这件事情时，她向来平静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丝松动。苏大明只感觉阵阵刺骨的寒意弥漫在这片天地中，怎么突然这么冷啊？场中的众人纷纷不解地抬头看着阴沉的天色。苏大明骇然，银发女子隐隐间动怒，竟然能波及到这片天地。他还是第一次从人口中听到关于中州的消息。相比于紫阳东州来说，中州是四海五洲中最为广阔的大陆，其内满是超级强者以及纵横这片世界的超级势力。没想到银发女子的仇人竟然在遥远的中州。前辈冷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切莫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苏大明尝试着安慰一句，却没有想到他这一句话差点让银发女子抓狂。银发女子深吸一口气，仿佛在压制着滔滔怒火。她咬牙道：你再说一遍。苏大明听到银发女子语气不善，嘿嘿一笑。前辈息怒。银发女子冷哼一声道：秘境里有许多天才地宝，你进去之后要尽快找到提升实力，只要你能突破炼气3层，这些人完全不是你的对手。类似于这种试炼地，当年紫阳宫在紫阳东州建立了许多，倘若你连这一级试炼都不能完成，以后你就不用修炼了。紫阳宫，苏大明听出来了，银发女子语气中的威胁意味很足，但他还是好奇，这紫阳宫究竟是个什么势力。银发女子不再说话，苏大明也不好询问什么。此时天色已经逐渐暗淡，所有人都在原地打坐，等待着明日秘境的开启。林希月跟李梦瑶都在苏大明的身边。大明，这里秘境进去之后，每个人都会随机传送，你进去后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们会尽快找到你的。林希月对苏大明嘱咐道。苏大明闻言微微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他看得出来，柳月如这次是跟他们两个下了命令，让他们两个保护自己。苏大明也没有矫情，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跟他们两个走在一起确实比较安全一些。一夜无话，翌日天色刚刚大亮，苏大明便被拱门传来的异响声给惊醒。睁开眼睛看向拱门，只见那里的波纹比昨日转动了数倍，其内五颜六色的波纹震动，惊醒了场中所有人。一瞬间，所有人都站起身来，神色激动地看向拱门。秘境开启了，这一次定要找到陨星石，炼制无上本命法宝。所有人都很激动地看向拱门，秘境已经开启，但却没有人敢抢先一步进入秘境。天玄宗的20余名弟子早就挡在了拱门之外，他们不先进去，谁敢抢先进去？天玄宗众多弟子中，以高大青年为首，此人仿佛是天玄宗弟子中的领头人物。只见他目视面前的拱门，取出陨星令道：天玄宗弟子听令，这便随我进入秘境。遵命。天玄宗众多弟子齐声呐喊，场中所有人皆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苏大明嗤笑一声道：真能装。他的声音很小，却没想到场中突然寂静下来，竟然让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苏大明这边。谢玉莲等人面色难看，很是不满地瞪了苏大明一眼。天玄宗那为首的高大青年转头瞥了一眼苏大明，冷声说道：进去之后把这个小跳蚤给解决了。话音刚落，他便手持陨星令来到了拱门前，似乎一个苏大明完全不能让他有任何的停留。几名天玄宗的弟子扫了一眼苏大明，旋即对那高大青年道：陈师兄放心，我等进去之后定会将他给处理掉。他们的语气轻松，好像处理掉苏大明根本不会耗费什么力气。陈师兄微微点头，手中的陨星令向拱门内的漩涡中轻轻一按，紧接着一阵光芒闪过，天玄宗的陈师兄便消失不见。苏大明在人群中看的是啧啧称奇。待天玄宗的弟子们全都进入秘境之后，余下的众人也纷纷向秘境中涌入。只是每个人掏出陨星令时，苏大明都会用炽热的目光看去。由于银发女子事先有所交代，她要抢夺所有人手中的陨星令，这样才能找到陨星石。在苏大明看来，银发女子所说很有可能是一件别人都不知道的秘闻，否则的话，这么多年过去，陨星石早就会被人找到，还能轮得到他？话虽如此，但想要抢夺所有人手中的陨星石，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起码凭借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眼看场中已经有一半的人进入秘境，罗明转头看向紫阳宗的众多弟子道：诸位师兄弟们，进去之后我们要尽快会合，唯有统一行动，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紫阳宗的众人纷纷应允。罗明点头：既然这样，我们也快些进去吧。说着，以罗明跟谢玉莲为首，紫阳宗的众人向拱门处走去。苏大明跟着众人来到拱门处，他没有任何犹豫，取出陨星令高高举在手中，随即光芒一闪，苏大明便感觉到一股庞大的拉扯力传来。身影消失的一瞬间，苏大明隐隐听到林希月的喊声：
说是让他不要乱跑，找个地方躲起来。林希月跟李梦瑶两人都在苏大明体内打入灵力标记，他们进去之后，想要找到苏大明并不难。苏大明只感觉强大的拉扯力传来，头脑瞬间眩晕，只是一晃眼，自己便出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很快清醒过来，当即打量着四周，这里的环境与外界无异，但他可以确定，这里恐怕不是先前所在的地方，因为不管苏大明怎么看，原本近在咫尺的盘龙城，此刻都仿佛消失，这里仿佛自成一界，静谧的有些不太正常。好浓郁的灵气波动，苏大明目光看向前方不远处的一片山丘，浓郁的灵气波动正是从那里传来，难道有什么天才地宝不成？苏大明没有想到，刚刚传送进来就能碰到这种好事，没有过多犹豫，苏大明直接向前方不远处的一片山丘狂奔了过去。随着苏大明的靠近，那一片小山包的灵气越来越浓郁。苏大明面色欣喜，他几乎可以断定那里绝对有着不同寻常之物，彻底放开了速度，向那里狂奔而去。很快，当苏大明越过一座小山包后，一眼便看到前方的那座小山包中部位置正生长着一种类似草药般的植物，浓郁的灵气正是它散发而出。这棵草药共有7片叶子，每一片叶子周边都绽放着青色光芒。七叶草，竟然是七叶草！苏大明欣喜若狂，他曾在灵星史中看到过，七叶草是一种能够提升修士修为的一种灵药，其内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浓郁灵气。七叶草共有7片叶子，修士每吞服1片叶子都能使得实力增进许多。灵星史中不仅记载着灵星的历史，也包含许多灵药以及妖兽，几乎算是灵星的百科全书。苏大明几乎想要大笑3声，若能吞服下这七叶草，他的实力绝对可以突飞猛进运起来了，挡也挡不住啊！苏大明心情大好，便要直接上前摘取七叶草。就在这时，七叶草旁边的一堆乱石突然炸裂开来，一条大腿粗的巨蟒从巨石堆中窜了出来。嘶嘶嘶，他猩红的眼瞳死死盯着苏大明，嘴中吐着长长的信子。苏大明反应很快，没有鲁莽上前，他隐隐间感觉到面前这红眼巨蟒实力不俗。突然，红眼巨蟒冲着苏大明张开血盆大口，口中尖锐的獠牙流出许多粘液，那些令人作呕的粘液滴落在地，顿时腐蚀着地面上的碎石。苏大明神色凝重，抬手一道灵力劈链向红眼巨蟒轰了过去。砰！灵力击打在红眼巨蟒的头上，只是让他脑袋向后一歪，随即极为愤怒的又是冲着苏大明一声嘶吼。苏大明骇然，自己这一击用尽了全力，竟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不等苏大明多想，红眼巨蟒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向苏大明冲了过来。倘若被他冲到近前，那情况可就太不妙了。跟巨蟒近身搏斗是极其愚蠢的行为，他只需死死将人缠住，常人很难再挣脱开来。不过苏大明此刻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慌乱，只见他抬手一个火球术向红眼巨蟒扔了过去。轰！妖异的蓝色火球从苏大明手中冒出，体内灵力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其中，使得苏大明手中的火球越来越大，炙热的气息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苏大明天灵根凝聚出来的火球术威势极为迅猛，他知道蛇都是怕火的，尤其是自己天灵根凝聚出来的火球术，眼前这红眼巨蟒绝对无法阻挡。随着体内灵力不断的涌入，苏大明手中的火球越来越大，很快就已经大到可以将一个人生生吞噬。红眼巨蟒看到苏大明手中的巨大火球，猩红色的眼瞳中人性化的闪过一丝惊慌，他连忙蜷缩起身子，想要逃走。想走，晚了。苏大明催动手中的巨大火球，猛然向红眼巨蟒抛了过去。轰！巨大的火球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冲向红眼巨蟒，且瞬间包裹在其中炭烤。砰砰砰！红眼巨蟒痛苦的嘶鸣，在地上疯狂地挣扎着，碎石横飞，扬起阵阵灰尘。苏大明继续注入灵力，使得红眼巨蟒身上的火势越来越大，他的额头上也有汗水渗出。显然这灵力源源不断的注入，耗费了苏大明许多的灵力。不过只要能解决掉这红眼巨蟒，一切都是值得的。噼里啪啦的燃烧声传来，红眼巨蟒的挣扎越来越轻，隐隐间一股烤肉的香味传入苏大明的鼻子中。我去，好香！香气扑鼻的烤肉味瞬间勾起苏大明的味蕾，肚子在此刻竟然都在咕咕作响。咕咚！苏大明咽了一口口水，控制着红眼巨蟒身上的火势，意图将其当作一种美味来炭烤，哈哈，先大饱一顿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烤肉的香味越来越浓郁。苏大明看着火势中散发着肉香味的烤肉，食欲大增。此时此刻，红眼巨蟒已经完全没有了动静，它被苏大明生生给烤死。嗖嗖嗖！就在这时，半空中突然传来几道破空声。苏大明眉头一皱，连忙抬头看去，
可只是一眼，就让苏大明的脸色瞬间难看。哟，你小子倒挺会享受，竟然躲在这里烤蛇肉！快看，竟然是七叶草！话音落下，3道身影便落在苏大明的眼前。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玄虎峰的王海以及天蓝峰的2名弟子。3名炼气3层大圆满的到来，让苏大明内心猛然一沉。不用跟他废话，直接杀了便是。万一被宗门里的人看到，也是个麻烦。王海神色阴沉地说着，天蓝峰的2名弟子皆是点了点头。他们毕竟都是紫阳宗的人，倘若杀掉苏大明，被同宗门人看到的话，回去之后也不好交代。话音落下的同时，3人便将苏大明围了起来。住手！一道娇喝声传来，众人连忙转头看去，只见林希月跟李梦瑶不知何时已经飞了过来。2女出于担心苏大明的安危，刚刚进入秘境，便以灵力标记寻找苏大明。此刻刚刚找到苏大明，便发现了眼前这一幕。他们想过玄虎峰王海等人会对苏大明动手，却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这么迫不及待。转眼间，林希月和李梦瑶便来到了苏大明的身边，跟王海3人对峙。2女的到来让王海等人微微皱眉，但也仅此而已。天蓝峰的宁厉风看了2女一眼，阴笑道：“王海师弟，我们帮你拦住他们2个，你直接杀了苏大明便是。”宁厉风跟宇文仲2人以及林希月还有李梦瑶，他们全都是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为。若是让他们2个短时间之内击败林希月2女，可能还有些困难。可如果只是简单拖住林希月2女的话，那还是比较简单的。王海盯着苏大明狞笑：“那就多谢2位师兄了。”此次前来陨星秘境，王海可以说是带着整个玄虎峰的希望而来。当日苏大明羞辱了整个玄虎峰，玄虎峰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苏大明死。林希月看到他们2个过来，对方仍要动手，皆是面色冰冷。你们身为紫阳宗弟子，既然想要残害同门，就不怕回去之后被刑罚殿知道吗？面对林希月的娇斥，王海面色阴沉地喝道：“苏大明虐杀我们玄虎峰弟子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过同门情谊？不是你们玄虎峰先来我月华峰挑衅？”李梦瑶这时也是面色冰冷地看向王海3人。王海3人此时哪里会跟他们讲什么道理？少废话，王海师弟，快杀了苏大明，以免迟则生变。话音刚落，宁厉风2人便向林希月2女冲了过去。他们全身灵力爆发，一出手就是全力，只有这样才能拦住林希月还有李梦瑶。林希月跟李梦瑶见状，虽是面色难看，但只能全力抵挡宁厉风2人的猛烈攻势。此时此刻场面有些混乱，林希月对上宁厉风，李梦瑶则是对上了宇文仲。王海，你若敢对苏大明怎么样，回去之后你必死无疑。林希月忙着应付宁厉风，只能出言威胁王海。哼！王海冷笑，阴森的目光看向苏大明。我若不能杀了苏大明，回去之后师父一样饶不了我，我还怕你威胁？王海的话音落下，全身威压便向苏大明逼近。在他看来，对付一个小小的炼气2层修士，完全不需要用全力。他的眼中更有一种猫捉老鼠的戏谑神色。林希月看到王海要对苏大明动手，神色越发焦急。他拼尽全力要摆脱宁厉风的纠缠，却无济于事。苏大明，快跑！林希月只能无力地喊上一句。可当他目光看向苏大明时，顿时怒火中烧。只见王海的全身灵力威压已经将苏大明给笼罩住。此时此刻，苏大明想跑都难。林师妹，跟我打斗时还分心，你这是在羞辱我吗？宁厉风阴冷的声音传来。林希月只觉得胸前传来一记重击，砰！一道汹涌的灵力波动轰在林希月身上，使得他喉咙一甜，差点喷出一口鲜血。噔噔噔！林希月连连后退，神色凝重地面对宁厉风。他们修为相差不多，倘若自己再分心，恐怕就连他今日也要栽。林希月只能全神贯注地面对宁厉风，再也不敢有任何的分心。他只想快速击败宁厉风，从而前去解救苏大明。苏大明此刻全身精神紧绷，王海的灵力威压让他有种强烈的窒息感。他只是炼气2层初期，但那王海却是炼气3层大圆满，两者之间几乎相差2个境界。倘若是面对炼气3层初期的修士，兴许还能一战，但王海这种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士，让苏大明压力很大。现如今的他，除了火球术之外，没有任何强大的秘术，只能用体内灵力单纯的对抗王海。王海面带戏谑神色，闲庭信步般向苏大明走来。他每走一步，苏大明便觉压力倍增，全身骨骼滋滋作响，身体不断下沉。苏大明面色阴沉地盯着王海，看对方的动作是想让自己在他面前跪下。给别人下跪这种事情，苏大明断然不可能做得出来，他只能用尽全力抵抗着王海所带来的强烈威压。苏大明的面色涨红不已，2条腿都在轻微的颤抖。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弯曲下去。咦？王海轻咦了一声，淡声道：“你的功法果然很诡异，竟然能以炼气2层初期的修为抵抗住我的威压。”此时此刻，王海距离苏大明仅有6、7步之遥。他看向苏大明的眼眸中戏谑夹杂着浓郁的兴趣。交出你那功法，我便给你一条活路。王海再次向苏大明走了几步。苏大明的功法明显极为强悍，这让王海起了贪婪之心。况且他在来之前，师傅柳慕白也曾交代过，能生擒苏大明就尽量生擒，实在不行的话，杀了也无妨。所以说，王海还是有权利留苏大明一命的。苏大明重重地喘着粗气，面色痛苦的都有些扭曲。你过来，我这就把功法给你，希望王海师兄看在同门的份上，能饶我一命。苏大明全力抵抗王海的威压，用了十足的力气，才把这短短一句话说完。话音落下，王海顿时极为猖狂地仰头大笑，笑声中满是对苏大明的鄙夷与嘲弄。本以为你还是个人物，没想到还是一如既往的废物。好，只要你交出功法，再废掉全身修为，我便留你一条狗命。说着，王海没再准备戏弄苏大明，大步向苏大明走来。转眼间，他便走到了苏大明的身前。拿来吧。王海并没有收起全身威压，此刻已经站在苏大明的面前，可对方虽是全身颤抖不止，却仍然没有趴下去，这让王海的眼中闪过惊讶之色。此时此刻，苏大明低着脑袋，王海难以看到苏大明的表情，他只是趾高气扬地俯视苏大明，神色透露着一切尽在掌握中，以及对苏大明的不屑。然而就在这时，苏大明突然抬起头来，通红的眼睛盯着王海，让他微微皱眉。突然，苏大明嘴角一掀，说出了王海这辈子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下辈子少说点废话。什么？王海眉头紧皱，不明白苏大明到了此刻为什么要说出这种奇怪的话语。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种强烈危险的感觉突然在内心深处升起。这种危险的信号让王海有一种威胁到性命的感觉，他几乎想都不想，本能的要用灵力护住全身，但还是晚了一步。苏大明说话的同时，泥丸宫内的柳叶刃便已经在他的控制下，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向王海的喉咙。嗖！破空声传出的瞬间，王海便看到眼前黑光一闪，自己的脖子突然有一种冰凉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是奇妙，可当他用神识一扫后，顿时满脸惊恐之色。自己的脖子竟然被一柄形似柳叶的短刃给生生洞穿，恐怖的血窟窿此刻正汩汩流着鲜血。面前的苏大明冰冷的面容迸溅了许多王海的鲜血，看上去狰狞无比。王海嘴巴大张，想要说些什么，却一个字也蹦不出来。即便他用手尽力捂着喉咙，也难以捂住鲜血的流失。另一只手指着苏大明，眼神中满是不解、疑惑以及深深的懊悔之意。他几乎到死都不明白，苏大明区区炼气2层的实力是如何能够操控法宝的。更加懊悔的是，自己为什么不直接杀了苏大明，给了他必杀一击的机会。乌黑发亮的柳叶刃在王海身后盘旋数周后，再次洞穿王海的胸膛，回到了苏大明的手中。鲜红粘稠的血液顺着苏大明的手掌滴落在地。苏大明冷峻的面容就像是个冰冷的刽子手，成为王海生前最后一幅景象。噗！只是转瞬间，王海的生机便荡然无存，身子重重地倒在地上，尘土弥漫间散落在王海的身上。他大睁的双眼仍是惊惧的神色，死不瞑目。苏大明喘着粗气，冷笑一声，随手一招，王海腰间的储物袋便飞到了苏大明的手里。神识透入王海的储物袋内，里面的东西很杂，但很快苏大明就将一块陨星令给找了出来。至此，苏大明拥有了2块陨星令，距离他获得陨星时又近了一步。慎重地将陨星令收入泥丸宫，来不及查看王海的物品，直接就将王海的储物袋给放入泥丸宫内。紧接着，苏大明冰冷的目光看向半空中打斗的宁厉风以及宇文仲，这2人似乎察觉到苏大明的眼神，眼角余光便扫了过来。可只是一眼，就让他们2人几乎惊叫出声。怎么可能？你竟然杀了王海！宁厉风跟宇文仲直接后退10多步，摆脱跟林希月2女的缠斗，面色骇然地看向这边。只见王海双眼大睁地躺在地上，身下已经是鲜红一片，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王海已经断绝了生机。而在他们眼中，原本必死无疑的苏大明却是好端端地站在那里。苏大明的面容上迸溅了许多王海的鲜血，手中的柳叶刃更是在不断滴着血液。宁厉风2人的目光在王海的尸体上以及苏大明的身上来回扫视着，他们的神色中满是不解与疑惑。炼气2层初期的人竟然能杀掉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士，这种事情传了出去，谁能相信？宁厉风2人的异常
让林希月跟李梦瑶有些诧异。他们也是向这边看来，可只是一眼就让他们彻底惊住。两女捂着张大的嘴巴，神色中满是不可思议。宁厉风跟宇文仲对视了一眼，神色皆是有些凝重。走！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的迟疑，直接便御雾而去。王海已经死去，他们继续留在这里缠斗，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对付林希月跟李梦瑶，就让他们感到吃力，更何况还有一个诡异的苏大明。他们4人都不知道苏大明究竟是用什么手段杀了王海。事情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宁厉风两人的离去，林希月两女并没有追赶，他们就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苏大明。扑通一声传来，苏大明在宁厉风两人离去后，直接瘫坐在地上，他面色苍白，呼吸加速，刚刚惊险万分，耗费了很多灵力。大明！林希月轻呼一声，连忙来到苏大明的身边，将他给搀扶了起来。李梦瑶紧随其后，也来到了两人的身边。他看向苏大明的美眸中再也没有了先前的轻视。一直以来，李梦瑶都觉得苏大明是个累赘，不明白柳月如为什么派他前来。直到此刻，李梦瑶终于明白了师娘的用意。苏大明并不像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他肯定有着别人想象不到的底牌，否则的话，稳重的师娘柳月如怎么会轻易让苏大明前来送死？此时此刻，李梦瑶对于苏大明累赘的看法已然烟消云散。大明，你怎么样？林希月有些关心地看着苏大明。苏大明冲着两女摆了摆手，当即站稳了身子，向七叶草走了过去。当苏大明将七叶草收在手中时，两女这才看到泛着青光夹杂浓郁灵气的七叶草。七叶草，竟然是七叶草！苏大明直接将七叶草给收入泥丸宫内。不错，这次多谢你们两个，七叶草暂且放到我这里，有时间我会分给你们的。话音落下，林希月跟李梦瑶对视了一眼。李梦瑶这时笑道：不用，七叶草是你发现的，理应属于你，我们都是同门，相互帮助也是应该的。此言一出，苏大明顿时诧异地看向李梦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突然转了性子。李梦瑶被苏大明这样盯着，神色中有些尴尬。对不起，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累赘，没想到。李梦瑶此刻满是惭愧地看着苏大明。林希月却是拉起李梦瑶的手，轻笑道：不用说这些，大明又不是小气的人，你说是吧，大明？说着，林希月询问的目光看向了苏大明。苏大明轻笑了一声，冲着两女摆了摆手，自己好歹也是个男人，怎么可能会跟两个女人生气？更何况三人都是月华峰的同门，更不应该跟仇敌似的。苏大明满不在乎的模样，让李梦瑶更加有些羞愧。可接下来苏大明的一句话，却让他跟林希月皆是面色一变。吃烤蛇肉吗？你们刚烤熟的香喷喷蛇肉，我再加热一下。苏大明将刚刚那巨蟒拿了过来，又一个火球术扔上去，蛇肉被烤得滋滋流油。很快，阵阵烤肉的香味传来，让苏大明食欲大增。林希月小嘴一撇，露出很是恶心的表情。这么丑陋的东西，你自己慢慢享用吧。我们就算饿死，也不会吃这么恶心的东西。李梦瑶更是嘟着小嘴，嗅鼻抽了抽，看来两女都对这蛇肉很排斥。苏大明不管两女嫌弃的神情，拿出柳叶刃到不远处的小河边清洗了一下，便回来拿过香喷喷的蛇肉，一刀割下一大块烤肉。他还从泥丸宫里取出调料，撒在上面，开始大快朵颐。好香！苏大明吃得很香，看得两女连连撇嘴。香气浓郁，味道香醇，肉质紧实弹牙，是上好的下酒菜。可惜，若是配上无情道人的美酒，那可真是太享受了。苏大明一边吃着，嘴中还不断的嘀咕：无情道人。李梦瑶跟林希月两女在苏大明的身边歇息，他们都不知道苏大明所说的无情道人是谁。苏大明吃着手中的烤肉，随口说道：就是先前那个白衣青年。此言一出，林希月跟李梦瑶这才想起，对了，苏大明，他为什么将你抓走，又为什么把你给放了？林希月有些好奇地询问。李梦瑶也是疑惑地看着苏大明，很是不解。苏大明看着两女，眨了眨眼睛道：自然是因为我风流不羁的外表，洞察人心的智慧，那人与我一见如故，非要跟我做兄弟。你们说，这人优秀到一定程度，也是不小的烦恼啊。苏大明的回答让林希月跟李梦瑶皆是对他翻了个白眼。林希月嗤笑道：你就吹吧，肯定是你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饶，然后对方善心大发的放了你。就是。李梦瑶也是撇嘴道：还认你做兄弟，人家最起码也是筑基修士，能认你这个炼气2层的小修士为兄弟？林希月跟李梦瑶皆是不相信的样子。苏大明放下手中的蛇肉，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们不信？此言一出，林希月跟李梦瑶连连点头，纯洁的大眼睛盯着苏大明，美眸中写满了不相信。苏大明愣了愣，没有继续争论什么，
再次拿起手中的烤肉吃了起来。不相信算了，懒得跟你们解释。不过，你们真的不吃？难道你们不饿？苏大明又扬了扬手中的烤肉。林希月跟李梦瑶看了看苏大明手中的烤肉，嘴巴动了动，没有说什么。他们闻着烤肉的阵阵香味，也有些饿，只是看到丑陋的巨蟒，他们就难以下咽。苏大明笑了笑，随手一个火球将巨蟒的头部以及尾部全都化为了灰烬，只留下最为肥美的一大段烤肉，然后看向两女道：“这样总可以了吧？赶紧过来吃点，今天我们在这里休息休息，明日炼化七叶草，实力大增后，我们在这里也会更安全一些。”闻言，林希月跟李梦瑶对视了一眼，她摸了摸平坦的小腹，眨了眨眼，小声道：“梦瑶，要不我们试试？”李梦瑶看着林希月的眼睛，沉吟片刻，点了点头道：“好吧，那就尝尝再说。”苏大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果然嘴上说着不吃，身体却很诚实。哇，好香啊！仅是片刻间，林希月跟李梦瑶便改变了对蛇肉的看法，两女各自捧着一大块烤肉，吃得津津有味。苏大明却学着林希月刚刚的神态，阴阳怪气地说道：“这么恶心的东西，我们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吃。”哇，好香啊！林希月之前的神态被苏大明完美演绎了出来。正在吃着手中烤肉的李梦瑶扑哧一笑，嘴中的烤肉喷了苏大明一脸。我去，你吃东西还会火山大爆发呢！苏大明的脸上满是李梦瑶嚼碎的烤肉，狼狈的模样，要多好笑就有多好笑啊！哈，我不是故意的，大明。李梦瑶有些歉意的拿出一块手帕，忍俊不禁的帮苏大明擦着脸。林希月却是窘迫的表情，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只能红着脸继续吃着烤肉。李梦瑶在苏大明身前温柔地帮苏大明擦拭着脸庞，她身上的厨子芳香让苏大明很是陶醉地抽了抽鼻子。真的挺香。李梦瑶见状，小脸浮现一层绯红，将手中的手帕扔在苏大明的脸上，娇哼道：“不要脸，自己擦去。”苏大明嘿嘿一笑，拿起李梦瑶的手帕放在鼻尖，很是陶醉地再次嗅了嗅。与此同时，他还在打量着李梦瑶的神态，想要看看对方会是什么反应。这次比较危险的秘境之旅，能逗逗身边这两个小美人，让苏大明的心情都放松了不少。李梦瑶红着脸，小口小口地吃着烤肉，眼角余光却忍不住瞟向了苏大明。当他看到苏大明这个欠揍的模样，雪白的脖颈都有了一些红晕。此时的李梦瑶纯美中透露着一股女人的风情，让苏大明看的都是一呆。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李梦瑶一丝不挂的娇躯，顿时觉得喉咙有些发紧。苏大明，你看什么呢？林希月一声娇喝，挡在了李梦瑶的身前，不让苏大明继续看他。苏大明顿时暗骂扫兴，继续吃着手中的烤肉。不得不说，林希月跟李梦瑶这两个浑身散发青春气息的少女，各有千秋，都是相貌不错的小美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有她们两个作陪，苏大明倒也不觉得枯燥。三个人就坐在两座小山包中间，边吃着香喷喷的烤肉，边说笑着。他们三个这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山谷，不远处还有着一条源源不断的清澈河水。此时此刻，三人的欢声笑语涤荡在这片宁静的小山谷中。约莫半个时辰后，苏大明揉了揉圆鼓鼓的肚子，极其不雅地打了个饱嗝。林希月跟李梦瑶看了，皆是微微蹙眉，冲着苏大明撇了撇嘴。苏大明却没有丝毫在意，拿起李梦瑶的手帕擦了擦嘴，然后将其递给李梦瑶：“还给你，你们也擦擦嘴吧。”此言一出，李梦瑶跟林希月皆是双眼大睁，瞪着苏大明，一副将要爆发的模样。原本精美的颈脖手帕，此刻上面满是油污，被苏大明用得脏兮兮的。苏大明竟然还要给他们，让他们两个也擦擦嘴。林希月咬牙切齿的样子很是可爱，半晌后方才蹦出两个字：无耻。李梦瑶白了苏大明一眼，当即从怀中又取出一条精美的颈脖手帕，而后递到林希月的手中。不要。苏大明提着手里的手帕询问道：“那我扔了？”李梦瑶头也没有回：“随便你。”苏大明闻言便要随手将其扔掉，可他突然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人家好心好意拿给自己手帕，就这样扔掉，总归不太好。沉吟片刻，苏大明便在两女诧异的目光中来到小河边，仔细清洗了一番手中的手帕。很快，那块精美的颈脖手帕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光彩。苏大明随手将这块手帕收入泥丸宫内，再次向李梦瑶两女这边走来。哼，算他有点良心。林希月在李梦瑶的身边有些得意地扬起嘴角，李梦瑶也是轻哼一声，美眸深处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一整条巨蟒，苏大明只留了中间最肥美的一小段，但三人还是没有吃完，剩下还有一大块被苏大明随手放入泥丸宫内，想着饿了之后加热一下还能吃。
林希月这时指着王海的尸体，脸上有些担忧的神色。大明，你杀了王海，回去之后该怎么办啊？刑罚殿不会饶了你的。他的话语让苏大明跟李梦瑶再次注意到不远处王海的尸体。苏大明眉头一皱，随手一个火球术将王海的尸体化为灰烬。眼不见心不烦，他看到玄虎峰的人就没由来一阵恶心。李梦瑶站起身来，有些不满地说道：明明是他们3个想要杀大明，刑罚殿凭什么找我们的麻烦？话虽如此，可是林希月还是有些担心。残杀同门弟子，这是任何势力都不能容忍的事情。苏大明却是无所谓的摆手道：不用再说了，我们行得端坐得正，刑罚殿虽然严厉，我就不信他们还会不分青红皂白。此言一出，林希月跟李梦瑶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李梦瑶抬头看了看天色，当即冲着2人轻声道：天色不早了，我们今日都消耗了不少的灵力，暂且在这里调息一番，明日再赶路如何？话音落下，苏大明跟林希月也是打量了一眼天色以及他们所在的地方。苏大明点头道：我们现在应该在秘境的边缘，深处应该还有着不少的机缘。听到苏大明所说，3人皆是向深处望去。这里虽说是一处秘境，却跟外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深处的几座高山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就在这时，苏大明取出了那株七叶草，一瞬间浓郁的天地灵气弥漫在场中。我们把这个分了吧，这次还要多亏你们，否则我可能就栽了。苏大明说的不错，如果不是他们2个及时到来的话，他一个人绝对不是王海3人的对手。林希月跟李梦瑶看到苏大明手中的七叶草，美眸中也有些火热，这是你找到的，自然是属于你的。李梦瑶再次推诿。苏大明摇了摇头道：你们帮了很大的忙，若是不接受的话，我心里也不安。此言一出，林希月跟李梦瑶对视一眼，沉默片刻后，林希月开口说道：那你给我们1人1片叶子便好，有了这一片叶子，我们足够突破至炼气4层。这么厉害？苏大明看着手中的七叶草，眼神中闪过诧异之色。七叶草共有7片叶子，他们只需要1片叶子就能突破至炼气4层。李梦瑶点头。七叶草是一种很难得的灵药，每一片叶子都有聚气丹的功效。苏大明不敢置信地看了一眼林希月，却发现他冲着自己点了点头。2女都这样说，苏大明这才暗自点头。苏大明内心一动，不知若是炼化这七叶草，能不能让他突破至炼气3层。微微沉吟后，苏大明小心翼翼地取下2片叶子，各自交给林希月2女。林希月跟李梦瑶接过叶子，慎重地收了起来。今日我们都消耗了不少灵力，先在这里休整一下，等到明日恢复后再炼化这七叶草，想必修为都会有所精进。林希月的话音落下，李梦瑶也是点头道：不错。虽说进入这里的修士都是炼气3层，但进入之后突破却不会受到限制。很多进入这里炼气3层大圆满的人都是即将突破，却压抑着迟迟没有突破的人，他们都等着进入这里之后再突破。什么？苏大明有些诧异的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都是炼气4层的修士？此言一出，林希月跟李梦瑶不约而同的点了点脑袋。是这样的。苏大明闻言顿感压力倍增，原本对付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士，对他来说就已经很困难了，没想到竟然还要面对炼气4层的修士。李梦瑶抚了抚额前的青丝，轻声道：各大宗门每年派遣弟子前来此处秘境，名义上是为了寻找机缘，其实也有着试炼年轻弟子的目的。5大宗门都有过约定，谁的弟子若是在试炼中被杀，只能任他学艺不精，出去之后不能寻仇。所以说5大宗门间每一次的试炼都会有不少弟子惨死其中，可即便这样，出去之后也不能报仇。苏大明闻言面容也是凝重了起来。林希月咬牙道：这些年来，那天玄宗一直都在针对我们紫阳宗，每一次的试炼，我们宗门都有不少弟子惨死于天玄宗弟子手下，真是太过可恨。话音落下，李梦瑶也是满脸愤恨。苏大明虽然还没有什么宗门归属感，但也被2女的情绪所感染。况且就算自己不对别人有想法，别人就会饶了自己。想来天玄宗的弟子或者其余宗门的弟子碰到他们，肯定会对他们动手，强烈的危机感弥漫在苏大明心头。现在的自己还是太弱，赶紧想办法突破至炼气3层才是正道。一旦进入炼气3层，什么炼气3层大圆满，什么天玄宗，统统不在话下。苏大明只知道自己同进无敌。刚刚2女虽然说很多炼气3层大圆满的人进来之后多半会突破至炼气4层，但苏大明不认为他们能这么快就突破。倘若突破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还了得。接下来苏大明3人没再多说什么，各自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开始盘膝坐地，恢复着今日所损耗的灵气。一夜无话。第二天，3人几乎同时睁开了眼睛，皆是神采奕奕的样子，显然3人恢复的都挺不错。
苏大明看了两女一眼，有些犹豫地说道：“我们就在这里炼化七叶草吗？现在三人都已经恢复到了巅峰，是时候炼化七叶草，增进修为了。”李梦瑶跟林希月对视一眼，刚想开口说些什么，突然抬头向后方看去，阵阵破空声传来，苏大明也是有所感应的看了过去，可只是一眼，就让苏大明三人微微皱眉。后方不远处的半空中，正有10多名年轻人向他们这边飞来。来者不善啊！苏大明喃喃道。林希月跟李梦瑶来到了苏大明的身边。大明，是罗明师兄他们。林希月的目光看向不远处正往这边飞来的几人，不多不少，正好10人。紫阳宗共有14名弟子前来秘境，王海死后，加上苏大明3人，便只剩下13人。李梦瑶的目光也是看向来人，眉头微蹙道：“不好，宁厉风那2个败类，指不定跟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能这么快找到我们，肯定也是他们2个引过来的。”其实不用李梦瑶提醒，苏大明跟林希月只是看到其中宁厉风2人的神情，就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了。转眼间，罗明等紫阳宗的弟子们便落在苏大明等人的身前，只是他们的目光全都惊异地盯在苏大明的身上。苏大明凝视着所有人的目光，面色平静，毫无波澜，却看到宁厉风2人此刻正在人群中冲着自己阴笑。罗明跟谢玉莲被众人围绕在中间，他们2个是林虚风的弟子，也是紫阳宗这一次的领队。此时此刻，2人皆是神色诧异地打量着苏大明。好半晌，罗明方才一字一句地询问道：“大明师弟，宁厉风师弟说你杀了王海师弟，不知此事是真是假？”场中的气氛有些凝固，连日来面色平和的罗明此刻都是面容严肃。苏大明直视罗明，没有片刻犹豫地点头道：“不错，是我杀的王海。”这般斩钉截铁的承认，倒是让罗明等人皆是一愣。真是他杀的王海？天哪，他一个炼气2层是怎么杀掉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士？所有人都极为震惊，一者震惊苏大明的诚实，二者震惊苏大明的手段。场中众多弟子扪心自问，就算是他们想要杀掉同等修为的王海，也要颇费一番功夫。这小小的苏大明如何能杀得了王海？罗明跟谢玉莲的面色皆是阴沉如水。从来没有跟苏大明说过话的谢玉莲此刻冲着苏大明娇斥：“苏大明，你为何要残杀同门师兄弟？今日若不说清楚，我等便要为师门清理门户了。”谢玉莲语气中充满了威胁，就连向来和善的罗明此刻也是默认了谢玉莲的话语。林希月跟李梦瑶2女面色很是难看，他们刚想开口为苏大明辩解，却被苏大明给拦了下来。“大明，你这是做什么？为什么不跟他们说清楚？”林希月有些焦急地看向苏大明，一旁的李梦瑶神色中也是充满了疑惑。苏大明将林希月2人拉到身后，冷冷说出一句话，却让场中众人神色皆是一变：“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有资格代表宗门？你说什么？”谢玉莲咬牙切齿般质问。苏大明的话不只是谢玉莲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他态度竟然这么强硬。“大明！”林希月跟李梦瑶在苏大明身后扯了扯苏大明的衣角，示意他不要乱说话。但苏大明好似没有察觉到一样，义正言辞地说道：“你是紫阳宗弟子，我也是紫阳宗弟子，即便我杀了王海，该审判我的也应该是宗门里的师长们，亦或者刑罚殿。你有什么资格前来审判我？”苏大明知道宁厉风跟宇文仲2人率先找到罗明他们，肯定会恶人先告状，自己跟林希月他们就算长了800张嘴，恐怕也是百口莫辩。与其这样，不如态度强硬一些。再者说了，就算是自己的过错，该审判自己的也是刑罚殿，亦或者宗门里的师长们，还轮不到这些跟自己同级别的小辈弟子前来审问自己。苏大明态度强硬，说的话却是句句在理。谢玉莲气得满脸通红，硬是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一旁的罗明等人神色阴晴不定，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宁厉风跟宇文仲对视一眼，前者站出来冷笑道：“苏大明，任你说的天花乱坠，可你杀了王海师弟，这是不争的事实，你还在狡辩什么？”苏大明瞥了宁厉风一眼，淡声道：“你耳朵是不是长到狗身上去了？王海就是我杀的，我何曾狡辩过？回去之后，我自会向刑罚殿说清缘由，到时可不能少了你们2位，你们说呢？”宁厉风2人闻言皆是面色一变。苏大明这话的意思是要带着他们2个前去刑罚殿对峙。刑罚殿的手段他们还是知道的，刑罚殿虽然严厉，但从不会冤枉了任何一个弟子。倘若真到了那时，他们2个绝对逃脱不了干系。此次他们前来就是为了借刀杀人，只要罗明等人杀了苏大明，便省去了他们日后的麻烦。此时此刻听到苏大明的话后，宁厉风2人面色阴沉，却也不敢再说些什么。罗明这时看向苏大明，叹息道：“大明师弟，既然你承认了杀害王海师弟的事实，
苏大明直接打断了罗明的话语，淡声道：“我说了，回去之后我自会前往刑罚殿请罪，这就不劳罗师兄费心了。”罗明微微一怔，良久方才点了点头：“也好，我等都是紫阳宗弟子，确实没有资格审问你。”苏大明闻言，冲着罗明抱了抱拳。此人跟谢玉莲不一样，是个明事理的人，苏大明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有了刚刚那一幕。罗明见状，冲着苏大明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就在这时，谢玉莲阴阳怪气的声音再次传出：“也罢，此事可以暂且不追究，但还有另外一桩事情，希望大明师弟配合。”何事？苏大明目光再次看向谢玉莲，神色有些冰冷。这个女人虽说是林虚风的师姐，但她的嘴里就没有憋出过什么好屁。苏大明对她的印象是差到了极点。哼！谢玉莲冷哼一声，斜着眼看向苏大明，缓缓询问道：“听说你们找到了一株七叶草？”此言一出，场中众人皆是目光炽热地看向苏大明。苏大明微微皱眉，点头道：“是又怎样？先前宁厉风两人也看到了七叶草。”苏大明自知瞒不下去，索性承认了下来。他就不相信谁能从他泥丸宫里抢走自己的七叶草。可谢玉莲接下来的一句话，直接就将苏大明给气笑了：“把七叶草交出来，这次我们是统一行动，任何人找到灵药之类的，都要交给我与罗明师兄保管，带出去之后再统一分配。”此言一出，苏大明顿时嗤笑道：“真是笑话，如果我不交呢？”谢玉莲冷笑：“我们所有人都是统一行动，你若是不愿意统一行动，遇到危险的话，可不要怪我们不帮你。”呵呵，苏大明轻笑道：“这就不劳你费心了。七叶草这等灵药，可是他突破炼气3层的关键，怎么可能交给谢玉莲？至于他所说的遇到危险，苏大明也从来没有指望过谢玉莲他们。原本关系就已经闹得这么僵，况且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靠人不如靠己才是硬道理。”谢玉莲此刻盯着苏大明的眼神冰冷至极。苏大明直接选择无视，拉着林希月两人便要离去。就在这时，罗明突然冲着苏大明喊道：“大明师弟，你找到的东西不想交也可以，但我们大家还是一起走比较好。各大宗门之间的试炼，对弟子之间的搏斗是极为鼓励的。每个宗门的弟子若是能在试炼中杀掉其余宗门的弟子，各自宗门都会有奖励。你们3人单走的话，倘若遇到了其余宗门的人，也会很危险。”苏大明知道罗明说这番话不是为了他考虑，而是为了紫阳宗弟子整体所考虑。多了他们3人，他们的战力也会提升不少，遇到了其余宗门弟子也会多一些胜算。然而谢玉莲却是不满的道：“不行，他想要跟我们一起走，必须要交出七叶草。”谢玉莲有些得意地看向苏大明，他自觉此刻吃定了苏大明，认为苏大明肯定会想要跟他们一起走，只是碍于颜面故做要离去而已。苏大明冷冷地看了一眼谢玉莲，当即冲着林希月两女说道：“我们走。”之所以急着要走，是因为苏大明要找个地方炼化七叶草，若能进入炼气3层，就算是碰到天玄宗的弟子，苏大明自认为也有自保的实力。可跟谢玉莲等人一起走的话，虽是同门弟子，但苏大明对他们没有丝毫的信任。林希月跟李梦瑶此刻皆是为苏大明马首是瞻。苏大明要走，他们2个也不会留在这里，更没有多说什么。哼！谢玉莲见状，双臂环胸，冷冷一笑：“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活着走出这秘境。”他3番2次的针锋相对，全都遭到苏大明的无视。一瞬间，谢玉莲的面色更加阴郁。“大明师弟！”罗明喊了一声，却又不知说些什么，只好叹了一口气。苏大明拉着林希月两女就要转身离去，然而就在这时，数道阴恻恻的笑声突然传了过来：“紫阳宗弟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还没有动手，他们自个就快打起来了，真是令人失望。不用废话，把他们全都杀了，回去之后宗门给的奖励肯定不会少。”数道嘲弄的声音传来，顿时让所有人皆是一惊。几乎是在转眼间，整整15个身穿黑袍的年轻人来到这边，将他们给围了起来。狮阴宗，苏大明皱了皱眉，他没有走掉，因为狮阴宗的15个弟子已经将他们全都给围了起来。罗明跟谢玉莲等人此刻已经不再针对苏大明，眼看着15个狮阴宗的弟子将他们围了起来，还都是炼气3层大圆满的实力，接下来肯定会有一场恶战。林希月看着那些狮阴宗弟子，神色中有些厌恶：“竟然是这些恶心的家伙！大明，怎么办？我们还走吗？”先前还没有进入秘境，林希月就说狮阴宗是一群令人作呕的恶心家伙。苏大明还没有说话，狮阴宗弟子为首的阴郁青年便是嘴角微掀冷笑道：“走，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掉。”阴郁青年看上去很是消瘦，应该是狮阴宗弟子中的领头人物。罗明这时站出来，目视狮阴宗弟子，沉声喝道：“真是好大的口气，竟然想要将我们全都吃下，也不怕被撑死。”此言一出，
诗音宗弟子们面面相觑，随即皆是仰头大笑，他们的笑声中充满了不屑与嘲弄。现如今你们就13人，还有一个炼气2层的废物，我们15个炼气3层大圆满，还杀不了你们12个人。阴郁青年的话让诗音宗弟子们皆是阴笑不止。可恨的是，他们竟然直接忽略了苏大明。果然在这个世界，修为不高的话，在别人的眼中连个人都不能算。嘿嘿，就是不知道把紫阳宗弟子练成干尸是种什么感觉。其中一个诗音宗弟子阴恻恻地说道，另一个诗音宗弟子则是指着谢玉莲猥琐地说道，这娘们看上去很拽的样子，我要把她练成性奴，给我的干尸赢了，嘎嘎嘎。哈哈，我等师兄弟抓了他，先享用一番再说，看他那小嘴，不知道口活如何。嗨，抓住试试不就知道了。哈哈哈哈。谢玉莲的姿色还算不错，尤其是她的身材，18、19岁的模样，看上去有些火辣。此刻听到诗音宗弟子们的污言秽语，顿时气得酥胸猛战。可就在这时，有人看向了苏大明这边，那诗音宗的弟子眼睛都看直了。呀呀，这2个水嫩的小美人可比那马脸水灵太多了。此言一出，诗音宗的弟子们全都看了过去。当他们看到林希月跟李梦瑶的美色后，皆是露出了贪婪的神色。至于一旁的苏大明，直接被他们选择无视。谢玉莲此刻是气得牙痒痒，诗音宗的弟子们出言羞辱他就算了，此刻更是将自己比喻成马脸。他有些嫉恨地看了一眼林希月两女，眼中露出嫉妒的神色。但更让他嫉恨的还是面前那些诗音宗的弟子。轰！谢玉莲直接爆发，拔出手中剑，便向最近的一个诗音宗弟子冲了过去。当心！阴郁青年见状，连忙大喊：“那人注意！”与此同时，众多诗音宗弟子也向紫阳宗弟子这边冲来。啊！雄浑的灵力迸发，那个先前出言侮辱谢玉莲的诗音宗弟子躲闪不及，竟生生被谢玉莲砍去一条手臂。谢玉莲身为这次秘境之旅的领队，修为肯定不是寻常弟子可比。他突然出手，就算是阴郁青年对上也会慌乱一番，更何况是一个普通弟子。谢玉莲一击得手，冷冷一笑，嘴角微掀道：“大言不惭，一群整天就知道摆弄尸体的人间败类。”诗音宗的弟子们此刻皆是怒视谢玉莲，卑鄙，竟然趁我们没有防备出手偷袭，定要将这娘们生擒！我要让全宗门师兄弟的干尸把他按在地上排队摩擦。动手！诗音宗的弟子们不再说什么废话，全都向谢玉莲等人冲了过去。只是转眼间，诗音宗的弟子们便跟紫阳宗的弟子们展开一场混乱的厮杀。20多个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士在这里打斗，就像是大乱斗一样。林希月还有李梦瑶两女站在苏大明的身边，神色皆是有些焦急。大明，我们该怎么办？不知不觉间，两女竟然都把苏大明当成了主心骨。刚刚诗音宗弟子的污言秽语让林希月两女也是气得不轻。苏大明眉头紧皱道：“他们冲来了，走肯定是不行。”不用苏大明说，林希月两女已经看到有2个诗音宗弟子冲了过来。他们站在对面，炙热的目光在林希月两女娇躯上扫视，恶心地舔了舔嘴唇，眼神中满是淫欲之色。李梦瑶冷冷看了那2人一眼，转头冲着苏大明说道：“大明，你留在这里当心，那2个交给我跟希月来对付。”林希月点了点头，也对苏大明嘱咐了一句，便要跟李梦瑶前去迎战。然而就在这时，苏大明突然拉住他们2个的手臂。“等等，怎么了？”两女转头异口同声地问道。苏大明来不及废话，直接看向林希月两女，神色凝重无比。“我能相信你们吗？”苏大明的语气庄严，显然没有跟他们2个开玩笑。林希月跟李梦瑶对视了一眼，前者有些疑惑的道：“大明，你这说的什么话？怎么不能相信我们？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办法？尽管说便是。”闻言，苏大明点头道：“给我一些时间，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我，能做到吗？”“你放心，有我们2个在，不会让人靠近你的。”李梦瑶看着苏大明说道。林希月也是点了点头道：“大明，你小心。”两女不再多说什么，冲着那2个诗音宗弟子迎了过去。场中众人打斗混乱无比，不过这个时候却没有人过来管苏大明。诗音宗的弟子们都没有把苏大明当回事。苏大明向混乱的场中看去，诗音宗2名弟子对付林希月跟李梦瑶，其余13人围攻紫阳宗10人。紫阳宗弟子中实力最强的罗明跟谢玉莲都有诗音宗最强的弟子来对付，多出来的3人则帮助其余弟子围攻紫阳宗修为偏弱的弟子。诗音宗的人算盘打得很好，他们只要让紫阳宗弟子率先减员，那么接下来的战斗便会轻松许多。情况紧急，苏大明不再耽搁，倘若紫阳宗的弟子逐渐减员的话，那么压力便会很快给到林希月两女。当下盘膝坐地，屏气凝神，从泥丸宫里取出7叶草，他要借助这汇聚天地灵气的灵药，一举突破至炼气3层。只有这样，
才能破解此刻的困局。紫阳宗的弟子们由于人数的劣势，肯定不会是诗音宗弟子的对手。倘若是普通人的话，就算有七叶草，也不可能短时间将其炼化。但苏大明不一样，他的功法霸道强悍，炼化聚气丹都只需要半日的时间。七叶草乃是天生地长的灵物，其内纯净的灵气之浓郁，绝非人工制造出来的聚气丹可比。如此一来，炼化七叶草比炼化聚气丹要简单快速许多。再加上苏大明强悍的功法，想要短时间炼化七叶草不是什么难事。事到如今，只能拼上一拼。苏大明闭目调息，摒弃心中杂念，市场中混乱于无物。修炼一途，万万不可心急。他相信林希月跟李梦瑶既然答应不会让人靠近自己，就肯定能做到。这些天的相处下来，苏大明能感应到他们两人都没有什么坏心肠。很快，苏大明的心境平稳了下来，当即取下一片叶子吞了下去。轰！七叶草刚刚吞下，便觉一股纯净无比的浓郁灵气散发于自己的体内。苏大明没敢耽搁，连忙运转小周天功法，开始炼化这股汹涌的天地灵气。这霸道的功法一经运转，七叶草内蕴含的天地灵气迅速被苏大明吸收炼化。与此同时，这里的天地灵气也由外而内的涌入苏大明的天灵盖。轰隆！苏大明泥丸宫里的第三道灵力气旋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增长着。随着功法的运转，苏大明泥丸宫里的灵力气旋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灵力气旋的旋转速度跟汲取灵气的速度成正比。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场中的打斗越发混乱，已经有几名紫阳宗弟子身负一些轻伤，人人都在忙着打斗，倒给了苏大明充裕的炼化时间。很快，苏大明将一片叶子给彻底炼化，但他泥丸宫内的第三道灵力气旋却只长了1/5。苏大明没有犹豫，直接将剩余的4片叶子全都吞了下去。轰！轰！狂暴的天地灵气涌入苏大明体内，苏大明面色一红，差点被这庞大的天地灵气给撑爆。大意了！苏大明双手掐诀，体内小周天功法运转到极致，竭力炼化吸收体内磅礴的天地灵气。与此同时，这片天地间自有的天地灵气也凝聚成漩涡，在苏大明的头顶向苏大明体内汇聚而来。轰轰轰！泥丸宫里第三道灵力气旋更加快速增长着，没有一丝一毫的停滞。紫阳宗弟子跟诗音宗弟子间的打斗已经进行到白热化阶段，双方都没有什么留手，个个出手狠辣，想要置对方于死地。紫阳宗的弟子们各自都在操控着法宝，以长剑、短刃居多。诗音宗的弟子们操控的兵器却不是刀剑，赫然是一具巨干尸。先前林希月就曾说过，诗音宗的人最为恶心，他们每一个人的本命法宝分明就是他们炼制的干尸。此时此刻，每一个诗音宗弟子都在操控着自己的干尸，用来攻杀紫阳宗弟子。他们炼制的干尸模样恐怖，外表坚硬，很难被人摧毁。一道道刀光剑影，灵力匹练，劈在那些干尸的身上，竟然无法对其造成伤害。他们操控干尸需要消耗的灵力极为巨大，只要将他们本体斩杀，干尸便会丧失控制。罗明一边跟诗音宗弟子缠斗，一边冲着其余人喊道：事实上，关于诗音宗的这点常识，整个紫阳郡的人都知道。诗音宗弟子操控干尸必须要全神贯注，干尸虽然难以对付，但操控干尸的人防御却较于偏弱。只要杀掉操控的人，那么干尸就会直接变成一具不会动弹的尸体。除非是那种被诗音宗的人炼制出内丹的干尸，那种级别的干尸堪比劫丹期修士，哪怕操控他的人被杀死，他也能自主作战。但这种接触内丹的干尸极其难以炼制，否则的话，诗音宗早就称霸紫阳郡了。啊！突然，场中传来一道凄惨的嚎叫声。罗明等人转头看去，赫然看到一名紫阳宗弟子被面前的干尸给开膛破肚，那漆黑干枯的爪子破入面前紫阳宗弟子的胸膛，竟生生将他的心脏给掏了出来。掏出来的一刹那，紫阳宗弟子双眼大睁的掉落在地，干尸手中的心脏竟然还在微微跳动。罗明跟谢玉莲等人面色一沉，自己这边有人丧生，双方的力量悬殊也会越来越大，接下来的厮杀将会越来越艰难。然而就在这时，又有2声凄厉的嚎叫传来，2名紫阳宗弟子竟生生被面前的干尸给撕裂，其中一个还是一个姿色不错的女弟子。只见面容狰狞的干尸抓起她的2条腿，直接在那名紫阳宗女弟子惊恐的注视下，将她给撕成了2半，场面血腥至极，肠子内脏之类的散落一地。不少紫阳宗的弟子还在打斗中，看到这种景象恶心的呕吐不止。然而那些面色煞白的诗音宗弟子则是个个舔着嘴唇阴笑着，他们整天摆弄尸体，早就司空见惯，不会有任何的不适。罗明跟谢玉莲等人脸色越发凝重，他们只剩下8人，但围攻他们的诗音宗弟子却有13人。
诗音宗弟子们的头领阴郁青年瞥了一眼苏大明这边，当他看到苏大明周身浓郁的天地灵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苏大明体内时，顿时眉头一皱，不知为何，一股不好的预感在内心升起。念及至此，阴郁青年转头看向2名诗音宗弟子道：“你们2个过去，把那小子给我撕了。”2名诗音宗弟子听到吩咐，脱离开围攻罗明等人的战场，操控着自己的干尸向苏大明而去。林希月和李梦瑶正在跟面前的2个诗音宗弟子缠斗，明确一点来说的话，应该是跟2个诗音宗弟子操控的干尸缠斗。诗音宗弟子的干尸极难对付，但林希月跟李梦瑶2女也不是什么软脚虾，他们2个都是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为，同时也是月华峰上天赋资质上佳的弟子。那2个诗音宗弟子虽然各自操控着干尸，但他们2人的嘴角已经有鲜血渗出林希月跟李梦瑶，时不时会找到机会攻击2个诗音宗弟子的本体。此时此刻，战场被分隔开，罗明等8名紫阳宗弟子共同对抗着11名诗音宗弟子，他们压力很大，但好在罗明跟谢玉莲修为强大，勉强可以应对。林希月跟李梦瑶这边却压力倍增，2女要共同应对4名诗音宗弟子。不好，大明应该在炼化七叶草，不能让他们靠近大明。李梦瑶看到2名诗音宗弟子正在向苏大明冲来，有些焦急地冲着林希月喊道。2女全都看到苏大明周身的天地灵气越来越浓郁，动静也越来越大，显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此时绝对不能让人靠近苏大明，否则一切都将前功尽弃。林希月看了一眼，精致的面容满是坚定。梦瑶，你先挡着这2人，我过去拦住他们。话音未落，不等李梦瑶点头，林希月便冲着那2个诗音宗弟子冲了过去。随着林希月的离开，李梦瑶的压力瞬间倍增，她几乎用出了全力来应对2具干尸的围攻，取出一块灵石握在手中，恢复着损耗的灵气。2个诗音宗弟子刚刚是接到阴郁青年的命令前来杀苏大明，然而此刻却被林希月给拦住。2人对视一眼，旋即冲着林希月阴笑，眼神上下扫视林希月的娇躯，闪过一抹火热。就在这时，跟罗明缠斗的阴郁青年向这边扫了一眼，当看到林希月跟李梦瑶竭力拦住4人，不让他们干扰苏大明时，阴郁青年阴恻恻地喝道：“不要伤了这2个小美人，待会杀完这些人后，我等还要消遣一番，嘿嘿。”此言一出，诗音宗的弟子们皆是淫笑了起来，他们火热的眼神恨不得现在就杀掉这里所有的紫阳宗男弟子，然后将紫阳宗的女弟子们给蹂躏一番。尤其是林希月跟李梦瑶这2个小美人，那玲珑有致的身材只是看着就挺带劲。很快4名诗音宗弟子各自围攻林希月跟李梦瑶。由于刚刚阴郁青年的命令，他们都希望能将林希月连同李梦瑶一并生擒。场中嘈杂的打斗声越来越激烈，但都不能影响到苏大明。泥丸宫内的灵力气旋旋转速度越来越快，雄浑的天地灵气涌入苏大明体内，增强着苏大明的修为。苏大明这边的动静，场中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应得到，而他泥丸宫内第3道灵力气旋几乎将要完全凝实。轰！磅礴的天地灵气汇聚到苏大明周身。到了这个时候，众人若是再不能发现苏大明的异样，就全都是傻子了。这小子在干什么？他这个模样分明是要突破的征兆。哼，就算是突破至炼气3层，那又能怎么样？不对，他这即将突破炼气3层的灵气，怎么感觉比炼气3层大圆满的灵气还要雄浑？这小子有点诡异。诗音宗的弟子们，包括那为首的阴郁青年，皆是眉头一皱。他们觉得苏大明比其余的修士似乎有所不同。噗！就在这时，李梦瑶突然被面前干尸的重拳砸中，一口鲜红的血液喷了出来，她的身子连连后退，面色煞白，显然受到了不小的伤势。梦瑶，你怎么样？林希月转头，面容担忧地喊道。李梦瑶擦了擦嘴角，面色难看的道：我还撑得住，当心。突然李梦瑶面色一变，冲着林希月喊道。林希月只顾着关心李梦瑶，竟然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被2具干尸所包夹。轰！恶臭的血腥味传入林希月的鼻中，他猛然转过头来，却看到狰狞无比的干尸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他们干枯的爪子向林希月2只肩膀抓了过来，眼看林希月躲闪不及，2只肩膀就要被干尸的干枯爪子给洞穿。然而就在这时，极致的破空声突然传来，噗噗2声之后，还没等林希月反应过来，却惊讶地发现他身前的2具干尸就像是突然失去控制一样掉落在地。连忙转头看去，林希月骇然发现一柄形似柳叶的短刃将2名诗音宗弟子的脖颈洞穿后，潇洒的盘旋一周，回到了苏大明的身前。大明！林希月惊喜地喊了一声，美眸中满是震惊的神色。此时此刻，苏大明仍然闭目盘膝坐在那里，却操控着那短刃
直接灭杀了2名世音宗弟子。柳叶刃停留在苏大明的身前，乌黑发亮的短刃散发着刺骨的寒意，他凌空盘旋着，就在苏大明的面前静静待着。只要有人靠近苏大明，柳叶刃就会露出他狰狞的一面。林希月来不及惊呼，便向李梦瑶那边冲了过去。随着林希月的到来，李梦瑶的压力减轻。然而就在这时，苏大明周身的天地灵气已经浓郁到实质化，只见越来越多淡青色的天地灵气几乎将苏大明给包裹。炼气3层，他突破了。场中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苏大明这边。阴郁青年看向苏大明，不知为何，苏大明突破炼气3层的动静竟然让他有一种心悸的感觉。不对，他身上的灵气波动怎么可能这么恐怖？恐怕就算我们突破炼气4层，也不能造成这般强度的灵气波动吧。世音宗的弟子以及紫阳宗的弟子皆是神色惊异地盯着苏大明。此时此刻，他们竟然同时放弃了厮杀。轰隆隆，苏大明周身浓郁的天地灵气汹涌地涌入苏大明体内，他身上的气势越来越强。即将突破的灵气波动让场中所有人都有一种心悸的感觉。阴郁青年面色一变，直接放弃眼前的罗明，向苏大明冲了过来。不能让他顺利突破，所有人跟我一同将他斩杀。阴郁青年总感觉苏大明很是诡异。此时此刻，察觉到苏大明周身的灵气波动，更加断定了自己的想法。就冲着这股强大的灵气波动，阴郁青年几乎可以断定，倘若苏大明一旦突破成功，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恐怕都不是苏大明的对手。虽然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阴郁青年却是不敢耽搁。轰！仅剩的13名世音宗弟子在阴郁青年的带领下全都向苏大明这边冲了过来。罗明面色一变，惊呼道：不好，他们要打断大明师弟的突破，快快拦住他们！紫阳宗的弟子们面面相觑，神色中都是有些犹豫。罗明没有管他们，便要前来苏大明这边挡住世音宗弟子。然而就在这时，面色阴沉的谢玉莲突然挡在了罗明的身前。第105章神雷之威。那小子残害同门，心性险恶，死有余辜。罗明师兄，我们正好借机逃走，待突破炼气4层之后再找世音宗报仇。谢玉莲神色漠然地转头看向苏大明那边，不让罗明过去帮忙。世音宗弟子们冲向那边，意图干掉正在突破的苏大明。此举正合谢玉莲心意。谢玉莲的话让罗明的面色有些难看。谢玉莲，亏你还是紫阳宗弟子，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同门弟子被外人残杀而坐视不理吗？你太让我失望了。罗明跟谢玉莲不仅是同门，还都是林虚峰的弟子。平日里罗明跟谢玉莲的关系不错，都是称呼她为师妹。此刻看到谢玉莲对待同门师弟竟然这般漠然，顿时好感全无。罗师兄，你……谢玉莲神色难看，没想到罗明竟然会对自己说这样的话。但仅是片刻间的愣神，谢玉莲便尖锐地咆哮道：我们现在战力受挫，同门弟子已经死了3个，仅凭我们7人，再加上林希月2人，如何能挡住世音宗13名弟子？这……罗明有些语塞。谢玉莲的话虽说冷漠，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轰隆隆，就在罗明跟谢玉莲在争执时，高空中突然传来一道闷雷声。这是……罗明骇然抬头，却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原本明亮的天色，此刻竟犹如被墨汁渲染过一样，乌云密布，泼墨天色仅是眨眼间便将明亮给吞噬的一丝不剩。他竟然又引动了神法。罗明的目光再次看向苏大明，却眼神一缩道：他身上的气息怎生这般强横？就算是我也有一种心悸的感觉。闻听此言，谢玉莲皱着眉头向苏大明看去。他看得出来罗明说的一点也没有错，因为在苏大明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竟让他都有一种危险的感觉，并且这种危险的感觉还在迅速的增长。也不知道这谢玉莲为什么就一直看苏大明不顺眼，兴许是他先入为主的认为月华峰的柳月如长老此次不该派遣苏大明前来拖了他们的后腿。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再加上先前苏大明对他出言不逊，他是越发的厌恶苏大明。此刻看到苏大明变强，这让谢玉莲很不舒服。世音宗弟子以阴郁青年为首的他们也注意到了突然变化的天色，眼看着众人就要冲上前去杀掉苏大明，为首的阴郁青年突然制止了众人。慢，这小子有古怪。阴郁青年面色骇然地看着天色，旋即又将目光看向苏大明，他总觉得危险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噼里啪啦，轰！天空越来越昏暗，时不时还有红色的雷霆划过天际，让场中众人皆是面色骇然。紫阳宗的弟子们面面相觑，苏大明的功法会降下神法，他们全都知道，只不过由于宗门师祖的施压，没有人敢在外人面前提起罢了。谢玉莲神色阴郁地盯着苏大明，兀自嘀咕道：每次突破都能引动神法，这难道不是魔功？他的声音虽然很小，
身旁的罗明却听得一清二楚。闭嘴！罗明双眼圆睁地瞪着谢玉莲，低声冷喝道：谢玉莲，你把师祖的话当耳旁风了是吗？师祖！谢玉莲的面色猛然间变得煞白，有些惊慌地看向罗明。不，罗师兄，我错了，我没有对师祖不敬的意思，只是厌恶这苏大明而已。可他说着说着，声音便越来越小。谢玉莲从罗明的眼神中看到了厌恶之色。哼，倘若被人知道你敢质疑师祖，我看你怎么死。言尽于此，罗明索性推开谢玉莲，这个平日里天资不错的师妹实在是太让他失望。对于紫阳宗的弟子们来说，宗门师祖就是天，没有人敢质疑师祖的话，即便是宗主向天笑，甚至是刑罚殿的大长老严中正也不行。罗明八开挡在身前的谢玉莲冲着几个紫阳宗弟子说道：跟我来。就这样，罗明带着仅剩的5名紫阳宗弟子前往苏大明那边。谢玉莲面色煞白，冲着罗明的背影轻呼道：我。他突然间觉得此刻的罗明很是陌生，一时间竟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突然，谢玉莲的眼神变得阴毒无比，怨毒地盯着苏大明，咬牙切齿道：都是因为你。此时此刻，谢玉莲对苏大明的恨达到了顶峰。可笑的是，苏大明压根就没把他当作一盘菜。轰隆隆，苏大明头顶上方的高空中已然汇集了滚滚黑云，粗壮的雷电时不时在黑云中跳跃，让场中众人皆是神色莫名。苏大明的周围此刻有着2伙人，一伙是以阴郁青年为首的诗音宗弟子，另一伙则是以罗明为首的紫阳宗弟子。阴郁青年这时神色谨慎地沉声道：控制干尸过去，将他撕碎。此言一出，诗音宗的弟子中当即便有2名弟子操控着自己的干尸冲向盘膝坐在那里的苏大明，其余人等如阴郁青年没有轻举妄动，以防不测，竟能引动天象，这是什么怪胎？阴郁青年死死盯着苏大明，低声喃喃。唰，2具骇人的干尸在诗音宗弟子的操控下向苏大明冲了过去。大明！林希月见状有些焦急，便要前去解救苏大明。然而就在这时，李梦瑶拉住了林希月。突然，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隆巨响传来，众人骇然地看到高空中突然降下紫红色神雷，直击下方的苏大明。噗噗噗，几乎是在一瞬间，3道吐血的声音传来，其中1道是属于苏大明的，另外2道则是属于那2个诗音宗弟子。只见他们面色惨白，模样萎靡不振，显然是遭受了重创。当众人再次看向场中的苏大明时，顿时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会这样？神雷劈下，2具炼制许久的干尸都化作飞灰，他为什么只是吐了一口鲜血？紫阳宗的弟子们先前都已经了解过，苏大明曾在玄虎峰上遭遇神罚，他们倒也没有那么震惊。震惊的是诗音宗等一众弟子，神雷降下之时，那2具干尸顷刻间化作飞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2具干尸的主人全都遭到了重创。诗音宗弟子炼制的干尸就像是寻常修士炼制的本命法宝一样，一旦本命法宝被摧毁，修士就会遭受难以想象的反噬。诗音宗弟子们此刻面色骇然地看向苏大明。苏大明的体表外隐隐有紫红色的雷电闪过，他正在运转功法，炼化这极其难得的神雷。经过数次抵抗神雷的经历，苏大明隐约觉得这压根就不是什么神法，而是上天赏赐自己的机缘。每一次炼化神雷都能让他的肉身增强数倍。此时此刻，苏大明的肉身强度绝非寻常修士可以想象。他先是有结丹期修士持瓦的淬炼，又有数次吸收炼化神雷的经历。苏大明有一种感觉，他就算仅凭肉身便能做到同境无敌，甚至是越阶挑战。不好，他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恐怕我们全都不是他的对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阴郁青年想不通，为什么刚刚突破至炼气3层的人身上的气息竟然让他这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士都心悸不已。但此刻他显然没有什么心思去猜想。快走！阴郁青年当机立断，苏大明身上的气息让他真真切切有了死亡的威胁，倘若继续留在这里，恐怕会遭遇不测。诗音宗的弟子们听到阴郁青年的吩咐，对视一眼后点了点头，便要离去。然而就在这时，苏大明嘴角微掀，平静的声音传入他们的耳中：走！你们走得掉吗？声音传出的同时，阴郁青年便看到苏大明已经睁开了双眼，并且站起身来。他漠然的眼神注视着自己，就像是看待一个将死之人一般。这种眼神让阴郁青年很不舒服。突然，噗噗2声传来，场中众人连忙看去，只见一柄形似柳叶的短刃闪电一般划过那2个遭受重创的诗音宗弟子的喉咙。嘶！场中寂静无声，只有2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地的声音。静！空气中死一般的寂静，仅是意念一动，
便操控法宝斩杀2名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士。虽说他们先前都遭受了重创，却仍让场中众人震惊得无以复加。诗音宗原本有15名弟子，此刻只剩下11人。阴郁青年神色阴冷，狠狠盯了苏大明一眼，便沉声喝道：“分头走！此人这般诡异，肯定是功法有所蹊跷，似乎跟传说中的魔功极其相似。速速撤退，将紫阳宗弟子修炼魔功的消息传出去。”不等其余众人应允，阴郁青年便已经御剑冲了出去。罗明见状，连忙冲着紫阳宗弟子喊道：“快快拦住他们！”他已经看出此刻的苏大明强大的难以想象，这些诗音宗弟子绝对不是苏大明的对手。倘若让诗音宗弟子将有关魔功的事情说了出去，即便毫无证据，恐怕也会给紫阳宗带来灭顶之灾。罗明话音落下，便一马当先，准备上前拦截。可就在这时，苏大明平静的声音传入罗明等人的耳中：“不用了，诸位还是省省吧，我一人足矣。”此言一出，罗明等人便看到苏大明的脚下突然出现一柄剑，而后带着苏大明向逃得最快的阴郁青年冲了过去。嗖！破空声传出，众人震惊地看到，刚刚突破至炼气3层的苏大明，御剑飞行的速度竟然比阴郁青年快了10倍不止。短刃在空中呼啸盘旋的声音刚刚传出，柳叶刃便飞到了苏大明的手中。苏大明神色冰冷，转眼间便拦在了阴郁青年的身前。他脚下的这柄剑原本属于王海所有，刚刚他直接抹去王海的印记，将其占为己有。有了这柄剑，苏大明便可以御剑飞行。只是让他诧异的是，自己刚刚突破至炼气3层，御物飞行就很稳定，丝毫没有生疏感。苏大明猜测，这恐怕跟他先前苦练控制法宝有关。此时他以极快的速度挡在了阴郁青年的面前，手中握着还在滴血的柳叶刃，神色冰冷地注视着阴郁青年。今日这里所有的诗音宗弟子一个都跑不掉，他要将他们全部斩尽杀绝。你！阴郁青年震惊之余，连忙祭出自己的本命干尸，向苏大明冲去。苏大明见状，神色中有些跃跃欲试。诗音宗有专门炼制干尸的功法，干尸经过他们日积月累的炼制，肉身强悍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同等修为的修士几乎很难摧毁诗音宗所炼制的干尸，但苏大明此刻却有一种强悍的错觉，他真的很想看看诗音宗弟子炼制的干尸肉身强悍程度跟自己的肉身相比究竟孰强孰弱。苏大明眼神中战意浓郁，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提起拳头便向那梆硬的干尸冲去。他疯了吗？体内灵力这般雄厚，完全可以操控法宝灵力杀了诗音宗弟子，但他竟然以短击长，想要以肉身之力硬抗诗音宗的干尸。场中众人哗然，阴郁青年却是嘴角微掀。身为诗音宗弟子，经过诗音宗功法炼制而出的干尸究竟有多么坚硬，没有人比诗音宗的人更加了解。此刻看到苏大明要用肉身跟干尸硬碰硬，诗音宗的弟子们皆是露出鄙夷的神色。面容阴郁的谢玉莲更是神色一喜，暗骂一声蠢货，准备看着一出好戏。大明，不要！林希月跟李梦瑶两女几乎同时冲着苏大明喊道，他们想要提醒苏大明不能跟诗音宗弟子炼制的干尸硬碰硬，但两女的话语喊得有点晚。苏大明的拳头已经轰到了阴郁青年本命干尸的身上，砰！巨大的拳头轰击声传出，众人的目光一刻也不舍得移开，都想看一看苏大明究竟是不是以卵击石。可当漫天烟雾散去之时，所有人皆是不可置信地看着场中那犹如战神一般的苏大明。苏大明的身前已经没有了干尸的身影，这是什么肉身？竟然一拳轰碎了诗音宗弟子以本命精血长期炼制的干尸。诗音宗的干尸向来以肉身强悍著称，就算是同为炼气3层巅峰的修士也难以毁掉它。场中众人的惊呼声传来，再看阴郁青年的干尸已经被苏大明轰成了一堆碎肉，然而苏大明本人却是毫发无伤。嗨嗨！阴郁青年遭致重创，单膝在地，想要艰难地站起来，却发现竟然难以做到，口中的血污正在不断滴落，眼神惊骇地看着苏大明。你修炼魔功？苏大明顿觉可笑，一个长期摆弄尸体的人竟然说他修炼魔功。没有跟阴郁青年废话，随手一个火球术便将阴郁青年给包裹。他被苏大明的火球术包裹，没有即刻化作飞灰，而是在不断的凄厉惨叫挣扎。苏大明没有去管阴郁青年，而是操控着柳叶刃，犹如死神一样收割着诗音宗弟子们的性命。形似柳叶的短刃绽放着刺骨的寒意，在苏大明的操控下急速盘旋。每当他在空中划过之时，便有一名诗音宗弟子仰面倒在了血泊之中。罗明跟谢玉莲等人以及林希月和李梦瑶皆是木讷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先前让所有紫阳宗弟子都感到头疼的诗音宗弟子，此刻就像是小鸡仔一样被苏大明一面倒的屠杀，凡是向苏大明冲来的干尸全都被苏大明一拳干碎。苏大明接连轰碎几具干尸后，
没有人敢再控制干尸冲上去，石英宗弟子四散而逃。不过他们的速度完全不是苏大明的对手，一个个石英宗弟子要么被苏大明的火球术烧死，要么被柳叶刃给割喉，要么被苏大明一拳打爆脑袋。杀炼器3层大圆满的修士犹如杀鸡一样，这是何等恐怖的战力！他只是刚刚突破至炼器3层啊！紫阳宗仅剩的9人皆是一脸骇然，尤其是宁厉风跟宇文仲，这两个之前还跟王海一同截杀苏大明。此时此刻，宁厉风两人心胆俱裂，眼神躲闪，不敢去看苏大明，生怕苏大明找他们的麻烦。噗！随着柳叶刃穿透胸膛的声音传出，石英宗15名弟子全军覆没。这一次的秘境之旅，石英宗派出的15名炼器3层大圆满的弟子，竟然全都被苏大明一人灭杀。消息若是传了出去，必将轰动5大宗门。往年的5大宗门弟子们试炼，伤亡肯定是有的，但一个宗门派出的弟子全军覆没，倒是极为少见。静，死一般的寂静。石英宗的弟子们全都被杀，按理说罗明等人应该高兴才是，只是他们眼睁睁看着这血腥的一幕，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苏大明实力强横不说，出手更是干净利落，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心性的转变让苏大明不会对敌人有任何的心慈手软。苏大明开始清理战场，他将石英宗弟子的尸体全都一把火烧掉，然后将15个储物袋全都收了起来。储物袋拿过来之后，苏大明一顿翻腾，将15个陨星令找了出来，其余东西都没有动，便全部放入泥丸宫内。至此，苏大明已经有了17块陨星令。接下来，苏大明要尽可能的找到秘境中其余人等，然后将他们的陨星令全都搜刮过来。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苏大明方才将目光看向罗明等人。此时此刻，罗明等人神色中仍然还有着许多惊诧。大明，林希月跟李梦瑶看到苏大明已经忙完，便连忙来到苏大明的身边。苏大明冲着两女点了点头，没有跟他们多说什么，而是将锐利的目光看向了宁厉风两人。刚刚经过一番血腥绞杀，此时此刻苏大明身上的杀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宁厉风跟宇文仲面色一变，连忙躲在众人身后。谢玉莲此刻看到苏大明的目光，眼神也是有些躲闪，站在罗明的身后，不敢去看苏大明。他虽然对苏大明恨意很重，但苏大明刚刚的雷霆手段让谢玉莲心惊不已。罗明这时冲着苏大明讪讪地询问道：“苏师弟，你们要跟我们一起走吗？”此言一出，身后的谢玉莲包括宁厉风两人面色皆是变得难看，他们可不想跟这尊瘟神一起走。林希月跟李梦瑶带着询问的目光看向苏大明，毫无疑问，苏大明才是他们的主心骨。苏大明直接拒绝道：“那就不用了。”闻言，罗明点了点头，当即便跟苏大明告别：“苏师弟，你们保重，我们就先走了。”倘若换做之前，罗明是绝对不会主动跟苏大明告别的，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好处。谢玉莲等人见状，皆是松了一口气。紧接着，罗明便要带着众多紫阳宗的弟子转身离去。然而就在这时，苏大明突然出声喊住了他们：“等等，怎么？”罗明有些诧异地看向苏大明，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事情。紫阳宗众人也是面色诧异地看向苏大明。苏大明没有说话，而是用行动告诉了罗明等人。啊！突然，柳叶刃在苏大明的控制下，以极快的速度向宁厉风两人冲去。接连2声凄厉的惨叫声传来，罗明等人顿时大惊失色地看去，只见先前还好端端的宁厉风跟宇文仲，他们的人头竟然全都滚落在地，而那柄散发着刺骨寒意的柳叶刃还不断滴着鲜血飞回到苏大明的手中。苏大明，你……罗明不可思议地看向苏大明，眼神中充满了不敢置信。他没有想到苏大明竟然当着他们的面将宁厉风两人斩杀。站在罗明身边的谢玉莲此刻已经惊吓得花容失色，身子不停地颤抖，生怕苏大明也会找他的麻烦。他跟罗明是这些弟子中修为最高的，然而刚刚苏大明动手的速度之快，直到宁厉风两人全都死去，他跟罗明才反应过来。怎么，他们两人先前串通王海要杀我，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你有什么意见吗？苏大明似笑非笑地看着罗明等人。苏大明对宁厉风以及宇文仲两人没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对于苏大明来说，任何想要他命的人他都不会放过。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即便是曾经有过杀自己的想法，那也留他不得。罗明的面色很是难看，但过了好半晌，仍没有多说什么反驳的话来。他看得出来，苏大明杀伐果断，倘若他们提出什么意见的话，说不准苏大明连他们也一并给杀了。到了那时，可没有人会回到宗门给他们伸冤。罗明沉吟许久，没有多说什么，冲着苏大明拱了拱手，便欲离开。苏大明的声音再次传入他们的耳中：“我让你们走了吗？”此言一出，所有人皆是面色一变。
林希月有些不解地看向苏大明，低声说道：“大明，你要干嘛？”与此同时，李梦瑶疑惑的目光也是看向苏大明。苏大明对林希月两女使了个眼色，他们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再说些什么。把你们的允心令全都交给我，否则死！苏大明的声音冷漠至极，丝毫没有什么同门情谊。罗明跟谢玉莲等人听到苏大明的话，神色却是一松。他们现如今已经进入秘境之中，再留着允心令也没有任何作用。苏大明只是索要允心令的话，交给苏大明也无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他们人能活着回去，大可以前去刑罚殿告苏大明的状。念及至此，罗明等人没有犹豫，直接将各自的允心令取出，抛向苏大明。苏大明看他们识趣，满意的点了点头，收了众人的允心令后，便冲着罗明等人摆了摆手。罗明等人见状，连忙御剑离去，不想再在这里待上片刻。紧接着，地上死的那3个紫阳宗弟子的尸体，苏大明也将他们的允心令给搜了出来。至此，整整27块允心令全都被苏大明收入泥丸宫内。忙完这一切后，苏大明方才冲着林希月两女笑了笑道：“你们2个找个地方炼化七叶草吧，我来为你们护法，兴许能一举突破至炼气4层。”林希月跟李梦瑶，他们2个都是炼气3层大圆满的修为，并且苏大明先前给了他们1人1片七叶草，倘若他们炼化七叶草的话，肯定能进入炼气4层。如此一来，他们3人的战力便会提升数倍不止。修士每一次的突破，即便只是小境界的提升，实力也会增长数倍不止。并且林希月两女的功法肯定没有苏大明的功法变态，一举突破炼气4层倒也不是什么难事。林希月跟李梦瑶看到苏大明冲着他们轻笑，紧绷的神色也是松缓了下来。两女对视一眼后，李梦瑶开口说道：“那我们就到前面找个隐蔽的地方炼化七叶草吧。”苏大明跟林希月看到李梦瑶玉手指向秘境深处，两人皆是赞同。这里刚刚经过一场大战，确实不适合他们2人在这里突破。既然这样，那我们快走吧。”苏大明淡声说道。闻言，林希月却是有些狐疑的看向苏大明道：“大明，你搜集他们的允心令做什么？”林希月问出了李梦瑶同样的疑问，他也很想知道苏大明为什么要这么做。所有人都知道，一旦进入秘境之后，允心令便没有了任何作用，即便没有允心令的修士也能从秘境中离开。但苏大明搜刮众人的允心令，绝不是喜欢收藏那么简单。苏大明看了一眼两女疑惑神色，沉吟片刻后，便直接对两女说道：“因为那块天外陨星石。”“什么？你知道天外陨星石的消息？”林希月跟李梦瑶听到苏大明的话后，精致的面容皆是露出震惊之色。多年以来，所有进入陨星秘境的人，无一不是冲着天外陨星石而来，但却全都没有找到过。此时此刻，两女听到苏大明竟然知道天外陨星石的消息，他们怎么可能不震惊？苏大明点了点头道：“不错，我确实知道。”在他看来，自己若能找到天外陨星石，回去之后也瞒不住，倒不如直接跟林希月两女坦白。况且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苏大明也能看得出来，林希月跟李梦瑶两女都是值得深交之人。两女的心思单纯，没有什么坏心眼。就拿整个紫阳宗来说，苏大明跟林希月两女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师傅跟师娘。李梦瑶的面色有些疑惑，这跟允心令难道有关系？苏大明看着两女期待的神色，点了点头道：“不错，允心令共有108块，只要将所有的允心令集齐，便能找到天外陨星石。”震惊！林希月跟李梦瑶对视一眼，双方美眸中皆是闪过震惊之色。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寻找天外陨星石竟然要将所有的允心令给集齐。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了过来，难怪这么多年过去都没有人找到天外陨星石。大明，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林希月有些不解地询问苏大明。李梦瑶也是满脸疑惑地看着苏大明。苏大明神色一正道：“一个前辈告诉我的。”前辈？苏大明只是嗯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林希月跟李梦瑶看到苏大明不愿多说，便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场中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沉默，但仅是片刻，林希月却突然恍然地拿出自己的允心令。大明，既然这样的话，我的允心令也给你。李梦瑶看到林希月毫不犹豫地掏出允心令，她也没有丝毫的迟疑，直接将自己的允心令也交到苏大明的手中。我们要它都没有什么作用，正好给你。苏大明见状并没有矫情，直接将两女的允心令给收了起来。好，接下来我们3人便一起行动，只要找到天外陨星石，我自然不可能会独吞的。按照苏大明的估计，天外陨星石找到后，自己很有可能用不完，到了那时，就算分给林希月两女一些也是可以的。3人都是月华峰弟子，相互扶持都是应该的。倘若没有林希月的话，
自己也来不到这秘境中。苏大明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林希月跟李梦瑶闻言，美眸中皆是有一些喜色闪过。我们快走吧，赶紧炼化七叶草，突破至炼气4层，也能帮你一些。说到这里，林希月跟李梦瑶皆是有些汗颜。原本在他们看来，此次秘境之旅，苏大明才是累赘才是。可经历过刚刚的大战后，林希月两女反而觉得他们才是苏大明的累赘。尤其是李梦瑶，面色羞红不已，支支吾吾了半天，方才对苏大明轻声娇吟了一句：“大明，实在抱歉，先前总以为让你来就是个累赘。”苏大明看到李梦瑶羞愧的神色，轻笑着打断了李梦瑶的话：“不用这样说，我们都是同宗一脉，说这些见外了不是。再者说，我的修为本来就很低，倘若师娘让我带一个修为很低的弟子前来这么危险的地方试炼，我也会很无奈的。”苏大明这么理解的话语，让李梦瑶的神色有些感动。林希月这时上前拉着李梦瑶暖场道：“好了，梦瑶，你就不要再纠结这些了，大明怎么可能跟你计较这些呢？”说着，林希月咯咯娇笑了起来。李梦瑶见状，神色也是轻松了不少。她深深看了苏大明一眼，内心更是觉得，经过跟苏大明相处的这些天，越来越觉得以前错看了苏大明。之前不只是李梦瑶，月华峰上所有人的印象中，苏大明都是老实木讷且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人。可现在看来，他们所有人都看错了苏大明。苏大明这人有点小聪明，心胸宽广，很有人格魅力，并且他的修炼资质也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灵根在修士中确实很重要，但也有很多逆天的人物以伪灵根之姿修成一方大能。不过这种人比万中无一的天才还要难以寻找。此时此刻，李梦瑶竟然觉得苏大明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想到上个月自己在清泉中沐浴，被苏大明看了个精光，李梦瑶不禁面色有些羞红。这一幕刚好被一旁的林希月给看到。咦，梦瑶，你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红啊？林希月有些担忧的询问，让苏大明的目光也看了过来。啊！李梦瑶惊呼一声，察觉到苏大明也在看向自己，唰的一下脸色更红了。没什么，我刚刚只是觉得有些气血不顺，待会儿调息一番就好了。李梦瑶的眼神有些躲闪，没有去看苏大明的目光。林希月闻言便没觉得什么，毕竟刚刚他们两个为了帮苏大明拖住诗音宗的弟子，也是耗费了很多灵力。反倒是苏大明看了看李梦瑶，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不过只是片刻后，苏大明便轻笑着摇了摇头，抛开了脑中的想法。刚刚若是没有你们拼命拦住诗音宗弟子，我也难以顺利突破至炼气3层。这些灵石就当做对你们的补偿吧。苏大明大手一挥，林希月跟李梦瑶的面前便各自出现10块灵气浓郁的灵石。灵石是修士中极为珍贵的东西，很多散修甚至连1块都拿不出。即便是他们这些大宗门的弟子，一次性拿出个10块8块的，也已经算是很富裕了。苏大明一次性拿出20块灵石，顿时让林希月跟李梦瑶面色一变，他们的眼神中有着深深的震惊。不行，这太贵重了，这么多的灵石，若是被外面的散修知道，肯定会打破脑袋拼了命过来抢。林希月跟李梦瑶的美眸中虽然很是渴望，但苏大明突然拿出这么多贵重的灵石，让他们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大明，你3年没有进入炼气期，现如今接连突破，正是需要灵石的时候，这些灵石你还是自己留下修炼用吧。林希月语重心长地对苏大明说道。一旁的李梦瑶也是冲着苏大明点了点脑袋。苏大明却是摆了摆手道：不用，刚刚那些诗音宗弟子可真富裕，每个人的储物袋中都有不少灵石，比起你们2个刚刚的恩情，这些灵石真的不算什么。倘若没有你们拦下诗音宗弟子，兴许我已经是个死人了。所以说你们就不要推脱了，否则也会在我内心留下一道坎。苏大明把话都说到了这种地步，林希月跟李梦瑶若是再不收的话，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对于修士来说，最忌讳的便是心里有坎过不去，这样的话会在内心留下一颗心魔的种子，不利于日后的修为突破。好，那就多谢大明了，嘻嘻。林希月狡黠一笑，顺手收起了10块灵石。李梦瑶也没有客气，收下了面前的10块灵石。苏大明看到两女都已经收下，便转身看向秘境深处道：走吧，找个地方炼化七叶草，我为你们护法。先前苏大明炼化七叶草，林希月跟李梦瑶帮他护法，拦住了诗音宗弟子。现在苏大明也要帮林希月两女护法，并且林希月跟李梦瑶两女，他们的功法肯定不能跟自己的功法相比。若是炼化七叶草的话，哪怕只是一片叶子，估摸着也要数日的时间。好，林希月跟李梦瑶对视一眼，美眸中皆是闪过喜色。这一次若是顺利炼化七叶草，他们2个很有可能直接突破至炼气4层。对于修士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境界的提升更加令人兴奋的了。走吧，
话音刚落，苏大明便御剑而去，速度之快让林希月跟李梦瑶面色一急。喂，大明，等等我们！苏大明踏上飞剑的一刻，风声在耳边呼啸，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他如流星划过天际，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与豪迈，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脚下展开。苏大明内心畅快地放声大喝，释放着心中的压抑情绪。直到这一刻，苏大明才体会到修士的乐趣。随着修为的越来越高，他将可以尽情地遨游这片天地。什么恐高症？当你真正有了飞行能力的那一刻，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正如那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歌曲中所说一般，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把沉重的枷锁，那是一把锁住内心深处渴望自由的枷锁，同时也是一把让人内心无比压抑且窒息的枷锁。不过这一刻，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打开枷锁的钥匙。最起码现在的我是自由的，是无拘无束的，天高地阔也不能束缚住自由翱翔的我。苏大明尽情享受着这一刻的自由，肆意遨游在这广阔的秘境中，仿佛整个天地间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似的。这处秘境很大，而进入这里的人却只有100人左右。如果不是特意寻找的话，很难会碰到外人。御剑飞行好半晌，苏大明已经飞过了先前连绵不绝的山包，再往前便是葱葱郁郁的参天大树，绿油油一片，让人的心神无比的放松。我去，忘了他们2个了。苏大明暗骂一声，转头看去，却发现林希月跟李梦瑶的身影已经极为模糊。这是他进入炼气3层之后第一次体验空中飞行的感觉，难免忘情。好在还能看到林希月2女的身影，苏大明便在一棵参天巨树下等待着2女。片刻后，林希月2女气喘呼呼地停在了苏大明的面前，她们2人精致的面容皆是有些红晕，呼吸加重间正在喘着粗气。李梦瑶不可思议地看着苏大明道：苏大明，你究竟是什么怪物啊？此言一出，苏大明瞬间一愣，就是刚刚进入炼气3层，速度就这么快，恐怕只有炼气4层的修士才能追得上你吧。林希月也在一旁娇呼道。苏大明哑然失笑，没有跟林希月2女说这是他那强大功法的缘故。修炼小周天功法所需灵气甚巨，但带来的好处也是寻常修士所不能比的。首先最为重要的灵力雄厚程度完全在铜镜中无敌，其次则是肉身。苏大明发现小周天功法提升修为的同时，他的肉身也会变得越发强悍。每一次提升境界所降下的神雷堪称淬炼肉身的大补之物。除了这些，什么神识啊、灵力维持啊等等，都不是寻常修士可比。这里环境不错，你们就在这里炼化七叶草吧。苏大明转头看了看四周，他们3人刚好在这棵参天巨树的下方，空气清新，天地灵气也还算不错。林希月跟李梦瑶对视一眼，皆是点了点头道：好。苏大明没有回答他们的话，他们也没再多问，当下没再多说什么。林希月跟李梦瑶各自找到了一块干净的地方，盘膝坐地。他们先取出灵石，恢复着先前损耗的灵力，待全身状态达到巅峰之后，再取出七叶草将其炼化。只是其中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苏大明也难以预料，但这些天里苏大明都会守护在这里。很快场中气氛寂静了下来，苏大明看到2女全都闭上了眼睛，他也开始整理着泥丸宫里的东西。这些日子以来，苏大明可是搜刮了不少修士的储物袋。他先是清点了一番泥丸宫里的允心令，不多不少，刚好29块，距离108块还差80块左右。也就是说，苏大明要找到另外进入这里的80人，然后将他们手中的允心令给抢过来。念及至此，苏大明便觉得一阵头大。即便他有能力这样做，那也肯定会将所有势力都彻底得罪了一遍。不过想到那极其珍贵的炼器材料，苏大明便没再考虑太多。什么得罪不得罪的，先让自身的实力强大了再说。这里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想要不被别人淘汰，就只能用尽一切手段使自己变得更强。只是现在的苏大明虽然说无惧任何炼气3层的修士，但内心还是没有放松。谁知道进入这里的修士们有没有找到其余的机缘，从而一举突破至炼气4层。尤其是天玄宗、合欢宗、御剑宗等那些大势力的弟子，他们修为强大，很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进入炼气4层，并且他们各自的宗门每一个都强于紫阳宗以及诗音宗，手中有着什么底牌，苏大明也是不知，但他却是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一力降10会。只要自己再进一步，也突破至炼气4层，便不再畏惧这里的任何人。当然，苏大明并没有太过心急，刚刚突破至炼气3层，最起码也要等修为稳固后，再想办法突破炼气4层。修炼意图是不能心急的。苏大明收起思绪，将诗音宗弟子们的储物袋全都拿了出来，其中还有王海的储物袋以及紫阳宗那几名死去弟子的储物袋。
20多个琳琅满目的储物袋出现在苏大明的面前，神色中隐隐有些激动。苏大明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意念一动，便将20多个储物袋的东西全都取了出来。发了！苏大明大喜过望，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成堆的零食。20多个储物袋共有300多块零食，这种富裕的程度，即便是在众多5大宗门弟子中，也算是小富翁一个了。还有各种各样的法宝、刀剑之类的兵器，也有20多个。不过苏大明看来看去，却一件都没有看上。这里面没有一件法宝比得上师娘柳月如送给他的柳叶刃。苏大明想想，便觉得有些释然。毕竟这些人都是炼气3层的修士，没有特别珍贵的法宝，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将众多法宝跟灵石收入泥丸宫，这些东西他用不上，日后完全可以卖给别人，以此赚取灵石。接下来，苏大明便开始寻找着一样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便是秘术。他眼神火热的在众多物品中寻找，希望能找到传闻中的秘术。前文中有介绍过，秘术是修士的攻击术法，可让修士爆发出更为强悍的战力。一些强大的秘术所耗灵力甚巨，并且还极为复杂，但若是用出，却能爆发出恐怖的攻击。如先前池婉儿在忘忧谷中用出的强大秘术，他修为被压制的情况下，还能一举轰杀10多个堪比劫丹期修士的赤鹰王。可见秘术的强大，秘术也有着等级之分，最为低级的便是人人都会的火球术。苏大明看来，池婉儿用的那秘术最起码也是结丹期级别的秘术。带着这种期望，苏大明开始在面前的物品中寻找着秘术。若能找到秘术，苏大明相信以自己铜镜无敌的雄魂灵力，就算是面对炼气期4层的修士也能坦然应对。可任凭苏大明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秘术的存在。发怔片刻后，苏大明暗骂自己是不是有点傻逼了。这些人若是有秘术的话，临死之前怎么可能不会动用秘术来对付自己？念及至此，苏大明便收起了寻找秘术的心思。眼前剩余的许多物品都是诗音宗弟子们随身所用的琐碎之物，有用的苏大明会留下，没有用的则会被苏大明给一把火烧干净。就在清理着面前这些杂物之时，被许多衣物压在下面，一个红色的小本本映入苏大明的眼帘。这小本本看上去有些古朴，就压在众多衣物的下面，看上去不是很起眼。让苏大明心惊的是，那些衣物在自己的火球术下尽皆化为灰烬，但那个红色的小本本却是没有任何损坏。苏大明神色一动，便伸手向小本本抓了过去。